即将开启诸天无限杀戮世界，全球所有10至60岁人类即将在同一时间降临。那里是一个血腥的轮回杀戮世界，那里充斥着危险，也同样存在着机遇。你可以选择一人冲破枷锁，也可以结伴同行，是永生还是死亡，皆取决于你。总之，祝你好运。网吧中正准备开始下一局 CSGO 的李长生听到了这突兀的声音，手里的烟还没吸完，下一秒，一道光芒闪烁，整个星球的人类被拉扯进了时空漩涡。光芒消失后，李长生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阴暗的广场，广场四周充斥着迷雾，身边不远处是一排排破旧的木屋，每个木屋上都写着门牌号，木屋旁边挂着暗淡的煤油灯。广场上横七竖八躺着几百名人类，众人也都是刚刚苏醒，一脸诧异。这里是哪啊？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惑。从那声音出现到结束，也不过短短10几秒的时间，人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欢迎来到117号新手村，每个新手村初始人数为999人。您所在的位置为新手广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应的木屋，木屋内属于绝对安全地带，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任何人无法进入。在新手村内休息，体力和精力恢复速度加快。一段段的信息不断的涌入李长生的脑海。新手村不就是游戏里面的出生点？李长生看了眼自己的门牌号，随后推门走了进去，房门自动关上。木屋中只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连个卫生间都没有，更别提做饭的地方了。意念一动，面前又浮现出了一个半透明面板，上面写着个人信息、聊天频道、物品栏。选择了个人信息进行查看。姓名李长生，等级1级0100，力量7，敏捷11，体质7，精力9，感知66，天赋未开启，本命武器未开启，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无，战力评估2颗星。战力评估2颗星是什么档次？李长生有些好奇。还有远超其他属性的66点感知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打开了下方闪烁的聊天频道，里面已经聊得热火朝天，每句话前面都有一个本人头像，这些头像真实无美颜，不虚假。头像旁边显示本人的基本信息，年龄、姓名。李长生的头像就是他现在的面容，23岁，蓬头垢面，好几天没洗脸，一直在网吧通宵，看着就像一个要饭的。李长生对自己的外貌并不在意，将注意力放在聊天频道上。大家震惊之余，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广场看着好阴森，虽然很难相信，但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很难用科学去解释。谁能告诉我这里是哪儿啊？那些声音又是什么？我们被传送到杀戮世界了，不信你看自己的面板。杀戮世界？是人杀人还是人杀怪物？要打怪升级？别慌，应该是杀怪物。我的战斗力是1颗星，你的战斗力是多少？我战斗力也是1颗星，我的战斗力是1颗半。有没有比我更高的？厉害啊，我才半颗星。我力量15，敏捷16，体质17，正常人的平均属性是15点。我是国家2级运动员，有没有人比我高的？没人，最高就是你。我们大都是1颗星和半颗星的。好羡慕张月大佬，3维好高，我才1星，有点惭愧。好高的3项属性，以后就跟张月大佬混了。你们的天赋和本命武器开启了吗？没有，应该要等一段时间吧。什么是本命武器？应该是能够伴随自身成长的武器。这些聊天内容也只是117号新手村的聊天频道，世界聊天频道并未开启。看到这里，李长生对这个世界有了大概的了解。战力和5项属性平均值挂钩，小于10点平均属性的是半颗星，大于10点是1颗星，大于15点是1颗半，大于20点就是2颗星。李长生虽然有2颗星的战斗力，但没敢在聊天频道上叫嚣，因为他的属性比较奇葩，大部分属性都集中在感知上。所有属性加起来一共100点，除以5，平均值刚好是20，所以战力评估是2颗星。纵观这个新手区域，最高的感知也才19点，而李长生则高达66点。至于感知有什么用，从字面意义上看，大概就是洞察力、观察力、反应力比较强。这可能跟李长生的职业有关，别看他蓬头垢面十分邋遢，他可是 CSGO 战队的明星选手，人称逍遥居神。这时，冰冷的声音再次在大家脑海中响起。1分钟后将根据你们的属性和适应性觉醒本命武器和本命天赋。提示：本命武器和本命天赋分为 F、E、D、C、B、A、S、SS、SSS 9个等级。提示： S 级以上天赋具有唯一性。这个消息再次让众人沸腾起来。天哪，要觉醒本命武器和天赋，我好激动。天赋我明白，本命武器是什么？管他呢，给我来个 SSS 级天赋吧。万一觉醒垃圾天赋怎么办？
我运气一向不好的，这个时候就要拜神。幸春哥，给永生，给我一个 SSS 级天赋吧。S 级以上天赋肯定强大，具有唯一性，怎么着也不得给我来个 A 级天赋。看到这些聊天，李长生也有点忐忑，不知道自己会觉醒怎样的武器和天赋。环顾四周，广场上的人们大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获得一个好的天赋。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的金光包裹李长生全身，感觉浑身暖洋洋的。随后，李长生脑海中传来了提示：恭喜你获得 SSS 级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恭喜你获得 SSS 级本命天赋黑暗掠夺者。咦，李长生心中狂喜，他竟然获得了2个 SSS 级。第2章灭神巴雷特，这个灭神巴雷特和无尽掠夺有什么用？李长生意念一动，系统也给出了相应的解释。灭神巴雷特神级器武魂，可通过猎杀目标快速成长，附带技能一击必杀。黑暗掠夺者击杀目标后可随机掠夺其天赋、技能、属性中某一项附加于自身。嚯，这也太给力了！一击必杀搭配无尽掠夺，这岂不要逆天？更何况李长生号称逍遥居神，搭配一把大狙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既然自己都获得了2个 SSS 级，那别人情况也应该很不错吧？想到这里，他立刻查看聊天频道。聊天频道一片欢腾，哈哈，我的天赋和本命武器觉醒了，是 D 级的剑术达人和 D 级本命武器清风剑。我的也觉醒了 ，F 级的力量强化和 F 级的本命全套。我靠，我的好衰啊 ！F 级的脚力强化搭配草鞋，走路不费力气，有个卵用。我本命天赋是1级的脑力强化，本命武器是1级金丝眼镜。我感觉思路好像清晰了很多。我这个厉害，我是1级的控沙，本命武器是葫芦，我可以操控沙子了。我是我艾罗，你别高兴太早，我是 D 级的控沙。怎么说？同样的天赋也分不同的等级。我滴个乖乖，我是1级的皮毛强化，我现在全身都是黑色的长毛，变成原始人了。楼上的兄弟，你吃饭还能找到嘴巴吗？不知道啊，干了，我不要皮毛强化这个天赋啊。你那个还行兄弟，我 F 级的嗅觉强化，10米外有人放屁我都能闻到，我快窒息了，谁来救救我？卧了个槽，我是 D 级的控火，以后点烟不用打火机了，野外生存也不用钻木取火了。我这个厉害，1级的视力强化，可惜被迷雾挡住了，看不清。我本命武器是个锤子 ，F 级的打铁锤，可惜不是昊天锤。我的本命武器是针管，可能跟我原来职业护士有关吧。有人需要打针吗？有没有 C 级以上的天赋？半天无人应答。看了半天，连个 C 级以上的天赋都没有。李长生这个 SSS 级的天赋更不敢说话了。就在这时，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提示，117号新手村本命天赋和武器已全部觉醒完毕。觉醒 F 级本命天赋者797人，觉醒 F 级本命武器者803人，觉醒 E 级本命天赋者180人，觉醒 E 级本命武器者177人，觉醒 D 级本命天赋者21人，觉醒 D 级本命武器者18人，觉醒 C 级以上本命天赋者2人，觉醒 C 级以上本命武器者2人。有没有搞错？ C 级以上的本命天赋和武器只有2个人。李长生算一个，另一个现在是谁还不清楚。大多数人觉醒的都是最低级的 F 级，也就是说，李长生的 SSS 级天赋非常的稀少，甚至极其罕见。天赋和武器觉醒的数量不同，也就代表着觉醒的天赋和武器并一定是同级别。这时，李长生再次看向聊天频道，一个叫做王浩的青年头像闪烁。大家好，我觉醒的是 C 级天赋刀法大师，本命武器是 D 级的追风刀。我去 ，C 级天赋和 D 级武器，大佬求带啊！风元素操控，听起来貌似可以御风飞行，好酷！王浩哥哥，加我好友，小妹妹跟你一起打怪，我是本命武器是1级的玉箫。聊天频道里全都是溜须拍马的声音，不少年轻妹妹都想加王浩好友，甚至连一些阿姨也不停对其发送好友请求。这一刻的王浩感觉有些飘飘然，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待遇。这时，聊天频道又有头像闪烁，是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名叫赵金龙。各位，我是 D 级天赋枪械专精，本命武器是 C 级无限沙漠之鹰，请多多指教。靠 ，C 级无限沙漠之鹰加 D 级枪械专精天赋，这也太帅了吧！枪械类本命武器，我好想要，我不喜欢近战武器。赵金龙大哥，您长得好有男人味，我想做你的女朋友。又是一堆拍马屁的声音。本来一人独享光环的王浩，突然被赵金龙夺走了一半，这让王浩心中有些不爽。这时，聊天频道又有人问了，出现了一个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还差一个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是哪2位大佬？出来露个面呗。也有可能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都在同一个人身上，
那几率也太小了，我觉得不太可能。系统提示的是 C 级以上，有没有可能那个大佬是 B 级的？这个就更玄乎了，我宁愿相信2个 C 级都在一个人身上。大佬快冒个泡吧！众人十分期待。冒个泡？李长生一个 SSS 级天赋，一个 SSS 级武器，这说出来可就太夸张了。他可不想轻易暴露自己，在这充满杀戮的世界，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看似和睦的聊天群中隐藏着不少恶意和嫉妒的眼睛。这时主神的声音再次响起，1分钟后将开启新手试炼。试炼内容：所有新手村成员需要在1周内升到5级，不达标者抹杀。升级方式：猎杀怪物、野兽、妖兽，成绩优异者有丰厚奖励。倒计时还有50秒。李长生依旧在自己的小木屋中，心念一动，手上出现了一把漆黑的巴雷特。这就是李长生的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本命器武魂。由于是器武魂，所以拿在手里并不费力，反而有一种意念相通的感觉。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 E 级0100，威力110，精准80，穿透90，射速0.5，稳定8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5000米，有效射程2000米。附带特性暂无，可附加9个特性。附带技能一击必杀，将意念击中在技能上面，浮现出了技能的描述。一击必杀，消耗 80% 精力值，释放出足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武器等级提高后，精力消耗量逐渐减少，最低消耗 30% 精力值。提示：拥有特性才能使用特性相关技能。例如，想要使用本命武器火系相关技能，需要获得燃烧特性。第3章迷雾和怪物。现在的武器等级释放一击必杀需要消耗 80% 的精力值，每次普攻消耗1点精力值，要保证精力值在 80% 以上，留下能够使用必杀一击的机会。最高等级极限是消耗量是 30%， 能使用3次一击必杀。如果有精力药水补充的话，还可以使用更多次。再次将视线放在聊天频道，有人将自己的本命武器属性发了出来。本命武器长刀，资质 F 级，等级 E 级0100，攻击力1-2，穿透1，附带特性无，可加带一个特性。附带技能重击，造成 1.5 倍攻击伤害。本命武器全套，资质 D 级，等级 E 级0100，攻击力4-5，格挡2，附带特性无，可附加3个特性。附带技能冲拳，可对其造成2倍攻击力伤害。本命武器沙漠之鹰，资质 C 级，等级 E 级0100，威力8-10，精准30，穿透8，射速4，稳定58，有效射程60米。附带特性无，可附加4个特性。附带技能爆炸弹，射出一发3倍威力的爆炸弹，对周围敌人造成伤害。聊天群再次炸开了锅，赵金龙的这把 C 级沙漠之鹰算是117号新手村聊天频道里最好的一把武器了。另一把就是李长生的灭神巴雷特。对比了一下各个武器的属性值，他的巴雷特确实夸张，比别的武器属性要高出一大截。尤其是特性那一栏，从 F 级到 SSS 级，可附加的特性依次加1。F 级可附加1次， E 级附加2次， D 级附加3次，依次累加。特性就好比是魂环， F 级的武器只能附加1次魂环，而 SSS 级的武器能附加9次魂环。收起巴雷特，李长生推开木屋房门走了出去。此时大部分人已经聚集在了广场上，众人议论纷纷地交流着，展示着自己的天赋和武器，也有的已经开始拉帮结伙，商量着组队的事情。王浩和赵金龙那里聚集的人最多，有不少妹子围着他们2个，希望能够抱大腿。周围有不少男士羡慕嫉妒，可惜他们的本命天赋和武器只有 F 级，根本无法吸引妹子。环顾四周，广场被一圈迷雾包裹着。新手试炼已开始，请前往安全区外进行试炼。现在谁都不敢踏出广场一步。广场上有防护罩，大家心里能踏实一点。哎，外面到底什么情况？是啊，不知道迷雾里面到底有什么。比起怪物来，我更讨厌迷雾。怪物加迷雾，视力再好都不顶用。这个时候，嗅觉和观察力就派上用场了。这时，广场上忽然响起了枪声，众人心中一惊，纷纷循声望去。开枪的人是赵金龙，他手持沙漠之鹰，对着雾气连开数枪。赵金龙大笑着，哈哈，无限沙漠之鹰就是爽，只需要耗费1点精力值就能打1枪。一堆人立刻围了过去，纷纷夸赞赵金龙枪打得好。赵金龙听着十分开心。另一边王浩也不甘示弱，
拿出他的追风刀，对着前方的雾气使出技能追风斩，锋刃从刀尖挥出，引起阵阵惊呼。地级武器品质不如赵金龙 ，C 天赋却更胜一筹。还没开始打怪，两人在装逼这方面已经开始针锋相对。除了他们两个，也有其他人在炫耀自己的天赋和武器。有的人是力量强化，脱掉上衣，露出雄壮的肌肉，比平时大了好几圈；有的人是操控火焰，随手一挥，一个火球从法杖挥出；也有的是刀法专精，挥动长刀虎虎生威。其中一位是地级敏捷强化，移动速度很快，短距离奔跑比世界冠军还要快出许多。我认识他，他就是张月大佬，战斗力评估1星半，国家2级运动员。怪不得张月大佬弹跳力真牛逼。张月大佬战斗力1星半，还是地级敏捷天赋，今后一定是大名鼎鼎的盗贼。那是当然了，敏捷方向肯定往游侠和盗贼发展。在一声声的夸赞中，张月迷失了自我。张月看了眼众人，见无一人敢出村，内心不由得升起一股豪气。张月拿出他的匕首笑道，我不仅是地级敏捷强化，本命武器也是地级的淬毒匕首，就让我出去看看这迷雾里到底有什么。说完，张月就朝着广场外的迷雾大步走去。所有人默默地注视着他。很快，张月就进入了迷雾。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动静，可是10几秒后，一声惨叫传来。提示：新手张月被1级怪物迷雾蜘蛛击杀。所有人无比震惊地望着惨叫的方向。这就死了？张月的死带来不少讯息。首先，迷雾中存在着一种叫做迷雾蜘蛛的怪物。虽然这种怪物只有1星，但是可以轻松干掉战力评估1星半的张月，甚至张月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当场去世。眼见战力1星半的张月这么快就阵亡，其他人更不敢踏入迷雾了。在众人看来十分强大的张月，死在了一个最弱的1级怪物手中。只能说，这个世界的残酷程度比想象中要大很多。不一会儿，迷雾中就飘来了血腥味，众人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一闪而过。张月的死提醒众人，这不是游戏。这时，主神的声音再次传来，提示：新手村广场有3天的新手保护期，保护期过后，迷雾中的怪物将涌入广场。提示：不建议你一直待在木屋中，那样也只是慢性死亡。众人这下彻底慌了，没有了刚才显摆的兴奋感了。不能在这里等死啊，必须升到5级才能免除抹杀的命运。要不大家组队吧，人多力量大。说得对，我们一起围攻一只怪物，不要单打独斗，主神肯定不会给我们设下死局的。要组队的过来，各自展示一下能力，大家相互配合走出去。说的没错，大家开始相互组队，结成自己的联盟或者小队，决定一起对抗迷雾中的怪物。拥有 C 级天赋的王浩和 C 级武器的赵金龙自然成为了香饽饽。20多个拥有 D 级天赋和本命武器的也是热门争抢对象。第4章一穿二，组队热火朝天的进行着。李长生选择旁观，哪个队伍也不加入。组队要展示自己的天赋和本命武器，李长生才不愿意。很快，900多号人组成了形形色色的队伍，集体出发，闯入迷雾之中。李长生站在原地，静静等待他们离去。众人刚进入迷雾，里面就传来了打斗声。很快，打斗声停止，那一小片区域迷雾消散，露出了原本的面貌。那是一片漆黑的荒原，上面长着杂草。一只巨大的迷雾蜘蛛尸体浮现。果然还是人多力量大，众人合力干掉了第1只迷雾蜘蛛。哈哈，还好我盾牌挡住了蜘蛛的攻击，我的火球击中了他的腹部，我的长剑给予了他致命一击。那个小队的人们欢呼雀跃。紧接着又有打斗声响起，冰冷的主神声音传来，提示：新手李楠被1级怪物迷雾蜘蛛击杀。不一会儿，打斗声停止，那片区域的迷雾消散。迷雾蜘蛛虽然被杀死了，可是1名小队成员也牺牲了，还有1名成员受伤。提示：新手唐柔被1级怪物迷雾蜘蛛击杀。提示：新手李庆被1级怪物迷雾蜘蛛击杀。迷雾一片片的消散，新手们也接连丧生。等眼前的迷雾清除的差不多的时候，新手已经死了30余人，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无比沉重。这才刚出新手村就死了这么多人，距离新手村更远的地方岂不更危险？这不，就有人吓得跑回了新手村，蜷缩在广场角落哭泣。李长生也没工夫去安慰别人。等众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便穿过新手村保护罩，朝着人少的地方前进。提示：您已离开安全区域，进入旷野荒原。迷雾已经消散，眼前是漆黑的旷野，环境十分的阴暗，只有借着头顶微弱的月光才能看得清前方的道路。走了数十步，就看见一具人类尸体躺在那里，身上被蜘蛛腿洞穿了一个孔洞，孔洞处流着绿色的液体，说明迷雾蜘蛛含有剧毒，绝不能让其触碰到自己。尸体腐烂的速度肉眼可见，恐怖的场面让人不忍直视。眼前的景象时刻提醒他，
这是一个随时会丧命的世界。李长生将巴雷特拿在手上，紧张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强大的感知力让他感知到东南方向100米处有一只怪物在那里移动。拿起巴雷特，瞄准东南方，通过倍镜看到了那只怪物。倍镜拥有野视功能，怪物的面貌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那是一只浑身长满尖刺的巨大老鼠。警告：发现1级怪物长钉恶魔，拥有远程攻击能力。李长生也不废话，枪口瞄准长钉恶魔的一瞬间，扣动了扳机。伴随着枪声响起，一发能量子弹飞出，精准地命中长钉恶魔头部。通过倍镜可以看到，那只长钉恶魔的脑袋被打开了花，瞬间暴毙。恭喜你，击杀1级长钉恶魔，获得3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其2点敏捷附加于自身。一道能量汇入李长生全身，让他感到舒爽无比，整个身体灵活了许多。李长生拿起巴雷特，朝着长钉恶魔快速移动，来到其尸体旁边。除了怪物尸体外，并没有爆出装备。近距离观察，长钉恶魔的上半身整个都被打断了，足以见得巴雷特的恐怖威力。这样的威力，即使不瞄准头部，也能轻松秒杀这些1级怪物。即使不爆装备也无所谓，掠夺者能够吸收其属性值，永久附加自身。多击杀一些怪物，属性就能越来越多，远超升级所带来的加成。就在这时，李长生又敏锐地感知到了100米开外的2只怪物。利用倍镜观察，这次是2只从未见过的怪物。警告：发现1级怪物沉沦魔，拥有不俗的近战能力。2只沉沦魔在那里游荡，手持长刀和盾牌，红色皮肤就像是红色的哥布林。就在李长生瞄准沉沦魔准备开枪的时候，一个5人小队冲了过去，和2只沉沦魔展开了战斗。李长生没有着急开枪，而是通过倍镜默默地在远处观察。他心想着，5个人打2只沉沦魔应该很轻松吧，干脆换个地方，不和他们抢怪。可是那5人小队一个照面，就有1个人被砍掉了脑袋，当场牺牲。剩下4人面对2只沉沦魔，竟然打得十分吃力。眨眼间，又有1名新人被沉沦魔砍翻。剩下3人见状不对，拔腿就跑。可惜他们的逃跑速度并没有沉沦魔快。很快，3人便被沉沦魔追上，3人被2只沉沦魔乱刀砍死。看到这一幕的李长生惊呆了。不是吧，5个人打不过2只沉沦魔？想想也是，他的巴雷特攻击爆表，那5个人都是 F 级的天赋和 F 级的武器，攻击力只有可怜的1-2。面对残忍的沉沦魔，根本不是对手，配合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了团灭。不是人人都跟他一样，拥有可怕的天赋和武器。再次将枪口瞄准那2只沉沦魔，2只沉沦魔并没有啃食尸体的想法，继续在那里游荡。就在2只沉沦魔走到一条直线的时候，李长生按下了扳机，子弹飞过灌木丛，精准的命中其中1只沉沦魔。第1只沉沦魔脑袋瞬间炸裂，子弹继续飞行，又命中了第2只沉沦魔。一发子弹命中2只沉沦魔。这样的操作对李长生来说不算什么，打职业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没想到这样的操作在现实中也能打出来。恭喜你，击杀2级沉沦魔，获得6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其2点力量、2点体质附加于自身。能量再次涌入体内，感觉体质和力量都增加了。这种感觉太爽了。拿着枪，小心翼翼地来到沉沦魔尸体旁边，依旧没有爆出任何装备。3名新人的尸体就在旁边，2个女的，1个男的，死状极其惨烈，身体都被砍成2半，本命武器在死亡后也随之消失。看到眼前的景象，他暗自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快点变强，否则之后的遭遇也会跟他们一样。第5章升级，战力提升。沿着小路继续向前，在经过一个小土堆的时候，听到了前面的打斗声。李长生持枪躲在土堆后面向前观望，有10个人正在围攻2只迷雾蜘蛛。大家也不傻，发现5人组队依旧危险，于是有的队伍扩充到了10人。10人协作战斗还是比较轻松的，肉盾负责顶在前面，中间穿插输出，后方持续治疗。对李长生来说，这2只迷雾蜘蛛可能几秒钟就解决了，但是这10个人足足花了5分钟，而且累得满头大汗。别说他们累了，李长生看得都累。他们的低攻击力武器打在迷雾蜘蛛身上才掉一点点血，还有2个人不小心中毒了。李长生绕开他们，继续向前走。一团迷雾出现在不远处，说明那里有1只迷雾蜘蛛。将倍镜瞄准迷雾，普通的模式当然看不见，但是此枪能调节热成像模式。开启热成像模式，迷雾里面的蜘蛛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扣动扳机，子弹顷刻间命中那只蜘蛛，而李长生所耗费的代价仅仅是1点精力值。精力值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以他的开枪速度，基本上保持着满值。这次他并没有选择爆头，而选择了攻击迷雾蜘蛛的身体。
强大的威力依然秒杀了这只迷雾蜘蛛。迷雾消散，露出了迷雾蜘蛛的尸体，腹部的弹孔肉眼可见。恭喜你，击杀1级长钉恶魔，获得3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其2点精力附加于自身。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2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2级，全属性提升。一道光芒从身上闪过，李长生感觉前所未有的舒适。打开自己的属性栏，姓名李长生，等级2级20-300，力量19，敏捷23，体质19，精力21，感知76，天赋 SSS 级黑暗掠夺者，本命武器 SSS 级灭神巴雷特，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无，战力评估3颗星，全属性增加了10，战力从2颗星提升到了3颗星。然后是本命武器的属性栏，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2级20-300，威力120，精准90，穿透100，射速0.6，稳定9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5.1千米，有效射程2.1千米。附带特性暂无，可附加9个特性。附带技能一击必杀，消耗 79% 精力值，释放出足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本命武器全属性增加了10点，射速增加了 0.1， 射程也增加了 0.1千米，一击必杀消耗的精力值缩减了 1%， 这个提升还是相当可以的。F 级本命武器升级提升值为1点，依次累加 SSS 级本命武器升级提升值为10点，特效小幅度提升。就在此时，一声惨叫让他警惕起来。不远处，一个新手正在快速的逃跑，在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蟒蛇。警告：发现1级高级怪物七步毒蟒，可喷射毒液，小心被缠绕。竟然是1级高级怪物七步毒蟒，顾名思义，中了他的毒走7步就会被毒死。七步毒蟒最终还是没有追到那名人类，随后又返回了那片灌木丛中。李长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尾随毒蛇朝着灌木丛缓慢走去，将枪口对准灌木丛，打开热成像，里面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怪不得毒蛇的肚子看起来那么大，它的体内竟然还有2具人类的尸体，热量还没有完全散去。李长生咽了下口水，好家伙，怪不得那哥们跑那么快，跑慢点就跟那2名新手下场一样。除此之外，热成像还在毒蛇旁边发现了一个圆形发光的亮点，看起来像是一个果实。提示：发现一颗奇异果，吃下后全属性加1。凶残的怪物旁边总会有点好东西。七步毒蟒也感应到了李长生的存在，开始缓慢朝着他这边移动。李长生可不想让他靠近，抬手就是一枪，精准命中毒蛇7寸，将其一枪毙命。对于这些低级怪物，普攻就是必杀一击，原因就是这把枪的威力实在太高了。李长生属于那种攻击高但身体防御力弱，只要不让敌人和怪物靠近自己，就处于绝对优势。恭喜你，击杀1级高级七步毒蟒，获得5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1级天赋毒素抵抗，是否将其附加于自身？咦，竟然掠夺到天赋了，这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虽然只有区1级，但是效果相当不错。在这个毒物丛生的地方，毒素抵抗简直再实用不过了。是，他果断选择了附加此天赋，打开天赋栏，天赋 SSS 级黑暗掠夺者1级毒素抵抗。一道光芒闪过，李长生感觉自己体内多了一种抗毒物质，能够抵御各种毒素。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这个世界也越来越有趣了。来到灌木丛中，他发现了那颗红色的奇异果长在一株灌木之上，伸手将其采摘下来塞入口中，酥脆的口感就好像吃了一颗草莓。随着果汁进入腹中，他明显感觉到身体被滋养。食用奇异果，全属性加1，太爽了！李长生不禁亲吻了一下手中的巴雷特，这武器完全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在职业战队中，他就是有名的老六，经常躲在暗处阴人，甚至有的对手被气得砸键盘。不当老六怎么对得起手上的狙击枪？忽然，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李长生快速跑到附近的草丛中躲了起来。不一会儿，大概有10多个人来到了这里，其中一位就是刚刚逃跑的那名新人。就是那里，林伟和张鹏被那只毒蛇吃掉了，毒蛇旁边有一颗奇异果。众人闻言，小心翼翼地靠近灌木丛，结果却只发现了毒蛇的尸体，还有已经枯萎了的奇异果灌木。有人抢先一步干掉了毒蛇，还拿走了奇异果。领头的气愤地说道：“是谁干的呢？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个小队，难道还有别人？”
众人打量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最终只能悻悻离去。第6章特性附加。见众人离开，李长生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前赶路。前面忽然出现了一片火光，还有嘈杂的声音。定睛望去，前方竟然聚集了上百号人。这些人都是之前出发的先头部队，不知为何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李长生走上前去查看，众人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头，向下望去，里面是一个巨大的营地。营地里面火光闪现，大概有30多只沉沦魔在营地里面游荡。其中有一只沉沦魔与众不同，手持法杖在那里祈祷。好在沉沦魔们并没有发现山头的动静，众人也是议论纷纷，商量着该如何处理这些沉沦魔。警告：发现1级精英沉沦魔必须博得，拥有特性 F 级燃烧，可附加于攻击型本命武器。F 级燃烧可对敌方造成 10% 额外燃烧伤害。提示：2个同等级特性可融合为更高等级特性，不会占据额外特性数量。竟然是拥有特性，李长生大为震惊。子弹附加燃烧，对敌人能够造成更多的伤害。其中拥有 C 级本命武器沙漠之鹰的赵金龙也在这里。那个精英沉沦魔是我的，谁 TM 都别跟我抢，这个燃烧特性我要定了。拥有 C 级天赋的王浩也在这里，他也想要这个燃烧特性。他的追风刀虽然是地级的，但如果附加燃烧，那么攻击力会更胜一筹。是谁的？不是你说了算，谁抢到就算谁的。王浩当仁不让地说道。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想吃枪子了。赵金龙拿起沙漠之鹰对准王浩，王浩也抽出追风刀放在了赵金龙脖子旁边。2位大佬在这里针锋相对，其他人赶紧劝架。2位大佬别吵了，当务之急是摧毁这个沉沦魔营地。是啊，我们要团结，怪物才是我们的敌人。别争了呗，那个特性谁抢到就是谁的。最终王浩和赵金龙放下了武器，2人互相看谁都不顺眼。眼下的情况是如何杀入营地，干掉这些沉沦魔。有一个叫做贾瑞的人站了出来，他以前当过特种兵，拥有排兵布阵的能力。眼下虽然人类占据数量优势，但是这30多只沉沦魔聚集起来，一不小心也会被团灭。按照贾瑞的想法，让远程职业前去勾引，将这些沉沦魔们引诱过来，逐个击杀。众人觉得贾瑞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安排一些远程职业前去引诱，大家在这里守株待兔，集中火力击杀被引诱过来的沉沦魔。在大家商量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李长生已经找到了一处极佳的隐蔽地点。这个地方远离人群，且视野极好，拥有狙击能力的他才不用跟众人商量。狙击手本来就是独狼。 F 级燃烧这个特性虽然不咋地，但是可以经过融合提升，不会占据额外特性栏，最终可以提升为 S 级燃烧特性，甚至 SSS 级燃烧特性。所以他决定一定要拿下这个特性，将枪口对准必须博得。眼前浮现出了必须博得的信息：怪物必须博得，资质精英，等级1，特性 F 级燃烧，技能火焰弹，攻击力 15-20， 爆率 1%， 爆率只有 1%， 能不能爆装备全看运气了。将目标锁定后，李长生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扳机，子弹划破长空，精准命中必须博得脑袋，将其当场击杀。恭喜你，击杀1级精英怪必须博得，获得能量值100点。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10点精力值附加于自身，获得特性 F 级燃烧，是否将其附加于本命武器？是。他选择了将特性附加于武器上，自此武器多了一个燃烧特性。附带燃烧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可以造成燃烧效果。新手村提示：1级精英怪物必须博得已经被击杀。新手村提示：1级精英怪物必须博得已经被击杀。正商量好准备去引诱怪物的众人，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面面相觑，很难相信必须博得竟然被杀了。怎么回事？我们还没行动呢。贾瑞疑惑道。赵金龙更是破口大骂：你个挨千刀的，抢了老子的怪，我看他是不想活了。王浩心中也十分不爽，火配风绝对生猛，可惜就这么被抢走了。有人看到是谁击杀的吗？王浩问道。众人纷纷摇头。有一名听觉强化的人表示，他刚才听到了一声枪响，这个线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枪响！贾瑞望向沉沦魔营地，必须博得死在内圈，周围被普通沉沦魔包围，所以只能是被远程武器击杀。看来我们之中有一位狙击高手。贾瑞沉吟道。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贾大佬说的对，肯定是狙击手干的。我们这里不是有2个 C 级武器高手，一个是赵金龙大佬，另一个估计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就是这样，那家伙一个人干掉了必须博得，独吞了战果。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分析的头头是道。随后贾瑞又问向那个听到枪声的人：你能判断枪声方位吗？那人点了点头，指了指那边一处隐蔽的地方。众人决定立刻前往，
看一看大佬的真实面容。可当他们赶到那处隐蔽地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李长生可不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开枪，肯定会被人听到枪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才是狙击手应该有的习惯。剩余这些沉沦魔，他也不愿意跟他们抢了，以免自己被发现。必须博得死亡，除了特性外，并没有爆出装备，略有些遗憾。众人在周围寻找了一番，并没有发现那名大佬的踪迹，于是只能悻悻离开。既然精英怪已经死掉了，贾瑞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策略了，于是召集大家，让众人冲锋。伴随着山呼海啸的呼声，上百人朝着沉沦魔营的发起了冲锋。人们和30多只沉沦魔缠斗在一起，场面没有想象中的一边倒，反而打得异常艰难。这种状况超出了贾瑞的预计，眼看着新人一个个死去，贾瑞手心汗水直冒，太大意了。本以为精英怪死了，靠着人数优势能够迅速解决，却没成想是这个结果。好在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但是付出了20余人死亡的代价。第7章，蜘蛛洞窟。绕开营地，李长生朝另一个方向前进。那是一片泥泞的小路，昏暗的天空下着小雨，前方有一连串的脚印，看样子已经有一个小队走在了他前面。没多久便看见一个洞穴，洞窟旁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蜘蛛洞窟。洞窟就相当于地下城副本。看了眼地上的脚印，已经进入了洞窟之中。这群人还真是胆大。李长生好奇这洞窟里面是什么样品种的蜘蛛，看起来应该不是迷雾蜘蛛。一眼望去，洞窟里并没有迷雾。既然他们几个都那么勇敢，李长生也不怂，拿着巴雷特点燃火把，依靠强大的感知力缓慢前行。蜘蛛这种生物算是他最讨厌的，恶心的眼睛和纹路让人心生胆寒。他之所以选择进入蜘蛛洞窟，也算是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克服恐惧。尤其要注意头顶，谨防上空突然跳下来一只蜘蛛。空气中一股腐烂潮湿的味道，还有一丝丝血腥味。那群人很有可能已经交代在这里了。前边不远处，一大片蜘蛛网堵住了洞窟。李长生也不敢拿着火把靠近蜘蛛丝，生怕忽然跳出来一只蜘蛛。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开启巴雷特燃烧特性，对着蜘蛛网就是一枪。子弹命中蜘蛛网，蜘蛛网瞬间燃烧起来。不一会儿，蜘蛛网燃烧殆尽，连同上面的小蜘蛛也都被烧死了。燃烧特性确实有妙用，烧焦的气息很快引来了2只蜘蛛。警告：发现2只2级普通剧毒蜘蛛，可使用蛛丝缠绕、毒液喷射攻击。果然不是迷雾蜘蛛，尽管他现在百毒不侵，他也不愿意被蜘蛛咬一口。看到是剧毒蜘蛛，李长生立刻架起枪后退数步，扣动扳机。跑得最快的那只剧毒蜘蛛当场殒命。等到普攻冷却时间一到，李长生再次扣动扳机，击杀了第2只剧毒蜘蛛。击杀2只剧毒蜘蛛，获得10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6点敏捷值附加于自身。也就是说，一只普通的2级蜘蛛获得能量等同于1级高级怪物。按照这样推理，2级的高级怪物就相当于1级的精英怪物，2级的精英怪就相当于1级的 BOSS。从2只剧毒蜘蛛的尸体旁走过，来到了一个类似储物间的地方。这里的墙上挂满了用蛛网构成的虫茧。李长生是1秒也不想待在这里，生怕虫茧里面冒出一大堆蜘蛛出来。就在这时，一个虫茧动了，仔细看去，那是一个被蜘蛛网包裹的人类。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那名人类祈求道。李长生闻言大惊，还有人活着？其他人呢？都死了。有一只巨大的蜘蛛在这里，我们要快点逃，不然会被发现的。那人带着哭腔，眼神中满是恐惧。就在李长生准备用火把烧开他身上蛛网的时候，那人的胸膛忽然破开，一只小型剧毒蜘蛛从他的胸膛爬出。李长生大为震惊，后退数步，一枪干掉了那只蜘蛛。同样的，那个人也已经死翘翘了。不得不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瘆人了。蜘蛛竟然寄生在了人的体内，利用他们的能量存活。死了还倒好说，要是还活着，那岂不要痛不欲生？李长生没有多想，拿起巴雷特对着周围的虫茧一枪枪开去。不一会儿，这个储物间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可以清晰地闻到肉烤焦的味道。大火逐渐散去，里面还有最后一间山洞。李长生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还不等他来得及考虑，8双红色的眼睛出现在了山洞上空。定睛望去，这是一只巨大的8爪蜘蛛，是这些普通蜘蛛体型的3倍大小，目测身高有3米，长着锋利的獠牙，身上鲜艳的纹路代表着它含有剧毒。警告：发现2级 BOSS 剧毒蜘蛛王，可使用毒液喷射、利爪穿刺、蛛网缠绕。刚听到这则警告，剧毒蜘蛛王就喷射出了蛛网。李长生立刻藏身在石块背后，躲掉了这粘稠的蛛网。要是被蛛网粘住，那就是死路一条。以他现在的能力，很难挣脱蛛网的束缚。
他引以为傲的是手中这把巴雷特，而不是以自身的体质和防御作为赌注。李长生探出脑袋，对着剧毒蜘蛛王就是一枪。这一枪打断了蜘蛛王的一条腿。之所以他没有命中，是因为他看见蜘蛛网在喷射毒液，大惊之余只能匆忙开了一枪。再次探出脑袋，这次蜘蛛王又喷射出了蜘蛛丝。李长生枪口还没有瞄准，立刻就缩了回来，差一点就被蜘蛛丝粘住了。要是子弹能拐弯就好了，一个甩狙加拐弯就干掉蜘蛛王了。李长生所站的地方处于一个狭小地带，蜘蛛网的巨大身躯难以靠近，不停地用远程压制，毒液喷射。一滴毒液喷溅在了李长生的皮肤上，并没有产生一丝异样，就好比一滴清水落在皮肤上。感受到剧毒物质侵袭皮肤，毒素抵抗天赋发动，抵消毒素影响。天赋发挥了作用。目前的情况是，剧毒蜘蛛王的远程火力太猛了，蜘蛛丝不要命的喷射，稍一露头就可能被粘住。他可不想冒这个风险，一旦被粘住，可能就命丧黄泉。就在这时，他发现了脚下一块破碎的镜片，灵机一动，他将镜片放在旁边洞口位置，调好了角度，通过镜片看到了蜘蛛王的一举一动。随后架起巴雷特寻找角度，确保万无一失后，李长生对准蜘蛛网按下了扳机。只要命中蜘蛛王的身体主干部位，那么他将必死无疑。然而令他惊讶的是，剧毒蛛王竟然躲开了。通过镜片，他清楚地看到，子弹命中蛛网的一瞬间，他竟然一个后跳躲开了。没错，蛛王一个后跳躲开了子弹。李长生揉了揉眼睛，确信自己没有看错，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区2级的 BOSS 竟然躲开了子弹，好家伙，这蜘蛛是从黑客帝国里面出来的吧？能躲一次，李长生不信他还能躲第二次。那个后跳应该是他的技能，肯定有冷却时间。第8章新技能与排行榜。再次将巴雷特从侧面伸出，根据镜片反射调整枪口位置，趁着他技能冷却的间隙，李长生扣下了扳机。附带燃烧特性的子弹从枪管射出，子弹精准地穿过剧毒蛛王腹部，将其击倒在地。经过镜面反射调整的角度还是有些误差，本来瞄准的是剧毒蜘蛛的头部，却打到了腹部。不过无所谓了，超强的攻击力，只要命中主躯干，都是一枪毙命。击杀2级 BOSS 剧毒蛛王，获得200点能量。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3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3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1级主动技能后跳，是否附加于自身？1级后跳，轻盈且迅捷的后跳，可躲开即将到来的攻击，冷却时间10秒钟。李长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竟然将剧毒蛛王的后跳技能掠夺过来了。这个技能他刚才见识过了，只要反应够快，子弹也能躲过去。对于远程射手来说，这个技能相当不错，等于多了一次躲避致命攻击的机会。李长生尝试着使用了一下后跳，轻轻一跳，竟然向后跳出5米远的距离，甚至在空中还有0点几秒的滞空时间。利用滞空时间后跳的同时还能开出一枪，相当于近战的格挡反击。有了这个技能，让生存几率提升不少。这时主神冰冷的声音传来，117号新手村有玩家升至3级，开启本新手村排行榜。试炼结束后进行结算，前几名将有丰厚奖励。频道栏里多了一个排行榜，李长生点进去查看。第1名李长生3级，第2名赵金龙2级，第3名王浩2级，第4名江尚2级，第5名陈庆2级，第6名沈梦雨2级，第7名贾瑞2级。赵金龙和王浩看着排行榜沉默不语。刚刚清理完沉沦魔营地的他们就听到了这声音，本以为他们是升级最快的，却没曾想有个人更快。聊天频道也已经炸开了，李长生大佬牛逼，竟然这么快升到了3级。李长生是哪个？我怎么没听说过？傻呀你，之前不是还有一个 C 级天赋和 C 级本命武器的人没有出现，其中一个就是李长生大佬。我倒是觉得升级这么快，他很可能是 C 级天赋加 C 级本命武器，很有可能。我才不信 C 级那么稀有，怎么可能有人同时有2个？就连赵金龙大佬也只有一个 C 级本命武器和一个 D 级天赋。众人议论纷纷，大都在讨论排行榜前列的几个人，其中李长生的热度最高，有不少妹子已经开始在聊天频道公开向李长生表白，希望和他一起组队。看到这些讯息，李长生也很无语，本想默默地当个老六，没想到排行榜竟然将自己的名字公开了。不过也无所谓，看聊天频道，大多数人认为他是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如果后面有人问他，他也是这样回答，毕竟回答双 SSS 级过于骇人听闻。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于狙击手来说太耀眼不是好事。
这1000人就相当于小型江湖，人心难测，保不准有些嫉妒心强的人想要害人。将视线移至洞穴的后方，一个宝箱熠熠生辉。跨过剧毒蛛王的尸体，可以看到蛛王的腹部有烧焦的痕迹。来到宝箱面前，恭喜你发现青铜宝箱，大概率开出普通品质装备，有几率开出优秀品质装备。李长生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青铜宝箱，很幸运出现了2件优秀品质的装备。提示：装备品质划分从低到高为普通、白色、优秀、绿色、卓越、蓝色、史诗、紫色、传奇、金色、神话、暗金色。李长生查看2件装备的属性：武器利刃匕首，品质优秀，等级2，攻击力5-8，破甲1，一把不错的近战武器。李长生现在正好差一把近身武器，匕首是不错的选择。这些爆出来的装备和本命装备主要区别在于无法成长。护甲防滑皮靴，品质优秀，等级2，防御力3，特效防滑。这件黑色的靴子也相当不错，之前泥泞的小路让他的鞋子浸透了泥水，正好需要换一双鞋。就在李长生换好鞋子准备出发的时候，强大的感知力让他感觉到了阴影中有东西正在快速移动。来不及多想，李长生立刻使出后跳技能。就在他后跳的一刹那，一个黑衣人手持匕首从他刚才站立的地方划过，再晚0点几秒，李长生可能就要命丧黄泉。后跳的同时，李长生将枪口对准了那黑影。黑衣人在看到枪口对准自己后，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李长生没有丝毫犹豫，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从黑衣人头部穿过，爆头击杀。击杀2级新人苗一峰。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其地级本命天赋视觉强化，是否附加于自身？获得地级视觉强化后，李长生感觉世界清晰了许多，不仅看得更远，还能观察得更细微。漆黑的洞穴也变得明亮了起来。这天赋也能增加夜视能力，这对狙击手来说简直是个绝佳天赋。原来杀人也是可以掠夺的。李长生开启了新大陆。原本他就在想掠夺者天赋能否对人使用，一直没有试验的机会，这次正好有个撞枪口上了。不过他不是那种滥杀无辜之人，只要没人找他麻烦。要是有人来找麻烦，那他不介意用掠夺者天赋从敌人身上夺取点东西。看了眼躺在地上的新人苗一峰，脑袋已经被轰爆，手里的本命武器匕首也已经消失，只有尸体还留在这里，随着时间慢慢腐化风干。要是李长生没有强大的感知力和后跳技能，还真可能被这个家伙干掉。想想都有些后怕。这家伙隐藏在暗处，是想抢夺宝箱里的2件装备，错误地预估了自己和李长生的能力，偷鸡不成蚀把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为了区2件2级装备就动了杀人的心思，可见人心是多么的阴险。比起那只剧毒蛛王，这个隐藏在暗处的老六更为凶险，没有丝毫的怜悯。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李长生朝着洞穴外走去。来到洞穴外面，看到了远处的火光，大概有几十号人朝着这个方向走来，应该是赵金龙他们清理完沉沦魔营地赶来了。没有多做停留，李长生继续向前赶路。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路标，路标显示向东是罗格营地，向西是黑色荒地。第9章罗格营地。李长生选择了朝罗格营地前进，走了大概2里地，便看到了一片巨大的营地。营地由木栅栏包围，栅栏围墙上站着女性弓箭手，周围点着火把。发现罗格营地，这里为安全区，你可以在这里休息或者购买装备，也可以接取支线任务，获得不菲的报酬。李长生大步走入罗格营地，那些守卫看都没看一眼，但是有怪物经过，守卫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看了一下这些守卫的信息，这些守卫普遍都有10级，所以新人不敢在这里闹事，被发现就是一顿毒打，甚至扔进囚牢之中。已经有数十名新人在李长生之前来到了营地。营地里面搭着各式各样的帐篷，这些都是为新人提供住宿的地方。这里有铁匠铺、杂货铺、雇佣兵商人、女巫、酒馆、赌博店、篝火堆。已经到来的10几名新人围坐在篝火堆旁聊着天，看到李长生来了，便跟他打招呼。又来了一位，厉害了，一个人来的。一位叫马鹏飞的地级天赋者惊讶地说道：“哥们过来坐，一起聊聊天。”另一个彪形大汉陈庆笑着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一位名叫江上的男子问道。看到众人如此热情，李长生正打算报上自己的名字，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其中一位短发妹子说道：“他就是排行榜第1的李长生。”此话一出，众人无比震惊。震惊的点在于，他们竟然遇到了排行榜第1的男人。李长生也很震惊，这个短发妹子是谁？她为何知道自己的名字？难道她有独特的天赋，能够看穿自己？
短发妹子看到了李长生的疑惑，便解释道：“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就认识你，你就是 Esther 战队的李长生，我是 CSGO 的女主播，经常关注你的比赛，嘿嘿，我叫沈梦雨，请多多指教。”沈梦雨主动过来和李长生握手。沈梦雨，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你就是排行榜第6的那个沈梦雨？嘿嘿，是的哦，我是地级天赋射手专精，地级本命武器精灵短弓，附带技能爆裂剑，你呢？沈梦雨问道。李长生道：“我是 C 级狙击手专精，C 级武器重型狙击枪，附带技能穿透射击。”说罢，众人纷纷惊呼。马鹏飞道：“原来你就是那位隐藏的 C 级大佬，狙击手配合狙击枪，再加上穿透射击，如果爆头的话，低级怪绝对一击必杀了。”陈庆道：“是啊，这就是狙击手强大的地方，囊括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难怪升级这么快。”江上道：“要不要跟我们组队啊？我们几个全都是地级天赋者。要知道，整个新手村的地级天赋者也只有21人，还被李长生杀掉一个。面前这几人竟然全都是地级天赋，而且排行榜都有他们的名字，难怪他们能第一批赶到罗格营地。反倒是王浩和赵金龙两人磨磨蹭蹭，还没有赶到营地。不用了，我是狙击手，喜欢独来独往。”李长生道。众人闻言也纷纷点头，这就是强者，总不可能强迫人家入队。和众人挥手致意，李长生便独自在营地闲逛，看看这里的商铺都卖些什么。首先来到铁匠铺，这里卖的都是些冷兵器，刀枪棍棒，还有一些铁质盔甲。这些装备都太重了，没有购买的必要，穿上反而有些不方便。紧接着来到了赌博商人这里，这家伙看起来体型肥硕，一脸奸商的样子。看了一眼赌博商人这里的货，属性全部隐藏，价格还都十分离谱。买这些东西就跟猜盲盒一样，稍不注意就倾家荡产。李长生摇了摇头，随后走向了女巫那里。女巫坐在一个大帐篷旁边，面前摆着生命药水和精力药水，每瓶售价10杀戮币，杀戮币简称 SLB。刚来到这里，女巫阿卡拉就热情地欢迎他，这让李长生有些不知所措。你就是清理了蜘蛛洞窟的那位勇士，感谢你做出的贡献，这是给予你的奖励。清理蜘蛛洞窟获得阿卡拉的奖赏500枚杀戮币，1枚 F 级杀戮晶体。提示：杀戮晶体可用于兑换高级物品，例如血统、功法、技能、高级装备等。至于在哪里兑换，现在还不清楚，大概率是在新手试炼结束后开启，所以越可能多的积累这些资源没有坏处。打开自己的物品栏，加上之前打怪掉落的，一共有730枚杀戮币。李长生花费200杀戮币买了10瓶生命药水和10瓶精力药水。女巫阿卡拉提醒道：“喝下这些药水后，会在1分钟内缓慢恢复生命值和精力值，不可重复叠加。至于恢复的量也不是很多，只有10%。”李长生买的这些都是小型恢复药剂，中型的药剂这里没有卖的。他还看见了这里卖回程卷轴，一张100杀戮币，干脆就买了2张。卖完这些就只剩下330枚杀戮币。阿卡拉告诉李长生，只需要撕毁卷轴，面前就能出现蓝色的传送门，踏入传送门就会被传送回罗格营地，省下返程赶路的时间。李长生询问女巫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女巫回答确实有一个任务，位于黑色荒地的高塔中有一只女吸血鬼伯爵，阿卡拉希望有勇士能前去铲除那只女伯爵。接受支线任务，铲除位于黑色荒地高塔内的女吸血鬼伯爵，完成后可获得1000杀戮币，1枚1级杀戮晶体。警告：女吸血鬼伯爵为5级 BOSS， 请做好准备再前往。提示： BOSS 战斗力划分，5级 BOSS 相当于2个6级精英怪，4个7级高级怪，8个8级普通怪。主神给出了怪物战斗力划分，也就是说李长生之前的推理是错误的，并不是单纯的1+1，而是倍增叠加。不过多强的 BOSS 也无所谓，李长生拥有技能一击必杀，只要挨上一枪，保证让他魂飞魄散。想到这里，他便决定出发前往黑色荒地，干掉那只女伯爵。第10章大部队到来，还未来得及走出营地，便看到大队人马赶了过来，领头的是赵金龙、王浩、贾瑞，他们这群人刚从沉沦魔营地那里赶过来。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加上后续汇聚的新手，大概有100来号人。来到营地后，众人长舒一口气，有不少人都遭受了大大小小的伤势。受伤的人纷纷跑到女巫那里购买生命药水。我靠，一瓶10枚杀戮币，抢钱吗？是啊，击杀一只怪物才奖励10点杀戮币，你就给我恢复10%的伤势，还让不让人活了？众人围着女巫议论纷纷，都说价格不够公道，甚至有人趁女巫不注意，从摊位上偷偷拿走了2瓶药剂。然而那人没走多远便被卫兵抓住了，不仅没收了2瓶药剂，还被毒打了一顿，生命值暴跌40%。偷东西都被打个半死，
要是干掉其他坏事，估计小命就没了。看到此等场景，众人也不敢做出偷窃行为。现在女巫那里就安静了许多，大家对她说话都十分客气。当然，也有人在女巫这里询问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女巫的回答和李长生说的一模一样，高塔的女伯爵。众人闻言惊呼：5级的 BOSS， 开玩笑呢吧？谁敢去？1级的沉沦魔我都打不过，还去打5级的 BOSS， 我是嫌命不长了。高风险才有高收益，我建议大家先升到5级，然后组队去讨伐女伯爵。说得对，先升级。这个支线任务再次让众人情绪高涨起来。这时忽然有人喊：哪个是李长生？李长生循声望去，喊自己名字的人是赵金龙那个家伙。李长生不打算搭理他，朝着营地外走去。这时之前认识的马鹏飞大大咧咧地说道：我认识李长生，你找他有什么事吗？赵金龙哼了一声，找他有什么事？一定是那家伙在沉沦魔营地抢了我的怪，我要找他评评理。马鹏飞朝着李长生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知道赵金龙是来找事的，所以也没接话茬。然而就是这一眼被眼尖的赵金龙发现了。赵金龙朝着李长生走了过来。你就是李长生？赵金龙傲气地说道。李长生冷冷地回道：是我。附近的人一听是李长生，立刻就围了过来。哇塞，这位就是李长生大佬，等级排行第1的那位。李长生大佬，您是什么天赋啊？李长生大佬，和我组队吧。看到众人对李长生如此拥簇，赵金龙也是有些不服气。一定是你抢了必须博德。李长生呵呵一笑，是我干掉了必须博德，那又如何？谁说那只怪物属于你了？他身上有你的标记吗？李长生呛得赵金龙说不出话，气得他胸膛不断起伏。围观的众人也纷纷表示李长生说的有道理，怪物又不是他一人钦点的。你给我等着。赵金龙留下这句狠话后就悻悻离去，让自己等着。李长生心想，倒是希望他来找自己麻烦，因为李长生看上了他的地级枪械专精天赋。赵金龙走后，有不少女性围到了李长生旁边。这些女的有长得漂亮的，也有长相一般的，此时都对李长生抛出了媚眼，搔首弄姿的样子实在没眼看。长生哥哥，能和妹妹组队吗？妹妹想跟你一起。哥哥，我想靠在你雄壮的胸膛之中。今晚你有空吗？那里的帐篷没人。李长生实在受不了这些，快速离开了罗格营地。此时的罗格营地，李长生 C 级的狙击手专精天赋和 C 级的狙击枪本命武器已经传开了，这也都是马鹏飞那个大嘴巴跟人聊天透露了。说起这事来，他还十分自豪。不过这也是李长生希望看到的，这样也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底细，不然等级排行榜第1的事情还真说不过去。再次来到了路标那里，向西走就是黑色荒地，从地上可以看到不少脚印。有些新人没有选择前往营地，而是直接朝西走前往黑色荒地。走了数里地，终于来到了黑色荒地。这里有一个牌子，黑色荒地路口坐着一个7人队伍正在休整。这群人看起来有些疲惫，坐在这里大口喘气。其中一人对着李长生说道：哥们，千万别往黑色荒地走，那里全是2级以上的怪物，我们几个差点交代在那里了。李长生点了点头，谢谢你们的提醒，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可以前往罗格营地休整一下。那7人显得有些震惊。我就说了，罗格营地是休息的地方，不是怪物营地，你非得来这边，这能怪我吗？这是大家一起做的决定。本来这个队伍在路口的时候有13人，来到黑色荒地这里已经变成了7人，其他人都死掉了。他们误以为罗格营地是个怪物营地，所以没有朝东行走。多谢兄弟，我们先去罗格营地了，你一个人可千万别乱跑。是啊，我们先走了，那里太危险了。7人立刻起身前往罗格营地，不想在这里多待1秒。望着7人狼狈离去的身影，他不禁摇了摇头，然后朝着孤身进入黑色荒地。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几具人类的尸体，应该是刚才那群人的同伴。他们的身体上有许多孔洞，看样子是被长矛等武器戳死的。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有一个生物朝着自己这边快速移动，定睛望去，竟然是一只毛茸茸的大型高加索犬。他将枪口指向高加索犬，主神并没有传来提示。难道这只狗不是怪物？高加索犬停在了一具尸体旁边，汪汪叫了2声，随后朝着李长生不停地摇尾巴。难道说这具尸体是这狗的主人？这狗是让自己去救它的主人？李长生摇了摇头，他已经死了。他有些意外，不仅有人类被传送到了这个位面，甚至连狗也被传送过来了。是 Bob 吗？见这只狗没有恶意，他便不再理会，朝着黑色荒地继续深入。第11章鬼魂。李长生走了一会儿，发现不对劲，回头望去，那只高加索犬一直跟着他。他停下来，狗子也停下来，眼巴巴地望着李长生。你要跟我一起走吗？李长生问道。狗子好像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刻摇着尾巴跑过来，在他腿上蹭了蹭。
既然它的主人已经死了，那就让这只狗子跟着自己吧。他也不能保证狗子能够存活，总之能跟多久是多久吧。既然你是高家所犬，以后就叫你小高了。狗子闻言叫了2声，看样子很满意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狗子还挺有灵性的。然而这2声狗叫却引来了黑暗中的怪物。李长生立刻警觉起来，并示意小高不要乱叫。小高立刻闭上嘴巴，站在他旁边警惕的观望。李长生架起狙击枪，通过狙击镜可以看到有3只骷髅怪朝着自己这边走来。警告：发现2级普通怪物长毛骷髅，攻击距离较长，请小心。怪不得那些尸体上有孔洞，都是被这些长毛骷髅刺穿的。李长生扣动扳机，将最前方的1只长毛骷髅击杀。剩下2只骷髅左顾右盼，并没有发现攻击者，但是他们能听到枪声的来源方位，所以朝着这边快速走来。随即李长生再次扣动扳机，将第2只长毛骷髅击杀。等第3只长毛骷髅看见李长生的时候，巴雷特的子弹已经抵达了他的眉间，一枪爆头，击杀3只2级普通长毛骷髅，获得180点能量。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取2点敏捷，4点力量附加于自身，也就是说1只长毛骷髅是60点能量，比1级普通怪经验值高了1倍。小高不知道骷髅已经死了，跑过去对着骨头一顿撕咬，直到李长生示意他停下来，他才停止了动作，但是嘴里叼着一根骷髅胳膊，嚼得津津有味。也是，狗子就喜欢吃骨头，就让他啃着呗。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几个小时，天色一直是夜晚，仿佛看不到天亮。还好有个狗子陪伴，不至于太过孤独。就这样，李长生拿着枪和小高一直在黑色荒地游荡，遇到怪物就远程击杀。虽说还没有找到高塔，但是找到了一个破旧的木屋。李长生没有着急进去，透过窗户观看，里面竟然有一个人影。这个人影是半透明的，看起来更像是鬼魂。这可把李长生吓了一跳，真的遇见鬼了。二话不说，对准鬼魂开枪就射。一枪下去，子弹穿透鬼魂的身体，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李长生咽了下口水，他发现鬼魂已经转身看他了。奶奶个腿，鬼魂物理免疫，这还打个鸡毛。李长生拔腿就跑，可是没跑2步，鬼魂就追上了他。李长生停下了脚步，紧张地望着眼前游荡的鬼魂。鬼魂忽然开口说话了：别担心人类，我不会伤害你的。李长生故作镇定地说道：那你追我做什么？鬼魂道：我想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说。竟然有鬼找自己帮忙，这也太离谱了。很有可能是隐藏任务，先看看再说。鬼魂说道：在西北方向有一个骷髅营地，我希望你帮我杀掉那里的骷髅首领血巫。李长生咽了下口水，杀他没问题，有什么报酬没有？其实没有报酬也是可以的。说实话，李长生不想跟鬼魂作战，主要他现在没有能伤害鬼魂的方法，除非使用技能必杀一击，但前提要能打中对方。鬼魂道：如果你能杀死血巫，我会给予你武器附加一项神圣特性，你愿意帮我吗？提示：神圣特性可以攻击灵魂类生物，根据特性等级造成一定程度无视防御的伤害。靠，竟然给神圣特性！没问题，我愿意帮你。你在此静候佳音。这个任务李长生势必要拿下，这可是神圣属性的特性，对自己大有益处。谢谢你，陌生人。鬼魂感激地说道。接受隐藏任务，安娜的复仇。任务成功将为本命武器附加1级神圣属性特性，如若3天内无法完成，将会被恶灵缠身。什么？无法完成任务会被恶灵缠身？接任务的时候怎么不提醒一下？无所谓了，既然已经接了，那就干掉那只叫做血巫的骷髅即可。只要不是鬼魂，什么都好说。于是乎，一人一狗朝着西北方向走去，沿途通过敏锐的感知，躲开了几个大型沉沦魔营地。这些大型营地里的沉沦魔过多，他手里的是狙击枪，又不是冲锋枪，狙击枪射速不够快，万一怪物大群涌过来，李长生也没法应对，所以只能找那些5个数量以下的怪物击杀，这样最保险。就这样，一人一狗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鬼魂所说的骷髅营地。这里的景象让人有些傻眼，这哪里是营地，这分明就是墓地。李长生谨慎地绕开那些骷髅，来到了远处一个小坡上面。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小坡上观察墓地，寻找骷髅首领血巫。放眼望去，墓地里的骷髅有30来只，其中10来只是长毛骷髅，10来只是长刀骷髅，还有好几只是弓箭手骷髅。我的个乖乖，这要是孤身闯进去，恐怕尸体都能被砍没了。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到血巫的踪迹。难道说来错地方了？不太可能，西北方向就这一个骷髅墓地，静静等候一段时间，说不定会有发现。李长生架起巴雷特，默默地等待猎物出现。通过背镜望去，墓地中央有一个大型墓碑，
墓碑有一个洞口，说不定血巫就在那个洞里面。闯进洞里查看，那绝对不可能，跟送死没什么区别，连突破骷髅群的防线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红色铠甲、手持红色短弓的骷髅从洞口楼梯走出，警告：发现3级 BOSS 血巫，可使用远程弓箭射击，拥有技能火焰剑、魔法剑、召唤骷髅。终于出现了，等了大概10来分钟，还没等李长生开枪，那家伙又返回了洞穴之中。第12章神圣特性，一定要沉得住气。作为狙击手，敌人消失后不能慌乱，静静等候即可。下次当他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时机。等了10几分钟，血巫再次出现。这一次，李长生抓住时机，扣下了扳机。子弹划破长空，在500米外的距离击碎了一只骷髅。让李长生抓狂的是，就在子弹即将射中血巫的时候，一只骷髅凑巧从子弹轨迹走过，挡住了子弹。这一发子弹没有命中血巫，反而让他变得警惕起来。血巫立刻下达命令，让骷髅战士们开始搜索附近，而血巫也拿起了自己的弓箭，开始四处寻找。距离过远，骷髅们短时间内也找不到李长生。这一次，李长生调整呼吸，将枪口瞄准血巫，确保轨迹上没有其他骷髅会出现，随后按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快速飞出。这一次，子弹精准地命中血巫脑袋，碰触的瞬间就将其脑袋打成了碎片。恭喜你，击杀3级 BOSS 血巫，获得600点能量。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4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4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F 级主动技能召唤骷髅，是否获得主动技能召唤骷髅？是。在这残酷的世界，多一个技能没有坏处。来不及查看自己的属性，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动静，大量的骷髅朝着他的方向快速跑来。李长生立刻招呼小高，一人一狗快速奔跑。升级后的他属性再次提升，跑动速度也极大加强，连续跑出好几里地才摆脱了那群骷髅。人也累得大汗淋漓，大口喘气。至于血巫死后是否爆了装备，他的藏身地是否有宝箱，对于李长生来说都不重要了，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再去那里一趟。如果爆了装备，就等有缘人去捡了。李长生再次来到了那个房间，关上门。鬼魂安娜已经在房间等候多时。谢谢你帮我杀了血巫，这是你的报酬。一道光芒从鬼魂身上浮现。完成隐藏任务，安娜的复仇，获得1级神圣特性，是否附加于本命武器？1级神圣特性，对敌方额外造成 20% 真实伤害，对灵类和邪恶类敌人伤害翻倍。是。有了这个特性，他再也不怕鬼魂了。还能造成 20% 真实伤害，效果相当可以，不愧是隐藏任务。光芒射入了巴雷特之中，特性再增加1条，而且还是最难得的神圣属性。打开本命武器面板，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4级，威力140，精准110，穿透120，射速 0.8， 稳定11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 5.3 千米，有效射程 2.3 千米。附带特性 F 级燃烧，1级神圣，还能附加7个特性。附带技能一击必杀，消耗 77% 精力值，释放出足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然后是自身面板，姓名李长生，等级4级，力量49，敏捷53，体质45，精力55，感知106，天赋 SSS 级黑暗掠夺者，1级毒素抵抗，D 级视觉强化。本命武器 SSS 级灭神巴雷特4级，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后跳 E， 召唤骷髅 F， 装备利刃匕首2级绿色，防滑皮靴2级绿色。战利品，战力评估6颗星，这就6颗星了。每升1级全属性加10，总计增长50点，增长的战斗力是1颗星。现在是4级，本应该是4颗星，多出来这2颗星是因为掠夺者杀怪吸取的属性，多出了整整2级的属性，也就是100点属性，这就十分夸张了。再加上他的本命武器巴雷特，越级挑战7、8级的怪物都不是什么问题。这还是不使用1击必杀技能的情况。李长生现在很期待遇到一个自己无法对付的强力 BOSS， 好让他用一次技能1击必杀。赠予特性后，鬼魂安娜开始讲述了他的过往，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一家3口被血巫杀了，他咽不下这口气，迟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李长生帮他完成了愿望，他终于可以升天了。临走前，李长生询问他是否知道高塔的位置，安娜表示她知道，
并为李长生指明了高塔的方向。谢谢你，勇者。安娜再次感谢。一道金光从黑暗的天空洒下，安娜背后长出了一双洁白的翅膀，变成天使的模样飞向了天空。李长生看向天空，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接下来他要前往高塔，铲除那个邪恶的女吸血鬼伯爵。赶路的途中打开聊天频道，频道里面依旧热闹。李长生大佬已经4级了，好厉害，我还没升到2级，我都怀疑7天内是否能升到5级。赵金龙大佬刚升到3级，李长生大佬就4级了，还是李长生大佬牛逼。我们也要加把劲了，7天内升不到5级就要被抹杀。是啊是啊，加油升级。李长生距离5级只有1步之遥。很快，按照安娜所指的方向，李长生找到了那座黑色高塔。距离高塔几百米的位置都能闻到里面的血腥味。透过高塔缝隙看到了里面的怪物：2级骷髅、3级冤魂、3级羊头怪、4级吸血鬼，全是3、4级的怪物。提示：3级冤魂属于灵类生物，需要魔法类攻击才能对其造成伤害，也就是说火焰也能对其造成伤害，只不过没有神圣属性伤害高。这座高塔一共5层，越往上怪物越猛。没猜错的话，女伯爵就位于第5层。如此难闻的血腥味，李长生怕自己爬不到5层就被恶心倒了。这座高塔到底是杀了多少人？从李长生这个角度望去，每层大概有10只怪物。这种狭窄的房间地形非常不利于狙击手。第13章，女吸血鬼伯爵。看着阴森的高塔，李长生忽然想起来刚才掠夺了一个 F 级的召唤骷髅技能，意念一动，面前忽然传来了提示，请选择骷髅模板、骷髅刀盾战士、骷髅弓箭手、骷髅法师。李长生不需要远程火力，所以选择了骷髅刀盾战士。耗费5点精力值，一只2米高的骷髅出现在他面前。骷髅左手持盾，右手拿着长刀，等级和他一样，都是4级。李长生还想尝试召唤更多骷髅。提示：你并无召唤师和死灵法师相关天赋，无法召唤更多骷髅。没有相关天赋还召唤不了，无所谓，一只足够了。李长生给骷髅战士下达指令，让他跑到高塔第1层。骷髅战士看起来很呆，也很听话，一路摇摇晃晃跑进了高塔第1层。等骷髅进去了1、2秒钟的时候，他再次下达指令，让骷髅战士撤退。紧接着就看到骷髅战士从房门中退出，朝着他这边奔跑。在骷髅战士的身后跟着3只怪物骷髅。李长生拿起巴雷特，连续3枪将这3只2级骷髅怪击杀。这就是他的策略，让骷髅怪进去引怪。如果让小高进去的话，很容易死在里面。就这样来回3次，将1层的怪物全部肃清。骷髅战士也只是盾牌有点刮痕。随后李长生找了一块布料蒙在自己鼻子上，防止被这里面的味道熏晕过去。踏入第1层，里面一只怪也没有了，只有一条通往上方的楼梯。李长生利用相同的策略，让骷髅战士爬到第2层引怪。这次引来了是3只3级冤魂，附带燃烧和神圣属性的子弹，一枪贯穿3只冤魂，将其全部击毙。经过反复实践，这种引怪的方式的确可行，而且骷髅战士没有体力值，可以不停地奔跑。就这样，李长生从第1层一直到第4层，利用同样的方法肃清了前4层的怪物，还差1小半经验就能升到5级。李长生站在第4层房间的时候，血腥味已经变得十分浓郁，通往5层的楼梯上不断流淌着血液。这场景把狗子都吓得浑身颤抖。小高同学紧紧跟在李长生身后，眼神中充满着恐惧。小高，你害怕了？李长生问道。狗子支吾了2声，勇敢地站在李长生前面，表示自己不害怕，但是他的双腿在不停颤抖。害怕不可怕，重要的是有一颗能够克服恐惧的心。李长生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往上走去，有防滑皮靴的特效加持，不用怕被脚下的血液滑到。怀着忐忑的心情，李长生来到了第5层。奇怪的是，第5层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怪物。第5层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房间中央有一个圆形玉鼎，玉鼎中满满的都是鲜血，溢出来的鲜血顺着口子不断往下流出。抬头向上望去，玉鼎上面倒挂着5名人类，他们的胸口都有一个大洞，鲜血顺着他们的胸口流入玉鼎之中。刹那间，李长生感觉到那个反胃啊！是哪个变态想出来的这种害人的方式？一定是那个女吸血鬼伯爵。可是女吸血鬼在哪里？李长生并没有看见。在玉鼎的不远处有一个舒适的大床，大床被一层薄纱遮掩，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床底下有一只黑色的皮靴，很有可能那只吸血鬼就在床上躺着。李长生也不敢靠近那个大床，于是下令让骷髅战士朝大床走过去。骷髅战士摇摇晃晃地走到大床边，用长刀砍断了薄纱，
李长生已经做好开枪的准备。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大床上没有任何人，只有一床被掀开的红色被褥。李长生咽了下口水，这种不知道在哪里的怪物，远比能看得见的怪物更让人害怕。就在这时，一只白皙的手臂从玉鼎中伸出，李长生后退数步，将枪口对准玉鼎。一个浑身赤裸且十分丰满的女性从玉鼎中爬出，这女人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并且妖娆地看了李长生一眼。警告：遭遇5级 BOSS 女吸血鬼伯爵，擅长血魔法，长鞭魅惑。李长生想要扣下扳机，可是身体竟然不听使唤，无法动弹。糟了，中了女吸血鬼的魅惑技能了。就在刚才迟疑的一瞬间，女吸血鬼伯爵通过眼神使出了魅惑技能。李长生感觉小腹一阵火热，下体竟然有了反应。麻蛋，竟然对一个女吸血鬼产生了生理反应，身体不能动弹，成了待宰的羔羊。女伯爵从玉鼎中爬出，完美的身躯一览无遗。她随手一挥，玉鼎中的血液飞出，将骷髅战士瞬间包裹。骷髅战士瞬间被击碎。随后，她缓缓地走向大床边，拿起薄纱披在自己身上。这衣服就像皇帝的新衣，穿了跟没穿一样。这下可怎么办？李长生头上冒出了冷汗。纵然他有一枪必杀的能力，但是身体不能动。女伯爵走到墙边，拿出了一个黑色的长鞭。才4级就敢来挑战我，是不是不把本伯爵放在眼里？看着那黑色的皮鞭，李长生有些发怵。他可不想被抽上一鞭子，那绝对是 SSS 级的耻辱。美丽的女伯爵，既然你觉得我十分弱小，那不如解开我的束缚，让我们堂堂正正的较量一场如何？李长生说道。女伯爵闻言大笑起来，傲人的双峰不停地抖动。好啊，可以堂堂正正的打一场。不过在那之前，我想用手中的皮鞭抽你100下，100下之后你还能活着，我就解开你的魅惑。李长生咽了下口水，这不开玩笑吗？抽100鞭子，这谁能扛得住？大意了，在他露头的一瞬间没有开枪。看着女伯爵缓步朝自己走来，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脑海中不断地思索着对策。忽然，李长生想到了一个方法，他看向身后的狗子喊道：小高，把我撞倒。尽管小高现在很害怕，但还是用尽全身力气撞向李长生。李长生被撞倒在地，身上的魅惑瞬间解除，女伯爵的皮鞭也正好落下。李长生使出后跳，躲开了皮鞭攻击。第14章身体再生。在后跳的瞬间，李长生拿起巴雷特对准女伯爵，扣下了扳机。子弹精准地命中女伯爵眉心，女伯爵应声倒地。李长生长舒一口气，以目前巴雷特的威力，普通一击足以击毙这只5级的女伯爵。然而他并没有收到击败女伯爵的提示，这就有些奇怪。李长生望着地上女伯爵赤裸的身体，可以看到玉鼎中流出的血液不断地涌入女伯爵的身体，她眉心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麻蛋，这玩意擅长血魔法，普通方式杀不了她。李长生抬枪对准玉鼎就是一发，玉鼎应声碎裂，喷涌的血液席卷整个房间。李长生站在凳子上面，防止身体被血液侵袭。待到一切平静下来，女伯爵再次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李长生面前。这一次，女伯爵嘴巴露出了锋利的獠牙，眼神的变得极其凶狠。我要杀了你，可恶的人类！女伯爵挥动双手，房间内的血液冲天起，朝着李长生席卷而来。这一次，李长生不敢怠慢，第一次使出了技能必杀一击，并且附带神圣和燃烧特性。砰的一声，子弹化作耀眼的光芒，穿过血液屏障，精准命中女伯爵眉心。这一次，女伯爵的脑袋直接炸裂，倒地身亡。空中的血液散落一地，女伯爵的身体逐渐化作一具干尸，让人没有了任何想法。恭喜你，击杀5级 BOSS 女吸血鬼伯爵，获得1000点能量。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5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5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C 级天赋身体再生，是否将其附加于自身？ C 级身体再生，伤口愈合和生命恢复速度加快。是，我的个乖乖，这次高塔之行不亏，不仅看了场人体盛宴，还获得了稀有的 C 级身体再生天赋。看了眼自己的天赋栏，天赋黑暗掠夺者 SSS 毒素抵抗 E 视觉强化 D 身体再生 C 强忍着呕吐的感觉。李长生在5层房间里找到了青铜宝箱，并从中开出了2件装备：5级卓越伯爵戒指，5级卓越黑暗兜帽。李长生查看2件装备的属性：饰品伯爵戒指，品质卓越，等级5，精神10，特效元素抵抗力正 10%， 一个很不错的戒指，附带10点精神和 10% 的元素抵抗。武器黑暗兜帽，品质
卓越，等级5，防御力12，特效隐藏气息。这个兜帽就很适合潜伏，可以隐藏自身气息，减少被发现的几率。紧接着，李长生便开启了传送门卷轴，一道蓝色的传送门出现在面前。李长生和狗子进入传送门，下一秒天旋地转。等李长生反应过来，他已经出现在了罗格营地。罗格营地的新人们被忽然出现了一人一狗吓了一跳，主要是他俩身上全是鲜红的血液，一些新人还以为是怪物出现了，拿着武器谨慎地看着李长生。要不是营地无法攻击，他们早就动手了。李长生没有跟他们废话，快速来到了营地的小旅馆，在那里的澡堂进行了身体的清洗。淋浴完毕，躺在澡堂里泡了个澡，一下子就舒服多了，身上难闻的气味也消失了，脑海中全是之前女伯爵那丰满的躯体。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有很大诱惑。泡完澡，换了身衣服，李长生便朝着女巫阿卡拉那里走去。路上有人认出了李长生，这不是李长生大佬吗？李长生大佬在这里。李长生大佬，给我签个名好吗？李长生大佬，请跟我组队。不一会儿，李长生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堆人。李长生现在就是117号新手村的名人，依旧是等级排行榜第一。第二名从赵金龙变成了王浩，等级也才3级。现在罗格营地依旧有100来号人，一部分已经出发前往外面冒险练级，还有一部分已经死在了来时的路上。迄今为止，已经淘汰了1半多的新人，这才是第一天。李长生也感觉有些累了，准备在女巫那里交完任务就返回旅馆睡觉。旅馆一晚上是10沙陆币，帐篷一晚上是1沙陆币。李长生现在只想美美的睡一觉，眼看人越聚越多，走到女巫阿卡拉那里都成了奢望。没办法，李长生只好选择先返回旅馆，明天再去女巫那里交任务。返回旅馆，给自己和狗子各点了一份套餐，李长生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也不知睡了多久，感觉状态完全恢复。睁眼望去，狗子正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李长生，摸了摸狗子的脑袋，李长生便穿好衣服起身下楼。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天空依然是黑色，没有看到太阳。罗格营地的人所剩无几，大部分都出去打怪练级去了。新手主线任务就是7天内升到5级，现在他已经达成了，可以选择待在罗格营地静静等候时间结束。但这不是他的风格，谁也保不准下一个主线任务是什么，会有多么残酷，所以尽可能在新手期提高自己。来到女巫这里，阿卡拉便一脸笑意的欢迎，感谢你勇者，不仅击杀了谢巫，还杀死了高塔的女伯爵，这是给予你的奖励。击杀谢巫，获得阿卡拉的奖赏1000枚杀戮币，1枚1级杀戮晶体。击杀女伯爵，获得阿卡拉的奖赏2000枚杀戮币，1枚D级杀戮晶体。一下子存款就变成了3000多 DEF 杀戮晶体各1枚。阿卡拉女士，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李长生询问道。阿卡拉道，有一个比较严峻的任务，迪卡凯恩被困在了城镇崔斯特姆中，我希望你能过去拯救他。一个人去未免有些太过冒险，我建议你去卡夏那里购买雇佣兵，一同前往。好的，阿卡拉女士。接受任务，拯救迪卡凯恩。任务完成将获得赫拉迪克方块。赫拉迪克方块可用于合成和转化物品或者材料。第15章，亚马逊雇佣兵。这个叫做赫拉迪克方块的东西，李长生势必要拿下。能够合成和转化材料，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哪怕摆个地摊，坐在那里收取融合转化费用，也能大赚一笔。询问了一下崔斯特姆的位置，需要前往石魂旷野，那里有5根石柱，按照一定顺序依次触摸石柱，就能开启前往崔斯特姆的传送门。如若无法破解，可以前往黑暗森林，在艾利弗斯之树那里获得卷轴，卷轴上有触摸顺序。李长生想了想，5根柱子按照顺序触摸的话，最差可能性就是5+4+3+2+1，也就是15次，这是每次都摸错的情况，15下，所以没必要去黑暗森林找卷轴，直接去石块旷野触摸石柱。按照女巫的建议，李长生来到了佣兵统领卡夏这里。卡夏是一名亚马逊女战士，专门做买卖雇佣兵的工作，她的手下也全都是亚马逊女战士，擅长使用弓箭。小伙子，要买雇佣兵吗？我这里可都是秀色可餐的美女亚马逊弓箭手，不仅可以作战，还可以做羞羞的事情哦。卡夏一句话就把李长生干懵了，这女人到底是佣兵统领还是老鸨啊？看了一下卡夏的等级，角色卡夏，等级20，职业亚马逊战士。我靠，20级，这女人有点猛。多少钱？李长生问道。不同等级有不同价格，跟我来，小伙子。在卡夏的带领下，李长生来到了一个大帐篷。随着卡夏一声呼喊，一下子来了15个亚马逊女战士，
他们站成一排，宫里长声挑选。这场面越看越像夜总会。卡夏道：一级100金币，2级200金币，依次累加。他们分别有火焰剑、闪电剑、冰冻剑，看你喜欢哪个。李长生看了眼这些亚马逊女战士，最低等级1级，最高等级5级，和自己等级持平。最终李长生挑选了一个叫做戴安娜的冰冻属性亚马逊，支付了500杀戮币。拿到金币后，卡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祝你冒险愉快，小伙子。我建议你不要在外面做羞羞的事情，那样容易被偷袭，万一受到惊吓可就不举了。这女人以前绝对是干劳保的。李长生带着戴安娜飞快地离开了佣兵营帐。现在队伍从1人1狗变成了2人1狗。主人，请你好好爱我。戴安娜说完低下了脑袋。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李长生是买雇佣兵去了，怎么感觉这么怪异？那是一定，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遵命主人，我一定听您的话。戴安娜拿着短弓认真地说道。随后李长生便朝着石块旷野出发。石块旷野就位于黑色荒地前面，沿着大路走一段距离就能到达。经过黑色荒地的时候，已经能看到不少队伍在这里合作猎杀怪物。现在新人们的战斗水平提高了不少，战斗和配合起来有模有样。能活到现在的都经历过数场战斗，谁也不想这么早就死去。黑色荒地上大型怪物营地很多，所以有不少队伍组成了50人以上的团体，由团长负责指挥作战。看着他们团队拼搏的样子，李长生暗自点头。团体战固然能提高生存几率，可是平均下来，每个人的经验并不多。经过黑色荒地边缘的时候，李长生看到了沈梦雨他们几人。他们的队伍包括马鹏飞、陈庆、江尚等，都是地级天赋强者。马鹏飞在击倒一只沉沦魔后跑了过来。抱歉，我不知道赵金龙是去找你麻烦的。马鹏飞还在意昨天罗哥营地的事情。马鹏飞其实也不傻，昨天他听到赵金龙的语气，就知道他是去找李长生麻烦的。不小心看了李长生一眼，结果被赵金龙发现了。马鹏飞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李长生道：没事，我没放在心上。听到李长生并不怪罪他，马鹏飞也释怀了。那个长生大佬，你要去哪？我去石块旷野，你也要去吗？马鹏飞摆了摆手，我可不去，那里都是4级以上的怪物，我们几个还没升到3级呢。这时沈梦雨也跑了过来，听到李长生要去石块旷野，有些震惊。那里很危险的。咦，你购买了雇佣兵？沈梦雨看到了戴安娜，随后想到了一些事情，脸色变得红润起来。李长生心中一惊，这女人想到哪里去了？难不成在大家的共识中，购买雇佣兵都是用来做羞羞的事情？马鹏飞哈哈一笑，你可能有所不知，赵金龙昨天带头购买了1名亚马逊雇佣兵，当天夜里帐篷里就传来了不可描述的声音，所以大家你懂得。李长生点了点头，我懂，那你们接着升级，我先走了。和几人挥了挥手，李长生便踏入了石块旷野。石块旷野顾名思义，石块很多的旷野，满地的石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绊倒。李长生召唤出了骷髅战士，让他走在前面。戴安娜惊呼：主人，您是死灵法师？不，我是狙击手。狙击手？戴安娜不懂什么是狙击手，李长生也没跟他解释，等战斗起来他就明白了。随后李长生便开始在旷野中寻找5根石柱。这里的怪物比之前都迅捷很多，出现了一种叫做利刃魔的怪物。和沉沦魔的区别就是，沉沦魔是红色皮肤，利刃魔是蓝色皮肤，而且行动速度和力量都远超沉沦魔，等级普遍为4至5级。就在前方有3只利刃魔在那里游荡。李长生率先开枪，连续干掉了2只利刃魔，剩下1只利刃魔。他决定让戴安娜来对付，他想看看戴安娜的战斗力如何。戴安娜连续射出了5发冰冻箭，才将这只利刃魔击杀。而且这只利刃魔已经走到了李长生不到5米的距离。怎么评价？有战斗力，但是不多。5级的戴安娜大概就相当一个5级 F 级天赋新手。好在他的剑术高超，每发箭矢都能命中。第16章拉卡尼修。戴安娜的冰冻箭有个好处，可以大幅度减缓怪物的移动速度，这样就可以让他多开几枪。接下来又遇到了一对利刃魔，这次有5只。李长生让戴安娜给每只利刃魔来1发冰冻箭，中了冰冻效果的5只利刃魔依次慢悠悠地朝着这边跑来。李长生悠哉悠哉地将其击杀。看样子之后面对多只怪物就轻松许多了，不用像之前那样边打边跑，就把戴安娜当成一个减速辅助即可。沿着石破旷野走了一圈，终于找到了那5根石柱。5根巨大的石柱矗立在碎石块之中，石柱附近盘踞着大量利刃魔。位于石柱中央有一只巨大且显眼的利刃魔，手持一把流动着电光的长剑。警告：
前方是6级 BOSS 拉卡尼修。拉卡尼修，利刃魔首领，攻击附带电系伤害、闪电抵抗、闪电强化，特别快速。不怕这种露面的 BOSS， 就怕女伯爵那种半天看不到的。敌明我暗，这就很好办了。距离石柱还有一段距离，李长生选择了一个绝佳的地点，趴在一块巨石之上，防止狙击的时候被其他小怪骚扰。将枪口对准拉卡尼修，这一次他没有犹豫，在瞄准的一瞬间直接扣动扳机，子弹划破长空，从数百米外的距离精准狙击，一枪命中拉卡尼修的脑袋。拉卡尼修！拉卡尼修一声哀嚎，应声倒地。周围的利刃魔见状四散逃离，很快就不见踪影。恭喜你击杀6级 BOSS 利刃魔，获得1500点能量。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1级天赋迅捷，是否附加于自身？1级迅捷，身体灵活性和移动速度提升 20%。是，这个天赋也不错，适合赶路。看了眼天赋栏，天赋：黑暗掠夺者 SSS， 毒素抵抗 E， 视觉强化 D， 身体再生 C， 迅捷 E， 一击必杀。怎么感觉这个6级的 BOSS 比5级的女伯爵还要弱很多？看来 BOSS 强度不能单纯的用等级来衡量。确认周围没有利刃魔后，李长生来到了拉卡尼修的尸体旁边，竟然爆装备了，可喜可贺。这感人的爆率，第一次爆装备了，之前都是开宝箱获得的。爆了一把蓝色品质的魔法剑，武器拉卡尼修之刃魔法剑，品质卓越，等级6，攻击力 11-19， 特效1，攻击附带8点闪电伤害，特效2，攻速提高 10%。 这把武器就是拉卡尼修手里的那把长剑，剑身不时跳跃着弧光，还挺帅气的。可惜李长生等级不够，无法驾驭这把魔法剑。他尝试着将骷髅战士叫过来，将骷髅战士手中的长刀换成了这把拉卡尼修之刃。5级的骷髅战士竟然可以拿6级的武器，那就先让骷髅战士拿着。这可能是个 bug， 但他才不管那些规则。紧接着李长生开始触摸面前的石柱，触摸第一个石柱没有反应，触摸第2个石柱也没有反应，触摸第3个石柱有反应了，石柱产生了蓝色的光芒。随后开始在剩下的4个石柱中开始实验，触摸到第2个的时候，石柱再次发出了蓝色的光芒。剩下3根石柱，李长生幸运的一次性全部摸对，5根石柱全部亮起，霎时间天空电闪雷鸣。李长生立刻躲得远远的，防止被雷电劈中。5根石柱之间出现了闪电链，随后石柱中央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传送门，进入这个传送门就能进入崔斯特姆。就在此时，不远处来了一队人马，定睛望去，大概有10几人之多，为首之人正是赵金龙。仗着人多的优势，赵金龙率领一群追随者进入了石块旷野，击杀那些游荡的利刃魔。刚好路过这里，就看到这边电闪雷鸣，出现了红色传送门。赵金龙当机立断，率领众人赶了过来。第一眼他就看见了传送门旁边的李长生，这不是排行榜第1的李长生，竟然敢一个人单枪匹马杀到这里，厉害厉害！赵金龙阴阳怪气地说道。对于李长生抢走他 F 级燃烧特性的事情，他现在依然耿耿于怀。李长生大佬真牛逼，大佬你竟然敢一个人来这里！不知道赵金龙和李长生产生过冲突的新人纷纷露出敬佩的目光。赵金龙哼了一声，让他们闭嘴。赵金龙确实讨厌李长生，但他也不敢跟李长生起冲突。他现在只有3级，而李长生有5级。赵金龙清楚的知道，相差2级有很大的实力差距。之前李长生4级的时候，他还敢叫嚣一下，现在他说话声音都低了不少。李长生冷笑一声，怎么，赵金龙，你来这里不会是想进这个红色的传送门吧？这可是我刚发现的，里面应该有不少宝贝。一听里面有不少宝贝，赵金龙心中顿时起了贪念。突然，赵金龙一个箭步一跃而起，跨入了红色传送门中。李晓挠了挠头，这怕不是个傻子吧？女巫让自己来崔斯特姆救迪卡凯恩，来之前女巫明确表示，崔斯特姆已经被怪物占领且摧毁。这货现在直接跳进去，恐怕不够给怪物塞牙缝的。周围新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长生在这里，他们一时间不敢乱动。李长生大佬，我们能进去吗？一个新人问道。不急，再等一会儿。有烟吗？抽完这根烟我们再进去。李长生道。新人慌忙取出一根烟递给李长生。李长生拿出巴雷特，对准烟头打了一枪，附带燃烧特性的子弹将香烟瞬间点燃。周围新人一片惊呼，大佬就是大佬，点烟的方式都与众不同，纷纷对李长生投来崇拜的目光。就这一招子弹点烟，他们一辈子都学不会。但凡李长生有个打火机，
他也不会选择这么点烟。一根烟抽完，将烟头碾灭。李长生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可以进入传送门了。众人意气风发，跟随李长生一起进入了红色传送门。第17章，崔斯特姆。踏入传送门后，场景瞬间变换，眼前出现了一个火光冲天的城镇，地上到处都是尸体，人类、家禽、奶牛，浓厚的血腥味从城镇方向传来。在前方不远处，一群手持镰刀的羊头怪正在追击赵金龙。赵金龙背部已经中了好几刀，已是强弩之末。看到众人后，他惊喜过望，拖着重伤的身躯朝众人跑来。然而就在这时，一支箭矢穿透了他的大腿，伴随着一声惨叫，赵金龙半跪在那里捂着伤口。身后追击的羊头怪已经赶到，在赵金龙抬头惊愕的瞬间，羊头人挥动镰刀朝他脖子挥来。千钧一发之际，李长生一枪将羊头人爆头，镰刀挥动一半，羊头人应声倒地。众人见状，立刻冲了过去，一群人挡住了剩下羊头怪的追击，让赵金龙有了活下去的机会。赵金龙感激地看了眼李长生，随后从兜里掏出了回城卷轴。踏入传送门之前，赵金龙对着李长生说道：“我赵金龙欠你一命。”说完，他就传送回罗格营找阿卡拉疗伤去了。赵金龙知道是李长生在使坏，故意告诉他里面有宝藏，但是在最后关头，他却选择开枪救下自己。别的不说，就这一点让赵金龙对李长生的憎恨烟消云散，反而觉得自己心眼太小了。李长生本来也就打算教训一下赵金龙，虽然两人有瓜葛，但还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如果他还不吸取教训，那么下一次李长生可不会手下留情。解决掉几只羊头怪，李长生率领众人来到了城镇边缘。可以看到，城镇中央的广场上，高空处挂着一个囚笼，囚笼里面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蜷缩在里面。广场下面聚集着大量怪物，有羊头怪、污染怪、骷髅射手、骷髅战士、禽兽，其中不乏有6级的高级怪物，比普通怪物要厉害许多。还有一只巨大的人形 BOSS 格里斯瓦德。警告：遭遇7级 BOSS 格里斯瓦德，强壮，快速恢复，免疫控制。看到眼前这一大片高级怪，新人们有些绝望。身后红色的传送门已经关闭，想要回去就必须使用回城卷轴。李长生询问众人：有要留下来跟我一起作战的吗？新人们闻言眼神闪躲，不敢跟李长生对视。对不起，李长生大佬，我还有点事要先走了，这里比我想象中危险太多了，我也先离开了。抱歉，我等级有点低，其实本就不应该踏入石破旷野。众人纷纷选择了撤退，掏出传送卷轴返回了罗格营地。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本就是一般的天赋和武器，命只有一条，他们不敢赌，所以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先升级提高自己。所有人都离去，只剩下了李长生一人留在这里。他们的离去，李长生并不在意，他在思考如何解救广场囚笼中的凯恩。李长生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让骷髅战士去引诱广场上的敌人，只要将他们引开，就有机会解救迪卡凯恩。这一次的任务是救人，不是杀光所有的怪物。一旦开枪，怪物们被枪声吸引，等怪物潮来临，李长生估计也很难逃生。说干就干，临走前，李长生将骷髅战士的拉卡尼修之刃卸了下来，换上了普通长刀。李长生给骷髅战士下达指令，让他沿着广场直线向前跑，路上不要停留。骷髅战士遵从命令，摇摇晃晃地朝着前方跑去。一路上，周围的怪物被骷髅战士所吸引，纷纷追赶而去。路过广场的时候， BOSS 格里斯瓦德也被吸引。一时间，上百只怪物追着骷髅战士离开了广场。见到广场怪物都已经离去，李长生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广场中央。年轻人，救救我！头顶囚笼中的凯恩呼喊道。李长生对准囚笼上方的锁链开了一枪，锁链被打断，囚笼落在地面。随后又对着囚笼锁子开了一枪，锁子被打开，将迪卡凯恩从囚笼中拉了出来。凯恩激动的老泪纵横，谢谢你勇士，我还以为就要死在这里了，这里很危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说罢，凯恩掏出了传送卷轴，打开了传送门。踏入传送门前，凯恩道：年轻人，你怎么不开传送门？我们快点走，这里很危险的。李长生道：凯恩大叔你先回，我一会儿就回来。凯恩点了点头，好，那你注意安全，一定要回来。说罢，凯恩进入了传送门，返回了罗格营地。至于李长生为何不选择现在回去，是因为7级 BOSS 格里斯瓦德还没有被击杀。你的召唤生物骷髅战士被格里斯瓦德击杀，是时候了。李长生环顾四周，找到了一座保存还算完整的红瓦房屋，一跃而起，跳到了房顶，架起狙击枪匍匐在房顶，时刻观察着广场上的动静。
戴安娜也匍匐在那里，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李长生。李长生道：“你不是不清楚狙击手是干什么的，接下来你就知道了。”戴安娜点了点头，趴在李长生旁边，大气不敢喘。狗子也学着两人的样子趴在房顶，没有李长生的指示，他也不敢乱动。紧接着，黑压压的怪物潮出现了，追击骷髅战士的上百名怪物返回了，其中就包括 BOSS 格里斯瓦德。这是一只异常强壮的人形怪物，个头有2米多高，皮肤呈红色，全身肌肉，力量强横。一般新手被他打上一拳就会当场殒命。所有怪物按照原本的位置站好，格里斯瓦德返回了囚笼那里。看到囚笼被打开，他变得十分恼怒。格里斯瓦德一拳砸在铁质囚笼上面，竟然将囚笼砸扁了。这还不够，为了解气，他一拳砸向旁边的羊头怪。羊头怪被一拳打爆脑袋，死之前都不明白格里斯瓦德为什么要杀他。看到格里斯瓦德气急败坏的样子，李长生冷笑一声：“接下来就该送你上西天了。”将枪口对准格里斯瓦德的脑袋，确认路线没有其他怪物遮挡。李长生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第18章赫拉迪克方块。就在子弹击中格里斯瓦德的瞬间，格里斯瓦德转过头看到了李长生的位置，然而已经晚了，附带燃烧和神圣属性的子弹正中眉心，将狂怒之中的格里斯瓦德击杀。恭喜你，击杀7级 BOSS 格里斯瓦德，获得2000点能量。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6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6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其30点力量附加于自身。咦，一下子就掠夺了30点力量，这也太爽了，相当于半级提升的属性了。可惜不是敏捷或者感知，李长生要力量也没太大用处。不过有总比没有强，总会遇到力气活，到时候力量就派上用场了。格里斯瓦德死亡后掉落了一个闪烁着光芒的小铁锤，看样子不像是装备，更像是道具。小高很机灵，一个箭步冲下去，叼起小铁锤，又跳到了房顶。房子下面的怪物已经将这里包围，李长生一点也不慌，拿出传送卷轴，打开传送门，带着一人一狗返回了罗格营地。道具：铁匠之锤，作用：可提取一件7级以下装备上的特性，附加于另一件装备上，对普通装备和本命武器皆有效果。李长生想到了拉卡尼修之刃，于是尝试用铁匠之锤提取其特性。提示：将从拉卡尼修之刃上提取 F 级闪电特性，是否提取 F 级闪电特性，武器附带少许闪电伤害，攻击速度提高。是。一道光芒闪过，手中的拉卡尼修之刃变成了一把普通长剑，没有了电流闪烁。请选择特性武器附加。李长生选择了将其附加在灭神巴雷特上面。F 级闪电特性附加成功，铁匠之锤消失。打开巴雷特的特性栏，附带特性 F 级燃烧、F 级闪电、1级神圣，还能附加6个特性：燃烧、闪电、冰冻，还差一个毒素了，争取将4元素集齐，然后融合为更高级别。这时，迪卡凯恩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握住李长生的手。谢谢你，勇者，感谢你救了我。迪卡凯恩老泪纵横地说道。没事，凯恩大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凯恩闻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满暗金纹路的黑色方块。这件物品看起来就十分珍贵，能感觉到里面蕴含的强大能量。这件赫拉迪克方块就送给你了。李长生双手接住赫拉迪克方块，触摸黑色的纹路，感受到魔法在流动。恭喜你获得神器赫拉迪克方块。赫拉迪克方块是赫拉迪姆法师遗留下的强大法器，可以为你合成装备材料宝石，也可以为你转换装备材料宝石。这件物品十分强大，希望你能发挥它的作用，勇者。凯恩欣慰地说道。就在这时，主神冰冷的声音响起：新人李长生拯救学者迪卡凯恩，获得本新手村唯一神器道具赫拉迪克方块。李长生愣了一下，这主神是故意搞事情的吧？怕这个事情不被所有人知道，所以就通报一下。那这么说来，这个赫拉迪克方块在任务完成前还不一定是自己的了。在这期间，要是遭人偷袭，一切都白费了。要是主神现在站在李长生面前，李长生会毫不犹豫地对他发动一击必杀技能，将赫拉迪克方块收入物品栏。这时之前那群离开的人也过来了，这群人眼中充满了羡慕嫉妒之情。李长生大佬牛逼，竟然真的把凯恩救下来了，太厉害了！那么多怪物到底是怎么救下来的？好后悔，当时应该跟长生大佬一起，怎么也能混个不错的奖励。这群新人有的后悔，有的露出小人嘴脸。众人忽然让开了一条路，让缠满绷带的赵金龙走了进来。新人们越聚越多，有的知道赵金龙和李长生有矛盾，看吧，我就说金龙大佬和长生大佬有矛盾。嘿嘿，
最喜欢看热闹了。听说金龙大佬被陷害了，现在十分生气。是吗？怎么一回事？说来听听。赵金龙一瘸一拐地走向李长生。就在众人以为两人要打起来的时候，扑通一声，赵金龙竟然跪在了李长生面前。这可把众人惊呆了。李长生也惊呆了，这货是要问自己要红包吗？赵金龙跪在那里大声说道：你救了我，我赵金龙虽是个粗人，但也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在场的所有人听着，你们要是有人想对李长生动手，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赵金龙一脸杀气地看向众人，虽说他身上缠着绷带，但依旧是 C 级本命武器强者。新人们被吓得不敢吱声。李长生也没想到这个赵金龙是个性情中人，那一枪只是警告赵金龙以后不要找自己麻烦，结果反倒出乎意料。行了，起来吧，都是一个新手村的。赵金龙闻言站起身来，对着李长生鞠了一躬，随后默默地转身离去。和之前相比，他的力气收敛了不少，变得更加稳重了。凑巧这一幕被刚刚返回营地的王浩看见了。王浩调侃道：哟，赵金龙，平时盛气凌人的你竟然给李长生下跪了，你的骨头不会是软的吧？王浩的同伴们闻言放声大笑。赵金龙并没有理会他们，攥紧了拳头默默离开了。王浩随即看向李长生。王浩虽然敢调侃赵金龙，但是不敢调侃李长生。这次出去，他去了一趟墓地，也去了一趟高塔。令他感到无比震惊的事情是，里面的 BOSS 血巫和女伯爵都被干掉了。在新手村中，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李长生。听别人说，李长生拥有 C 级狙击手专精和 C 级本命狙击枪，十分适合点杀 BOSS。如果自己招惹李长生，李长生隐藏在暗处狙击自己，他也很害怕，那是一个必死的结局。看到李长生对自己的眼神并不是很和善，王浩立刻带着伙伴们离开，他可不想招惹这个杀神。第19章，令人震惊的异变。随后，李长生和凯恩来到了女巫这里。阿卡拉十分感激李长生为罗格营地所做的贡献，谢谢你救出了凯恩，举手之劳。李长生道。李长生虽说的简单，但阿卡拉不那么认为，这其中一定十分凶险。勇者这样说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勇者。反正对李长生来说并不难，至少没有遇到阻碍。这是给予你的报酬，勇者。击杀6级 BOSS 拉卡尼修，获得阿卡拉的奖赏3000枚杀戮币，1枚地级杀戮晶体。击杀7级 BOSS 格里斯瓦德，获得阿卡拉的奖赏3500枚杀戮币，1枚地级杀戮晶体。完成拯救凯恩任务，获得10点自由属性可供分配，将10点属性平均加在了5维上面，每个提升了2点。这样对比一下，还是击杀 BOSS 给的奖励丰厚，尤其是在有掠夺者天赋的加成下，时不时能来点惊喜。阿卡拉女士，您还有什么麻烦吗？李长生问道。阿卡拉摇了摇头，我这边暂时没有什么了，不过凯恩倒有些欲言又止。怎么了，凯恩大叔，有什么难处吗？凯恩叹了口气，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敌人安达利尔已经控制了罗格的修女会，并污染了先祖传下来的僧院。古代的赫拉迪克文字记载了安达利尔曾经与另一个较弱的邪魔，将3个罪恶之源暗黑破坏神墨菲斯托和巴尔从地狱送入了我们的世界之中。如果这是真的，恐怕我们都有危险。你必须在僧院变成地狱永久的前哨站之前把他杀了，否则通往东方的道路将永远中断。就在这时，一名罗格探子跑了过来。阿卡拉大人，凯恩学者，不好了，通往僧院的大桥坍塌了。凯恩闻言大为震惊，什么？那座桥可是通往僧院的唯一道路，竟然坍塌了，可以修复吗？探子道，短时间内修复不太可能，但我们可以在5天的时间内搭建一座简易索桥。李长生算了算，那就是任务的最后1天，索桥才能搭建完毕。主神只给了他1天时间去击杀安达利尔。既然如此，李长生这段时间就专注于练级，等索桥修好再去消灭安达利尔。第3天，李长生来到了黑暗森林，开始了练级之旅。第4天、第5天，一直到第6天，李长生一直在这里练级。第6天的时候，李长生已经9级了，按照他的计划，在第7天升到10级不成问题。看了眼等级排行榜，第1名李长生9级，第2名王浩6级，第3名赵金龙6级，第4名江上5级，第5名陈庆5级，第6名沈梦雨5级，第7名贾瑞5级，第8名苏瑶4级，第9名李诗涵4级，第10名马鹏飞4级。看到排行榜的等级，李长生有些惊愕。第8名的苏瑶才4级，明天就是第7天了，还有这么多人没达到5级。按照这个升级速度，明天有许多人要被抹杀了。
大概率只有排行榜前20名才能顺利晋级。此时的聊天频道，众人已经哀声怨道：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才3级怎么办？肯定是完不成了。我的一天就受了重伤，一直在养伤，现在才2级，我该怎么办？我已经4级了，要是明天没有达到5级，就功亏一篑了。说的话的马鹏飞，马鹏飞大佬加油啊，争取在明天达到5级。这任务难度太大了，这都第6天了，才7个人达到5级。李长生现在不敢随意在聊天频道发言，上次一说话就有一堆人发大佬求带，有那时间自己升级去了，哪有功夫带别人？这是杀戮世界，不是友善世界。黑暗森林的怪物也杀得差不多了，李长生决定回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去僧院干掉安达利尔，争取在时间结束之前拿到最终 BOSS 的奖励。等李长生返回罗格营地，感觉有些奇怪，营地里面空无一人。最后2天的时候，大家终于慌了，纷纷跑出去练级。频道中不时传来有人被怪物击杀的消息，就连已经升到5级的几个人也选择了出去练级。他们的想法和李长生一样，尽量在新手期间多提高自己。李长生这几天待在黑暗森林，确实有些累了，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便躺在旅馆睡着了。睡觉的时候搂着戴安娜，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主神冰冷的声音将他惊醒了。新人贾瑞被恶魔附体，被恶魔操控，在黑暗森林开启了恶魔传送门。以 BOSS 安达利尔为首的恶魔们将在3小时后抵达罗格营地，请各位新人做好防御准备，迎接怪物狂潮。如果罗格营地被攻陷，所有人将会被抹杀。BOSS 安达利尔，等级10，擅长毒物、毒弹攻击、利爪穿刺，拥有破甲、迅捷、强壮、毒素免疫特性。这一下聊天频道直接炸锅了，有没有搞错？最后一天搞这么个幺蛾子？贾瑞不是排行榜第7名的大佬吗？他已经升到5级了，怎么被恶魔给附体了？我靠，这下完了！10级 BOSS 带领小弟杀过来了，大家先回营地，一起想办法抵御这波 BOSS 攻击。说得对，大家先别练级了，都先回罗格营地，保家要紧。如果罗格营地沦陷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这个贾瑞，我咒他不得好死！现在不是骂他的时候，赶紧回房。今天是最后一天，突发的紧急状况让在外面练级的新人们匆忙赶了回来。数了一下，现在一共还有200多号人。从第1天的1000号人到第7天只剩下了200多号人，这淘汰率也十分恐怖。而且今天一过，能否达到30人都不一定。众人在罗格营地议论纷纷，商量着如何对付接下来的怪物狂潮。第20章，疯狂的贾瑞。怪物将在3个小时后抵达，现在只剩下2个小时了。在众人议论纷纷如何构建防御工事的时候，李长生从旅馆和阿卡拉那里购买了几大桶猛火油，然后朝着外面走去。来到黑暗森林到罗格营地的必经之路，李长生在地面铺上干树枝树叶，然后将猛火油铺在上面，覆盖面积大概一个篮球场的大小。猛火油一共就这么多，至于能烧死多少，一切全看天意。待在营地也没事干，不如出来混点经验。相信这一把火烧下去，升到10级不成问题。布置完毕后，李长生找了一个隐秘的角落，安静地蹲守在那里。10几分钟后，密密麻麻的怪物从远处奔袭而来，定睛望去，少说有上千只。靠，这么多怪物，是要逼死新人吗？从1级到9级，每个阶段的怪物都有，当然低等级的怪物占多数。其中个头最高的当属10级大 BOSS 安达利尔，3米多高的身躯，火红色的头发冲天起，好似街霸里的好鬼，背后4根巨大的蜘蛛利爪，前面带有尖锐的毒刺。傲人的双峰上面有一根黑色的锁链，遮挡住主要部位，下身同样一条带着骷髅的黑色锁链，暴露程度也就是比基尼那样，和女伯爵相比，诱人程度就低了很多。他的肌肉相当健硕，眼睛闪烁着红光。李长生现在大气不敢出，一旦被发现就糟了。即便他能杀死安达利尔，也遭不住这一大群怪物围攻。在安达利尔的旁边，竟然站着贾瑞。贾瑞一身黑袍，眼神中泛着绿色光芒，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镰刀。我去，这货到底怎么回事？给怪物当狗去了？来不及多想，此时怪物群已经踏入猛火油范围。李长生给子弹附加燃烧特性，对着那片区域开枪。子弹碰触燃烧油的一瞬间，区域内燃起熊熊大火，区域内的怪物瞬间被大火覆盖。踏入燃烧区域的怪物大概200多只，全部被猛火油点燃。怪物们发出凄厉的哀嚎声，看着经验值咔咔上涨，李长生感觉美滋滋。安达利尔抬起右手，怪物大军立刻停下了脚步。靠，这个 BOSS 还挺聪明。同时，安达利尔的目光看向了李长生这边。糟糕，被发现了！安达利尔怒不可遏，准备前去解决这个放火的人类。
一旁的贾瑞道：“安达利尔大人，这个虫子就交给我吧，我保证将他的尸体带到您面前。”安达利尔冷哼一声：“如果你失败了，下场你知道的。”明白，安达利尔大人。说罢，贾瑞化作一团黑雾，朝着李长生这边快速飞来。李长生本来枪口对准安达利尔，结果被贾瑞这货挡住了路线。李长生立刻按下扳机，子弹从枪口射出。令人意外的是，贾瑞竟然躲开了子弹攻击。贾瑞发出阴森的笑声，能使用狙击枪的只有一个，排行榜第一的李长生。哈哈哈哈，没想到吧？我获得了黑暗力量，等级从5级直接飙升到了9级，而且获得了魔神赠予的史诗级装备。你的子弹是打不中我的。李长生再开一枪，又被躲开了。靠，魔神这么大方吗？到底给了什么装备？这妖牛摆。见状不妙，李长生立刻后撤。首先要脱离安达利尔的视线范围，要是被安达利尔看到自己干掉了贾瑞，那么他一定会冲过来的。向后奔跑了大概1公里，李长生停下了脚步，这里再也看不到安达利尔了。贾瑞紧随其后大笑起来：“怎么，放弃了？”李长生大佬，被别人称为大佬，是不是心里很爽啊？李长生笑了一声：“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我被人叫大佬，所以叛变恶魔阵营了吧？”这句话一下子就刺痛了贾瑞。贾瑞的表情变得凶狠起来：“是又如何？太不公了！为什么你们能分配到 C 级天赋、C 级武器，而我只是1级？你们这群被称为大佬的家伙，什么都没有付出，完全是狗屎运！我不服，我要超越你们！”李长生摇了摇头：“所以你就被蛊惑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贾瑞再次大笑：“好处太多了，等级、装备、力量、技能，每一个都能让我成为人上人。而且这些力量我还能带回去，并且从魔神那里得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什么秘密？能说来听听吗？”贾瑞露出阴森的表情：“你已经是将死之人，告诉你这些也无所谓。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其实只是杀戮世界的一部分，名为暗黑破坏神世界。当完成这个世界的主线任务后，将会被传送到一个神秘的地点，等待下一次任务。因为我身份的改变，所以我的主线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你们是存活7天，并且升到5级。我的任务是杀死全部新人，借助魔神的力量，我可以将你们轻易的杀死，独享回归后的奖励。”听闻贾瑞所说的话，李长生眉头紧皱。这个世界只是杀戮世界的一部分，完成任务会回归到某个地点，等待下次任务。这听起来就像是漫画杀戮都市，亦或者无限恐怖。如果真是这样，等到回归后就可以用杀戮币兑换不少东西。李长生再次拿起巴雷特，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主线任务发生了改变，你能确保将所有新人杀死吗？贾瑞道：“连你这个排行榜第一的大佬都无法和我抗衡，更别说其他人了。现在安达利尔的大军已经逼近罗格营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大屠杀。那如果你被我干掉了呢？”李长生将枪口对准贾瑞。贾瑞发出了冷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长生同样冷笑一声：“你认为魔神给你的装备能让你每次都躲过我的攻击吗？起码我认为在这个新手世界中不会出现这样的装备，你觉得呢？”贾瑞额头流下了冷汗，自己的谎言竟然被戳穿了。魔神赠予他的史诗级装备名为暗影外套，只提供 30% 的闪避几率。李长生前2枪没有命中，是贾瑞运气好，正好碰上了那 30% 的概率。那又如何？我现在的防御力已经今非昔比，你的狙击枪是无法击穿我的防御的。说罢，贾瑞拿出了一个大盾抵挡在自己面前，同时手中镰刀挥动，周围出现了3只9级的羊头怪。第21章怪物狂潮。面对3只忽然出现的9级羊头怪，李长生并没有担心。羊头怪是贾瑞召唤出来的，只要将他杀死，那么羊头怪自然会消失。见李长生依然将枪口对准自己，贾瑞躲在盾牌后面嘲笑道：“你对你的攻击力很自信啊，以为那么容易就能杀死我？我这盾牌是卓越品质，低于100点伤害根本无法将其打穿，赶紧想办法去面对3只羊头怪吧。你个远程狙击手，该如何面对近战呢？”啧，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你被分尸的场面了。李长生有些无语，刚才不还挺嚣张的，怎么现在躲到盾牌后面了，变成缩头乌龟了？听到李长生嘲讽自己，贾瑞咬牙切齿地说道：“给我上，干掉他！”3只羊头怪挥动镰刀，朝着李长生跑去。就在这时，李长生瞄准盾牌，按下了扳机，子弹轻松穿透盾牌，正中贾瑞眉心。新手贾瑞阵亡，3只冲过来的羊头怪也应声倒地，化作黑雾消散。击杀敌方，掠夺者天赋生效，掠夺1级黑暗之力，是否附加于本命武器？1级黑暗之力可对敌方造成额外 20% 暗影伤害，伤口难以愈合，并附带流泻效果。
对神圣类生物造成伤害翻倍。是，一道黑色光芒闪过，巴雷特又多了一条黑暗之力特性，附带特性 F 级燃烧、F 级闪电、E 级神圣之力、E 级黑暗之力，还能附加5个特性，再来个毒素和冰冻，基本元素就齐全了。附带这么多特性的子弹命中敌人，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滋味。走到贾瑞跟前，踢开了他身上的盾牌。刚才开枪的时候，利用巴雷特的热成像，隔着盾牌也能锁定他的头部。100点伤害以下无法穿透盾牌。很抱歉，我的武器单是破甲属性就超过100了。贾瑞死后爆了一件装备：护甲暗影外套，品质史诗，等级9，防御力20，特效1 30%躲闪几率，特效2精力值增加30。提示：附带躲闪几率的装备可被命中率加成抵消。怪不得能躲开自己2发子弹，原来是这件装备在作祟。30%几率说高也不高，只能说贾瑞运气比较好。这件装备相当不错，李长生将其穿在身上，配合黑暗兜帽，就像一个暗杀者。可怜的贾瑞自始至终都以为面对的是 C 级天赋和 C 级武器的李长生，要是他知道李长生是双 SSS 级，无论如何也不会叛变到恶魔阵营。机会只有一次，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来不及查看自己的属性，李长生便匆忙出发，朝罗格营地跑去。要是罗格营地被摧毁了，那么一切都是白费。等李长生赶到罗格营地的时候，怪物们已经兵临城下。安达利尔率领的怪物大军距离罗格营地只剩下500米的距离。看着这近1000只的怪物，新人们陷入了绝望。这怎么打？根本打不了，怪物太多了，高等级的怪物也有很多，这下玩完了。都怪那个贾瑞，好端端的叛变到恶魔阵营了，王八蛋！刚才看到消息他已经死了，真是活该，恶有恶报。可是我们该怎么办？那个安达利尔看起来好可怕。李长生大佬、赵金龙大佬、王浩大佬，我们该怎么办啊？更有甚者，拿起了自己的本命武器，选择了当场自杀。在这些自杀者看来，这是一个必死之局，与其被怪物残忍的杀害，还不如自杀死的痛快。一时间哀声一片，绝望的气息笼罩整个营地。与此同时，安达利尔对着怪物们下达了进攻指令。第一波抵达罗格营地的是一群1至3级的低级怪，有上百之多。这时，幕墙上面的罗格弓箭手护卫体现了作用。这些弓箭手护卫每个都是10级，一箭射出就有一只怪物倒地。看到此场景的新人们顿时士气一振，差点忘了还有弓箭手护卫，他们可都是10级啊！兄弟们，跟我来，誓死守卫罗格营地，杀呀！面对冲过来的怪物，新人们也被激发出了血腥。这次防守战没有退路，营地被攻陷，大家也是死亡的命运，还不如拼一把。一时间，营地门口杀喊声震耳欲聋。战士负责在前方防御，远程负责输出和治疗。经过10分钟的厮杀，上百名低级怪被新人和弓箭手护卫合力击杀，只付出了10几人阵亡的微小代价。霎时间，营地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赢了，我们赢了！怪物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别高兴太早，这只是第一波，后面还有更高级的怪物。”赵金龙大喊道。果不其然，安达利尔再次下达命令，第2波怪物朝着营地袭来。这一次，怪物的等级是4至6级，同样有上百之多。这么多高级怪袭来，一些人双腿已经开始发软。他们平常练级的最多也就是3至4级的怪物，这一下出现了这么多5、6级的怪物，让人心生胆寒。沈梦雨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怕，振作起来！要是我们自己失去了信心，就更不可能战胜这些怪物了。”小姑娘说的对，干他丫的！兄弟们，振作起来！我负责盾牌格挡，治疗负责给我加血。众人士气再次提升。顷刻间，怪物已经抵达营地门口。罗格弓箭手护卫已经无法一箭击杀一只，最少都需要2箭或者3箭才能击杀。新人们顿感压力倍增。第2波怪物的攻击强度远超第1波，那些顶在最前面的战士最能切身实地的感受到，每一次怪物击打在盾牌上，都让他们虎口发麻。李长生趴在幕墙上面，专门寻找高级怪射击。这个时候是蹭经验的最好时机，有众人挡着，不用怕怪物来找他。每一枪下去，都会有一只高级怪物倒地。马鹏飞的本命武器是地级红鹰枪，他站在前排和盾牌战士们一起拼命搏杀。就在这时，马鹏飞身旁的战士忽然倒地，一只羊头怪挥动镰刀朝着马鹏飞砍来。马鹏飞心想，这下完了，这一生满是遗憾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长生扣动了扳机，一枪秒杀了那只羊头怪。看到羊头怪被击杀，马鹏飞感激地看了眼幕墙上的李长生，然后又跟怪物厮杀起来。第22章
绝望蔓延。相比第一次怪物狂潮，第二波防守显得异常艰难。赵金龙疯狂扣动沙漠之鹰扳机，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虽然是无限子弹，但每次攻击都要耗费精力，再这么下去，恐怕会精力耗尽。王浩拿着追风刀，使出锋刃攻击，却不小心被一只污染怪给击中了。污染怪的攻击具有毒素，众人立刻将其抬到女巫那里接受治疗。好在有女巫阿卡拉的存在，不然死伤更加严重。阿卡拉会使用恢复魔法，但是有冷却时间，30秒使用一次，每次都能让伤者完美复原。但是目前这种状况，治疗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伤亡的速度。第二波的战斗持续了整整30多分钟，众人几乎要累趴下了。终于清理了第二波怪物的攻势，这一波死伤惨重，第一波死了10几个人，这第二波死了100多人。整个营地现在就剩下100多名新人存活，这100多名新人中，还有一半都受了伤，一小半受了重伤，按照伤势情况排队等待女巫治疗，情况十分严峻。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三波攻击，第三波攻击的怪物有100多只，数量明显减少，但是质量大幅度提升，全部都是6至9级的怪物，这个等级已经比大部分新人等级高了。尽管击退了第二波攻击，但营地里面丝毫没有胜利的氛围，每个人都垂头丧气，谁也不知道安达利尔何时下达命令。等第三波怪物来袭的时候，也就是众人陨灭的时刻。太难了，这太难了！一名浴血奋战刚升到5级的新人表情痛苦地说道：“我想我的女朋友了，来到这个杀戮世界后，我还没见过她。我想我的孩子了，要不还是自杀算了，我不想被怪物吃掉。”李长生此时默默地趴在幕墙上面，将枪口对准了安达利尔。之前的场面过于混乱，安达利尔旁边有3只巨大的禽兽遮挡住了视线。就在这时，安达利尔下达了第三波攻击的指令，高等级怪物们浩浩荡荡地朝着营地进发。看到第三波怪物来袭，众人发出了哀嚎。2波攻击已经死伤过半，这一波必定要团灭。众人已经没有了要战斗下去的心情。他娘的，都给老子站起来！怪物都来了，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跟我一起战斗！浑身缠满绷带，断了一只胳膊的赵金龙大声吼道。王浩也惨，一只眼睛被戳瞎了，一只耳朵被砍掉了。这就是基地现存人员的状况，每个人身上都背负大大小小的伤势，能顶住2波攻击已经是奇迹了。在赵金龙的呼喊下，还没休息几分钟的众人再次拿起了武器，守护在营地大门旁边。李长生依然在瞄准。终于，他身旁的3只巨大禽兽离开了，加入了第三波的队伍，朝着营地进发。李长生抓住这个机会按下了扳机。就在他按下扳机之后，看到了安达利尔的属性：怪物安达利尔，等级10，技能毒物、毒弹攻击、利爪穿刺，特性破甲、迅捷、强壮、毒素免疫。警告：安达利尔死后会发动嗜血技能，周围范围内所有怪物将会变得狂暴，攻击力和速度大幅度提升。靠，有没有搞错？这一枪要是杀死安达利尔，那就全完了。这些高级怪狂暴起来，根本无法抵挡，营地被摧毁也就是分分钟中的事。哪怕是李长生，也大概率要葬身这里。打偏，打偏，打偏！这还是李长生第一次希望自己子弹射偏，可能是子弹感受到了李长生的能量，竟然真的打偏了。这发子弹没有命中安达利尔头部，但是击中了他背后的一根利爪。啪的一声，利爪应声碎裂。本来4只巨大蜘蛛腿一样的利爪，现在就剩下了3只。李长生长舒一口气，还好没打中。另一边，这100来只高级怪已经攻入了营地。怪物跟新人们接触的一瞬间，新人们就瞬间暴毙。新人刘强阵亡，新人陶艺阵亡，新人方雨晴阵亡，新人邹凯恒阵亡。一连串的阵亡声听得人头皮发麻，阵亡人数在急剧攀升。这是迄今为止李长生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杀戮世界的残酷。人类如同虫子一般被这群高级怪物碾压，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这下该如何是好？逃是不可能的，一旦营地被占领，所有人都会被抹杀。然而就在这时，所有怪物停下了动作，场面一时间变得无比寂静，所有人都不敢有其他动作，生怕这些怪物再次行动起来。怎么回事？这些怪物怎么不动了？我也不知道，要死要活给个痛快，中间还他妈停顿一下。怪物们停下动作，纷纷退出了营地。老天爷开眼了，耶稣显灵了？都不是，迎面走来了的是最终 BOSS 安达利尔。可能安达利尔自己想活动活动，亲自杀死最后的这些人类。看到安达利尔那高大的身躯，背后锋利的蜘蛛利爪，浑身散发的毒气，众人愈发绝望。操，这下真的完犊子了，死都不让人死个痛快，被毒死的感觉可不好受。谁来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一名新人被安达利尔的气势吓到了，拔腿就跑。安达利尔挥了挥手，一发毒弹命中那名新人，将其化为了一滩血水。所有人都头皮发麻，心中惊骇万分。碰触毒弹的一瞬间，竟然直接变成了血水，这种死状太过恐怖了。接下来又有几个新人扛不住，开始乱动。安达利尔同样几发毒弹飞出，将其化成一滩血水。这一下没人敢乱动了，谁都知道乱动就会死，但是谁也不清楚安达利尔到底要做什么。李长生将枪口对准安达利尔，他可以发动一击必杀，干掉安达利尔。可是他不能那么做，那样会引发嗜血，同样是必死的局面。安达利尔就这样站在营地中央，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安达利尔忽然指向幕墙上的李长生，对着他勾了勾手：“你就是打断我尖刺的那个人类，我要跟你玩一场游戏。”第23章生死游戏。安达利尔要跟李长生玩一个游戏，所有人都没搞清楚现在什么状况。沈梦雨希望李长生在远处狙杀安达利尔，可当他靠近安达利尔看到属性后，他明白了，之所以李长生不对他发起攻击，是因为死亡后触发嗜血技能。这100只高级怪同时狂暴起来，那就是必死之局。现在唯一的期望就看这个游戏怎么玩。李长生从幕墙上跳了下来，缓步朝着安达利尔走来。如果说真要跟他单挑的话，李长生一点也不怂，因为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1级，掠夺的属性加起来将近18级。怕就怕在被怪物群攻，他没有群攻技能，一个个点杀狂暴怪物根本来不及。说吧，你想玩什么游戏？李长生没有一点惧怕地站在安达利尔面前。单就气势而言，李长生甚至比安达利尔还要强势几分。安达利尔道：“我们就站在这里，互相攻击对方一次，防守方不能使用攻击技能，只能使用防御技能防御。谁要是躲闪了，或者脚步移动半分就算输，直到一方死亡为止。前提是我先攻击，你防御。”众人闻言倒吸一口冷气。赵金龙心里怒骂：这是什么破规则？凭什么安达利尔先手？安达利尔那巨大的蜘蛛尖刺，谁能在那样的攻击下存活？安达利尔先手，就意味着李长生必死无疑。赌注呢？李长生问道。安达利尔道：如果我赢了，结果不言而喻，我会杀死这里所有人。如果你赢了，那也就代表着我死了，我保证不发动嗜血技能，让手下们全部撤退。这个赌注很有诱惑力，一旦李长生获胜，那么这场战斗就结束了，所有人都能存活下来。可是李长生大佬能获胜吗？让安达利尔先手攻击，李长生大佬能扛得住这次攻击吗？在场的众人扪心自问，他们绝对无法抗住那附带毒素的一击。沈梦雨攥紧了拳头，李长生到底会不会答应安达利尔的请求？赵金龙默默地低下了脑袋，他恨自己这个时候无能为力。当初在营地当着众人的面信誓旦旦地说道，谁要敢伤害李长生，就先从自己尸体上跨过去。可是现在这个局面，他甚至连乱动的勇气都没有。不争气的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他恨自己无能。我答应你。李长生没有犹豫地说道。提示：李长生和安达利尔的恶魔游戏成立，如果双方遵守规则，则赌约生效；一方不遵守规则，则被视为失败，赌约依旧生效。所有人都惊愕地看向李长生，李长生竟然答应了。李长生不得不答应，他不希望看到自己被100来只高级怪围攻，也不想看到营地被攻陷，那只能答应了。要是真如贾瑞所说，回去能兑换物品的话，李长生绝对要兑换几个群体攻击技能，配合自己的高攻击力，多一些怪又算得了什么，也不用搞得如此被动的局面。很好。安达利尔伸出尖刺，在自己身边和李长生身边画了一个圆圈，一旦离开这个圆圈，就被视为失败。李长生深吸一口气，正面凝视安达利尔，他在猜测这女恶魔要用什么方式攻击自己。毒弹、毒物、附带剧毒的蜘蛛尖刺，规则是只能防御，不能对对方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在安达利尔攻击自己的时候，不能开枪攻击他。以他目前的属性，硬扛安达利尔一次攻击没什么问题。但那玩意有剧毒，李长生的毒素抵抗天赋是1级，抵抗安达利尔的剧毒还是有些困难，会有不少毒素进入身体，造成未知的伤害。到底该如何是好？安达利尔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我决定用背后的蜘蛛毒刺贯穿你的腹部，尖刺附带致命剧毒，毒素会顺着你的腹部快速蔓延至心脏、大脑，死亡也就是10几秒的时间。在攻击之前，安达利尔还好心的解说了一下，其他人则默默的为李长生祈祷，希望他能接下这一击。李长生现在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好的，来吧。李长生敞开衣领，迎接安达利尔的毒刺攻击。安达利尔发出恶毒的笑声，敢打断我的毒刺，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去死吧！
巨大的毒刺朝着李长生腹部袭来，硬扛这一击。不遵守游戏规则。李长生选择遵守游戏规则，但不硬扛这一击。谁他妈要硬扛这一击啊！李长生撕碎了传送卷轴，面前出现了蓝色的传送门。安达利尔的毒刺正好插入传送门中，对传送门后面的李长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嚯！众人纷纷惊愕地看向李长生，竟然还有这么一招！传送卷轴，我怎么没想到也可以躲避伤害？不愧是李长生大佬，牛逼，有想法！活下去的几率瞬间上升。安达利尔有些失神，缓慢地将毒刺从传送门中抽离，可以看出他的身体有些颤抖，不知道是不是被气的。阴险的人类竟然使用传送卷轴！安达利尔气得破口大骂，自己身为地狱4小魔头之一，竟然被一个人类耍了。怎么，你也没说不可以？我既没有躲闪，也没有对你造成伤害，这是你定的游戏规则，难不成你要反悔？李长生的反问让安达利尔哑口无言，他恨不得将眼前这个人类虫子碎尸万段。好了，接下来该我攻击了。李长生将巴雷特对准安达利尔的脑袋，临终前有什么遗言要说吗？李长生问道。安达利尔哈哈大笑起来，狂妄自大的人类，你真以为一次攻击就能杀掉我？你也太看不起我痛苦女王安达利尔了。好吧，既然你没有遗言，那我就给你一句忠告，以后别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说罢，李长生扣动了扳机，发动技能必杀一击，附带必死能量的子弹从枪口飞出，窒息的能量让安达利尔变得恐惧无比，他难以想象一个人类竟然能释放出如此能量的攻击，他害怕地将脚步移出了圆圈。下一秒，必死子弹穿透他的脑袋，将其爆头击杀。第24章结束回归，奖励丰厚，恭喜你击杀10级 BOSS 安达利尔，获得5000点能量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 X1。 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12级，全属性增加10点。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12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地级毒素特性，是将特性附加于本命武器巴雷特。是。李长生选择附加毒素特性，现在还差一个冰冻特性。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竟然升到了12级。之前一直忙于战斗，连升级的提示都没听到。这些经验包括猛火油烧死的，还有前2波战斗干掉的高级怪。击杀安达利尔获得5000能量，这些经验加起来让他从9级升到了12级。安达利尔死后爆了一件金色装备护甲，安达利尔的面容，品质传说，等级10，防御力30，特效1，可幻化自身容貌，特效2，攻击命中率正 30%。 这件装备相当不错，不仅提高命中率，还能幻化容貌，相当于多了一个易容术。就在众人沉浸在安达利尔被李长生一击必杀的震惊之中时，脑海中传来了冰冷的声音，提示10级新手最终 BOSS 安达利尔被李长生击杀，新手试炼提前结束，将于10S 后回归。提示10级新手最终 BOSS 安达利尔被李长生击杀，新手试炼提前结束，将于10S 后回归。所有人站在营地中，心怀忐忑地等待倒计时结束。5、4、3、2、1，传送开始。检测到你花费500杀戮币购买雇佣兵，遣散雇佣兵，返还500杀戮币。检测到高加索犬已与你产生羁绊，将其视为你的宠物一并传送。李长生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景象快速变换。等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出现在一片阳光明媚的原始部落中。环顾四周，117号新手村存活下来的新人都在。这是一个相当原始的营地，比罗格营地还要简陋。周围是简易的树枝栅栏，栅栏外面是一片原始森林。营地内有许多茅草屋，有一颗巨大的黑球位于营地中央。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黑球走去。李长生走到黑球面前，一段讯息传入了他的脑海：新手试炼结束，奖励结算中。击杀1级 BOSS 剧毒蛛王，击杀2级 BOSS 血巫，击杀5级 BOSS 女吸血鬼伯爵，击杀6级 BOSS 拉卡尼修，击杀7级 BOSS 格里斯瓦德，击杀10级 BOSS 纳达里尔。任务评价 S 级。 S 级奖励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 X1， 黄金宝箱 X1。 排行榜名次第1名。排行榜奖励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 X1， 黄金宝箱 X1。 本次试炼总计获得不包含装备53000点杀戮币 F 级杀戮晶体 X1， E 级杀戮晶体 X2， D 级杀戮晶体 X3， C 级杀戮晶体 X2， 黄金宝箱 X2。 密密麻麻的奖励出现在李长生面前，5万多的杀戮币应该算可以了。
还有2个黄金宝箱，应该能开出不错的装备。提示：可在黑球处花费杀戮币和杀戮晶体购买物品，在117号营地任何地方都可与黑球产生链接，查看和购买。可利用黑球修复身体，购买永久雇佣兵，一切看你的选择。所有人都被眼前的黑球震撼到了。李长生决定先返回自己的茅草屋，将黄金宝箱打开，看看宝箱中能开出什么，然后在黑球处兑换物品。返回茅草屋，房间内十分简陋，一张床没了，可谓家徒四壁。提示：可花费杀戮币升级自己的房间，房间为个人私有领地，绝对安全，没有房主的允许，其他人无法进入。李长生查看房间的升级项有哪些：升级为木屋100杀戮币，升级为石屋500杀戮币，升级为现代风格1000杀戮币，升级为赛博朋克风格2000杀戮币。李长生现在有5万多杀戮币，想了想，干脆直接花费2000升级为赛博朋克风格，扣除2000杀戮币，将房屋升级为赛博朋克风格。一道光芒闪过，房间内焕然一新，从不足20平米的房子变成了300平米的赛博朋克房间。房间内家具一应俱全，富有科技感的电视、电脑、家务机器人、沙发、茶几、主卧、次卧、厨房、卫生间、大落地窗。巨大的落地窗外面赫然是赛博朋克风格的夜之城风景。夜之城灯光璀璨，不时有飞行汽车飞过。当然，这只是风景，想要通过窗户进入夜之城那是不可能的，有一道屏障限制。说白了，就是花钱让人住的舒适。李长生认为这2000杀戮币花的值。打开房门，从外面看去，就只是一个占地10平米左右的普通房屋。进入房间就是300多平的赛博朋克舒适大房。很显然，这房子有特殊的空间魔法加成。李长生将黄金宝箱放在茶几上，朝着幸运女神拜了拜，随后开启宝箱。一道光芒闪过，第一个黄金宝箱出了史诗级别的牛仔裤，紧接着是第2个宝箱，同样的品质，是一个史诗级别的耳环。护甲旅行者牛仔裤，品质史诗，等级10，防御力25，特效1，移动速度正 20%， 特效2，腿部敏捷度和力量小幅度提升，正好缺一条裤子，还不错。护甲冒险者耳环，品质史诗，等级10，特效1，感知加30，特效2，精神类魔法抗性提升 30%。 这个耳环属性也相当不错，很适合李长生。这样一来，李长生的一身装备差不多齐全了。紧接着就是他最期待的兑换物品，尝试着用意念连接黑球，一道巨大的屏幕出现在他面前，显示了黑球中可兑换的物品信息。第25章黑球兑换1，眼前出现巨大的屏幕，总共分为6大类：生活用品、科技装备、魔法装备、技能、血统、本命武器强化，不包含天赋，天赋无法升级和兑换。生活用品类里面都是些烟酒之类的奢侈品，有名贵的香烟、雪茄、美酒、包包、衣服、书籍、食物、健身器材等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属性加成，就单纯的日常消耗品，价格十分公道便宜。一包烟1杀戮币，最好的90杀戮币，名牌服饰和化妆品最高也就10杀戮币，基本上想买什么就能买。李长生花费1杀戮币买了根上好的雪茄，买了个永久打火机，抽着雪茄打开了第2栏，科技类装备。这一栏全都是科技类战斗装备，价格比生活了高出不少。最便宜的枪械也需要100杀戮币，子弹需要自己购买。类似于赵金龙的无限子弹沙漠之鹰需要500杀戮币。当然，普通装备是无法跟本命武器相提并论，无法成长和提升，只能加配一些配件、倍镜、消音器、弹夹之类的。有手枪、步枪、冲锋枪、散弹枪、狙击枪、火箭炮、手雷、炸弹、近战武器，也有高科技物品，重力枪、火焰枪、高频震动武士刀、激光刀、高斯狙击枪、微型核弹等等。还有防护类，防弹作战服、战锤 40K 防弹甲、高级作战服、纳米装甲、雷射护目镜、全息头盔。还有机甲类，普通战斗机甲、高级战斗机甲、阿尔法机甲、环太平洋机甲、高达、EVA 机甲。厉害的机甲价格不菲，没有个几十万杀戮币和高级杀戮晶体拿不下来。物品琳琅满目，价格越高品质越好。魔法类装备有魔法类武器、护甲、道具、魔法杖、魔法近战武器、魔法防御的护甲，有攻击附带火球术的大剑，有被攻击时释放闪电的护甲，传说弓箭、索利达尔、群星之怒，
传说风剑，雷霆之怒，逐风者的祝福之剑；传说弹刀，埃辛诺斯战刃；传说战锤，萨弗拉斯，炎魔拉格纳罗斯之手；传说大剑，双之哀伤；辟邪桃木剑，寒冰剑，胜利与誓约之剑；斩月，铁碎牙，朗基努斯之枪；乖离剑，李奈柴刀，妖刀村正，炎魔刀，千机伞，破魔红蔷薇，圣剑，草雉剑，阿哈利姆神杖，灰烬使者。还有魔法道具、卷轴、护身符、飞行器等等。魔法类装备价格更贵，最少都是1000杀戮币。而且传说装备还有等级佩戴要求，有钱买还不一定能用，兑换要求也十分苛刻，需要 A 级甚至 S 级杀戮晶体才能兑换。技能类分为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主动技能有近战类、法师、射手、枪械、召唤、异能。被动技能主要是光环、攻击、防御、恢复。技能极其繁多，有上千页的技能。好在技能列表有筛选功能，李长生做出了如下筛选：射手、枪械、前行。看了下大致需要的主动技能，火焰喷射需要枪械类本命武器，且武器附带燃烧特性。提示：不同属性的技能需要本命武器附带相应特性，不然无法使用。火蛇射击、火雨射击、火墙射击、爆裂射击、火环射击、火凤凰射击、闪电链射击、雷枪射击、雷鸟射击、雷龙咆哮射击、毒牙射击、毒爆射击、毒雾射击、麻痹射击、蝗虫瘟疫射击、冰环射击、冰冻射击、冰冻炸弹射击、冰墙射击、冰风暴射击、冰封球射击。李长生缺少的就是群攻技能，所以一会儿肯定要兑换几个。根据等级佩戴要求，李长生能购买的有爆裂射击、火雨射击、火墙射击、闪电链射击、毒雾射击。D 级爆裂射击附带火焰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后产生爆炸，对目标及其周围敌人造成伤害。D 级火墙射击附带火焰特性的子弹命中地面后使其燃烧，火焰持续1分钟。D 级毒雾射击附带毒素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后产生一片毒雾，对毒雾区域内的敌人造成持续性毒素伤害。C 级火雨射击附带火焰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后引发小范围内火雨降临，造成火元素伤害。C 闪电链射击附带雷电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后引发连锁闪电，对目标及其周围敌人造成闪电伤害。提示：主动技能伤害受本命武器威力加成。特性技能血统类购买价格表 F 级1000杀戮币， E 级2500杀戮币， D 级5000杀戮币， C 级 1W 杀戮币， B 级 3W 杀戮币， A 级10W 杀戮币， S 级100W 杀戮币。兑换技能需要消耗相对应等级的杀戮晶体。李长生现在有 F 级杀戮晶体 X1， E 级杀戮晶体 X2， D 级杀戮晶体 X3， C 级杀戮晶体 X2。 想了想，李长生决定购买 C 级火雨射击和 C 级闪电链射击，花费 C 级杀戮晶体 X2， 1W 杀戮币 X2。 另外还购买了 D 级爆裂射击，花费 D 级杀戮晶体 X1， 5000杀戮币 X1。 就怕有些怪物某一元素伤害免疫，购买2种元素属性的群攻技能保险一些。然后还有其他通用性技能。 D 级疾风步将身形与周围环境融合，使敌人难以发现，并提高自身 30% 移动速度。这个技能相当不错，隐身的同时还能加速。花费 D 级杀戮晶体1枚，5000杀戮币购买。现在还剩下 F 级杀戮晶体 X1， E 级杀戮晶体 X2， D 级杀戮晶体 X1。 血统类点进血统类一栏，让人十分震惊，里面的一些血统闻所未闻：吸血鬼血统、狼人血统、德鲁伊血统、丧尸血统、死灵血统、蜘蛛人血统、精灵血统、兽人血统、鬼剑士血统、人类完美基因血统。这些血统从1级开始可以兑换。还有高级血统、龙族血统、凤凰血统、天使血统、恶魔血统、赛亚人血统、黑光病毒血统、虫族主宰血统等等。高级血统最少都需要从 A 级开始兑换，购买同样花费杀戮晶体。1级吸血鬼血统需要花费2500杀戮币，1级杀戮晶体 X3 兑换。D 级吸血鬼血统需要花费5000杀戮币，D 级杀戮晶体 X3 兑换。兑换低级血统后，可以逐渐升级为 D、C、B、A 甚至是 S 级以上。想要购买高级血统 A 级天使血统需要花费10W 杀戮币，A 级杀戮晶体 X3 兑换。很多人想要追求强大，选择高级血统，但是能否活到有能力购买高级血统还是个问题。为了生存下去，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1级就可以购买的普通血统。在杀戮空间，集战力很重要。存藏物资大概率结局是人死了，钱没花出去。第26章黑球兑换2。
是否要兑换血统？李长生想了想，如果要兑换的话，肯定要适配自己的天赋和本命武器。在他看来，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最适合自己。自从经历了和女吸血鬼伯爵一战，李长生是对吸血鬼彻底失去了兴趣，整天和血腥味相伴，他可不愿意。至于那些高级血统，和他的武器并不是很适配。既然有掠夺者天赋，有什么想要的特殊能力，直接掠夺就行。李长生立志要成为一个掠夺万物、灭杀神灵的最强人类。他现在还剩下 F 级杀戮晶体 X1、E 级杀戮晶体 X2、D 级杀戮晶体 X1。高等级的晶体可以分解为3枚低等级的杀戮晶体，将 D 级杀戮晶体分解为3枚 E 级杀戮晶体，这样他的 E 级杀戮晶体就有5枚了，可以兑换 E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兑换 E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需要花费2500杀戮币。E 级杀戮晶体 X3 是否兑换？是。一道光芒洒下，李长生沐浴在能量之中，开始了身体人类基因完美改造。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每一个细胞、骨骼、器官都得到了净化。E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改造完毕。E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全属性提高 20%， 大脑潜能发掘提高 20%， 可使用低级念能力。来到镜子面前，摸了摸自己的皮肤，感觉比之前光滑强韧许多，模样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精气神和气质明显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无论是力量、敏捷、体质、精力、感知都得到了强化。最好的效果就是脑子清晰了很多，比如之前他最讨厌的算术，现在一瞬间就能算出复杂的运算，反应和视力得到了大幅度加强，这对狙击手来说是最好的提升。另外，他还能使用念能力，他现在的念能力比较弱，尝试了一下，也就是能够移动10米内的勺子、筷子、杯子之类的东西，重量再大一点就不行了。本命武器强化，接下来就是本命武器栏，里面提供了各种本命武器强化，可以购买特性本命武器配件。在特性栏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神圣之力特性和黑暗之力特性，看来不是所有的特性都能购买，有些稀有的特性和能力需要在试炼中获得。花费1000杀戮币 F 级杀戮晶体 X1 购买了 F 级冰冻特性，他现在还剩下 E 级杀戮晶体 X2。 另外，李长生还发现了一些给力的特性。 C 级分裂特性，远程攻击分裂为多枚子弹。 B 级重力特性，攻击附带重力加持，使敌人陷入重力场。 A 级追踪特性，远程攻击或者魔法攻击可锁定并追击敌人，每一次角度改变都会增加能量损耗，降低子弹威力。 S 级空间之力特性，攻击附带空间之力，可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说实话，李长生看上了这个 A 级追踪特性，需要花费10W 杀戮币，3个 A 级杀戮晶体，太贵了。但是一想到效果，就让人流口水。子弹追踪目标，这是多少狙击手的梦想。不过这样就缺少了狙击的乐趣，随便开枪都能锁定目标，那瞄准也就没有了意义。与其花费大量资源兑换追踪特性，还不如提升血统来的实在。再次查看追踪特性的详细说明，射出的子弹可锁定追踪目标，但带来的能量损耗是巨大的。直线命中目标无损耗，角度每增加1度，能量损耗约 0.55%， 达到180度为最大值，能量损耗 100%。 也就是说，子弹追踪敌人拐弯的角度最大合计是180度，合计超过180度，子弹就会停下来，就相当于你想命中面前的敌人，但是你朝着反方向开了一枪，这样子弹飞出枪口后会瞬间改变方向，但同时也会失去所有动能坠落地面。有多余资源的话，李长生会考虑购买这个特性，搭配巴雷特的一击必杀技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至于分裂特性，狙击手对尿分叉这个特性毫无兴趣，他拿的是狙击枪，又不是喷子，要分裂特性做什么？打开本命武器面板，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12级，威力220，精准190，穿透200，射速 1.6， 稳定19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 6.1 千米，有效射程 3.1 千米。附带特性 F 级火焰， F 级闪电， F 级冰冻， D 级毒素， E 级神圣之力， E 级黑暗之力，还能附加3个特性。附带技能一击必杀，消耗 69% 精力值，释放出足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然后是自身面板，姓名李长生，等级12级，天赋黑暗掠夺者 SSS， 毒素抵抗 E， 迅捷 E， 视觉强化 D， 身体再生 C。 本命武器 SSS 级灭神巴雷特
12级。血统1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全属性提高 20%， 大脑潜能发掘提高 20%， 可使用低级念能力。力量249，敏捷253，体质245，精力255，感知306。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疾风步 D， 后跳 E， 召唤骷髅 F， 爆裂射击 D， 火雨射击 C， 闪电链射击 C。 装备利刃匕首2级绿色，防滑皮靴2级绿色，黑暗兜帽5级卓越，伯爵戒指5级卓越，暗影外套9级史诗，旅行者牛仔裤10级史诗，冒险者耳环10级史诗，安达利尔的面容10级传说。物品栏17500杀戮币，1级杀戮晶体 X2。 战力评估26颗星。仅仅是属性层面，12级的李长生属性已经相当于26级，战斗力评估26颗星。大部分属性都是经过掠夺者天赋获得的，再配合人类完美基因血统 20% 的属性加成，属性提高就更加夸张了。稍微用力，手里的不锈钢水杯被揉成了一团，就如同捏橡皮泥一般。买了那么多东西，现在还剩下 1W7500 的杀戮币。第27章营地探索。查看属性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狗叫声，李长生这才想起狗子还在外面呢。小高同学也跟着自己传送回来了。打开房门，狗子热情地在他腿上蹭着，不停摇动尾巴。提示：你已与高加索犬小高产生羁绊，可查看其属性。李长生尝试打开小高属性栏，种类高加索犬，宠物，等级5级，天赋聪慧 D， 血统无，被动技能无，主动技能无，主人李长生，忠诚度100，战力评估5颗星。好家伙，竟然有地级的聪慧天赋，怪不得能活到现在。既然这样，那干脆也给狗子强化一下。现在还有17500杀戮币，1级杀戮晶体 X2， 将一枚1级杀戮晶体兑换为 F 级杀戮晶体 X3， 花费1000杀戮币 F 级杀戮晶体 X3， 为狗子兑换了一个 F 级超能战犬血统。F 级超能战犬可使用低级超能力的战斗猎犬，拥有不可忽视的战斗力。将最后一枚1级杀戮晶体分解。李长生为狗子买了2个被动，一个主动技能。F 级被动技能寻宝，可搜寻附近有价值的东西。F 级被动技能恢复，可快速恢复自身伤势。F 级主动技能超能找击，对目标造成2倍攻击伤害的凶猛一击。这下所有杀戮晶体都花光了，杀戮币还剩下13500。为什么给狗子花费2个1级杀戮晶体？就是因为在高塔和女伯爵战斗的时候，狗子救了他。纵然他有无敌的必杀一击，可是突发状况谁也无法预料。有了小高的存在，多少能解决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另外，李长生还在思考，掠夺的那些无用的天赋或者技能是否可以附加在狗子身上，因为每次击杀对手的时候，系统都会提示是否附加。既然有这个选项，那么就有这个可能性，下次可以试试。狗子忽然警惕地看向门外，外门有人在按门铃，房间内的大屏上直接投射出外门的人像，是沈梦雨在敲门。李长生说了句开门，门自动打开。沈梦雨震惊地看着房间内部的赛博朋克装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有什么事吗？李长生问道。沈梦雨这才回过神来，大家决定在外面进行一次会议，讨论一下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希望你也能来。原来是这件事。没问题，我马上就来。李长生换好衣服，和沈梦雨来到了营地中央的黑球那里。此时这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待。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一个叫做李诗涵的女子。李诗涵之前排行榜第9名，有些印象。来之前，她是一名播音主持，口才很好，幸运地获得了地级天赋音波增强，可以通过声音攻击对手。可攻击可辅助，是一个很强力的天赋。本命武器是地级麦克风，这就很适合她了。李诗涵拿着麦克风说道：经过统计，这次回来的一共有97人。第一次试炼，我们新人只存活了1/10。众人议论纷纷，感慨不已。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共1000人，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00人，淘汰率感人。李诗涵继续说道：我们是117号新手村，按照全球80亿人口计算，这样的新手村总计大约800万个。众人再次惊呼：800万个这样的新手村，好夸张！好像事实就是如此。按照1/10的淘汰率，现在全世界应该还剩下8亿人口。李诗涵示意大家稍微安静下来。通过某些讯息，我们了解到，我们接下来还会有试炼，至于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定很残酷。如果按照第一场1/10的淘汰率，下一次试炼我们存活下来的
可能不到10人。营地的众人直接炸锅。靠，好像是这么个道理。不会这么残忍吧？怎么不可能？最后那一波攻击，没有李长生大佬，我们就团灭了。主要是贾瑞那个家伙，那个混蛋不叛变恶魔阵营，我们也不至于那么惨。也不能那么想，第7天的时候，有几个人达到5级，还不是因为那次防守战，让我们许多人升到了5级。我去，这么说，贾瑞反而有功了？有个屁功劳，那就是个卵蛋。会不会是那个黑球搞的鬼？这时有人盯上了黑球，一名新人走到黑球跟前，拿起本命武器对着黑球击打。然而黑球十分坚固，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开，反倒是黑球反弹了他的攻击，将那名新人击飞出去。靠，那玩意会反弹攻击，还好我用的是球棒。经过这次风波，众人也不敢对黑球发动攻击了。这时冰冷的声音传入众人脑海：你们有7天的休息时间，7天之后将进行下一次试炼，祝你们好运。只有7天的休息时间，这么狠的试炼，怎么也要休息1个月吧？众人瞬间愁眉苦脸。至于下次试炼内容是什么，什么样的世界，没人知道。李诗涵再次用音波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他希望众人去探索一下营地周边的区域，看看这片地方到底什么情况。营地周围是原始森林，能够闻到海洋的气息。李长生猜测这里大概率是个无人荒岛，于是众人便组队朝着各个方向探索。经过1个小时的探索，得到了一张这片区域的地图。李长生猜的没错，这里确实是一个无人荒岛，周围是漫无边际的海洋。营地位于岛屿靠南边的位置，不远处就是一片海滩。岛屿上有不少动物和新鲜水果，可以打猎或者采摘。整个营地看起来就像是被围困在了原始时代。岛屿被一层透明的屏障包裹，杜绝了想要出海的这一可能性。我们会不会是还在蓝星？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惑。有可能，但没人知道确切答案。李长生站在海边，感受着明媚的阳光，吹拂着轻微的海风。他想搞清楚这个杀戮世界的真实面貌。第28章美高。返回房间，再次连接黑球。李长生发现了里面更多的功能，其中包括模拟训练、人造人。模拟训练可进入模拟空间练习枪法、近战攻击、躲闪等等。人造人可以制造一个人造人在营地范围内陪伴你，但是不能带去执行任务。可以亲自捏造人造人的模样，每个人造人价值1000杀戮币。创造出一个人来陪伴自己，李长生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女人只会影响他开枪的速度。于是李长生选择了模拟训练，训练1天花费100杀戮币。李长生每天都在进行训练，训练内容都跟射击有关，包括快速射击、移动射击、多目标射击、远距离射击、盲狙、甩狙、快速移动多点位射击。对狗子还进行了专项指挥训练。狗子很聪明，有聪慧天赋加持，基本上说一遍全都懂了，省时省心，时刻准备着下一次传送。7天后，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第2次试炼即将开启，所有人将于10分钟后被传送至试炼世界。还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李长生购买了一些医疗用品、食物、水、换洗的衣服等日常用品，还买了一些手雷、万能开锁钥匙、一把高科技高频切割战刀，静静等待传送。倒计时结束，所有人头顶出现一道亮光，待到光芒散去，李长生发现自己坐在一间教室之中，面前是一个课桌，课桌上摆着几本书籍，前面一位金发碧眼的女老师正在讲课。环顾四周，发现了几个眼熟的人，其中包括沈梦雨、王浩、李诗涵，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新人。教室里大概有30人，除了李长生几个人外，其余都是学校的学生，有白人，也有黑人面孔。这些学生认真听课的寥寥无几，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看笔记本。老师在讲台上自顾自讲着，至于学生听没听懂，他也毫不关心。老师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左边窗外就是操场，透过窗户望去，操场上学生们在玩着橄榄球，其中白人居多，大家说的也全都是英语。第2场试炼开始，地点位于美国浣熊市温斯特高中。试炼内容：存活7天。祝你们好运！拿起桌上的课本看了一眼，是高中的教材。97名117号营地的人被传送到了这所高中，所有人随机分配到了高1至高4不同班级。看到这次试炼内容，李长生还是有些懵的。眼前这欣欣向荣、一片和平的场景，怎么看也不像有危险要发生。但是浣熊市3个字他有印象，不就是生化危机里面丧尸病毒爆发的地方？难道说他们这次试炼的内容是要跟丧尸作战？大概率是这样的。想起上一场试炼的残酷，这一场肯定不会是让众人来享受的。如果真的是跟丧尸作战，现在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学校，应该已经有丧尸病毒潜伏者了。现在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想到这里，李长生站起身来，朝着门外走去。看到有学生离开，老师只是略微看了一眼，继续讲课。沈梦雨和王浩等人看到李长生离开，也跟着从教室离去。这下老师有些生气，让后面的王浩等人站住。但是王浩理都没理，自顾自地离开，留下讲课老师在那里生气地咒骂。李长生半路和狗子小高相遇，带着狗子来到了教学楼天台。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10几名试炼者，大家全都是117号营地的，互相联系了一下。不一会儿，97人全部来到了天台。这时有几名不识趣的美高黑人学生来到了天台，看到众人手持装备，凶神恶煞的表情，吓得立马就逃走了。众人开始讨论这个事件，这次试炼好像挺简单的，存活7天而已。对啊，还没有等级限制。我们好像在美帝的国家，难道说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了？有这个可能，回家的话可以前往机场。没护照啊，这可怎么办？一部分人觉得已经返回现实世界，想要坐飞机回去。还有人觉得这次任务没有那么简单。赵金龙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李诗涵也是这么认为，想想我们上次试炼那么残酷，这次没有等级限制，应该困难度会提升。这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位叫做孟强的新人道，你看这里明显就是美国高中，大不了就是跟美国警察战斗，我不信美国警察比那些怪物还厉害。另一位叫做周卓的新人道，是啊，我们这些人最少都是5级，身体素质早就超过了普通人，哪怕是最厉害的大力士也挡不住我一拳。当然新人里面也有知道浣熊市的。马鹏飞道，我知道浣熊市是生化危机里的一个城市，我们这次不是跟警察战斗，而是跟丧尸战斗。不少人闻言惊愕万分，什么？打丧尸？有点玄乎了吧？不算玄乎，现在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如果是打丧尸的话，还真有些棘手，万一被咬到就变异了，很有可能是打丧尸哎。大部分人都赞同马鹏飞的观点，但还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孟强道，那我们先去机场了，你们留在这里慢慢打丧尸吧。孟强、周卓带着10几名想要回家的新人出发，准备前往机场。就在此时，操场上传来了一声尖叫，从天台望去，一个女孩被一名男生扑倒，周围学生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拿起手机拍照。女生开始大声呼救，但同学们都置之不理，都以为闹着玩呢。然而下一秒，女孩的脖子被男生咬破，大量鲜血从脖颈喷涌而出，这下在场的学生都蒙圈了。这时女生的身体发生了异变，眼球开始泛白，身体的血管暴起，女生一个违反牛顿规律的腾身跃起，一口咬向了一名拍照的男生手上。男生痛得开始大叫，无论他如何踢打女生，女生越咬越重，最后竟然将男生的胳膊咬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操场上的学生大惊失色，而那些被咬的学生也纷纷发生变异。一时间操场变得十分混乱，尖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第29章，混乱的校园。注意，出现10级普通丧尸，请做好战斗准备。所有人脑海中出现了主神的声音。这一下，刚才还轻松愉悦的氛围瞬间变得凝固。什么？有没有搞错？10级的丧尸？开玩笑啊，我才5级啊！这怎么办？经过上一场试炼的众人明白等级的差距代表着什么。和怪物等级相同，那就是殊死搏斗；比怪物低1、2个等级，那就是9死1生。第3个等级基本上没有战胜的可能。10级普通丧尸就是这个试炼世界的最普通怪物。众人一下子慌了神。上次试炼结束，等级最高的是李长生12级，第2名是王浩8级，第3名赵金龙8级，再往后少部分是7级和6级，大多数人只有5级，刚过及格线。而现在已出现就是10级的怪物，在丧尸面前，众人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李长生观察丧尸的动作非常迅捷，奔跑速度也远超100米健将。这种素质的丧尸，这座城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时有人喊，我们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尽量避免跟怪物作战，存活7天就行了。对，这次的任务是存活7天，没说要升级和战斗。快看地图，哪里有合适的避难地点？众人纷纷出谋划策，在地图上寻找安全的地方。广场、公园、超市、公寓、校园，哪里比较安全呢？在李长生看来，这座城市哪里都不安全。丧尸病毒在浣熊市爆发，政府不可能没有动作。按照生化危机的尿性，很可能会封锁这座城市。等他们认为局势无法控制的时候，再扔一颗核弹下来。试炼内容是存活7天，很可能第7天给你个惊喜。所以离开浣熊市是最好的选择。想到这里，李长生手持巴雷特和狗子朝着楼下走去。此时教室中也出现了丧尸咬人的状况。
学生们受到惊吓，开始疯狂地往外逃跑，楼梯变得十分拥挤，而且出现了踩踏事件。一只女丧尸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朝着李长生跑来，李长生抬手就是一枪将其爆头。10级怪物的防御力在李长生的巴雷特面前依然不堪一击，背后也有一只丧尸冲了过来，狗子使出一记爪击将其拍飞，李长生顺手一枪将那只丧尸解决，击杀2只丧尸。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6点敏捷附加于自身。看到楼梯这么拥堵，李长生便从栏杆处翻身跳下，跳到了一辆汽车的车顶。3楼的高度一点都没感觉到疼痛，他现在的身体强化程度早已异于常人。狗子从空中跳下，使用超能力缓震，平安落地。看到狗子的表演，李长生不禁竖起大拇指，看来超能战犬这个血统是强化对了。楼下现在也是乱作一团，一只女生从李长生旁边跑过，然后被突然冲出来的丧尸咬断了脖子，当场毙命。李长生立即就是一枪将那只丧尸和女生击毙。被这玩意咬了就会变异，能多杀一个是一个。不远处大量丧尸在追逐着学生，和丧尸的速度相比，学生们就相当于木桩，眼前各种肢体乱飞，血液喷溅。还有的学生躲在角落拿起手机打电话，喂，这里是温斯特高中，有怪物，快来救救我们。话还没说完，一只丧尸出现，咬断了他的耳朵。学生惊吓之余扔掉手机就跑，还没跑远就被一只丧尸扑倒，顿时惨叫声响起。李长生在不停地开枪，凡是靠近他的丧尸都被一枪击毙，但消灭的速度远比不上丧尸变异的速度。这座学校迟早会成为丧尸的游乐场，再不走的话就要被丧尸群包围了。新人孟强死亡，新人周卓死亡，新人李玉成死亡。这时陆续传来营地新人死亡的讯息，就在不远处停着几辆大巴车，可以利用大巴车先离开这里。李长生一路击杀丧尸，终于来到了大巴车内。教学楼上的新人们也学着李长生那样，从楼上跳到了汽车上。李长生大佬，等等，等等我们！说话的是沈梦雨和李鹏飞他们。沿途有丧尸追击他们，李长生拿起枪对准旁边丧尸不断开枪，掩护他们抵达了大巴。太谢谢了！沈梦雨呼哧带喘的上了大巴，依然心有余悸。不一会儿，又有一群新人从教学楼处跑了出来，众人决定掩护他们上车，于是开始远程击杀丧尸。1分钟后，大巴车坐了30多人，已经差不多坐满了。另外旁边还有2辆大巴车，赵金龙和王浩分别带头各自进入了一辆大巴车。3辆大巴车总计81人，朝着校外快速驶离。这才刚开始，就有16名新人折损在这里，可见10级的怪物是多么的可怕。望着校园中的丧尸群，大巴车内的人心有余悸。马鹏飞以前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所以他负责开车。各位都抓好了！马鹏飞猛踩油门，撞飞了一只挡路的丧尸。不仅是校园，这座城市已经变得混乱起来，街头车辆相互碰撞，丧尸扑咬路人，人们吓得慌忙逃窜。此时路灯已经变成了摆设，眼看前方十字路口被汽车堵住，李长生拿起狙击枪射出了一发爆裂弹，爆裂弹命中其中一辆汽车，发生了爆炸，为大巴车腾出了移动空间。呜呼！马鹏飞脚踩油门，从熊熊烈火中穿过。赵金龙和王浩所带领的2辆大巴车也紧随其后。在经过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李长生这辆大巴依然超前直行。王浩选择了向左的道路，赵金龙选择了向右的道路。3辆大巴分道扬镳。沈梦雨骂道：“怎么想的呀？人多力量大，他们怎么去其他地方了？”李长生拿出地图，距离浣熊市最近的是莱肯市。马鹏飞，去莱肯市。好嘞。马鹏飞看着地图，朝着莱肯市进发。马鹏飞此时的心情是激动的，上一场试炼他就想跟李长生一起战斗，这次终于有机会了。第30章舔食者。大巴车在街道上疾驰，车内忽然发生了异变，有人喊道：“他被咬了！”李长生快速走去查看情况，一名叫做钟伦君的新人胳膊被咬了，胳膊上的咬痕清晰可见，血液是浓稠的黑色。喂，能听见我说话吗？李长生问道。钟伦君浑身颤抖，脸色异常苍白，他的眼珠子开始向上翻动，血管越来越清晰。忽然他睁开双眼，朝着旁边的新人咬去。李长生直接一枪将其击杀，随后从窗户扔了出去。新人们见状大气不敢喘，纷纷互相检查自身是否有咬痕。幸运的是，就钟伦君一个被咬了。就在此时，前方忽然冲出一辆小货车，马鹏飞躲闪不及，一个拐弯导致大巴车侧翻过去。李长生抓住扶手，一脚踢碎了玻璃，从大巴车中一跃而起，抓住旁边的电杆，
然后跳到了大超市的2楼。其他新人也纷纷从大巴车中爬出。见到有丧尸追击，李长生立刻射出闪电链子弹，一发子弹命中丧尸，闪电链从丧尸身体发出，传播到周围几只丧尸身上。5只被闪电链击中的丧尸当场殒命。看到这一幕的沈梦雨震惊无比。一般来说，群体类技能比单体攻击伤害要小，但李长生的群体攻击竟然能秒杀这些10级的丧尸，足以见得他的攻击力肯定很高，让群体技能伤害得到了大量加持。沈梦雨也不甘示弱，拿起弓箭使出了3箭齐发。然而弓箭命中丧尸也只是将他们打掉了1/3的血量，和李长生的秒杀比起来相距甚远。将地面的丧尸清除，李长生从2楼又跳到了街道上。马鹏飞问道：长生大哥，不去超市2楼吗？李长生摇了摇头，没有意义，这些丧尸也能轻松跳上2楼，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资，没必要待在超市里坐以待毙。沈梦雨点了点头，说的没错，超市根本无法抵御丧尸的进攻，必须找到一个坚固的地方。没有了汽车，众人只能徒步出发。一行30来号人抱团前进，一只丧尸一个人可能打不过，但是30多人就很轻松。每人一发普攻或者技能，靠近的丧尸很快就被击杀。江上是一名盾牌战士，他拿着盾牌走在最前面。陈庆是一名僧侣，有着被动技能恢复光环，所以众人的体力恢复很快。靠着众人的通力协作，完好无伤地跨过了好几个街区。主要是现在的丧尸还不多，最多也就是3、5成群，再过几个小时便亦人数增多。等尸潮来临的时候，那可就很难抵御。就在此时，赵金龙发来了讯息：喂，长生大哥，我找了个好地方，是个教堂，我把地点发给你们。现在赵金龙都是以大哥来称呼李长生了。按照赵金龙标记的地点，众人很快就看到了那座教堂。铁质的大门，坚固的石墙，是一个可以暂时提供休息的场所。李长生带头击杀教堂广场前的丧尸，随后赵金龙等人打开大门。所有人进入教堂后，赵金龙等人立刻关上大门。教堂内除了新人以外，还有本地逃生的市民。市民们蜷缩在教堂里，对着十字架祈祷，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咒骂。赵金龙瘫坐在墙边，拿起香烟抽了起来。这里没有丧尸，暂时可以休息一阵子。王浩他们呢？马鹏飞问道。赵金龙摇了摇头，鬼知道呢，那家伙固执得很，喜欢一意孤行，估计带着他们那一车人去送死了吧。不要乱说，赵金龙。沈梦雨无语道。李长生数了数教堂里的新人，他们那辆大巴车死了一个，但是赵金龙这边只有20来个人。赵金龙叹了口气，大巴车撞电箱上了，有几个人被电死了，还有几个被丧尸干掉了。算上王浩那边20多人，加起来也就70多人，一共97人。试炼开始不到1个小时，就剩下了70多。按照这样的战损率，众人很难存活到第7天。李长生拿出地图放在桌子上，众人开始商讨接下来的路线。教堂只是暂时的庇护所，不能长久停留。李长生指着地图说道：浣熊市已经变成一座丧尸之城，现在大概率已经被隔离。按照美国政府的尿性，大概率会在这里投下一枚核弹，摧毁这座城市。众人闻言十分震惊，这类的科幻电影也有人看过，里面的情节大致就是如此。那我们该怎么办？一名新人问道。李长生指着附近的莱肯市，莱肯市是距离这里最近的城市，如果我们能逃出浣熊市，那么就不用担心丧尸的困扰，哪怕被警察抓住，也比待在这里强。赵金龙捻灭烟头，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去莱肯市，头顶有个核弹随时扔下来，我这心脏就受不了。看了眼地图，李长生还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主神会让他们轻易逃出浣熊市吗？这个必须要尝试一番才知道。随后众人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车辆较少的路线，决定再找一辆大巴朝着莱肯市进发。就在这时，教堂内发出了一声惨叫，一名本地市民被一只怪物拉扯到了空中，随后吃了下去。朝着教堂墙壁上望去，那里竟然有一只舔食者。警告：遭遇11级高级怪物舔食者。舔食者使用4肢爬行，可以在墙壁和房顶飞檐走壁，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无毛兔子，嘴巴能够伸出数米长的舌头，尖锐的舌头能够贯穿肉体，强度不亚于铁棍。紧接着又有一声惨叫传来，这次是一名新人。新人被舔食者舌头贯穿腹部，拉到了教堂半空中。赵金龙拿起沙漠之鹰对准空中的舔食者不停射击，然后都没有对其造成致命伤害。救救我！那名新人哭喊道。李长生持枪瞄准，开启热成像模式，找到了阴影中的舔食者，随后扣下扳机，一枪将其爆头，救下了那名新人。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1级被动技能飞檐走壁，是否附加于自身？是。这个被动太适合在城市中跑酷了。
第31章乌鸦群。依靠强大的感知力，李长生感应到这座教堂一共有5只舔食者。经过一番战斗，李长生一人击杀3只舔食者，剩下2只被其他新人合力击杀。马鹏飞的红缨枪刺穿舔食者的脑袋，嘴里惊呼好险！舔食者的舌头从他的脸颊飞过，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赵金龙也吓出了一身冷汗，手枪都打冒烟了。11级的高级怪防御力确实恐怖。一旁的沈梦雨吐槽道：“你要是能射准点，那只舔食者早死了。”赵金龙闻言有些不服气，说：“我射得不够准，你的弓箭也没见射中几次。”你懒得跟你计较。沈梦雨哼了一声。一旁的江上道：“大家不要争吵，要团结起来。”虽然这5只舔食者被干掉了，依然有舔食者从教堂的窗户爬进来，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李长生轻微打开大门，对准门外打出几发火雨射击，连续的火雨将门口的丧尸全部清理干净。李长生再次打开大门：“走吧，是时候离开了。”“快走！”赵金龙招呼众人。新人们立刻朝着教堂外进发，但是教堂内的市民发出了求救声：“不要走，请你们留在教堂，我们需要你们，求求你们别走，上帝保佑！”李长生没有多做停留，朝着前方的公交车跑去。愿意来的跟着走便是，不愿意走的那就留在教堂。他可没有留在教堂守护这群市民的打算，命都是自己拼出来的。这群人希望留在这里得到上帝的庇护，那就没办法了。马鹏飞冲入公交车，李长生紧随其后，将公交车上的丧尸全部击毙。新人们全部进入公交车后，马鹏飞发动汽车，朝着之前规定好的路线快速行驶。这条路线比较宽阔，车辆也比较少。靠着马鹏飞精湛的车技，公交车朝着莱肯市快速前进。路上车辆声鸣笛不断，李长生敏锐地感知到有2只怪物正在跟随车辆快速移动，将枪口对准目标方向，是2只在高楼大厦上飞檐走壁的舔食者。李长生打开车窗，从窗口翻越到车顶上，瞄准其中一只正在高速移动的舔食者，扣下了扳机。伴随着枪声响起，那只舔食者被打断了脖颈，一枪击杀。随后瞄准第2只从高楼墙壁一跃而起，朝着大巴车扑来。同时舔食者的舌头飞快弹射，对准舔食者的舌头再次开枪。子弹沿着舔食者的舌头命中舔食者的脑袋，将第2只舔食者也击杀。公交车内的众人欢呼雀跃：“卧槽，李长生大佬太牛逼了！我连普通丧尸都打不过，更别提舔食者了。要抱紧长生大佬大腿啊！”跟李长生一起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众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强大，跟着他感觉生命就会有保障，给人一种强烈的安全感。此时李长生站在车顶，他并没有放松警惕。天空一群乌鸦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警告：遭遇10级普通变异乌鸦群。黑压压的乌鸦盘旋在高空，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击。大巴的速度没有乌鸦飞行的速度快，感受到车顶变异乌鸦群的危险，沈梦雨和赵金龙也翻身来到了车顶。沈梦雨拿起弓箭，赵金龙拿起手枪，对准乌鸦群不断的射击。可惜他们的攻击命中率不高，而且都是单体攻击。天空这群乌鸦少说都有上千只。李长生现在有3个攻击型主动技能： D 级爆裂、C 级火雨、C 级闪电链射击。能对空中敌人造成群体伤害的也只有闪电链。李长生对准空中的变异乌鸦开枪，闪电链子弹命中其中一只乌鸦，随后电流开始疯狂传导。这一发闪电链射击直接干掉了100多只乌鸦，但是这一击也让乌鸦群发现了众人，上千只变异乌鸦俯冲而下。李长生连开数枪，每一枪都是闪电链子弹，空中的变异乌鸦群不停地坠落。等到他们冲到公交车跟前的时候，只剩下了200多只。李长生立刻返回公交车躲避攻击，乌鸦群开始疯狂攻击公交车，锋利的尖嘴每次攻击都能将公交车啄一个孔洞。车内的众人也开始释放各自的技能，对准窗外和头顶的乌鸦群展开攻击。公交车上，李长生也不敢使用闪电链子弹，因为这不是游戏，有军误伤的伤害是100%，这一枪下去，估计一车人就可能被电死了。李长生只能一枪一枪的攻击，就看新人们的努力了。乌鸦相对于普通丧尸还是弱了很多，好在最终不负众望，乌鸦群被清理干净。头顶的公交车盖子已经没了，变成了敞篷公交车。还有几个人不小心被乌鸦群咬伤，变异也是迟早的事情。那几人还不想死，所以自愿离开了公交车，选择去寻找解药。可是没走多久，便听到了他们死亡的讯息。沈梦雨表情凝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能被怪物抓伤或者咬伤。可是这种事情谁又能保证？
就连李长生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被怪物抓伤，只能谨慎再谨慎。公交车行驶在海边公路，还有不远就能抵达莱肯市，希望能顺利抵达莱肯市。江上祈祷道，可惜上天没有理会江上的祈祷，越往莱肯市走，车辆越多。本市的居民也不是傻子，也知道往周边城市逃跑，大量的汽车拥挤在这里，怎么鸣笛都不管用，路已经被堵死了。李长生率先走下了公交车，接下来的路就要靠步行了。众人见李长生下车，立刻紧随其后。靠近浣熊市边缘地带，这里的丧尸也少一些，许多人也跟李长生一样选择汽车步行。人们都加快步伐，朝着莱肯市那边奔跑。偶尔有丧尸经过，也被李长生一枪爆头。经过2公里的步行，李长生终于来到了浣熊市和莱肯市交界的地方。这条公路是2个城市之间唯一的通路。然而此时，这条路已经筑起了一座高墙，高墙之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类士兵，每人手中都荷枪实弹，将枪口对准了高墙下面的平民。第32章暴君。高大的围墙将唯一的出路堵死了，无论是平民还是营地的新人都无法获得通过许可。让我们过去，快点放我们进去，我们没有变异，你们可以检查我的身体。无论是平民还是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到高墙的另一边。然而迎接他们的是士兵的一梭子子弹，子弹打在地面，人们被吓得不断后退。上面的警卫队长发话了，任何人都不得通过这座高墙，凡是有敢越线者，格杀勿论。这就是摆明了不让众人离开这座城市。赵金龙吐了口痰，拿起手枪对准上面的警卫队，再不让我们通过，我们可就动手了。你们也就10几个人，你看看我们多少人，50多号人，全都有武器。赵金龙带头拿出武器，其他新人也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几乎每个人都配备一把基本手枪。警卫队立刻将枪口对准了众人，放下武器，不然我们开枪了。砰的一声，赵金龙率先发动了攻击，一发子弹命中高墙上的警卫队员，将其击杀。兄弟们，冲啊！杀掉这些警卫队，我们就能抵达莱肯市了。在赵金龙的带领下，新人们拿起武器，朝着高墙不断射击，局势一片大好。但李长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李长生深吸一口气，强大的感知力散发，危险的源头来自于天空，是10架直升机。难道他们要用直升机火力逼退众人？直升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李长生抬头望向夜空，在照明灯的映照下，看到了直升机的标志，保护伞公司。李长生敏锐地感觉到直升机里面有一个黑影，那个黑影比之前遇到过的所有怪物都要强大。快撤！李长生对着众人喊道。但是众人已经杀红了眼，甚至还有新人已经攀爬到了高墙之上，差一步就成功了，他们并不愿意放弃。就在他们激战正酣之时，10架直升机悬浮在众人头顶，投下10只巨大的人形怪物。警告，遭遇15级精英怪体103型暴君。警告，遭遇15级精英怪体103型暴君。冰冷的声音让所有人心头一颤。10只15级的精英怪比李长生的等级还要高3级。几名刚爬上高墙的新人被从天而降的暴君踩成了肉泥，另外几只暴君全部坠落地面，对浣熊市的人类展开了无差别攻击。距离暴君最前面的一名盾牌战士被暴君一拳砸扁，当场殒命。暴君十分强壮，是人形变异怪物，拥有发达的肌肉，双手为锋利的巨爪，一记利爪横扫就有3名新人当场被切成碎片。李长生拿起巴雷特对准不远处的暴君就是一枪，子弹命中头部，将暴君一击必杀。强悍如15级的精英怪也扛不住李长生的爆头攻击。就你叫暴君，名字还挺吓人的。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地级天赋力量强化。地级力量强化，力量增加 30%。李长生力量暴增，拿起巴雷特准备狙击第2枪。就在这时，一发 RPG 导弹从不远处飞来，李长生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立刻使出后跳技能躲避。RPG 导弹轰击在地面，爆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将半空中的李长生震飞了100多米远。李长生的身体砸进了一栋房屋之中，好在他的身体强壮，这种程度的攻击无法对他造成伤害。李长生翻身跃起，又有2发导弹从空中的直升机发射而来，而且地面还有3只暴君朝着他这边跑来。李长生立刻朝着远处跑去，跑了好几里地，躲开直升机追踪的同时，其中暴君已经悄然而至。抬头望去，一只暴君从天而降，双手交叉朝着地面砸来。李长生快速后跳，这只从天而降的暴君双手猛砸地面，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李长生趁着后跳的间隙，对准这只暴君脑袋就是一枪，将其击杀。随后外面那2只暴君已逼至身前，
其中一只暴君挥动沙包大的拳头，来不及瞄准，李长生同样一拳迎了上去。这一拳挥出，暴君的拳头连同胳膊竟然被李长生打断了。李长生也很惊讶，本以为自己会飞出去，想想也是，自己的属性已经相当于26级，又怎么会怕这区区15级的精英怪？而且还有地级30%的力量增幅，肉体强度已经强悍无比。李长生一拳将这只暴君轰飞出去，暴君撞在另一只暴君身上。李长生使出后跳，一发子弹射出，一枪射爆了2只暴君的脑袋。2只暴君到死都没想到，这个人类还是个近战高手。李长生根本不会什么近战招式，纯靠着本能在战斗，强大的反应和感知能够洞悉对手的招式，随后再发出充满力量的一击。这几分钟的时间，李长生一共干掉了4只暴君。现在没有人追击李长生，他打算返回刚才那里看看什么情况，小心翼翼地朝着原路返回。距离高墙处500米的地方，李长生通过倍镜观望，此时高墙处已经尸横遍野，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新人都死伤惨重。沈梦雨他们已经消失不见。李长生对准其中一架直升机，竟然在直升机中看到了被绑走的赵金龙。李长生拿起巴雷特瞄准直升机驾驶员，思索片刻还是没有按下扳机。要是把驾驶员打死了，直升机坠毁，估计赵金龙也就阵亡了。不仅是赵金龙，直升机带走了10个人，全都是营地的新人。直升机将他们带走做什么？人体实验？很有这个可能。一定要翻过高墙，将赵金龙他们救出来。此时高墙这边6只暴君站在地面巡逻，不让任何人靠近高墙。不是吧？一共10只暴君，李长生一人干掉了4只，剩下6只没一个人干掉。李长生也不啰嗦，给子弹附带所有特性，发动 C 级技能闪电链射击，一发子弹命中其中一只暴君，随后猛烈的电流连接周围的5只暴君，闪电所到之处，暴君纷纷倒地。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13级。看了下经验槽，本来就快升到13级了，这一发子弹下去，经验槽直接到了13级顶端，快升到14级了。在别的新人看来，这些暴君就是索命杀神，在李长生看来就是经验宝宝。第33章升级圣地，干掉暴君，再干掉高墙上的士兵，翻越这座高墙就变得十分容易。就在他准备开枪干掉士兵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又有10只暴君从高墙后面跳了出来。靠，没完没了了！李长生再一发闪电链子弹打出，10只暴君倒地身亡。技能是根据本命武器的伤害加成，所以李长生的闪电链伤害十分恐怖。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升至14级。李长生发现新大陆了，难道说这里其实是隐藏的升级圣地？紧接着又有10只暴君从高墙后面跳了出来。好好，这么玩是吧？李长生再次使出闪电链射击，这10只暴君也倒地身亡。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升至15级。李长生满心激动地等待下一波暴君出现，可惜下一波迟迟没有出现，没货了。就在此时，天空出现了数十架直升机，探照灯直接锁定了李长生的位置。刹那间，无数发导弹、子弹倾泻而来。李长生见状不妙，拔腿就跑。可能是主神检测到了李长生的 bug 升级行为，派出了大量直升机围剿。李长生有些无语，看这样子，就是不打算让他在这里练级，也不打算让他通过高墙前往莱肯市。如此多直升机，火力实在凶猛。李长生直接跳入小河中，憋气潜泳游出500米，随后吸气再次游出500米，连续几次终于躲避了直升机的追踪。太危险了，前往莱肯市这条路感觉行不通。无论干掉多少敌人，下一波就会有更强的敌人出现。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利用高倍镜查看高墙上的情况。高墙那里聚集了大量士兵，高墙之上还安装了许多自动防御炮塔。一只苍蝇从高墙边飞过，被炮塔激光击落。李长生竖起大拇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决定前往别的地方寻找求生线索。如果真没有别的办法，再返回这里强冲高墙。等了一会儿，狗子一瘸一拐的从不远处跑来，一发子弹命中了他的小腿。李长生拿出医疗箱，取出了子弹，然后使用医疗喷雾，再用纱布包扎。医疗喷雾效果很明显，狗子的伤势很快愈合。不得不惊叹黑球里商品的品质和一般的医疗喷雾不是一个档次。一般喷雾只能消毒，这个可以快速愈合伤口。此时天色已是傍晚，在路边找了辆越野车，和狗子漫无目的的朝着前方开去。没走多远，便听到了枪声。循着枪声，李长生来到了一个警察局。此时有大量丧尸围攻警察局，警察们使用重火力压制，但是看情况，被丧尸们攻入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时，李长生收到了提示：支线任务，拯救警察局中的吉尔和卡洛斯，任务成功将获得3000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能获得 C 级杀戮晶体，这个任务可以接下。李长生调转车头，朝着警察局开去，同时将枪口对准门口的丧尸，使出了闪电链射击。一枪下去，就有数十只丧尸被电死。警察局内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数十发闪电链子弹下去，将警察局周围的丧尸清理干净。随后，李长生翻身一跃，从墙边跳到了警察局2楼。此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丧尸，只要不闹出大动静，应该就不会吸引丧尸过来。在警察局内，李长生不仅看到了警察，还看到了李诗涵一伙人。李诗涵之前跟王浩他们开着大巴车离开，怎么又出现在了这里？你们就剩这点人了？王浩呢？李长生询问道。李诗涵哭泣着说道：全死了，就剩下了我们几个。不对，王浩还没死，他去蜂巢了。他去蜂巢做什么？他被丧尸咬了，说蜂巢那里有T病毒抗体，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听了李诗涵的描述，李长生大概知道事情怎么回事了。那一大巴车的人就剩下了这几个，太惨烈了。蜂巢其实是保护伞公司在浣熊市地下做建造的一栋大厦，整栋大厦是由一个名叫红后的超级智能电脑系统控制，包括大厦的保安、人员管理等等。这栋大厦主要用于保护伞公司对生物兵器的开发研究。现在这个局面，谁都没想到。赵金龙被保护伞公司带走，王浩被丧尸咬伤，孤身前往蜂巢。沈梦雨、马鹏飞他们也不知所踪。吉尔和卡洛斯走了过来，向李长生道谢。要不是李长生，警察局现在已经被丧尸攻破了。李长生道：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夜晚丧尸可能还会攻击。卡洛斯担心道：那我们该怎么办？李长生指了指警局大楼顶部，我看警局大楼顶部周围有电网，我们所有人今晚都住在顶楼，只要保证唯一的出入口不被攻破即可。警察们听从了李长生的建议，带着食物和装备将阵地转移到了警局楼顶。楼顶周围是高压电网，普通丧尸不会爬墙，只有舔食者会。迄今为止，李长生还没见到过猎杀者。猎杀者是一种人类和怪物结合，利用 T 病毒制造出来的怪物，长相类似蜥蜴怪，四肢行走，比舔食者要厉害许多。既然没有见到，那就希望那种家伙不要出现。现在已经是夜晚，本应该灯火通明的城市，现在漆黑一片，只有少数房间还亮着灯光。吉尔拿出地图，指着一旁的莱肯市道：如果我们能逃到莱肯市就好了。李长生摇了摇头：我已经试过了，不让过去。我们一行人在那里遭到了大屠杀。闻言，众人十分震惊。李长生跟他们详细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当局这么狠心。卡洛斯攥紧了拳头。警局的直升机呢？李长生问道。吉尔道：被执行任务的同事开走了，已经坠毁在回来的路上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李诗涵拉着李长生的衣角，浑身颤抖地问道。怎么办？李长生现在也不清楚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离开浣熊市。就在这时，吉尔的手机响了。第34章丧尸狂潮。电话里传来的男人的声音。吉尔将电话交给李长生，说电话里的人要找他。李长生拿起电话：你是哪位？你好，我是阿西福特博士。你英勇作战的画面我通过监视器都看到了。你现在是不是很想逃离浣熊市？我有一个交易，如果你愿意去学校拯救我的女儿安琪拉，我就会派直升机去接你们，让你们安全逃离浣熊市。支线任务：拯救安琪拉，任务完成将获得3000剧情点 C 级杀戮晶体1枚，是否接受？是。李长生目前也别无选择，最坏的方式就是强冲关卡，不过那种方式显然过于危险。可以，阿西福特博士，准备好你的直升机前往学校吧。就这样，李长生跟阿西福特博士达成了口头协议。李诗涵道：我们真的要去学校吗？李诗涵看了眼外面的丧尸，天黑之后，这些10级的普通丧尸已经变成了11级的狂暴丧尸，还好他们离警察局比较远，要是弄出大动静，这些狂暴丧尸就会成群结队的赶来。去啊，不然我们没有离开浣熊市的方法。尽管天色已晚，李长生还是决定去一趟学校。就在此时，卡洛斯指着不远处的黑影，好像有丧尸来了，大家小心。卡洛斯提醒道。李长生朝那里看去，是一只狂暴舔食者。所有怪物在夜里都提升了1级，前面加了一个狂暴词缀。一名警察忽然朝那只舔食者开枪，子弹命中狂暴舔食者，将其打了个踉跄。警察兴奋地呜呼喊了一声，然后发现周围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他这才发觉不对劲。卡洛斯破口大骂：你这个白痴！吉尔也十分无语。好吧，接下来有的忙活了。本来这里已经算安全了，只要不弄出声音，平安睡到明早不是问题。抱歉，我的失误。
那名警察自责地说道。众人没时间去责怪他，纷纷拿出各自的武器准备防御。从楼顶向下望去，大量的疯狂丧尸从远处奔涌而来。这场面，纵然李长生早有准备，还是被这么多丧尸给惊到了。这些丧尸不是从一个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李长生想起来，支线任务拯救吉尔和卡洛斯还没有完成，看样子是要抵御这些丧尸的进攻才能完成。不远处，大量的舔食者飞檐走壁，在楼房之间跳跃。舔食者直接冲入那些房间中还有亮灯的房子，没多久便传来楼房中人们的哀嚎声。太多了，这太多了！和李诗涵一起的小女生新人不断后退，双腿颤抖，已经被吓傻了。完了，这下真完了！李诗涵直接瘫坐在地面，嘴里念叨着：“王浩，你这个王八蛋！”李长生一听来了兴趣：“你和王浩什么关系？”李诗涵呜咽地说道：“我们是刚大学毕业的情侣，已经谈了4年多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就跟变了人似的。”原来是情侣，那你们运气还挺好的，被分到同一个新手村。李长生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地面打出了一发火雨弹。火雨弹的持续时间只有7秒，靠着高额伤害，凡是被火雨击中的丧尸瞬间化为灰烬。我要死了！那个混蛋丢下我一个人，混蛋王浩！李诗涵不住的哭泣。李长生又连续射了几发火雨弹，将丧尸多的地方清空。别哭了，大姐，你都会些什么？赶紧都使出来！李长生有些无语，这女人现在就只会哭。李诗涵道：“我的歌声能让丧尸减缓移动速度。”我靠，这能力很不错呀！快唱歌！李长生道：“好。”李诗涵擦掉泪水，开始唱起了歌曲。蕴含能量的歌曲传入丧尸狂潮之中，丧尸们的速度瞬间就减缓了许多。唱下去，不要停！李长生不停地开枪，火雨和闪电链轮番射出，不一会儿便将地面的丧尸狂潮全部击退。现在只剩下那些飞檐走壁的舔食者。舔食者从对面房顶一跃而起，跳到了电网上面。一阵电流闪过，舔食者被电得焦黑，但是电网竟然被他弄出了一个洞口。紧接着又有舔食者跳跃而来，李长生对准这些舔食者，不停地释放闪电链弹，他的巴雷特一直就没停过。同时，吉尔和卡洛斯也提供了不俗的火力支持。至于那几个叫不上名的新人，也就打死了几只丧尸而已，他们的等级还不到7级。李长生的枪都快打冒烟了。还是有几只舔食者跳了进来，一名新人躲闪不及，被舔食者的舌头刺穿的了心脏。另外2名新人吓得往另一个方向逃跑，结果脚踝被其他方向的舔食者缠住，拉到了边缘。李长生眼疾手快，一枪命中那根长舌头，将那2名新人解救。还没等回过神来，电网忽然被舔食者撞到了，那2名新人被电网压住，直接电死了。李长生将李诗涵拉到一边，对着舔食者连续输出。一只舔食者从侧面袭击李长生，李长生从腰间取出战刀，一刀将其劈成2半，同时身体后跳，一枪射穿前方的舔食者。经过数分钟的英勇搏杀，所有丧尸都被击毙了。这片区域终于安静了下来。警察局楼顶现在只剩下了4个人：李长生、李诗涵、吉尔、卡洛斯，其余人全部死掉了。这波战斗过后，李长生升到了16级，掠夺了大量属性点。同一种怪物的天赋只能掠夺1次，要是能重复掠夺融合就完美了。吉尔、卡洛斯瘫坐在地上，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谢谢你救了我们。吉尔道：“你是我见过最强的人类。”卡洛斯道：“李诗涵因为持久的唱歌，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李长生拿出一瓶水让他喝，他这才好了一些。谢谢你。李诗涵非常感动，同时也没想到能活下来。恭喜你完成支线任务，拯救吉尔和卡洛斯，获得3000杀戮币。C 级杀戮晶体1枚，不如打 BOSS 来的爽快。第35章，安琪拉击退丧尸狂潮。4人在房顶休息了一会儿，准备出发前往学校去救博士的女儿安琪拉。没有时间睡觉，4人便开着警车出发前往博士指定的学校。能早点离开这个破城市最好不过。卡洛斯负责开车，吉尔坐在副驾驶，李长生和李诗涵坐在后面。李长生闭着眼睛进行短暂的休息，同时强大的感知力在警惕着周围。李诗涵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这女人现在脑海里全是王浩最后毅然决然离去的身影。她只是觉得王浩是个混蛋，丢下他不管。而那时的王浩别无选择，王浩被丧尸咬了，他只能前往蜂巢那里赌一把，说不定能找到病毒解药。他们情侣之间的爱恨情长，李长生也懒得去了解。他现在正在思索如何解救安琪拉。拯救安琪拉的任务奖励和拯救吉尔、卡洛斯奖励一模一样，这也就表示任务难度差不多。老天，
别再来一次尸潮，还不如来一只 BOSS 打得爽快。越靠近学校这片区域，越是混乱。这边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有被感染。夜晚的街道上，到处都有人类奔跑的影子，嘴里大喊着救命。一名黑人老哥不停拍打警车，希望几人能载他一起。黑人老哥嘴里说得很快，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只丧尸扑倒。卡洛斯见状，猛踩油门扬长而去。路上可以看到人们慌张的逃窜。两个互相搀扶的好朋友看到有丧尸过来，竟然将他的朋友推给了丧尸，自己拔腿就跑。这患难见真情的友谊让人十分感动。没多久，警车便开到了指定的小学。学校门口停着不少车辆，一些家长特意赶过来接孩子，结果和孩子一起变成了丧尸。李长生从车上走下来，一发闪电链将校门口的10几只丧尸干掉。走进校园，这里异常的安静，安静的有些奇怪。学校院子里竟然看不到别的丧尸，这是怎么回事啊？夜晚的冷风吹拂，让吉尔和卡洛斯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李诗涵紧紧地跟在李长生身后。王浩离开后，李长生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这里安静的有些奇怪。李长生道。吉尔点了点头。难道这所学校没有发生变异？说完，吉尔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难道丧尸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卡洛斯道。漆黑的夜晚和丧尸玩捉迷藏，这种事情听着就让人害怕。突然，一个黑影从众人面前跑过，钻进了教学楼。就连李长生都被吓了一跳。李长生看清楚了，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异变的小孩，面色苍白，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异。丧尸小孩，等级5，攻击性低，一般不会主动发起攻击。这些小孩丧尸和大丧尸不同，攻击欲望较低，就是来回躲藏，突然出现有些吓人。随后，李长生走进了教学楼。楼道那里站着几个小孩丧尸，他们看到李长生几人，竟然没有主动攻击。既然他们没什么攻击性，李长生也就懒得开枪。要是枪声吸引大量丧尸，这拯救行动可就难办了。先找到安琪拉再说。你们几个知道安琪拉在哪吗？李长生尝试着询问道。一名小孩丧尸指了指2楼。好的，谢谢。李长生4人悄咪咪地来到了2楼。吉尔伸出大拇指，对于李长生能跟丧尸小孩交流这件事情感到十分佩服。来到2楼，从每个班级路过，班里或多或少都有10几个小孩丧尸，他们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4人路过。李长生在每个班级寻找，终于在最里面的班级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那个小女孩与众不同，其他丧尸小孩都在那站着，她则是拿着玩具熊蹲在那里，手里在画些什么。李长生走进教室，将教室里的其他丧尸小孩赶了出去。要是他们赖着不走，李长生不介意请他们吃枪子。走到安琪拉面前。安琪拉，李长生道。安琪拉忽然转过头来，苍白的面容吓了李长生一跳，就跟之前灵异电影里的女鬼差不多。安琪拉还是跟那些丧尸小孩有区别，她没有暴起的血管，眼睛也没有突出，就只是皮肤有些苍白。你是来救我的吗？安琪拉道。是的，跟我们走吧。李长生道。安琪拉指了指不远处的医药箱，我要带上那个。李长生走过去，将医药箱拿了过来，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 T 病毒抗体。原来安琪拉早就感染了 T 病毒，为了让女儿不变异成为丧尸，她的父亲阿西福特博士给女儿随身携带抗体。李诗涵激动地说道，有了 T 病毒抗体，王浩就有救了。安琪拉则说道，这只是抗体，只能暂时性缓解病毒，大概也就2、3天的时间。李诗涵依然十分激动，够了，这里有2针，维持5、6天没有问题，只要返回黑球那里，多重的伤势都能治好，哪怕是断掉的身体也能重新生长出来。李诗涵现在有些魔怔了，拿着医疗箱不愿意松手。安琪拉倒没有多说什么。走吧，安琪拉。李长生拉着安琪拉的手朝着教室外走去。此时教室外聚集了大量小孩丧尸，看到李长生出来，他们竟然主动让出了一条道路。李长生倒不担心这群小孩丧尸攻击，他们的攻击力甚至无法破除自己身上装备的防御。带着安琪拉，李长生走出了教学楼，4人身后跟着上百名丧尸小孩。吉尔和卡洛斯都非常害怕，万一这群丧尸小孩发动攻击就糟了。就在这时，一种铁器和地面摩擦的声音传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个巨大的人形怪物出现在了校园门口。怪物体型魁伟，手持巨大杵形斧头拖在地面行走，戴着亚麻头套，看不清他的面容。警告：遭遇15级 BOSS 变异屠夫，擅长巨斧挥砍，可使用震荡波攻击。屠夫出现，吓得小孩丧尸四散而逃。卡洛斯持枪的手有些发抖，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可怕的怪物。李长生倒觉得一般，比暴君丧尸体型能稍微大些，不过是巨大的利爪变成了杵形斧头而已。第36章屠夫。看到这只屠夫 BOSS 出现，
李长生身后的3人吓得不断后退，安琪拉紧紧抓住李长生的衣袖，大斧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带来的压迫感太强了。屠夫体型高大，身高接近2.5米，无形的压力让吉尔、卡洛斯、李诗涵3人害怕的不停开枪。子弹打在屠夫身上，他的身体只是稍微晃动了一下，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卡洛斯2梭子子弹都打完了，屠夫 BOSS 依然安然无恙。怎么办，长生？我们快点跑吧！李诗涵惊恐地说道。跑？李长生巴不得来 BOSS 呢。比起师朝杂兵来说，他更喜欢 BOSS。面对成千上百的杂兵，他需要开许多枪，而面对 BOSS， 他只需要1枪。看着屠夫 BOSS， 李长生用舌头舔了一下嘴角，表情异常兴奋。这可把吉尔和卡洛斯吓坏了，心想他不会是被吓傻了吧？李长生将安琪拉交给李诗涵，然后就朝着屠夫走去。吉尔和卡洛斯拽都拽不住，两人万分惊讶，他们俩的力量加起来竟然没有李长生强。从李长生的表情上还看不出他发力的样子。两位松手吧，我要干掉这只屠夫。李长生已经在期待能掠夺到什么。吉尔道：别冲动，你看那家伙就站在那里不动，我们可以换一条路出去。卡洛斯道：子弹对他不管作用，趁现在快跑吧。李长生道：你们往后稍稍，接下来我要……话还没说完，屠夫挥动巨斧猛砸地面，猛烈的冲击波从斧头发出，瞬间将李长生3人震飞出去。李长生翻身跃起，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砸了一下，好在自己身体强壮，并无大碍。但吉尔和卡洛斯都吐出了一口鲜血，感觉天旋地转。李长生将他俩抱到安全地带，随后掏出巴雷特对准屠夫的脑袋。屠夫手持巨斧已经朝他跑来，李长生一发子弹射出，洞穿屠夫的脑袋。屠夫的动作瞬间停止，跪坐在地面，然后倒了下去。恭喜你击杀15级 BOSS 屠夫，能量满值升至16级。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C 级天赋怪力。检测到你有 D 级天赋力量强化与此天赋冲突，是否将其替换为 C 级天赋怪力。 C 级天赋怪力，力大无穷，力量属性增加 50%， D 级力量强化增加 30% 力量， C 级怪力增加 50% 力量。李长生自然选择替换。获得 C 级天赋怪力后，李长生感觉力量又增强了不少，一拳下去，旁边的小树直接被打断，还爆出了一件蓝色的装备。武器：屠夫的行刑斧，品质卓越，等级15，攻击力45至55，特效1，攻击附带流血效果，使其伤口难以愈合。这件武器还算不错，可惜不是李长生擅长使用的类型。看到屠夫怪被李长生一枪击杀，吉尔和卡洛斯惊讶不已。那么强的 BOSS， 他们的子弹无效，但是却被李长生一枪干掉了。在吉尔看来，李长生那把狙击枪大有文章，在他不使用狙击枪的时候，狙击枪就消失不见，使用的时候就会凭空出现在手上，像是在变戏法一样。这时博士的电话打来，吉尔将电话交给李长生。博士道：精彩的战斗，直升机呢？李长生问道。直升机就在保护伞公司的楼顶，还请你们前往那里，我把地址发给你们。李长生对这个博士有些无语，学校这里很空旷，为何不直接把直升机停在这里，还要我们再跑一趟？你就不怕你女儿路上遭遇袭击吗？博士道：实在抱歉，公司那边同样有2名重要人员需要带走，谨慎考虑后还是将直升机停在了那边，这是军方的要求，我也没办法。挂掉电话，众人便乘车前往保护伞公司。一路上最为忐忑的当属李诗涵了，因为之前离开的王浩也去保护伞公司那边了。李诗涵抱着解药，期待能够遇到自己的男朋友。半个小时后，众人来到保护伞公司大楼，此时这里已经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有少量的丧尸。吉尔道：这里是保护伞位于浣熊市的分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但我之前调查过，他们不止表面上这么简单。是不简单，丧尸病毒就是他们研发的。李长生淡淡的说道。吉尔和卡洛斯十分震惊，这次丧尸危机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保护伞公司。进入保护伞公司大门，门口有几只游荡的丧尸，轻松干掉后进入了大楼内部。大楼内十分凌乱，办公用品散落一地，地上还能看到血迹。走廊内偶尔有几只丧尸出现，也被李长生一枪爆头。李长生来到电梯跟前，电梯停在了1楼，可是无论他怎么按电梯按钮，电梯始终无反应。李长生扭了扭脖子，将手指插进电梯门缝，用力一掰，将电梯门直接拉开。一阵电光闪过，电梯里竟然是一只舔食者，他的舌头卡在了电梯上方的缝隙之中，导致电梯无法运行。李长生一枪爆掉舔食者的脑袋，随后寻找另一个电梯。这个电梯里面没有舔食者，缺点就是没有电。
这边的电力系统遭到了损毁。想了想，还是爬楼梯吧，虽然只有50层，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是很轻松的事情。走吧，上楼梯。李长生挥了挥手，带领众人朝楼梯那里走去。汪汪！回应李长生的竟然是狗叫。李长生都懵了，谁变异了？侧身一看，竟然从庭院那边冲进来2只变异猎犬。这些猎犬都是保护伞公司训练，用于保护庭院安全。2只猎犬的移动速度极快，吉尔和卡洛斯连开数枪都没有击中。还好李长生有经过快速移动训练，一发闪电链射击将2只猎犬击毙。卡洛斯捂着心脏，最讨厌狗了，尤其是不拴绳子的。吉尔捶了卡洛斯一下，你刚才竟然躲我后面，你是男人吗？让一个女的站前面。卡洛斯尴尬地挠了挠头。随后几人沿着楼梯向上走去。第37章，爱丽丝。前20层还没什么，李长生也没感觉到累。后30层的时候，楼梯里出现了许多丧尸的尸体，有被刀砍断的，也有被枪爆头击杀的。这些丧尸都是保护伞公司的员工。从第20层开始，上面楼层的丧尸几乎都是被这2种方式击杀。有几个人会在这个世界用刀？李长生想了想，除了王浩以外就没别人了。那就说明王浩还活着，不仅活着，还从20楼的楼梯一路杀到了50楼顶层。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善用枪械的伙伴，难道是赵金龙？但是李长生记得赵金龙已经被直升机带走了。无论如何，在楼顶一看便知。李长生拉着安琪拉加快步伐，吉尔、卡洛斯、李诗涵3人呼哧带喘的攀爬，终于来到了50楼顶楼。李长生在天台上看到了那2个人，王浩和爱丽丝。爱丽丝注射了 T 病毒并经过了改造，拥有超强的体术和自愈能力， T 病毒完美净化人类。王浩在这里不意外，为何爱丽丝会在这里？看了眼王浩，他的身体已无大碍，并没有变成丧尸。李诗涵激动地跑了过去，和王浩相拥。太好了，你还活着！李诗涵泪流满面，但是王浩面无表情，推开了李诗涵。李诗涵一脸诧异地看向王浩，不清楚他这是在做什么。你怎么了，王浩？你不认识我了吗？王浩没有搭理李诗涵，反而抽出长刀指向李长生。排行榜第1的李长生，我想跟你切磋切磋。李长生面容冷峻，你可想好了，我的武器伤害可不是你能承受的。王浩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从他自信的表情可以得出，他应该是得到了强化，或许是 T 病毒强化，亦或许是记忆病毒强化。这次强化让他自信心爆棚。王浩冷笑道，不要以为你等级第1就了不起了，我已经经过了 T 病毒强化，属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你等级现在是16级，我现在是10级，经过 T 病毒强化的我相当于多了5级的属性，所以我现在相当于15级。李长生竖起大拇指，厉害，这么算的话，不还是比我低1级？王浩自信地说道，相差1级的属性而已，可以忽略不计，配合我的刀法、身法、技能，你绝不是我对手。一旁的李诗涵惊恐地喊道，不要冲动，王浩，我们都是同一个阵营的。王浩道，切磋一下又没什么，杀那些丧尸跟砍瓜切菜一样没意思，你打不过他的。李诗涵再次说道，他见识过李长生的攻击力，一枪就干掉了15级的 BOSS 屠夫，即便是20级的强者也不可能做到，但李长生却做到了。纵然王浩强化过了，但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王浩走到李诗涵跟前，扇了他一巴掌。李诗涵愣在那里，疑惑地看着王浩，随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你这个臭婊子，才跟我分开不到1天，就开始给别的男的说话了。我没有，他真的很强。啪，又是一巴掌。他旁边的爱丽丝都看不下去了，制止了王浩的行为。爱丽丝道，既然你们都觉得自己强，那就比试一下，点到为止。于是乎，一场莫名其妙的战斗就开始了。王浩手持追风刀，一脸谨慎地看着李长生。一直以来，李长生的等级都比王浩高，这让王浩心中十分不满。他想成为117号营地的最强者，想要跨过这一关，就必须击败李长生。而李长生并没有掏出巴雷特，他从物品栏中取出了震动长刀，是从黑球那里花费1000杀戮币兑换的。小铁如泥，你是在瞧不起我吗？王浩愤怒地说道。李长生耸了耸肩，你尽管试试就知道了。王浩这种对手还真不需要他取出巴雷特，一枪就了结了他的性命，这切磋就没有了意义。锋刃连击，王浩被激怒了，连续3道锋刃朝着李长生飞来。李长生拿起长刀，轻松将锋刃化解。王浩有些难以置信，一个枪手近战竟然这么厉害。随即王浩便冲了过来，选择了和李长生近身搏斗。通过 T 病毒强化后的王浩身体素质确实提升了不少，每一招都非常的凌厉。可是在李长生眼中，
就跟慢动作无疑。李长生没有学过刀法，但是却能轻松格挡他的攻击，每一次格挡都让王浩感到双臂发麻。王浩心里一惊，这家伙力量怎么这么强？李长生一记反手挥砍，这次轮到王浩格挡，刀刃相碰的一瞬间，王浩便被震飞出去。要不是爱丽丝抓住，他已经从大楼上掉下去了。李长生收刀入鞘，还要比吗？王浩神情有些恍惚，那一刀让他感觉天旋地转。你也得到了T病毒强化？王浩质问道。李长生冷笑一声，并没有。那你一定是兑换了力量型的血统，肯定是这样。你完了，一个狙击手兑换近战类型血统，你的天赋白白浪费了。王浩已经陷入了癫狂，好不容易T病毒强化成功，还想着能够超越李长生，却不曾想在女朋友面前被打脸了。T病毒强化有一定概率失败，他扛了过来，可依然不是李长生的对手，这让王浩的自信心备受打击。我是什么样的强化方向你就不用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李长生平淡地说道。此时远处飞来了一架直升机，李长生询问爱丽丝，你们也接到博士的电话了吗？爱丽丝点了点头，是的，他让我们去营救女儿，但后面又打来电话说不用了，是你们营救的吧？是这样的，李长生道。安琪拉就站在李长生旁边，十分的乖巧。直升机缓缓降落在平台，两名全副武装的人员从里面走出，一名人员跑过来将安琪拉抱走，另一名人员招呼众人赶紧上直升机。爱丽丝、王浩也上了直升机，只有李长生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看到直升机旁边的标志是保护伞公司，如果是军方的话，他还可能会去，但如果是保护伞公司的直升机，那还是算了。吉尔焦急地说道，长生，快走吧，直升机要起飞了。卡洛斯也连忙招手。李长生摇了摇头，我不打算离开。王浩、李诗涵，我建议你们待在这里。王浩拒绝了李长生的好意，执意要搭乘直升机离开。李诗涵的选择和王浩一样。第38章避难所。众人搭乘直升机离去，天台上只剩下李长生和狗子。恭喜你完成支线任务，拯救安琪拉，获得3000点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李长生猜测，一旦进入直升机，最后降落在保护伞公司的老巢，到时候可就身不由己了。李长生在保护伞公司大楼转了一圈，找到了几支药剂，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不知道哪个是 T 病毒，反正全带上就是，万一被丧尸咬了就蒙一个。他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点，长处是一击必杀的能力，无论人神；弱点是防御能力，这一点就要靠掠夺者天赋来弥补。可惜现在没有出现很强的 BOSS， 没有掠夺到很强的天赋和技能。从保护伞大楼走出，旁边的电话停响了。李长生拿起电话，是博士打来的。你没有上直升机是正确的，博士说道。我看到保护伞公司的标志了，你开始就在骗我们。我也是为了救女儿，实不相瞒，我是保护伞公司的一员，你那几个被带走的同伴大概率会被抓走做实验，对此我感到很抱歉。没有别的事的话就可以挂了。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10月1日军方将会用核弹摧毁浣熊市，你还有3天的时间。感谢你的提醒。挂断电话，坐上警车，一人一狗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公路上面。不知开了多久，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朝阳从东边缓缓升起。这时聊天频道终于有了动静，沈梦雨发出了消息，有人还活着吗？我们现在位于浣熊市的地底避难所，如果有人还活着，请赶往这个坐标。沈梦雨还活着，这真是个好消息。李长生还以为人都死完了。打开收音机，迎着清晨的阳光，朝着坐标点快速驶去。几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浣熊市郊区的核避难所。搭乘升降梯可以从地面下降到地下数百米的地方。李长生坐上升降梯，升降梯缓缓下降，上面的盖子合上，通道内有灯光，一直到地下300米的位置停了下来。这里是一个由钢铁铸成的地下避难所，可以避免人们被核武器袭击。听说是一位富豪和军方联合起来修建的，而那名富豪早已死去，这里随后无人看管。这次丧尸危机爆发，有不少人选择了在这里躲避。从升降机走出，来到了一个钢铁房间中，沈梦雨、马鹏飞、陈庆都在这里，还有一个女性新面孔，李长生没有印象。沈梦雨一脸诧异，你不会不认识苏瑶妹妹吧？苏瑶？李长生脑海有了印象，好像是之前排行榜第8。第一次见。李长生道。苏瑶身穿紧身夜行衣，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胸部极其有料。沈梦雨道，之所以你之前没注意到苏瑶妹妹，是因为她的天赋地级存在感降低。降低存在感的天赋？李长生感到震惊，竟然还有这种天赋，这不是小黑子吗？确实，有了这个天赋，
很难让人注意到苏瑶，即使他从你面前走过，你也会不自觉地将他忽略。所以他的职业是，那肯定是刺客了。本命武器暗影匕首，杀人于无形之中。沈梦雨道。接下来众人聊了一下昨天莱肯市交界处发生的情况。根据沈梦雨的描述，10支暴军降临后对人群展开了屠杀，新人们几乎全部阵亡。他们的小队长江上负责断后，这才让沈梦雨几人逃脱。之后江上和赵金龙等人就被抓走了，不知所踪。而他们剩下这几人狼狈逃离，四处打听，找到了这个核避难所。李长生将10月1日核武器攻击浣熊市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众人对此表示，只要一直待在这里，就等躲过核武器攻击。是这样的，地下300米的通道上面还有几层防护盖子，除非核武器精准打击避难所，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军方的目标是摧毁浣熊市里的丧尸，而这里远离浣熊市中央，只可能受到核武器波及。理想状态下，在这里待到任务时间结束没有任何问题。李长生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休息，已经熬了1天1夜，必须要休息一下。找了一个房间，狗子守护在身旁，就这样睡着了。等他醒来已经是下午，外面传来了吵闹声。李长生走出去询问情况，不出意外又出意外了，避难所里有人发生了变异。好在马鹏飞他们及时处理，将其关在了笼子里面。众人围在笼子旁边，里面关着2只变异丧尸，对着众人不断嘶吼。李长生询问为什么不杀掉这2只丧尸。这时一位基督徒走了过来，为什么要杀他？虽然他们变成了丧尸，但他们也是受害者，只要我们不断地向上帝祈祷，他们会变回来的。基督徒的话竟然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李长生看向沈梦雨和马鹏飞等人，他们耸了耸肩，表示也十分无语。这些都是本地市民，整个避难所大概有200-300本地人，营地新人只有不到10个。这些上百名本地市民已经出现了拉帮结派的情况，有黑人派别，有白人派别，还有基督派别。李长生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他们竟然愚蠢地以为丧尸通过祈祷可以恢复。李长生也懒得跟他们废话，直接开枪干掉了那2只丧尸。10几名基督徒冲了过来，想要找李长生麻烦。李长生将枪口对准他们，如果你们觉得我做的不妥的话，我可以现在送你们去见上帝。此话一出，基督徒们瞬间安静了下来。他们内心信仰上帝，但现在还不想去见上帝。为了保障庇护所的安全，所有人必须报告变异情况，有被咬伤的需要报告。李长生所说的话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丧尸的问题解决了，又有了新的问题。有的人开始哭诉饿了，有的人哭诉没水喝。对于李长生等人来说，他们的储物篮都带足了食物和水，顶多也就是1-2人的份，不可能分给这么多人。马鹏飞吐槽道，要是没有这群本地市民就好了，真麻烦。第39章粮食危机。触发支线任务，避难所的粮食危机，为避难所民众找到维持7天的物资。任务完成后，每人将获得2000杀戮币，地级杀戮晶体1枚。一听有杀戮晶体，马鹏飞直接兴奋地吼了起来。沈梦雨等人的样子也十分开心。李长生无法体会他们的感觉，他认为这个任务吸引力一般，主要他之前做的都是给 C 级杀戮晶体的支线任务。马鹏飞激动地说道，长生大佬，太好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就有地级杀戮晶体了，可以兑换一个1级血统或者一个地级技能。沈梦雨道，我也可以购买1级精灵血统了。地级杀戮晶体可以分解为3个1级杀戮晶体，3个1级可以兑换一个血统，所以他们十分兴奋。对于李长生这种大口吃肉的人，确实 get 不到他们的兴奋点。不过既然大家都愿意去，李长生也肯定会出一份力。蚊子再小也是肉。马鹏飞拿出地图，这里有座大超市，距离我们有5公里远。沈梦雨道，首先我们要去停车场那里找一辆大巴或者大货车，最好是2辆。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找车。乘坐升降梯来到了地面，将周围几只丧尸清理干净。附近停着2辆越野车。这次行动一共10个人，李长生、沈梦雨、马鹏飞、陈庆、苏瑶，剩下5个都是不太认识的新人。众人分别驾驶着2辆越野车朝着超市驶去。很快众人便来到了沃尔玛大超市。超市门口聚集着10几个丧尸，这些丧尸几枪轻松解决。随后马鹏飞等人去附近寻找大货车，其他人负责搬运物资。不一会儿，马鹏飞和另一名新人开着2辆大货车来到了超市门口。众人将物资全部装往车厢，期间也就几十只丧尸冲了过来，全部被李长生给干掉。随后众人便带着2辆大货车的物资返回了避难所，顺着洞口将物资全部倾倒进去。下面的人负责将物资运往更深处，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轻松完成这个任务。支线任务，避难所的粮食危机完成，每人获得2000杀戮币，
地级杀戮晶体1枚。众人欢呼雀跃，这个任务完成的太顺利了，每个人都有了一次兑换1级血统的机会。接下来众人只需要在避难所度过剩余的5天即可。这个避难所内部非常大，甚至有训练场、篮球室。闲来无聊，李长生就跑去训练场练习射击，和沈梦雨相互比精准度，每次都是李长生胜出。沈梦雨嘟着嘴说了句不玩了，然后就回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倒清闲。就这样，李长生在避难所待了3天。明天就是10月1号核弹投放的日期。避难所上方安置了摄像头，可以在避难所的监控室看到外面的景象。除了偶尔游荡过去的几只丧尸外，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在众人以为可以平安无事的度过这一天，迎接明天核爆的时候，意外还是出现了。到了中午的时候，3架保护伞公司的直升机来到了避难所不远处。马鹏飞看到后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李长生。李长生立刻来到屏幕上查看，从直升机上跳下来了2个类似暴君的人形怪物。此时他们正在搜寻避难所的具体位置。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李长生拿起武器，决定出去解决掉这2个怪物。沈梦雨等人和他一起乘坐升降梯来到了避难所大门口。升降梯大门打开，远处走来了那2只怪物的身影。警告：遭遇16级精英怪，复仇女神，可使用加特林和火箭筒攻击。这2只怪物长相酷似暴君，左手被改造成了加特林机枪，右手拿着 RPG 火箭筒。但李长生注意力不在武器上面，而是这2只怪物的面容。赵金龙和江尚，他们2个被改造成了复仇女神。怎么看着像江尚和赵金龙？我没看错吧？马鹏飞揉了揉眼睛。李长生道：没看错，他们被改造了。事情变成这样，李长生觉得自己也有问题。那天他们被直升机带走，他没有选择开枪。他担心的点在于击杀驾驶员，直升机会坠落，大概率会导致新人死亡。但如今看来，即使他没有开枪，结果也是被改造成了怪物。如果换一种思路去选择救他们，而不是待在避难所，是否事情会有转机？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赵金龙已经拿起加特林对准众人，李长生抬起枪又放了下去。加特林机枪扫射之处，众人纷纷躲避。很显然，赵金龙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变成了杀戮机器。江上也扣动扳机，2人一同开启扫射。江上是沈梦雨的队长，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该怎么办？长生大佬，马鹏飞躲在建筑后面大声问道：你们对付江上，我对付赵金龙，可他是我们的队长，下不去手。马鹏飞道：那就先打断他们的双臂，让他们使用不了武器。收到。马鹏飞等人立刻执行。李长生也不忍心干掉赵金龙，以他的攻击力命中赵金龙的主躯干，他必死无疑。但如果攻击他的4肢，便不会让他死掉。这样的话，只要返回黑球那里，就能让黑球治疗他的身体，将他恢复如初。李长生看了眼赵金龙，他抬起右臂准备发射 RPG 导弹。李长生抬手就是一枪打断了他的右臂，火箭筒掉落在地上。随即他又准备加特林扫射，李长生又是一枪打掉了他的左臂。2件武器掉落在地，复仇女神也就没有了威胁。另一边，沈梦雨、马鹏飞、陈庆、苏瑶还有几名新人合力围攻江上，半天竟然没有拿下，反而付出了1名新人死亡的代价。李长生见状，对准江上的双臂就是2枪，废掉了他的战斗力。长生大佬牛逼！马鹏飞呐喊道：长生小心啊！沈梦雨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惊恐。看到沈梦雨的表情，李长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偷袭了。转过身，一把凌厉的追风刀出现在李长生面前。王浩不知从哪里出现，对李长生发动了袭击。第40章复仇地烈焰。等李长生看到的时候，就感到不妙了。这个距离已经很难躲闪，感觉要被这一刀砍掉20-30%的血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金龙忽然挡在了李长生面前，替他挡住了这一刀。李长生愣在了那里，王浩为何会出现？为何要偷袭自己？赵金龙为何要为自己挡刀？王浩这一刀从赵金龙肩膀砍到了心脏，看到没有砍到李长生，随即快速后撤。为什么要为我挡刀？李长生此时冷静的有些吓人。赵金龙笑了一下，刚才那2枪的疼痛感让我恢复了一些理智。我之前不是说过，谁要想在我面前伤害你，就必须从我尸体上跨过去。我是个言而守信的人。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赵金龙鼓足最后的力气说道：我有个女儿叫赵雨禾，如果你遇到她的话，麻烦照顾一下她。如果她还没死的话，这就是我最后的遗言了。新人赵金龙阵亡。冰冷的声音传入众人的脑海。李长生将赵金龙的身躯缓缓放在地上，随即走向不远处的王浩。他显得有些平静，但沈梦雨他们清楚，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首先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偷袭我？
李长生道。王浩杀掉赵金龙后，表情没有任何异样，反而拿着刀，表情有些玩味的说道：“这里是杀戮世界，偷袭这种事情很常见，你不会还没有搞懂游戏规则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现在杀掉你，可就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了。”李长生现在对这个王浩已经忍无可忍了，这货就是一个嫉妒自己的跳梁小丑，仗着自己多了一些强化，就想将李长生挑下马。而今天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激怒了李长生。杀掉我？你没跟着坐直升机可惜了，我在保护伞公司接受了 G 病毒进化， G 病毒比 T 病毒还要强大，现在我的属性已经相当于20级的强者，你现在才16级，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李长生轻笑一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王浩的脸色变得阴沉，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臣服于我，当我的马仔。李长生只是对着他勾了勾手指，不要再叫嚣了，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真正实力。王浩现在十分愤怒，因为这次李长生依然没有掏出他的本命武器。瞧不起我，我今天让你死在这里！王浩手持追风刀，辗转腾挪，好似移形换影一般来到李长生面前，一刀挥下。本以为是万无一失的攻击，却不曾想被李长生单手抓住了手臂。12级的时候，李长生的属性已经相当于26级，现在他16级，还掠夺了那么多的丧尸，属性早已超越30级。王浩自以为很快的动作，在李长生面前就跟慢动作一样。李长生左手抓住王浩的右臂，右手按住他的肩膀，用力一扯，王浩的右臂硬生生被扯断了下来。啊！痛苦的哀嚎声从王浩嘴里传来，他看着自己被扯断的胳膊，难以置信地往后退去，来不及止血，鲜血不断从他的胳膊喷涌而出。他看向李长生的眼神满是恐惧。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王浩不停地自言自语。李长生没有说话，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另一只胳膊，用力一扯，左臂也被扯断。啊！在一声惨叫传来，王浩直接吓得瘫软在地，失去了双臂。他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个人棍。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这是杀戮世界，这种事情很常见，这可是你亲口说的。李长生说罢，跨坐在王浩的肚子上。求求你放过我。对了，你是不是喜欢李诗涵那个婊子？我把那个婊子让给你，你可以像对狗一样使唤她，她以后就是你的宠物。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当你的宠物，你想做什么都可以。王浩的这番言论可谓十分炸裂。很抱歉，在你选择偷袭我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个必死之人了。李长生没有因为他的求饶而选择放过他。王浩哀求道：“赵金龙的死是个意外，我没想过要杀他，是他自己冲过来的。那你意思是想要杀我了？要是没有赵金龙替我抗这一刀，我的属性再差点，是不是已经被你杀了？”李长生的质问让王浩哑口无言，眼见自己无法活命，王浩的脸突然变形，变成了丑陋的怪物模样，想要用嘴里的触手攻击李长生。李长生冷笑一声：“看来你的 G 病毒强化并不完善啊！”随即一拳砸向他的嘴巴，将脸部直接打成了一滩烂泥。王八蛋，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杀戮世界！李长生一拳一拳地打在王浩的脸上，周围的地面都为之颤动。不远处观战的沈梦与几人不敢说话，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暴怒的李长生，不知道砸了多少拳。等李长生气消得差不多了，王浩身体已经残破不堪，死得不能再死了。李长生站起身来，扭了扭脖子：“感谢你，王浩，让我知道了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击杀王浩，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地级技能被刺，是否获得？否。李长生看向马鹏飞等人询问道：“江上那边怎么样了？”马鹏飞被李长生的杀气吓到了，吓得好一会儿才说出话：“还活着，只要坚持到任务结束，应该还有救。”那就好。李长生点了点头，拿出水瓶开始清理手上的污渍。今天的事情让李长生明白了一件事：坐以待毙绝不是什么好事，主动权都在别人手上，生死由他人操控，这是李长生最不爽的一点。马鹏飞，你会开直升机吗？李长生问道。马鹏飞点了点头，在黑球那里兑换了各种载具的驾驶经验，应该没问题。好，上直升机，朝莱肯市出发。李长生道。马鹏飞也是性情中人，好，去莱肯市。两人钻进了直升机。沈梦雨焦急地大喊道：“明天浣熊市就要被核弹攻击，你们这时候要去哪里啊？”李长生对着沈梦雨挥了挥手：“你们安静地待在避难所等好消息。”第41章公司大厦。感谢保护伞送来的直升机，马鹏飞负责驾驶。虽然刚开始有些摇晃，但后面就熟悉操作了。毕竟是第一次开直升机，不能要求那么多。呜呼！第一次开直升机的马鹏飞十分兴奋。去莱肯市，从这片没有防御的地带飞过去。李长生道 ：“OJBK。”马鹏飞完全没有犹豫，朝着莱肯市的方向快速飞去。
至于李长生这次要做什么，那肯定是要炸掉莱肯市保护伞公司的支部。既然敢派兵追击，那就要想好后果。很快，直升机就飞越了莱肯市的边境。直升机里也收到了保护伞公司的语音，请立即停在原地，等待调查。李长生直接关闭了语音系统，朝着莱肯市保护伞公司的大楼飞去。相比于浣熊市的丧尸遍地，这边一片美好的景象，人们依然在过着日常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这种日子是不会持续多久的。一个城市都被感染了，另一个城市肯定无法幸免。病毒会通过下水道、河流，甚至是边缘地带的动物传播过去，只是时间问题。看过《生化危机》的都知道，病毒最终蔓延全球，人类几近灭绝。李长生不会考虑这个世界人类的生存问题，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保护伞公司。很快，直升机便来到了莱肯市的保护伞公司大楼，楼顶已经有大量暴君严阵以待。保护伞公司在他们的暴君项目中率先研究人类突变体。暴君与一般的丧尸不同，他们拥有一定智慧。由于这种智能，暴君被认为是军事用途的终极生物武器。同时还有2个复仇女神扛着 RPG 火箭筒，复仇女神对着直升飞机扣动扳机，2发 RPG 导弹迎面飞来。李长生连开2枪，将导弹在半空击落。马鹏飞，你开着直升机离开这里。李长生道。马鹏飞惊愕道：那你怎么办？不用担心，你赶紧走。李长生从直升飞机上一跃而下，朝着大楼边缘跳去。马鹏飞直接看傻眼了，这个高度跳下去会死人的。不过他也来不及管那么多，调转直升机方向朝着浣熊市开去。长生大佬，五运昌隆，一定要活着回来。李长生耳边响起马鹏飞的呐喊。李长生拥有飞檐走壁的天赋，跳落大厦边缘的时候，用手抓住大厦的墙壁，整个人沿着墙壁下滑了10几米，手指插入大厦之中，将身形稳定。随后他快速向上攀爬，在最高处一跃而起，2发子弹射出，精准地将2名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复仇女神击杀。随后10只暴君快速袭来，李长生冷哼一声，一发闪电链子弹射出，10只暴君当场殒命。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17级。击杀复仇女神，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地级天赋枪炮专精，是否附加于自身？地级枪炮专精，枪炮类武器伤害提升 30%， 精准度提升 30%。 是。这下李长生的攻击更加具有威力。剩下的保护伞公司安保人员被2发闪电链全部带走。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个天台就只剩下李长生一人站在那里，点了一根香烟，深吸一口气。李长生朝着保护伞公司内部走去，楼梯上不时有安保人员冲上来，全部都是一枪一个，经验轻松到手。进入顶层大楼，这里是信息监控室，大屏幕上显示着各个地方的监控。面对监控室内的保护伞职工，李长生淡淡的说道：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离开这里。10、9、8。随着李长生的倒计时，有一些员工慌忙跑路，有一些则不愿意离去，反而在呼叫安保人员和暴君。倒计时结束，李长生便开始了毫不留情的大屠杀。几发闪电链子弹射出，将监控室内的人员全部击杀。随后，李长生拿出对讲机，对整栋大楼发出了通告：我现在在顶楼，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我会从顶楼一层层的杀下去，最后摧毁整栋大楼。如果你们想将损失降到最低，就让你们领头的来找我。整栋大楼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李长生冷哼一声：保护伞公司，我不去找你麻烦，你反而得寸进尺。随后，李长生履行他的诺言，从50楼杀到了40楼，凡是看到的全部击杀，毫不留情。在第40层的时候，李长生看到了惊人的一幕。这一层全是培养皿，里面培养着各种人体，有爱丽丝的克隆体，甚至还看到了王浩的克隆体。在其中一个培养皿中，李长生发现了浑身赤裸的李诗涵，击碎培养皿，将李诗涵从中拖了出来。他还没有死，咳嗽了几声，便呜哇一声大哭起来。你们被带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李长生询问道。李诗涵呜咽道：我们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往我身体里注射不明液体，我好害怕。杰尔和卡洛斯呢？李诗涵摇了摇头，不清楚，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边都是死去的职工，你先找个衣服穿上吧。李长生随即在房间内寻找，在其中2个培养皿中找到了吉尔和卡洛斯，击碎培养皿，将他们2个救了出来，带着他们3人一路向下走去，一直杀到了30层。这里是资料室，储存着实验资料和影像，其中一个大屏幕播放着前几天的回放录像。在录像中可以看到，王浩等人那天被带回来后就被打晕，带入了实验室进行实验。在影像中，李长生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除了王浩承受住了 G 病毒外，
其他人全部在实验过程中死掉了，包括李诗涵、吉尔、卡洛斯。现在站在他旁边的这3人是克隆体。李诗涵3人在得知真相后也震惊无比。李诗涵哭泣着说道：“那既然我现在是克隆体，我还能活着回去吗？”对于这个问题，李长生也不得而知。总之，活到第7天再说。第42章，技能卡片。来到第20层时，这层楼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办公用品。阳光照进巨大的落地窗，一位中年男性正站在落地窗前抽着雪茄。李长生将枪口对准男子，扣下了扳机。就在子弹即将抵达男子面前的时候，男子忽然消失了，移形换影般出现在李长生面前。男子轰出一拳，李长生抬手格挡。李长生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冲击波从2人所站的位置向四周迸发，将李诗涵3人直接震飞了出去。李长生也很诧异，这个男子是谁，竟然这么猛，能让属性如此之高的自己感到双臂发麻。相比于李长生，男子更加诧异，他快速的后退，打量着李长生。忽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警告，遭遇隐藏20级 BOSS 艾萨克斯博士，完美继病毒强化。”李长生十分震惊，都交手1回合了，才提示遇到 BOSS 了。不提示的话，还以为是个路人站在那里。艾萨克斯博士道：“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李长生道：“等我杀到20层你才出现，看来你们员工的命并不值钱。”艾萨克斯没有反驳，人命不值钱，我可以用克隆技术造出大量人类，而且都拥有顶尖 DNA 和批量生产的商品没有区别。你打算如何处理那些丧尸？处理？艾萨克斯摇了摇头，我并不打算处理那些丧尸。军方自以为是要在浣熊市投下核弹，但他们天真的以为那样就能解决丧尸病毒，那是不可能的。病毒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最终演变成全人类的灾难。你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我集结了上百名顶尖人类，将他们送入冷冻舱，等人类全部灭绝几10年后，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之后的世界由聪明的人统治，而不是现在这些愚蠢的人类。艾萨克斯博士语出惊人，李长生甚至觉得他这个计划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加入你们的计划吗？当然可以，你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让我数数，你差不多干掉了我40-50个暴君，还杀掉了那位我寄予厚望的王后，而且你没经过任何病毒强化，很难相信一个人类能做到这些。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一起建立伊甸园，我甚至可以将统治者的地位让给你。李长生耸了耸肩，你的提议很有诱惑力，我只是开个玩笑，并没有加入的打算。他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加入他们的计划没有什么意义，只会被抹杀。那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摧毁保护伞公司？艾萨克斯问道。没错，摧毁保护伞公司。听说你们的总部不在这里？总部在日本东京。东京？李长生转念一想，觉得那里是个好地方。艾萨克斯道：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不然我是不会放走威胁我计划的隐患的。李长生呵呵一笑，我没打算逃走，我只是好奇你们的目的而已，现在已经知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收走你的小命了。艾萨克斯闻言，双臂化作触手朝着李长生飞来。李长生抽出战刀，将触手全部砍断，随即将枪口对准艾萨克斯。下一刻，艾萨克斯就消失在了瞄准镜中。他的速度很快，比王浩要快出许多，不是单纯身体素质上的快，而是拥有了某项超能力。这种能力很像是念力。艾萨克斯突袭到李长生身旁发动攻击，被李长生后跳躲开，一发子弹飞出，被艾萨克斯躲闪。攻击力很高，射速是个问题，在这些拥有超能力的大佬面前很容易被躲掉。后跳的同时开出一枪，将艾萨克斯再次逼退。随后一道意念冲击波从艾萨克斯身体发出，意念波摧毁地面，强大的威力将李长生震飞出去。李长生空中跳跃，踢在墙壁上反弹，这次他使出了火雨弹，火雨持续数秒钟，艾萨克斯的身体不慎沾到火焰，整个胳膊被火焰焚烧。紧接着他撕掉了焦黑的胳膊，又有一条新的胳膊长了出来。我承认你是最强人类，艾萨克斯兴奋地喊道。李长生呵呵一笑，我不需要你来承认。李长生拿起枪对准艾萨克斯头顶的电灯，使出了一发闪电链弹，子弹命中电灯，闪电链自动锁定附近的艾萨克斯博士，直接将他电得浑身焦黑。艾萨克斯呆滞地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在冒烟，眼神也十分浑浊。竟然没死！李长生有些惊讶，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承受自己闪电链还没挂掉的。趁着艾萨克斯全身麻痹的间隙，李长生将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再见，博士，我承认你是最强变异人。一枪打出，艾萨克斯博士被爆头。没办法，李长生的攻击力太高了， SSS 及巴雷特的加持，
击败艾萨克斯实在太容易了，唯一缺点就是命中率问题，这次回去要好好想个办法改善一下。恭喜你，击杀20级隐藏 BOSS 艾萨克斯博士。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19级，全属性提升。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等级提升至19级，全属性提升。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C 级天赋念力加强，是否附加于自身 ？C 级念力加强，念力效果和伤害提升 50%， 消耗降低 40%。是，这个天赋相当不错，他的血统本就是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可以使用念力。击杀艾萨克斯给了大量经验值，从17级直接升到了19级半，还差一点就20级了。来到艾萨克斯身边，有一张金色的卡片悬浮在那里。李长生疑惑地捡起那张卡片。C 级技能念力冲击波，可使用念力发出冲击波，对范围内敌人造成冲击伤害。技能卡片，你已获得技能卡片，可选择学会此项技能，也可以将其带到交易市场买卖。注意，一旦学习，将永久失去这张卡片。学习技能，一道金光闪过，卡片消失。恭喜你，习得 C 级主动技能念力冲击波。第43章血清。除了爆出技能卡，爆了一张卡片。李长生捡起另一张卡片，完美疾病毒强化药剂，使用后可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是否使用？这就相当于一张身体素质永久强化卡。李长生捏碎卡片，一道光芒映入身体。使用完美疾病毒强化药剂，全属性提升100点。强化中，李长生沉浸在属性强化的快感之中，全身的细胞都被滋润净化。1分钟过后，强化完毕。100点全属性，那就相当于升了10级，不愧是隐藏 BOSS。也难怪王浩经过 T 病毒和 G 病毒强化后变得厉害。可惜他的强化只是普通强化，不是完美强化。李长生挥出一拳砸向旁边的墙壁，坚硬的墙壁被砸出一个大洞。仅仅肉体的力量就如此强悍，而且他还没有使出全力。一旁的3人都傻眼了，不禁感慨这家伙是怪物吧。随后李长生在这一层发现了一个隐藏房间，房间内有大量资料。在其中一个文件上显示，核武器将于明天投放于浣熊市，而按下这次核武器按钮的人正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面显示了美国部长奥斯汀的具体信息以及他现在的位置。除此之外，李长生还找到了一瓶奇怪的药剂。提示：发现丧尸病毒血清药剂，击碎药剂，血清将通过空气散发至全世界，至此可以消灭全世界的丧尸病毒。血清的挥发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抵达世界各地。将血清药剂带在身上。李长生从20楼再次来到1楼，从保护伞公司的武器库中找到了大量炸药，随后将炸药安装到大楼的1到5层。此时大量的警察已经将保护伞公司包围，警察拿着喇叭喊话，让里面的匪徒缴械投降。下一秒，李长生按下了炸弹爆炸按钮，大楼的底层发生了爆炸，猛烈的冲击波将周围的警察和警车全部炸飞。趁着爆炸的间隙，李长生几人从侧面跑了出来，再次联系马鹏飞。众人来到了另一栋大楼顶端等待。10分钟后，马鹏飞将众人接上直升机。看到被炸毁的保护伞大楼，马鹏飞震撼不已。长生大佬，你把保护伞公司炸掉了？李长生点了点头，是的。马鹏飞咽了下口水。那我们接下来去哪？李长生道，去趟五角大楼。OJBK。直升机调转方向，朝着华盛顿飞去。吉尔担心地问道，要炸掉五角大楼吗？李长生露出神秘的微笑，不是，那没意思。李长生这次来就是要找国防部长奥斯汀，阻止这次核弹的投放。虽然沈梦雨他们在避难所中，谁知道核弹爆炸后会不会有意外发生？既然有隐患，那就要及时去除。李长生现在也不会坐以待毙，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选择。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期间有5架黑鹰直升机前来追击，都被李长生用巴雷特干掉。一发闪电链过去，击毁人亡，将直升机停在五角大楼附近的一栋大厦上空。李长生让众人先去躲避警察追击，自己则是单枪匹马杀入五角大楼。这些警察的战斗力在李长生面前根本不算什么，一个意念冲击波将围攻的警察震退，闪电链子弹射出，警察们伤亡惨重，根本无法阻止李长生的进攻。这场面好像是警察们被李长生一个人包围了。很快，李长生便杀入了五角大楼内部，找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此时的奥斯汀在作战指挥部惊慌不已，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奥斯汀惊恐地说道。李长生看向指挥部的大屏幕，里面一半播放着浣熊市的惨状，一半播放着五角大楼周围的惨状。明天用核弹炸掉浣熊市？李长生问道。奥斯汀道，这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们必须摧毁浣熊市，防止病毒蔓延，这是正义的行为。难道你要阻止我们？李长生呵呵一笑，那是你们的正义，我有我的正义。接下来，我需要你改变一下核弹坠落的地点。奥斯汀十分疑惑，改变地点？难道还有比浣熊市更好的地方？李长生道，那是当然，有个更好的地点，日本东京保护伞公司总部，把目标改为那里。不行，绝对不行，那里是日本东京，没有丧尸病毒，而且这样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太疯狂了。李长生将枪指在他的脑袋上，疯狂？我不觉得疯狂，你要是不做的话，我现在就崩掉你的脑袋。奥斯汀脑袋大汗淋漓，内心做着极为复杂的斗争。看到他依然不识好歹，李长生拿出了他的相关资料。你看这资料，上面有你家人的住址和信息，你的漂亮老婆，2个女儿，1个儿子，我真不想看到他们死掉。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奥斯汀怎么可能不清楚？眼前这个男人能单枪匹马杀入五角大楼，那杀掉他的家人也轻而易举。求求你别那么做，奥斯汀祈求道。那就改变核弹地点，目标指日本东京保护伞公司总部。李长生厉声说道。这一次，奥斯汀终于妥协了，命令下属改变核弹投放地点，目标锁定了东京保护伞公司大楼。明天发射好吗？奥斯汀希望拖延时间，这段时间会有大量特警赶到，说不定可以阻止这次灾难发生。李长生深吸一口香烟，现在按下按钮。奥斯汀不断的后退，这太疯狂了，这不是明智的，这样会让东京上千万人丧生。李长生笑道，你以为炸掉浣熊市就能阻止病毒蔓延？罪魁祸首是保护伞公司，只有干掉他们才能挽救这次危机。可是丧尸病毒已经蔓延，干掉保护伞公司也无法阻止啊。奥斯汀道。李长生拿出了病毒血清，看到这瓶药剂了吗？只要击碎它，血清就能通过空气散发到全世界，任何丧尸病毒都能清除。现在有一个拯救全人类的机会摆在你面前，只要你对着东京按下核弹投放按钮，我就击碎这瓶药剂。这次奥斯汀终于动摇了。第44章，杀戮都市。家人的威胁和病毒血清的诱惑让奥斯汀下定了决定。他走到了房门跟前，经过虹膜扫描和指纹录入，进入房间。房间内有一个核弹按钮，只要按下这按钮，核弹就会投放在日本东京。奥斯汀深吸一口气，手指放在按钮上，迟迟不肯落下。李长生微微一笑，走到他跟前，抓着他的手按下了核弹释放按钮。警告，核弹将于10秒后发射，目标地点日本东京保护伞公司总部。倒计时10、9、8、7，核弹发射。奥斯汀直接瘫坐在那里，浑身颤抖。他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呆滞状态。通过指挥部的全球卫星传来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位于太平洋中的一艘核潜艇发射出了核弹，核弹朝着日本东京快速飞行，很快就抵达了日本半岛。指挥台也传来了日方的讯息，至于他们发来了什么，李长生也懒得去看。直至核弹坠落日本东京，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出现，随后冲击波蔓延至整座城市，击杀暴君，击杀复仇女神，击杀保护伞公司安保人员，击杀猎杀者，击杀变异舔食者。大量的击杀消息传来。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20级。果然，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收获满满。李长生默默地走出五角大楼，看着包围过来的警察，不以为然，将病毒血清摔碎在地面。霎时间，特制的血清顺着空气开始挥发蔓延，对人类没有任何副作用，只对病毒和被病毒感染的生物有作用的。完成隐藏任务，阻止核弹在浣熊市爆炸，获得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2枚。完成隐藏任务，利用病毒血清阻止丧尸病毒蔓延，拯救人类，获得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2枚。检测到此次试炼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任务提前结束。10秒钟后开始传送。倒计时结束，李长生的身影消失在了警察面前。警察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另一边，李长生出现在了一片灯光璀璨的城市上方，整个人处于浮空状态。这里是哪里？李长生十分疑惑。检测到你的等级提升至20级，由新手区域提升至杀戮都市，你的身份从新人转变为杀戮战士。杀戮都市，杀戮战士聚集、交流、交易、休息的杀戮之地。您已经被传送至17号杀戮都市，请开始您接下来的冒险之旅。眨眼间，李长生的身影再次闪烁。等他回过神来，已经出现在了杀戮都市中央的广场上。广场中央是一个巨大的黑球，广场周围有站着和坐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类。任务结算中，任务等级10，任务评价 SS 级，SS 级奖励 3W 杀戮币
B 级杀戮晶体 X2， 黄金宝箱 X2。本次试炼总计获得不包含装备 10W3000 点杀戮币 D 级杀戮晶体 X3， C 级杀戮晶体 X6， B 级杀戮晶体 X2， 黄金宝箱 X2， 竟然获得了2个 B 级杀戮晶体，这是最大的收获。李长生从广场上站起身来，打量着四周，和自己一样迷茫的还有10几个人，众人都疑惑地看着这里。这里是原本的世界吗？杀戮都市20至49级杀戮战士所在生活区域。您目前所在区域为17号杀戮都市。17号杀戮都市总计人口 1W 人。原来如此，等于从刚开始的新手村跑到了主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沈梦雨他们呢？打开聊天频道，发现聊天频道有2个，一个是117号新手区域频道，一个是17号杀戮都市频道。在新手频道中，李长生看到了马鹏飞他们的发言。长生大佬，你在哪里？长生，你人呢？沈梦雨道。李长生回复道：我被强制传送到杀戮都市了。杀戮都市？那是什么地方？李长生便将自己所了解的内容告诉了他们。沈梦雨等人闻言恍然大悟，也就是说20级就会被传送到那里，我要赶快升级了，争取下一次试炼达到20级。马鹏飞信心满满的说道。从他们的聊天得知，他们依然在那个荒岛上。陈庆的身体已经修复，王浩和赵金龙确认已经死亡。至于李诗涵，他并没有被传送回来，可能是克隆体不被认可吧。总之，新手区域的情况就是那样。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升到20级来到这里，李长生不得而知。也不是每一次试炼都像李长生经历的那么惊险。期待我们早日见面。李长生道。一定会的。沈梦雨发出了一个加油的表情。长生大佬等着我。马鹏飞道。毕竟和他们经历了2场新手试炼，多少有点友情在里面。李长生也希望接下来的试炼他们能够存活，继而来到杀戮都市。和众人聊了会儿，随即打开了杀戮都市频道。这个频道就十分热闹了，一条条的信息快速滚动。这有一件25级的优秀战刀，有人要吗？要的话来交易区。23级治疗球组队，下一次场进击的巨人。25级射手已就位，有需要输出的私聊。勇者战团收人，25级以上的来。高级金疮药510瓶，要的来交易。下一场哥斯拉，有人跟我组队吗？哪位大哥借我点杀戮币？地级技能卡火蛇冲击，有法师需要吗？看了眼，里面大多是交易和寻求组队的信息。交易还能理解，组队是什么意思？李长生来到黑球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的。黑球解释道，当自己成为队长后，最多可以组成一支5人的队伍，此队伍下次执行的任务即为队长的任务世界。同时，黑球也给李长生讲解了这个杀戮世界的规则。每个人刚来这里都会有3天的免费生存时间，3天过后将会强制进行一场任务试炼，试炼成功将再次获得3天的杀戮都市生存时间。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吗？并不是，当你存够100万杀戮币和一枚 S 级杀戮晶体，你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会消除所有关于杀戮世界的记忆。回到哪里呢？原本的世界还有人在吗？并不是回到原本的世界，而是清除记忆，保留能力，选择一个你试炼过的世界生活。第45章 B 级闪电特性，只要集齐 100W 杀戮币和一枚 S 级杀戮晶体，就能选择一个试炼过的世界，无忧无虑的生活。比如第一次新手试炼的暗黑破坏神，第2次试炼的生化危机，这2个世界李长生都不想选。为什么不能选择返回原来的世界呢？李长生还挺想看看原本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或许是一个无人的废墟了吧。总的来说，这里的节奏比新手区域要快。新手区域是7天的休息时间，这里只有3天，在这3天内可以随时选择试炼，休息时间是可以累加的。李长生点开了自己的试炼卡，下次试炼世界海贼王，试炼时间3天后强制开启试炼，试炼内容进入世界后告知。竟然是海贼王，那里面可都是霸气大佬，自己的子弹能命中敌人吗？李长生有些惊讶，从电影世界转场到动漫世界了，有没有可能再转到小说里面去？既然得知了自己下次的试炼世界，那就要为下次试炼做准备。按照地图标记的位置，李长生找到了自己的房间，位于一栋现代化公寓内。打开房间，依然是熟悉的赛博朋克风格，之前的装修没有变。汪汪！小高竟然在房间内兴奋地迎接李长生的归来。虽然小高的等级只有10级，但他作为李长生的宠物，还是被传送了过来，这让李长生十分的欣喜。关上房门，李长生便开始了这次的兑换强化。这次试炼总计获得天赋1级飞檐走壁， C 级怪力， C 级念力大师。装备15级卓越屠夫的行刑斧，
技能 C 级念力冲击，强化 G 病毒完美强化，杀戮晶体 D 级杀戮晶体 X3， C 级杀戮晶体 X6， B 级杀戮晶体 X2， 杀戮币 10W 3000点杀戮币，宝箱黄金宝箱 X2。接下来就是开宝箱环节，开启第一个黄金宝箱，闪烁蓝色的光芒，护甲呼吸手套，品质卓越，等级20，防御力50，特效1命中率正 10%， 特效2手掌灵活度正 30%。 这个手套不错，黑色的手套戴在手上十分贴合，感觉跟自己的皮肤一样丝滑。开启第二个宝箱，一道紫色光芒闪过，是一件史诗级的物品，护甲挑战者皮靴，品质史诗，等级20，防御力50，特效1移动速度正 30%， 特效2对 BOSS 伤害提高 20%。 不愧是挑战者，面对 BOSS 杀伤力提升，可以替换掉原来的防滑皮靴了。接下来就是兑换环节了，首先是血统，李长生决定兑换 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是消耗3枚 C 级杀戮晶体 1W 杀戮币，将 E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升级为 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是，一道金光洒下，李长生的血统开始了进化。1小时后，血统强化完毕，恭喜你已成功升级至 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全属性提高 50%， 大脑潜能发掘提高 40%， 可使用终极念能力。不知为何，李长生感觉自己大脑现在十分活跃，仅仅看了眼桌子和墙壁，脑海中就自动计算出它们之间的距离，闻了一下空气就能精确地得出室温和湿度，看了眼窗外就能知道目标点到这里的距离、风速以及对远处目标的细微感知。而且在念能力方面也有了很大突破，之前只能用念力移动很小的东西，现在甚至可以轻松推动沙发，将沙发用念力抬到空中来回旋转自由移动，甚至集中一点发力能够震碎自己的水杯。这还是没有使用任何念力技能的情况下，如果现在使用念力波技能，那么眼前即使是一辆坦克也能够被念力波摧毁。兑换完血统，接下来就是兑换技能了。李长生还是2个要求，保证能命中对方，另一个就是群攻。纵然自己的子弹威力很大，打不中敌人就没有意义。尤其下一场试炼是海贼王，里面人均见闻色霸气高手，子弹根本无法击中，必须要找一个能击中他们的方法。李长生思考了一下，想要让子弹命中对手，那就要在子弹速度上下功夫，哪怕有追踪特性，速度不够还是白搭。那怎么才能让子弹提速？那就不得不提闪电这个武器特性。目前巴雷特附带 F 级闪电特性， F 级闪电特性攻击附带少许闪电伤害，子弹速度略微提高。李长生看了眼闪电特性的强化版， B 级闪电特性攻击附带中等闪电伤害，子弹速度提高为闪电速度的 30%。 A 级闪电特性攻击附带高额闪电伤害，子弹速度提高为闪电速度的 60%。 S 级闪电特性攻击附带大量闪电伤害，子弹速度提高为闪电速度的 100%。 毫无疑问，李长生要提升闪电特性，现在可以提升为 B 级闪电特性， 30% 的闪电速度已经很夸张了。要知道狙击枪子弹的速度为1000米每秒，而闪电的速度大约在150千米每秒左右， 30% 的闪电速度就是45千米每秒，只要在射程内那就是瞬间到达。是否花费 2.5W 杀戮币1枚 B 级杀戮晶体兑换 B 级闪电特性附加于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是。李长生毫不犹豫地兑换了这个特性，他太需要这个特性了。只要能解决子弹速度这个问题，配合巴雷特技能一击必杀，什么样的 BOSS 都能给干碎。灭神巴雷特的技能一击必杀固然 bug， 碰到身体必死，首先是要能碰到敌人。原本1000米 S 的速度在越来越强的世界肯定是不够看的。唯一可惜的一点，灭神巴雷特不是激光类型武器，那样就能附加激光特性。要知道光的传播速度可是30万千米每秒，是闪电的2000倍。不过李长生已经知足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个道理他还是清楚的。人不能过于贪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毕竟他还有个 SSS 级的黑暗掠夺者天赋。第46章兑换提升。升级完闪电特性，李长生来到了房间地下室的枪械训练场，对准标靶开了一枪，速度快到令他难以置信。他甚至还没有听到枪声，就看到标靶已经中弹了，真离谱。几乎就是按下扳机的一瞬间，标靶出现了一个孔洞。哦耶，要的就是这个速度。以后谁要想闪过他的子弹，首先速度要快过45 kms， 另外还要有神级的反应能力。
可恶的杀戮世界，来尝尝我的子弹吧！还没完，还有一枚 B 级杀戮晶体，该兑换什么？李长生决定用剩下的这枚 B 级杀戮晶体兑换一个技能。想了想，李长生决定将 C 级闪电链射击升级为 B 级超级闪电链射击。B 级超级闪电链射击，击中目标后引发超级连锁闪电，对附近所有敌人造成高额闪电伤害。被闪电链命中的目标周围10米范围内有敌人时，闪电链将一直传导下去，直至能量耗尽。闪电链射击的加强版，覆盖范围更广，伤害更高，速度更快。和 C 级闪电链不同， C 级闪电链只在命中目标附近传导闪电，而 B 级超级闪电链则会在每个被闪电链击中的目标周围传导，只要周围有敌人，就会一直传导下去，直到能量耗尽。这一下，李长生的群体清怪能力大大加强。如果有丧尸潮来临，估计一发超级闪电链射击就能清除所有丧尸。兑换完这个技能，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杀戮币和杀戮晶体。杀戮晶体 D 级杀戮晶体 X3， C 级杀戮晶体 X3， 杀戮币 4W3000 点杀戮币。接下来他又花费3枚 C 级杀戮晶体 3W 杀戮币升级了以下3个技能。 D 级疾风步升级为 C 级疾风步。 C 级疾风步将身形与周围环境融合进入隐身状态，并提高自身 50% 移动速度，隐身状态下攻击造成额外伤害。 E 级后跳升级为 C 级超级后跳。 C 级超级后跳，急速迅捷且轻盈的后跳，可躲开即将到来的攻击。 D 级爆裂射击升级为 C 岩爆射击。 C 级岩爆射击，附带火焰特性的子弹命中目标后产生岩爆，对目标及其周围敌人造成大量伤害。经过这次升级，还剩下 1W3000 点杀戮币 D 级杀戮晶体 X3， 简直花钱如流水。查看了自己目前的属性：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20级，威力320，精准270，穿透280，射速 2.4， 稳定27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 6.9 千米，有效射程 3.9 千米。附带特性 B 级闪电， E 级神圣之力， E 级黑暗之力， D 级毒素， F 级火焰， F 级冰冻，还能附加3个特性。附带技能 一击必杀，消耗 61% 精力值，释放出足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然后是自身面板，姓名李长生，等级20级，天赋黑暗掠夺者 SSS， 念力大师 C， 身体再生 C， 怪力 C， 视觉强化 D， 毒素抵抗 E， 迅捷 E。 本命武器 SSS 级灭神巴雷特20级，血统 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力量479，敏捷483，体质475，精力485，感知556。被动技能飞檐走壁 E， 主动技能超级闪电链射击 B， 岩爆射击 C， 火雨射击 C， 疾风步 C， 超级后跳 C， 念力冲击波 C， 召唤骷髅 F。 装备高频切割战刀10级，呼吸手套20级卓越，挑战者皮靴20级史诗，黑暗兜帽5级卓越，伯爵戒指5级卓越，暗影外套9级史诗，旅行者牛仔裤10级史诗，冒险者耳环10级史诗，安达利尔的面容10级传说。物品栏 1W3000 杀戮币 D 级杀戮晶体 X3， 战力评估49颗星。让李长生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战力评估竟然达到了49颗星，只有20级，但属性却达到了49级的水准。经过忌病毒的强化，相当于加了10颗星，从12级升到20级，加了8颗星。然后掠夺者天赋掠夺的属性获得了5颗星，这次试炼总计获得了23颗星的属性。这样的属性成长实在是太夸张了，就算他现在转职当近战，也是十分牛逼的存在。接下来他花费了少量杀戮币，购买了海贼王的录像带，开始研究，大致浏览了以下剧情和人物，得知了里面几个重要的信息。恶魔果实霸气，海贼王世界的战斗就依靠这2个东西。其中恶魔果实分为好动物系、超人系、自然系。其中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可以元素化，普通攻击无效，元素化就相当于灵体，元素攻击可以奏效。李长生有各种元素特性，还有神圣元素特性，不用担心攻击无效的问题。然后就是霸气，霸气分为武装色、见闻色、霸王色。武装色增加攻防，可以攻击元素化目标；见闻色可以感知攻击，强者甚至可以预见短暂的未来。霸王色是最厉害的存在，霸王色缠绕攻击是海贼世界最高级的攻击方式，也是强者的标配。查了一天的资料，感觉了解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等2天后执行任务了。至于任务是什么，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想到这里，李长生决定去杀戮都市走走，散散心，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地方。不能整天待在家里，那样会让人抑郁的。走出公寓房门，查看外面的景色，这里就是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夜景。17号杀戮都市并不大，也就几个街区。街区内有各种各样的建筑，餐厅、KTV、风月场所、武器商店、防具商店、酒吧、咖啡店、游乐园，还有交易区、组队区、擂台区。第47章逝者。首先来到了交易区，这里人声鼎沸，各式各样的交易物品层出不穷，大都是普通和优秀品质，卓越品质都十分稀少，史诗品质更是很难见到。还有的在售卖技能卡，某些技能是黑球里面所没有的，所以价格也会相对贵一些。至于那些黑球里有的商品，这里售卖的价格会比黑球里低一些。其中一个 C 级技能卡片引得众人围观，李长生凑上前去。这个 C 级卡片的名字叫做螺旋丸。靠，这不就是火影忍者里面的忍术？我去，是鸣人的招牌忍术啊！哥们便宜点，我想要。我也想要，这个我买了。各位别激动，首先你们要有查克拉，别怪我提前没告诉你们。差点忘了，需要忍者体质才行。算了算了，等我兑换忍者血统再说。我不管，我先买下再说。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为了一张 C 级的螺旋丸吵得不可开交，价格也在争论中逐步攀升。李长生摇了摇头，随即在装备区转了转，这里也十分热闹，感觉就像来到了军火库。有哥们直接将手雷、机枪、火箭筒摆放在那里，悠闲地抽着烟。有的人面前摆放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桃木剑之类。转了一圈，李长生什么都没有买，感觉在这里买不划算，还没有自己报的装备属性好。接下来李长生打算去餐厅逛逛，好久没有吃到餐厅的饭菜了。餐厅里面人也不少，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边吃着，一边聊着上次惊险的战斗过程。看了眼菜单价格，十分便宜，最好的菜也就10点杀戮币。李长生点了几盘菜，一份汤，一份米饭，开始享受美食。吃了一半，感觉有些饱了，桌子上还剩下一半的佳肴，虽说有些可惜，但如果吃撑的话，对胃不好。这时李长生看向窗外，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对着桌上的饭菜直咽口水。那女孩打扮破烂，也就7、8岁的样子，灰头土脸。李长生有些疑惑，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个小女孩难不成也是20级的杀戮战士？想到这里，李长生便招了招手让小女孩进来。李长生道：你是不是饿了？吃吧。李长生说完，小女孩也没敢动筷子，眼神中略有些害怕。不用怕，叔叔不是坏人，随便吃不收你钱。这次小女孩终于放下戒备，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风卷残云般将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看着小女孩吃饱喝足的样子，李长生问道：你也是杀戮战士吗？小女孩摇了摇头：我不是，我是普通的逝者。逝者？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小女孩为李长生解释了什么是逝者，这让李长生大为震惊。所谓逝者，其实就是在新手试炼中死去的新人，他们死后并不是彻底死亡，而是转变了新的身份，成为了逝者。逝者们被随机分配到了各个杀戮都市，他们就是专门用来服务杀戮战士的人群。比如这家餐厅的服务员、厨师、老板，外面扫马路、卖零食、修理建筑的工人，风月场所的女人。这些人不是 NPC， 都是逝者。他们通过服务杀戮战士来赚取杀戮币，每个月逝者都必须向黑球缴纳100点杀戮币，如果无法完成，将会被彻底抹杀。对于李长生来说，100点杀戮币不算什么，但对这些逝者来说就是高昂的费用。他们无法和杀戮战士一样执行任务，只能做一些日常小买卖，日常用品价格极其低廉，刨去成本也就只能赚一点，或者给杀戮战士当牛做马，成为他们奴隶，只为了获取那少得可怜的杀戮币。每个月几乎都会有上百名逝者被淘汰抹杀。那有没有脱离苦海的办法？有，只要攒够1W 杀戮币，就能从逝者的身份转变为杀戮战士。但这其实不算是脱离苦海，算是从一个苦海跳到了另一个苦海。但是杀戮战士只要攒够100W 杀戮币，一枚 S 级杀戮晶体，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缺点是会清除这里相关的记忆。小女孩讲述了她的经历，她被一个女性杀戮战士收养了，第1个月，那名女战士帮她支付了100点杀戮币。可是上次任务结束后，那名女战士死掉了。女孩现在居无定所，去餐厅打工也没人要她，只能在大街上流浪，露宿街头。我可以成为你的奴隶吗？女孩忽然说道。这可把李长生震惊到了，这女娃要成为自己的奴隶，你怎会有这个想法？
李长生问道。女孩道：我感觉你是一个厉害的杀戮战士，而且还是个好人，你是第一个让我一起在餐厅吃饭的人。李长生有些哭笑不得，这算什么理由？那你会做些什么？女孩两眼放光，我会做很多事情，可以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按摩、帮你洗脚，也可以给你讲睡前故事。看着小女孩神采奕奕地讲着自己会做的事情，李长生莫名感到一阵心酸。你叫什么名字？李长生问道。我叫赵雨禾。女孩回答道。你叫什么？李长生忽然站起身来，感到头皮发麻。赵雨禾，赵雨禾。赵金龙临死前说他有个女儿叫做赵雨禾，希望他遇到的话可以帮忙照顾一下。李长生苦笑一声，他的女儿也没能在新手试炼中存活下来，最终变成了逝者。这么说来，赵金龙也没有彻底死去，现在可能在另一个杀戮都市干着逝者的工作，说不定有一天还能遇见。我叫赵雨禾。女孩有些害怕地说道。她不清楚李长生为何如此激动。那你还记得你父亲的名字吗？李长生问道。赵雨禾点了点头。我父亲叫赵金龙，金子的金，巨龙的龙。李长生哈哈一笑。好了，我知道了，跟我来吧，以后你就住在我那里，不用流浪了。赵雨禾也十分激动。谢谢你，我这就回去帮你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第48章，爱德华带着赵雨禾回到家。赵雨禾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华丽的赛博朋克房间，这可是李长生花费了2000杀戮币升级的，相当于他20个月的生存费用。狗子热情地跑了过来，围着李长生转圈圈。李长生对着狗子说道：以后他就是房间的小主人了，可要听话哦。狗子汪汪地叫了2声，表示自己明白了。房间内还有机器人负责扫地，这让他感到十分新奇。不过赵雨禾也显得有些失落。怎么了？赵雨禾低着头说道：机器人比我做得更好。李长生摸着赵雨禾的脑袋笑道：那你就不用做这些家务了，每月我给你300杀戮币，100用来支付生存费用，剩下200你可以用来兑换想要的物品，自己学习或者锻炼，成为一名学者，或者成为一名厉害的女战士。和杀戮战士不同，逝者只能在黑球那里兑换生活类用品。他现在年纪还小，不能给太多的花销，先让他自我成长一段时间。是否考虑花费1W 杀戮币让他成为杀戮战士？李长生认为还为时过早，现在让他成为杀戮战士只会让他死得更早，就让他先无忧无虑待在这里慢慢成长。真的可以这样吗？赵雨禾显得有些担心。小女孩在杀戮都市1个多月，经历了许多事情，她明白没有用的逝者会很快被抛弃掉的。李长生也没跟他提父亲的事情，表示让他安心的学习即可。赵雨禾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合理花费这300点杀戮币，认真学习的。不过让李长生疑惑的是，为何赵雨禾会在1个月前来到这里？难道说大家不是同一时间降临杀戮世界的？对于这个问题，李长生询问了黑球。黑球的回答是不是同一时间降临的，所有人都是分批次降临，有的降临的早，有的降临的晚，这一切都是随机的。有的人现在可能已经升到了50级，甚至70级，而有的人现在可能在某个神秘空间中排队等待降临。这是否会有些不公平？早降临的会更厉害？对于这一点，黑球表示不会的。每个人试炼的难度都差不多，没有不公平这一说法。这样安排只是为了更好的完善杀戮世界生态链。李长生打算去酒吧一趟，听一听人们的见闻，更好的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李长生来到了酒吧，点了一杯啤酒，坐在墙边的角落。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象，对面是一家风月场所，门口站着10几名妖娆的女性，在那里花枝招展地招揽着客人。在这个杀戮世界，每个战士都要面临生死，所以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在这里展示的淋漓尽致。压力太大不是好事，需要做一些事情来释放。风月场所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吧中众人侃侃而谈，其中一个人说道：有一个叫做探索者的社团在招人。探索者社团致力于探索杀戮世界的秘密，加入他们的社团可以为团员讲解关于他们所了解到的一些知识。这个社团是由杀戮战士组建的，在这里知名度还挺高。抱着好奇的心态，李长生来到了一个教堂。此时教堂中正在进行着演讲，演讲者是一名叫做爱德华的杀戮战士。按照他的理解，这个世界是由神明创造的，目的是为了筛选人类的精英者，最终让这些精英者成为神明一样的存在。有人询问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爱德华回答道：为了培养超级战士，亦或者只是他们茶前饭后的消遣游戏。有的人认同爱德华的看法，有的人则有自己的想法。总之，众人都停留在猜想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谁的说法是正确的。听了一会儿，感觉有些收获。就在李长生打算离去的时候，爱德华叫住了他。爱德华递出自己的名片，
询问李长生是否有时间可以跟他单独聊聊。李长生觉得可以，于是两人来到了咖啡店。李长生询问他找自己何事，爱德华的回答语出惊人：“你是否也是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李长生震惊之余没有否认：“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爱德华道：“同类者的味道，我也是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强化，目前强化到D级。”接下来，爱德华跟李长生详细的聊了聊这个血统。这个血统主攻脑力和念力强化，很少有人选择兑换这个血统，因为带来的即战力和其他血统相差甚远。爱德华透露自己兑换这个血统，主要是为了研究，他走的是科研方向。说罢，爱德华拉起袖子，露出了他半机械手臂。这家伙是一个半机械改造人。令李长生震惊的是，爱德华通过自己在黑球那里学到的知识，自己将自己改造成了半机械人，可谓是一个狠人。李长生哪怕给自己打针都心疼，更何况改造自己的身体。爱德华道：“你可别小看人类完美基因血统，虽然前期有些弱小，后期十分强大。强大的脑力配合念力，将是无数人恐惧的存在。有时候蛮力解决不了事情，脑子好才有更好的选择，不是吗？更何况我们都是人类。”兑换这个血统，李长生其实没想那么多，他只是为了适配自己的 SSS 级本命武器，想要快速命中敌人，脑力和反应力不可或缺，同时念力可以震退近身敌人，对于自己来说最适合不过。你叫我来只是为了跟我聊血统？爱德华点了点头。不然呢？你是我在17号杀戮都市见到的第一个强化人类完美基因血统的人，我们之间惺惺相惜。李长生感到一阵恶汗，我可不跟一个男人惺惺相惜。爱德华哈哈一笑，从兜里拿出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摆放在李长生面前。这是我自己研发的武器，有手雷、火箭筒、盾牌，价格便宜公道，有没有兴趣购买？看着爱德华造出来的这些奇葩武器，李长生没有什么兴趣。看着是手雷，结果是打火机；拿起来是火箭筒，用起来是吹风机；以为是盾牌，结果是强光手电。好家伙，这种东西买了有什么用？第49章准备传送。和爱德华加了好友，李长生便离开了咖啡店。回到家，时钟显示晚上8点。看到李长生回来，赵雨禾乖巧地走过来帮李长生脱外套、挂衣服。李长生表示让他不要这么做，可能是小女孩内心的危机感比较强烈，总觉得自己不做点什么就会被扫地出门。李长生让他好好学习黑球里面的知识就行，不要多想别的。赵雨禾很听话，说他会好好学习的。李长生给他单独安排了一个温馨的小卧室，那里以后就是他的房间了。看了眼自己的物品栏，就剩下 EW3000 杀戮币和2枚 D 级杀戮晶体，感觉也没什么可以兑换的了。另外还有一个15级卓越品质的屠夫行刑斧，这件装备可以交易，也可以回收。李长生也懒得交易了，直接让黑球回收，获得了2000点杀戮币，感觉有点小亏，并无大碍，下次爆出多余的装备就去和其他人交易。回收完装备，李长生便睡觉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赵雨禾不知何时钻进了自己的被窝，睡得正香，没有打搅他。李长生选择了来到杀戮都市广场收集情报。广场算是人最多的地方，因为广场中央黑球的存在，还因为杀戮战士每次任务完成就会被传送到这个地方，许多人都选择了在这里组队。我下一场试炼侏罗纪公园，有人愿意跟我去吗？我愿意，我也要去。恐龙世界应该很简单。简单个屁，30级的恐龙你打得过？我下一个试炼世界火影忍者，有人要去吗？去的话一起组队，我当队长。我要去，我要看鸣人。我想要写轮眼。写轮眼属于天赋还是血统啊？我怎么没见过其他杀戮战士有写轮眼？属于血统吧，因陀罗血统或者6道仙人血统，这个属于隐藏血统，黑球那里没有写轮眼兑换。我认为是天赋，天赋无法兑换和升级，写轮眼不就是这样吗？谁要是写轮眼天赋，那就碉堡了，妥妥的 S 级天赋。轮回眼天赋才碉堡了。两个杀戮战士因为写轮眼和轮回眼的问题吵了起来。有没有人是海贼王世界的？要去海贼王的来，一起组队。李长生听到了一个跟自己同样是海贼世界的杀戮战士，这名杀戮战士体型肥硕，长相就是肥宅标配，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来到杀戮都市的。果然人不可貌相，以李长生这个独狼的性格，他是不会去组队的，只是过去询问了一番。这位兄弟，如果去海贼王世界的话，会经历怎样的试炼？胖子解释道，试炼内容应该是海贼王世界的某个篇章，比如恶龙篇，可能就是要干掉恶龙海贼团，也可能是巴基篇，干掉小丑巴基，或者是阿拉巴斯坦篇，干掉老沙。可我有个疑问，这些 BOSS 一般都被主角路飞打倒了，要我们去做什么？胖子道，一看你就是个新手，我们所经历的试炼世界 BOSS 会被大大加强，主角团会被大大削弱，我们才是主角。
原来如此，李长生恍然大悟。那每次试炼会有多少杀戮战士参加？李长生继续问道。胖子道：10到30人不等，有我们17号杀戮都市的战士，也可能有其他杀戮都市的战士。这样啊，那你要跟我组队吗？胖子问道。不组队，我就过来问问。李长生道。靠，不组队问这么多，让开让开，有人要跟我去海贼王世界吗？我当队长，路飞粉丝见面会了呀。胖子继续吆喝道。李长生离开了广场，返回房间继续观看海贼王，记住里面的剧情和人物，对接下来的试炼会有很大帮助。不知不觉到了第3天傍晚，提示还有1小时将进入海贼王世界，请做好传送准备。时间过得真快，就跟过了一个周末一样。这1个小时的时间，李长生带着赵雨荷来到了餐厅，美餐一顿。得知李长生要去执行任务，赵雨荷的眼神满是担忧，他很害怕，很怕李长生跟上一个收养他的女战士一样，最终没有回来。杀戮战士每次执行任务，无论任务世界是多少天，在杀戮都市都是1天时间。1天后，如果执行任务的杀戮战士还没有回归，那就代表着他已经死掉了。李长生摸了摸他的脑袋，这1天的时间，你好好学习，确定好你以后想要走哪个方向，等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会把你转变为杀戮战士，你愿意吗？赵雨荷坚定的点头，我愿意。很好。李长生深感欣慰，将赵雨荷送回房间，李长生便独自来到了杀戮广场。在杀戮都市，不是所有的战士都是同一时间传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间段。那个胖子依然在那里吆喝组队，可惜因为他的肥硕身材的问题，导致没有人愿意跟他组队。靠，真晦气，嫉妒我的美貌。没人愿意跟我组队，我就不组队了，我陶晶一个人也是无敌的，哈哈哈哈。胖子看样子已经疯了。李长生购买了几瓶治疗药水，精力恢复药水，然后静静等待传送。时间一到，传送开始。李长生、胖子还有广场上的几名杀戮战士身体逐渐消失。等李长生再次出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小岛边缘的沙滩上，不远处就是一个小镇。环顾四周，一共有30名杀戮战士，众人也都刚刚被传送过来，好奇地打量这个地方。有人知道这里是哪吗？我怎么没见过？一名杀戮战士问道。我也不知道，是小花园，还是可可亚西村？不是吧，我海贼王看了这么多集，竟然没见过这个地方。这时胖子淘金忽然大笑起来。我知道这个地方，我如此博学多才，你们竟然没人愿意跟我组队。我告诉你们，这里是魔古镇，一个由挥金如土的海贼聚集的小镇。第50章，魔古镇。魔古镇，杀戮战士们面面相觑，显然有很多人不清楚这个地方。李长生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海贼王中黑胡子第一次出现的城镇。在这座城镇，路飞和黑胡子第一次见面，还跟弹簧人贝拉米打了一场，轻松干掉了贝拉米。之后路飞等人便踏上了空岛之旅，击败了雷神艾尼路。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要试炼的篇章应该是空岛篇。欢迎来到海贼王世界，所处位置加亚岛魔古镇。任务内容：前往空岛完成神之试炼，包括爪之试炼、球之试炼、绳之试炼、铁之试炼。试炼时间7天。任务难度30颗星。任务结束后将根据评级获得相应奖励。7天内无法完成神之试炼者将被抹杀。任务难度30颗星，有没有搞错呀？我才23级。不是吧，30颗星？30颗星就意味着 BOSS 等级30级。我们这里有等级超过30级的家伙吗？众人摇了摇头，没有一个人等级超过30级。黑球的评价一定出现问题了。我上次任务难度才22颗星，我上次才21颗星，我23颗星。经过了解得知，众人之中上次经历过最高难度试炼的是一个叫做苗峰的杀戮战士，他上次经历的杀戮世界难度为25颗星。那次试炼他们几乎团灭，只剩下苗峰一人活着回来，而这次难度竟然是30颗星，这让苗峰不自觉的浑身发抖。不可能活着回去的，一定会死在这里的。苗峰蹲在地上抱着头痛苦地说道，想起了之前不好的记忆。其他人的心情也是十分糟糕，这里面等级最高的就是25级的苗峰了，他都这么害怕，其他人该怎么办？30级的 BOSS 怎么打？那可是雷神艾尼路啊，哪怕他是20级的 BOSS 我们都不一定打得过。苗峰道，你们错了，30颗星是神之试炼的难度，不是艾尼路的难度。你们忘了审题吗？任务是让我们通过神之试炼，不是击败艾尼路。如果任务目标是击败艾尼路，那我们直接等死就行了，没有人能够击败他。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击败艾尼路。神之试炼也很难的好吧？我记得动漫里神之试炼中艾尼路还出现了，那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在试炼的过程中被电死？概率很大。
杀戮战士们纷纷吐槽。这时有人想到了好主意，有没有经过橡胶天赋或者橡胶血统的橡胶免疫雷电？胖子淘金举起了手，我没有经过橡胶强化，但我有防电服，哈哈哈哈！来之前我就想到可能会是空岛片，所以特意多买了5件防电服。来，大优惠，每件防电服1000杀戮币，要的来交易。靠，黑球那里才卖300杀戮币，到你这里翻了3倍多，你这太黑心了，难道不想完成任务吗？太贵了，原价卖给我们。一些杀戮战士义愤填膺。淘金不以为意，可别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谁让你们之前没有准备好，爱买就买，不买我也没有强求。虽然说价格有些贵，但还是有杀戮战士愿意出钱购买。苗峰第一个买下了防电服，这让他安心不少。其他人见状纷纷争抢购买，5件防电服很快卖光了。至于没有买到的人，心情自然有些失落。李长生没有买，但他不失落，穿上那玩意只会影响自己的灵活度。望向不远处的天空，不时有船只的残骸从高空中坠落，这些都是从空岛上掉落下来的。空岛位于海平面1万米高空的白白海上，那里空气十分稀薄。在加亚岛的旁边停靠着许多海贼船，其中还包括草帽海贼团的船只梅利号。这说明草帽团已经登陆了加亚岛，前往了魔古镇。想要击败艾尼路，首先就必须登上空岛。想要登上空岛，就必须找艘船，亦或者跟着草帽团混，搭乘他们的梅利号前往空岛，这应该是最稳妥的选择。想到这里，李长生便动身前往魔古镇。其他杀戮战士见状也纷纷朝着魔古镇走去。淘金看到了李长生的身影，小跑过来跟上了他。你这家伙，原来你也是海贼王世界，那天为什么不跟我组队？不想呗。不想？难道是嫉妒我的才华？李长生看了他一眼，抱歉，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跟所有人都不想组队。胖子闻言掏出了1件防电服，其实我还有多余1件防护服，800杀戮币卖给你，看在我们都是17号杀戮都市的面子上。不要，穿这东西只会影响我的动作。李长生大步向前走去，留下淘金呆呆地站在那里。倔强的家伙，你就看着吧，小心被艾尼路电死。淘金望着李长生的背影，默默地诅咒道。李长生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吓得淘金立刻扭头躲开视线。等李长生走后，淘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好可怕的杀气，那家伙不过是个新人，怎么有如此强大的气势？淘金再也不敢在背后说李长生坏话，和其他杀戮战士默默地走向魔古镇。魔古镇这里聚集了许多凶穷极恶的海贼，所以是非很多。走在魔古镇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海贼，这些海贼的等级普遍都在20级以上，海贼们打架的场面随处可见。不远处，一名壮硕的海贼一拳干掉了另一名海贼。那名海贼大笑着嘲讽道：喂哈哈哈哈，不堪一击的家伙。这名海贼李长生有些熟悉，这不就是黑胡子海贼团的巴杰斯？力量果实能力者，拥有强悍无比的力量。看到李长生停在那里看热闹，一旁的淘金立刻将李长生拉走。李长生疑惑地看向淘金：你这胖子搞什么鬼？淘金道：这些都是跟我们主线剧情无关的人物，尽量不要招惹他们。他是黑胡子海贼团的巴杰斯，黑胡子海贼团实力十分强悍，不是我们这些杀戮战士能够对付的。我也没说要跟他们起冲突，我就看个热闹。李长生道。一位身背大剑的女性杀戮战士说道：看热闹也不行，我们要尽量远离这些争端，这样对你我都好。女战士名叫迪亚，是一名近战大剑使用者，同样是17号杀戮都市的战士。李长生这才意识到，杀戮战士们貌似都很遵守这个世界的规矩。第51章樱桃酒吧。想想自己上一场试炼还用核弹炸了东京，果然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性格。既然不让看，那就不看了。李长生朝着其他方向走去。不远处有一个野樱桃的酒吧，看起来不错的样子。一些杀戮战士已经来到了酒吧门口，准备进去。就在这时，一个人有气无力地从马上坠落，横躺在地面，挡住了众人的去路。定睛一看，这货不就是黑胡子海贼团的传一毒 Q 吗？毒 Q 伸出手，有气无力地说道：不好意思，能扶我起来吗？有2名杀戮战士还以为是隐藏任务，立刻跑过去将毒 Q 扶到了马上。他的马也一副有气无力，看起来要随时挂了的样子。没走2步，马的前腿就跪在了地上，大口喘气。为了感谢这2名杀戮战士，毒 Q 拿出了一篮苹果。为了向你们表达谢意，来一个吧。2名杀戮战士欣喜万分，以为是灵宝之类的奖励。2人拿起苹果咬了下去，下一秒，嘣的一声，苹果发生了爆炸，2名杀戮战士被当场炸死。众人惊愕地看着眼前的景象，难以想象，这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毒 Q 咳嗽了2声，真抱歉，
他们的运气有些不好，你们要来一个吗？有的杀戮战士已经忍不了了，准备冲上去干掉毒 Q。苗峰及时出现，拦住了那几个冲动的杀戮战士。你们几个是想让我们团灭在这里吗？他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船医，黑胡子就在这座岛上。听到苗峰所说的话，那几人忍住了冲动，就这么看着毒 Q 骑着他的破马一瘸一拐的离开。这次的任务内容是完成神之试炼，所以众人不想跟黑胡子海贼团起冲突。李长生看过黑胡子海贼团的图鉴，毒 Q 是病果实能力者，的确不能正面和他冲突，否则传染你一身疾病。但远程就不好说了，李长生可以一枪干掉他。不过李长生最想干掉的人当属黑胡子海贼团的狙击手范奥卡，他是瞬移果实能力者，如果掠夺了他的能力，李长生将获得史诗级加强。不过暂时没有看到范奥卡的踪迹。李长生询问淘金，如果在这次任务中干掉黑胡子海贼团的船员，下次进入海贼王世界被干掉的人还存在吗？淘金道：存在，每次任务都是单独的世界。比如你在这次任务中不小心干掉了路飞，下次进入海贼世界，路飞还是会存在的。难道你想和黑胡子海贼团起冲突？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对众人没好处，对李长生来说有大大的好处。得益于掠夺者天赋，不好好掠夺一番，怎么对得起这个 SSS 级天赋呢？既然不会影响之后的任务，李长生嘴角露出了鬼魅的笑容。我不会冲动的，你放心。李长生拍了拍淘金的肩膀，随后进入了酒吧。酒吧之中烟雾缭绕，坐着各式各样穷凶极恶的海贼。在吧台那里，李长生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路飞、索隆、娜美，还有黑胡子海贼团的团长蒂奇。路飞和蒂奇坐在一起吃着樱桃披萨。老板，好难吃啊。路飞道。老板，好好吃啊。蒂奇道。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老板呵呵一笑，反正他不是厨师，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后路飞和蒂奇喝了一杯饮料。这饮料怎么这么好喝？路飞道。这饮料怎么这么难喝？蒂奇道。两人看起来压根就不对付，所有的东西意见都是相反的，看样子他们两个天生就是对立面。于是乎，路飞跟蒂奇开始争吵了起来。一旁的索隆和娜美十分无奈，因为吃的和喝的都能吵起来，十分无语。最后老板拿来了蒂奇要求打包的樱桃派，让他们俩不要争吵了。蒂奇哼了一声，拿着草莓派离开了。经过李长生旁边的时候，蒂奇停了下来。其他杀戮战士都十分紧张，不清楚黑胡子蒂奇要做什么。苗峰和淘金一左一右按住了李长生的肩膀，让他不要乱动。蒂奇看了眼众人，一群打扮奇怪的家伙，你们是哪个海贼团？苗峰恭敬地说道，我们是怪人海贼团。怪人海贼团？怪不得每个人都很奇怪，尤其是这个家伙，我感觉你很强，你悬赏金多少？蒂奇看向了李长生。李长生道，没有悬赏金。闻言，酒吧里的海贼们大笑起来。什么呀，一个没有悬赏金的家伙，哈哈，明明很弱还说他很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这里的。蒂奇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他清楚自己是不会看走眼的。他在李长生身上看到了一股隐藏的强大气势，那是强者才拥有的气势。蒂奇扫视了一眼酒吧内的众人，随后提着草莓派离开了。蒂奇离去，杀戮战士们长舒一口气。淘金捂着心脏，吓死我了，还以为那家伙要攻击我们。一个不知情的杀戮战士问道，那个黑胡子蒂奇很厉害吗？淘金无语道，厉害吗？黑胡子海贼团团长，海贼王里最大的反派之一，未来的四皇，暗暗果实能力者，你说厉害不？那名杀戮战士一听就明白了，看起来五大三粗的样子，原来竟有如此实力。苗峰道，在杀戮世界中切忌以貌取人。杀戮战士们纷纷点头，赞同这个观点。这时路飞忽然好奇地走到众人跟前，杀戮战士们新奇的服装引起了他的好奇。哇，这把剑好大好帅！路飞两眼放光地看着迪亚背后的大剑。娜美直接拧住路飞的耳朵，将他拉开，不要乱动别人的武器。好疼好疼！果然还是得娜美才能管住路飞。杀戮战士们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与其自己买一艘船登上空岛，还不如乘坐草帽团的梅利号上去。这一点跟李长生的想法不谋而合。苗峰打算将跟娜美说出自己的请求。娜美是一个爱财之人，只要给他足够的钱，相信他一定会答应的。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又有不速之客来了。有个戴草帽的海贼在这里吗？来人正是猎狗贝拉米。第52章，被嘲笑的梦想。猎狗贝拉米，猎狗海贼团团长，悬赏金5500万贝利。弹簧果实能力者，弹簧人能够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变成弹簧，全身能像弹簧一样弹来弹去。你就是悬赏金3000万贝利的通缉犯吗？草帽路飞。
贝拉米道。路飞坐在那里一脸疑惑，干嘛？索隆淡定地说道，不像是来找你聊天的，路飞。娜美道，贝拉米，不就是刚才包下饭店的那家伙吗？见到贝拉米进来，杀戮战士们纷纷让开，李长生也被陶晶拉到了一边。陶晶小声道，也不要跟这家伙起冲突，猎狗贝拉米能力相当棘手。李长生有些郁闷，怎么见了谁都要退让3分。贝拉米走到吧台跟前，对着老板说道，给我店里最贵的酒，也给这个草帽小鬼点一瓶喜欢的。老板点了点头去取酒了。这时又有一群人走了进来，是以萨奇斯为首的一伙海贼。萨奇斯，猎狗海贼团副团长，悬赏金3800万贝利。他们来这里就是看热闹的，想要看贝拉米如何收拾草帽一伙人。萨奇斯一脚将一名海贼踹飞，坐在了他的位置上。看到我来了还不把位子让一下，真是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酒吧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苗峰额头上流下了紧张的汗水，他很担心会跟这群人起冲突。李长生看了眼这群人，其中等级最高的当属贝拉米25级，然后是萨奇斯24级，其他人都是20级到23级的样子。杀戮战士们这边等级最高的当属苗峰，同样是25级。苗峰清楚自己不一定打得过贝拉米，即使赢了贝拉米，那也绝对是一场惨胜，不利于接下来的任务，所以他尽量避免产生冲突。随后李长生看了眼路飞等人，路飞30级，索隆29级，娜美22级。对于路飞和索隆来说，收拾贝拉米这群人轻而易举。老板将酒端了上来，来喝吧。贝拉米道。路飞傻乎乎地说道，哦，谢了，原来你人还挺好的。路飞拿起饮料一饮而尽。就在这时，贝拉米动手了。贝拉米按住路飞的脑袋，用力下压，将路飞的脑袋砸入了地面，吧台也被这一击砸碎了。如此变化让众人惊愕不已。萨奇斯发出大笑，哈哈哈，贝拉米这家伙真有问题，哈哈哈哈。然而贝拉米的动作只按下了一半，就被索隆的刀抵住了脖子。贝拉米看向索隆，你想干什么，小杂碎？索隆眼神凌厉，这个问题该由你回答才对。路飞站起身来，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很好，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贝拉米咧嘴一笑。酒吧里的海贼们也兴奋了起来，那家伙要找贝拉米打架吗？上啊上啊！贝拉米笑道，这不是打架，这是测试，来吧，让我瞧一瞧你有多大能耐。娜美见状不妙，立刻说道，路飞等等。娜美询问酒吧老板，大叔，我们想去空岛，你知道什么相关的线索吗？娜美这句话让酒吧瞬间安静下来。路飞等人感到有些奇怪。娜美继续问道，如果你知道怎么去空岛的话。话还没说完，酒吧里就传来了哄堂大笑，所有人都在嘲笑娜美他们。李长生点了根烟，安静地看着他们表演。李长生也不清楚这群人在笑什么，一群无知的家伙罢了。他说想去空岛，饶了我吧。海贼们不停地大笑。娜美拿着指针说道，可是指针明明指向天空啊。笑声依然没有停止。记录指针本来就很容易坏啊，多么天真的姑娘。听到海贼们的嘲笑，娜美感到十分羞愤。贝拉米笑道，真是败给你们了，你们怎么连那种老掉牙的传说都信？天空上有岛屿，哈哈哈哈！你们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啊？伟大航路上的奇特海流之谜，一个接一个证明了这一点。上冲海流就是其中一个，被上冲海流吞噬的船只会被推到半空中，再掉落在海里。不知情的古代航海家看到船只从天而降的异象，就凭空想象天空有个空岛，说什么天上有另一个世界，哈哈哈哈！太愚蠢了。每一种现象都有它的成因，你们眼中的梦想现在也全部被解开了。听好了，海贼怀抱寻宝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黄金乡、翡翠之都、大秘宝都不复存在的，哈哈哈！就只有笨蛋被寻宝的梦想骗得团团转，忽略了眼前的利益。我只要看到追寻寻宝梦的笨蛋就很不爽。贝拉米说完这些，李长生看到路飞攥紧的手松开了。至于路飞为什么松开了攥紧的手，李长生猜测可能路飞不想跟这群人一般见识。紧接着贝拉米对路飞发起了攻击，一拳将路飞打倒在地。路飞躺在那里没有动弹。贝拉米继续说道，就因为海贼世界里有你这种不成器的家伙存在，害得我们海贼的整体水平都被拉低了。酒吧里的海贼们也跟着起哄，将啤酒瓶扔向路飞。一群臭虫，快滚出去！有你们在，酒都变得难喝了。贝拉米说的没错，快滚快滚，快从这个镇上消失！面对众人的谩骂，路飞依然不为所动。贝拉米开始得寸进尺，继续发动攻击。路飞只是对着索隆说道，不要动手。就这样，路飞和索隆两个人被贝拉米不断的攻击，依然没有还手。
这一幕连一些杀戮战士都看不下去了。至于路飞为什么不还手，李长生也只能猜测，可能路飞觉得用拳头击败这群人不算回击他们，只有用事实说话，找到空岛的存在来回击他们。不过这一幕看的人有些窝火，贝拉米一口啤酒喷在了路飞脸上，连架都不敢打，偏偏脑子里都是梦想，就像个废物。算了算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孩就值3000万，还以为是个多么厉害的人，看了之后失望透顶。扫兴，这种懦夫还是头一次碰到。萨奇斯对着娜美说道：“魏女人，跟这种家伙在一起，你永远没办法进入新世界，让我买了你吧。”娜美一脸杀气的说道：“你真说得出口，要买了我？真对不起，像你们这种不入流的海贼团，我看不上。”第53章得寸进尺。带上那2个人，赶紧给我滚出去！贝拉米道。娜美没有说话，提着路飞和索隆走出了酒吧。看到娜美离去，苗峰等人决定跟过去。可是贝拉米又开始找茬了：“你们几个，等等！”贝拉米对着苗峰等人说道。杀戮战士们停下了脚步，众人紧张地看向苗峰，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苗峰一脸谄媚地说道：“贝拉米大人，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贝拉米道：“你们的武器很不错呀，我都没有见过，把武器留下来就可以走了。”把武器留下来？大部分杀戮战士用的都是本命武器，怎么可能留下来？一名杀戮战士说道：“不行，这是我们的武器，不能给你。”贝拉米闻言，眼神变得阴狠。苗峰见状，立刻说道：“贝拉米大人别生气，我们大家拿一把非本命武器给贝拉米大人就行。”苗峰当即从背后取出一把非本命武器递了过去，没曾想贝拉米竟然一脚将苗峰的武器踢飞。几个意思？我就想要你们手里的武器，拿这个破烂玩意糊弄谁呢？苗峰呆呆地站在那里，贝拉米这一脚搞得他的也下不了台。不过为了之后的神之试炼能够顺利完成，他决定忍下这口气。贝拉米大人，我们手里的武器实在无法给你，这样我拿黄金跟你们换。苗峰从背后，其实就是从物品栏取出，不让贝拉米看到。苗峰取出一块金砖，这东西在黑球那里很便宜，您看这块金砖如何？贝拉米接过金砖，掂量了一下，感觉分量还挺沉，算你有点眼力见。这样，你们先走，那个胖子和他旁边那个男的留下来。贝拉米让其他人可以离开，让李长生和陶晶留下来。苗峰不解道：“贝拉米大人，这是为何？”贝拉米不耐烦道：“为何？我看那2个家伙一脸不服气的样子，怎么，你们也想留下来？”“没有没有。”苗峰旋即给李长生和陶晶一个抱歉的眼神，然后带着众人离开了。苗峰的意思就是，我也帮不了你们了，你们自求多福吧。陶晶惊呼：“贝拉米大人，我服，我服！我对您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连你妈个头！我最讨厌胖子了，连饮食都管理不好，还出来当海贼！”贝拉米一脚踹向陶晶，将陶晶从酒吧踹飞了出去，门都被撞烂了。陶晶躺在外面的地上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现在酒吧内的杀戮战士就只剩下了李长生一人。贝拉米朝李长生走来，李长生眼神冷漠地看着贝拉米。贝拉米表情阴狠：“你的眼神让我很是恼火，我要挖掉你的双眼！”话音刚落，贝拉米的指头就朝着李长生眼睛戳来。李长生单手接住贝拉米的手指，用力一掰，咔嚓一声，2根手指被李长生掰断。随后李长生一记撩阴脚，正中下3路，鸡飞蛋打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酒吧。整个酒吧瞬间变得安静无比，只留下贝拉米半跪在地上夹着腿，眼珠泛白。此时的贝拉米仿佛见到了他的太奶奶。李长生抽出了他的战刀：“本来吧，我不想杀你，但你得寸进尺，那就休怪我无情了，猎狗贝拉米！”李长生说罢，战刀挥动，一道寒光闪过，贝拉米的人头落地。现在这座酒吧的氛围冷得像一个冰窖，所有人都不敢大喘气。李长生一个人的气势就镇住了所有人。5000万悬赏金的贝拉米就这样被轻松击杀了，甚至没有还手的余地。击杀贝拉米，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 C 级天赋迅捷，是否替换1级迅捷？ C 级迅捷，身体灵活度提升 50%， 移动速度提升 30%。 是。一道能量印入李长生身体，让他感到无比舒适。此时酒吧外面的杀戮战士们还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杀戮战士们议论纷纷：“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救李长生？”“不行，那可是弹簧人贝拉米25级，还有他们的海贼团成员，硬拼的话我们绝对死伤惨重。”“是啊，我们还有神之试炼要完成呢。唉，只能自求多福了。没办法，这就是杀戮世界，我们不可能救每个人。对，我们要保证最大的存活概率，该舍弃的就必须舍弃。”众人商量一番，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去找草帽团他们。最后只有淘金和迪亚留了下来。迪亚将淘金搀扶起来：“你没事吧？”淘金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我没事，胸口有个护心镜。”“你为什么留下来？”迪亚的表情有些挣扎：“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不该放弃，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那你要救他吗？”淘金问道。迪亚点了点头：“先进去看看情况。”淘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不能输给一个女人。他从物品栏取出了一枚闪光弹和烟雾弹，情况不妙的话就扔闪光弹，把李长生拖出来。迪亚手持大剑，淘金手持 M41冲进了酒馆。可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无比震惊。酒馆内，船长贝拉米和副船长萨奇斯的尸体躺在地面，其他人都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眼神惊恐地望向李长生。“靠，不是吧？”淘金惊愕得合不拢嘴，手里的闪光弹差点扔了出去。迪亚也难以置信，难道说李长生以一敌二，干掉了他们两个？这么说的话，李长生的实力相当强悍。李长生甩了甩刀刃上的鲜血，对着一众海贼说道：“之后谁还敢在我面前叫嚣，下场跟他们两个一样。你们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听明白了，我们都听明白了。”酒馆里的海贼，包括贝拉米海贼团的残党，都快吓死了。现在李长生能饶了他们都不错了，他们当然十分听话。很好，看到他们恭敬的样子，李长生点了点头。这就是海贼世界，当你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就能省去许多麻烦，甚至让别人崇拜。走吧。李长生招呼淘金和迪亚朝外走去。第54章黄金箱传说。走出酒馆，淘金立刻追了上来。“长生兄弟，你干掉了贝拉米和萨奇斯，有什么问题吗？”淘金竖起大拇指：“没一点问题，你太猛了，我感觉你才是大腿。这次试炼，我要抱紧你。”“哥乌恩滚！”李长生道。迪亚也没想到李长生竟有如此实力。“李长生，你究竟多少级？”迪亚问道。李长生亮出了自己的等级面板，只显示出了等级20级。李长生没有骗他们，确实是20级，可是这个战力绝对在25级以上。李长生朝着街道的方向看去，没有看到其他杀戮战士，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自己。他们以为李长生会被贝拉米干掉，最终选择来救自己的也就只有淘金和迪亚。他们去哪了？李长生问道。迪亚指了指海湾的方向：“他们应该去草帽船那里了，我们也早点过去吧。要是无法搭乘草帽团的船只，凭我们自己恐怕很难登上空岛。”三人来到了岸边，但草帽团的船已经离去，朝着对岸驶去。杀戮战士们也在草帽船上，看来他们已经跟草帽团谈妥了，允许众人上船。靠，这群家伙真不等我们就走了。淘金气愤地说道。李长生道：“淡定，他们只是去对岸而已，我们找艘船也过去。”按照剧情，草帽团现在要去找蒙布朗·库利凯。这座岛屿名为加亚岛，分为2部分，一半是魔古镇，另一半是库利凯居住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不算宽阔的海流。迪亚从兜里掏出了一袋子金币道：“这些应该足够支付买船的钱了。”淘金也拿出了一块金砖：“钱这东西在杀戮世界真不值钱，我们买艘船呗。”“看船？买船？多麻烦。”李长生直接走到了一艘海盗船跟前：“这艘船我征用了，你们有意见吗？”淘金和迪亚闻言愣了一下，随后立刻用手捂住了李长生的嘴巴：“嘘，长生大哥，别冲动。”淘金冷汗直冒。迪亚惊呼：“长生，冲突越多，难度越高，没人知道主神后续会安排什么惊喜。”可是他俩说这么多也晚了。船上的海贼们已经听到了。10几名海贼走下船，船长长相凶神恶煞，戴着独眼罩，左手戴着海盗钩子，腰间插着一把火枪。“就你们3个，还敢来抢我们的船只？”哈哈哈！海贼们闻言大笑起来。淘金点头哈腰的说道：“不好意思，我们路过而已。”说着就要拉李长生离开，可是就他那点力气，怎么拉得动李长生？2个人一起用力，李长生纹丝未动，这让2人再次震惊不已，看李长生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怪物一般。李长生道：“我们需要去一趟对面，你们可以将我们载过去，这一袋子金币就算是路费。”李长生将迪亚的金币袋子扔了过去。海贼船长打开金币袋子，里面的金币的确不少，这些钱起码能买2艘全新的海盗船。海贼船长收起金币笑了起来，看来是钱多人傻，你们身上应该还有不少钱，全部交出来。这就是海贼的本性，根本不想着交易，只想着如何从别人身上掠夺更多的财富。很好，要的就是你这个答案。李长生挽起袖子走了过去。1分钟后，海贼船正式起航，朝着对面的库利凯家族驶去。海贼船长鼻青脸肿的操舵：“大爷，是这个方向吧？”
船长一脸害怕地看着李长生。就在刚才，李长生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将他们全部人揍了一顿，尤其是船长，牙都被打掉了几颗。现在他们乖的就像是温顺的小狗。船长亲自掌舵护送3人驶向对岸，陶晶和迪亚站在船头吹着海风。经历了这么多场试炼，他们还是头一次感觉执行任务也能这么过瘾。以前他们见了 NPC 都唯唯诺诺，现在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不一会儿，船只停靠到了对岸，将李长生3人恭敬地送上岸。海盗们立刻开船就跑了，1秒都没有多停留。上岸后，从正面看，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城堡；从侧面看，就是一张巨大的纸片。纸片后面是一个破旧的房屋。杀戮战士们已经和草帽团进入了房屋。当李长生3人走进来的时候，苗峰等人都十分惊讶：“你们竟然把李长生救出来了！”陶晶哼了一声：“救出来？你们也太小瞧长生了，是长生大佬。”话还没说完就被李长生打断了：“是他们俩把我救出来的，这件事就过去了，你们接着聊，任务要紧。”李长生不想因为这些小事耽搁时间，搭乘海贼船过来也是一样，节省时间。房间内除了杀戮战士，还有草帽团众人，路飞、索隆、娜美、山治、乌索普、乔巴、罗宾，还有一个就是蒙布朗、库利凯。库利凯是大花诺兰度的子孙，为了洗刷先祖的清白，一直在这里寻找黄金箱的下落。娜美拿起了一本北海发行的图书，图书里面介绍了蒙布朗、诺兰度的事迹。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距现在大约400多年。在北海的某个国家，有个叫做诺兰度的男人，他是个探险家，每次都把自己的故事说得既紧张又夸张，村里人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有一次他旅行回来后，立刻向皇宫报告了一件事。他说在伟大航路的某座岛上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黄金。国王为了确定他所说的真假，立刻率领2000名士兵启程前往伟大航路寻找，中途克服了各种暴风雨，还和各种怪物战斗。最后抵达那座黄金岛的时候，只剩下国王、诺兰度还有100多名士兵。可国王他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片一无所有的森林，根本没有所谓的黄金箱。诺兰度最后以欺君之罪被国王处死。他临终遗言这样说的：“我知道了，那些堆积如山的黄金沉到海里去了。”可是国王已经不想理他，再也没人相信诺兰度的话。人们认为诺兰度直到临终前都在编故事欺骗世人，民间就叫他大骗子诺兰度。房间内，这位名叫库利凯的大叔就是诺兰度的子孙。第55章蒙布朗家族。库利凯跟众人谈及了自己的祖先，因为自己这个祖先是举世闻名的大骗子，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永远抬不起头。当时蒙布朗家族被驱逐，过着被人嘲笑唾骂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家族却没人痛恨他。事实上，他最后是流泪含泪而终的。他至死依然相信，他带国王去的加亚岛就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黄金岛，所以他无法说服自己，说那只是幻想。他主张因为地壳变动导致黄金沉入海底，可任谁听了都觉得他的狡辩。最后在群众的嘲笑声中，诺兰度被当众斩首示众，并留下了大骗子的污名。乌索普激动地说道：“我知道了，大叔，你是为了洗清蒙布朗家族的污名，才立志要在海底找到黄金。”库利凯忽然大声说道：“笨蛋，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不管我的祖先本来是多么老实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冒险家，都跟我毫无关系。因为跟那笨蛋有点血缘，就被陌生人骂得狗血淋头，一个小孩子委屈的心情，你们能了解吗？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随后库利凯叹了声气，苦笑道：“没错，在这400年间，为了平反蒙布朗家族的臭名，出海去寻找证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最后都下落不明。我一直以拥有这样的家族为耻，于是我一个人离家出走，当了海贼。理由很简单，我只是想逃脱诺兰度的诅咒。”最后，库利凯进入了伟大航路，机缘巧合下来到了加亚岛。蒙布朗家族中最恨诺兰度的人就是库利凯，但却只有他到达了这座岛。岛上跟图画书中说的一样，没有一点黄金箱存在的痕迹，这让库利凯觉得这就是命。他决定不再逃避了，他要跟诺兰度做个了断，决定要找到黄金箱。于是他每天下海潜水寻找黄金箱的踪迹，为此还得了十分严重的潜水病症。在库利凯看来，他不是为了证明诺兰度的清白，这是他跟那个搅乱了他一生的男人之间的决斗。他想在自己死之前将这件事弄清楚。听到库利凯亲自讲述这件事情，李长生还是觉得十分震撼。提示：触发支线任务，找到黄金箱，并敲响黄金钟，让加亚岛的人们知道黄金箱和空岛是存在的。任务完成将获得5000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5000杀戮币，还有 C 级晶体1枚。天哪，这奖励也太丰厚了！杀戮战士们闻言激动不已，只有苗峰面色沉重。他明白，任务奖励越丰厚，
所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杀戮币、杀戮晶体？路飞疑惑地看向众人。苗峰立刻解释道：“是我们家乡的一种货币，没什么。”路飞随即看向库利凯：“大叔，我问的不是那些，我要去空岛啊，大叔。”库利凯笑道：“真是个急性子。”旋即库利凯站起身来，朝着门外走去。门外站着他的2个好兄弟，2个人员。人员道：“想要去空岛，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他们自己去的话，必死无疑。”库利凯道：“所以我才问你们，愿不愿意拉他们一把？”人员稍加思索，便答应了。接下来，库利凯将众人叫到一起，将他所了解的空岛情报告诉了众人。真实性他也不敢保证，这一带海域有时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明明是白天，转眼却被黑夜笼罩。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天空有基地云导致的云层黑影。听好了，如果空岛真的存在，那就在那厚重的基地云之上。库利凯认真的说道。路飞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我们到云上头就对了，锁拢起来，大家准备出航，打满舵朝云上开。”大叔，谢谢你告诉我们。乌索普也跟着路飞欢呼。娜美忍无可忍，怒吼道：“问题是怎么去？要我说几次啊？”娜美2记沙包大的拳头将路飞和乌索普揍得安静下来。接下来，库利凯告诉了众人前往空岛的方法，那就是海洋中由下往上的海洋激流。只要顺着那道海流，就等于搭上了前往空岛的顺风车。在这片岛屿附近，时常会出现一股强大的冲天海流，那就是众人前往空岛的方法。原理类似于地壳压缩，让海水朝天空喷发，水柱会持续1分钟，流量大，冲劲足，频率是1个月5次。即便搭上海流，也不能保证一定抵达空岛，不成功便成人，要是从半空中摔下来，那就只能葬身海底了。按照以往的频率，明天就会有一股冲天的海流，所以接下来众人便生火做饭。杀戮战士们拿出了各种新奇的食物，让路飞等人十分好奇。到了晚饭时间，厨师山治做出了一桌美味的佳肴，众人又吃又喝。明天就是前往空岛的日子，临走前先好吃好喝一顿再说。没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吃着正爽的时候，库利凯忽然想起一件事：糟了，我们要去森林里找一种南南剑鸟，现在就赶快找，并将它抓回来。明天众人要搭乘的游峡向市的海流位置，只有那种鸟知道方向，所以必须找到那种南南剑鸟，才能确定海流喷发的位置。南南剑鸟的身体始终都会指向正确的方向，要是没有这种鸟，众人就别想去空岛。提示：触发支线任务，找到南南剑鸟。任务完成将获得1000杀戮币。众人闻言，决定立刻前往森林寻找南南剑鸟，至少要抓住一只。迪亚道：“李长生，快走了，我们去抓南南剑鸟。”李长生摇了摇头：“你们先去，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好吧，那我们先走了。杀戮战士们和草帽团全部前往森林寻找南南剑鸟。至于李长生为何留在这里，是因为他强大的感知力感知到了不远处阴影中的身影。李长生只身一人来到了那片灌木丛中，一个硕大的身影藏在灌木丛中，竟然是黑胡子海贼团的巴杰斯。看到自己被发现了，巴杰斯大笑着站了起来：“喂哈哈哈哈，竟然被你发现了！”第56章不速之客。是地奇让你来的吗？李长生看向巴杰斯：“喂哈哈哈哈，跟地奇没有关系，就是你干掉了贝拉米吧？我巴杰斯是格斗场冠军，看到厉害的家伙就忍不住想要战斗。”巴杰斯大笑着展示着他健硕的肌肉。巴杰斯30级格斗冠军，超人系粒粒果实能量者，惊人的怪力可以举起一座小山。你确定只有你一个人？李长生将巴雷特的枪口指向巴杰斯。如果只有巴杰斯一个人，而且他还没有通知黑胡子，那事情就好办了。但显然事情不是这样。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旁边的大树上，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范奥卡。范奥卡将漆黑的枪口对准了李长生。范奥卡30级狙击手，超人系瞬移果实能力者，能无声无息地击中数公里外的目标。巴杰斯有些生气：“范奥卡，他可是我的猎物，你来做什么？”范奥卡微微一笑：“抱歉，巴杰斯，看到有人用枪，我就忍不住有些兴奋。你是在跟踪我吗，范奥卡？”巴杰斯明显有些不悦：“我并没有跟踪你，地奇让我来跟踪这群叫做杀戮战士的家伙，没想到你也在这里。”范奥卡解释道。他们2人自顾自的聊天，显然没把李长生放在眼里。对其他杀戮战士来说，面对这2名30级的怪物，绝对是必死的局面。李长生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有些紧张，一位是近战格斗冠军，一位是远程狙击手，能够将他们的能力掠夺，那对李长生的提升绝对是巨大的。范奥卡，你在一旁好好看着就行，我看如何亲手捏碎这个家伙。巴杰斯大笑道。范奥卡则显得十分谨慎，小心他的狙击枪，
我感觉那东西不一般。你谨慎过头了，范奥卡，如此近的距离，他的狙击枪发挥不了作用。巴杰斯大笑着，双手将一棵参天大树环抱。这棵大树高度有100多米，竟然被巴杰斯轻松连根拔起。喂哈哈哈哈！巴杰斯挥动大树横扫，就像是挥动一根金箍棒。李长生一跃而起，躲过横扫攻击。诚然，他的力量很强，但是速度一般。每次攻击都有前后摇间隔，趁着这个间隔，李长生将枪口再次对准巴杰斯。然而这时，李长生敏锐地察觉到不远处的范奥卡扣动了扳机。他娘的，不是说好的单挑，这家伙在搞事情。李长生快速调转，枪口对准范奥卡，两人同时按下了扳机。砰的一声，2发子弹射出，竟然在空中发生了碰撞，子弹在空中爆炸，谁也没打到谁。范奥卡的这一举动让巴杰斯很是不满。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你不要干预。巴杰斯愤怒地说道。范奥卡眼神凌厉，你真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如果我刚才不开枪的话，你绝对会被击中。击中又如何？那点小伤我根本不在乎。我再说一遍，不要干预我的战斗。巴杰斯是真的生气了。范奥卡收起狙击枪，好，我不干预。等你受了重伤，可别怪我没有帮你。别开这种玩笑了，我能受重伤，我的防御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普通的子弹对我来说只能算擦伤而已。这一次，范奥卡不打算帮巴杰斯了，他站在不远处静静地观看两人的战斗。在范奥卡看来，李长生那把狙击枪不简单，蕴含着强大的能量。范奥卡是狙击手，拥有强大的见闻色霸气，能感知到的东西也比巴杰斯多。可是尽管他感知到那把枪很强，但他依然没感知到那把枪的真实威力。巴杰斯扔掉大树，选择和李长生近身战斗。李长生一记后跳拉开距离，同时对着巴杰斯的脑袋扣动扳机，使出了技能 C 级研爆射击，附带火焰的子弹射出。巴杰斯抬手格挡，以为用手臂就能挡住子弹。当子弹命中他胳膊的一刹那，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直接炸断了巴杰斯的右臂，同时将他的面罩炸飞。但是巴杰斯没有死，依然站在那里，他的面部被炸得一片焦黑，只能看得见眼珠在不断转动。超强的威力让巴杰斯和远处观战的范奥卡内心骇然。巴杰斯平生第一次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这样的子弹他根本无法抵挡。李长生没有停留，紧接着射出了第2发研爆射击。看到李长生又要开枪，巴杰斯内心恐惧无比，想要躲闪这一发攻击。然而李长生的子弹哪是他能躲闪的？附带 B 级闪电特性，子弹速度拥有闪电速度的 30%， 子弹如闪电般呼啸而至，命中巴杰斯的脑袋并发生了爆炸，一发入魂，将巴杰斯的脑袋直接炸飞。击杀黑胡子海贼团巴杰斯，获得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B 级天赋超强力量，是否替换 C 级怪力？ B 级超强力量，力大无穷，力量属性增幅 100%。 是，恭喜你，天赋替换成功，获得 B 级天赋超级力量。同时一道光芒闪过，李长生的等级也来到了21级。巴杰斯就这么死了，这让范奥卡骇然无比，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在他看来，即使子弹能命中巴杰斯，最多也就是皮肉之伤，可结果不会骗人，一发炸掉了巴杰斯的胳膊，一发炸掉了巴杰斯的脑袋，这样恐怖的威力是他平生第一次遇到。范奥卡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察觉到李长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绝不能被命中。这是范奥卡此时内心的想法。在李长生扣动扳机的一刹那，范奥卡使出了瞬移，子弹命中范奥卡之前位置的大树，将大树炸成了2截。使出瞬移后的范奥卡心有余悸地看了眼之前的位置，太可怕了！白痴巴杰斯，刚才2个人一起战斗多好，非要搞成现在这个1对1的局面。说实话，哪怕有瞬移，范奥卡也不能保证能够击败眼前这个叫做李长生的男人。第57章瞬移。范奥卡稳定心绪，随即寻找李长生的位置。可当他环顾四周，竟然没有找到李长生。李长生在范奥卡使出瞬移之后，使用了 C 级疾风步，进入了隐身状态。既然是狙击手的对决，那就看谁才是老六。隐身状态下的李长生也在寻找范奥卡的位置。范奥卡没有看到李长生，内心隐隐不安。他感觉李长生就在这片区域，但就是看不到。范奥卡再次使出瞬移，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李长生本来已经看到他了，刚想开枪，没想到他又瞬移走了，真是个谨慎的家伙。李长生只好再次寻找范奥卡的踪迹。黑夜中有疾风步的加持，范奥卡一时间也找不到李长生的踪迹。李长生能感知到范奥卡瞬移后的位置，可当他将枪口对准范奥卡，
那家伙仿佛感觉到了危险，立刻使用瞬移。要是能把瞬移这个能力掠夺过来，那可就太爽了。李长生倒要看看他还能使用多少次。每个人使用技能都是要耗费精力值的，范奥卡也不例外。几次瞬移过后，他感觉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这一次，为了不让范奥卡离开，李长生主动解除了隐身状态。范奥卡终于看到了李长生。隐身能力吗？范奥卡道。和你的瞬移比差远了。李长生道。两人就站在相距100米的位置。范奥卡道，你有隐身，我有瞬移，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不如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牛仔对决听过吗？当然听过。你要玩那种无聊的游戏吗？李长生嘴角上扬。所谓牛仔对决都是亡命之徒，虽然不能说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但是荣誉更重要。也就是说，荣誉比生命更重要，就会发生为了荣誉而去对决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认为生命最重要，荣誉算个屁，那么他也不会去对决。先掏枪是抢占先机，是怕死的表现，会失去荣誉；后掏枪是无畏不怕死的表现，获得荣誉。那么两个人都是荣誉更重要，就都不会先掏枪，这就对峙上了，都在等对方先掏枪。但是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心理状态也会起伏，在紧张对峙情况下，心理紧张就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那么有一方就会转变想法，认为还是活着好啊，他就先掏枪了。但是先掏枪通常可能杀不死对方，因为他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情况下，掏枪开枪并不果断，准确度也不高。荣誉对李长生来说重要吗？不重要。对范奥卡重要吗？也不重要。以两人的精准度，谁先开枪就意味着胜利，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牛仔对决吧。范奥卡大声说道。李长生微微一笑，好啊，那就开始吧。范奥卡道，倒计时3秒钟，3秒后各自转身，随后倒计时10秒转身射击，有疑问吗？没疑问。李长生嘿嘿一笑，那我就开始倒计时了，3、2、1。随着范奥卡的3秒倒计时结束，两人都没有转身。李长生拿起巴雷特，范奥卡拿起爱枪千路，两人同时扣下了扳机。什么荣誉不荣誉的根本不重要，两人压根就没想过转身。两发子弹再次于空中相撞，李长生的巴雷特射速很快，紧接着第二枪又射出，而范奥卡第二枪的扳机还没有按下。范奥卡拥有强大的见闻色霸气，以他对狙击枪口的角度了解，这一枪绝不会击中自己。而事实也如同范奥卡所料，这一枪偏了，击中了旁边飞过的一只小鸟，范奥卡也就省下了一个瞬移的体力。打偏了呀，你还是太年轻了，该我了。然而范奥卡扳机还没按下，一道猛烈的电流传遍全身，将他电得全身焦黑。李长生吹了一下枪口，知道你要用瞬移，我就没想着打你。通过之前几次尝试，范奥卡拥有极其敏锐的子弹角度判断能力，一旦李长生对准他，他就会使用瞬移。所以李长生将目标锁定了那只幸运的飞鸟，使出了 B 级超级闪电链技能，电流通过飞鸟传导到了范奥卡身上，高额的伤害直接将他全身麻痹，手中的狙击枪也掉到了地上。随后李长生将枪口对准范奥卡的眉心，扣动了扳机。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22级。击杀黑胡子海贼团狙击手范奥卡，获得 1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击杀目标，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B 级主动技能瞬移，是否获得此项技能？ B 级瞬移，可瞬间移动至自身半径范围100米的地方，冷却时间10秒钟。此技能可升级，升级后增加瞬移范围。是，恭喜你获得 B 级主动技能瞬移，这简直太爽了！一个狙击手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技能瞬移，这样就不用害怕近战，只要有人靠近就使用瞬移拉开距离，持续远程放风筝。拥有超级后跳和瞬移，李长生的保命几率大大增加。与此同时，范奥卡还掉落了一件装备，武器狙击枪千路，品质传奇，等级30，攻击力150-180，特效1，攻击距离越远伤害越高，特效2，命中要害部位时增加5倍伤害值。嚯，这武器牛逼啊！头一次爆出传奇品质的物品，30级才能佩戴。虽然属性和特效很牛逼，但依然没有李长生的巴雷特伤害高。李长生22级的巴雷特伤害就已经接近400了。等回到杀戮都市，可以将这件武器拍卖或者交易，换取一个相对应的好装备。既然获取了瞬移这个技能，那一定要试一下。李长生集中注意力，将视线放在100米开外的地方，使出了瞬移技能。下一秒，李长生身形闪烁，出现在了目标方向100米距离处。最大移动距离是100米，要是超出100米，那就固定是100米不会变。几次尝试后，
李长生觉得这个技能太酷了。趁着月黑风高，李长生将两人的尸体扔进了大海。第58章大漩涡。等李长生处理完这边，返回库利凯小屋，杀戮战士们已经将南剑鸟带过来了。这种鸟长相类似巨大的鹦鹉，无论如何改变身体位置，嘴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有了鸟，接下来就静等明天出航。李长生担心黑胡子会找上门来，管他呢，先睡觉再说。可惜这次任务狗子没有被传送过来，狗子的等级不够，被主神判定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十分可惜。就让他待在家里陪赵雨禾玩耍吧。陶晶送给了李长生一个胶囊床袋，500杀戮币一个。这东西遇到危险会自动报警，睡在里面人会舒适很多。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到了第二天早上，黑胡子竟然没找上门来，这让李长生有些意外。可能是蒂奇认为范奥卡拥有瞬移的能力，打不过也能轻松逃走，应该没有放在心上吧。就这样，李长生和一众杀戮战士们登上了草帽团的梅利号。杀戮战士还有28人，迄今为止也只死掉了刚开始被苹果炸死的那2个，这让不少杀戮战士们心情大好，以为这次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苗峰可不这么想，他认为接下来难度就上来了。首先登上空岛就是一个考验，然后空岛上的战斗试炼才是重中之重。至于有多少人能活下来，苗峰看了眼这群谈笑风生的杀戮战士，摇了摇头，这群家伙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梅利号本来就不大，算上草帽团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乔巴、罗宾7人，一共35人，将船挤得满满当当。娜美此时欲哭无泪，要不是为了钱，她也不想再这么多人。路飞对此不以为意，振臂高呼：冲啊，前往空岛！昨天晚上库利凯和猿人兄弟帮忙加固了一下梅利号，前面的羊头被改成了机关头，船只两边加装了飞行羽翼，提高船只的滑翔能力。库利凯抽着烟，还不快点上船，快没时间了。你们想白白错失上天空的大好机会吗？娜美等人快速上船。路飞点了点头，船的事情谢谢你了，要谢就谢他们吧。库利凯指了指猿人兄弟和他们的小弟。道谢过后，草帽团跟随猿人兄弟的船只朝着海洋目标地点驶去。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库利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的抽着，脑海中全是被别人嘲笑的画面。没有黄金箱，那都是胡扯的东西，黄金钟也不存在，梦想是不可能成真的。10年的深海打捞也没找到黄金箱，还让他落下了一身疾病。如此一来，那么黄金箱唯一存在的希望，那就只能是在那万米的高空。尽管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是库利凯推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了。库利凯大声道：猿人联合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算天塌下来也要为这些家伙护航到底。好！猿人们激情地回应库利凯。库利凯随后对着路飞喊道：小兄弟，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了，不过有件事你们一定要明白，黄金钟和空岛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他们是不存在的。也许有人会笑我说这是歪理，可这样有什么不好？这就是男子汉的浪漫。浪漫啊！路飞喃喃道。就这样，众人告别了库利凯。之所以他没来，是因为身体遭受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养伤。是船医乔巴治疗了他的伤势，现在还需要静心休养。经过3个小时的航行，终于来到了目标地点。2艘大船在梅利号两边负责牵引方向。就在这时，天空变得暗淡下来，厚重的云层从西南方向飘了过来。是基地云来了！猿人兄弟大喊道。猿人兄弟派出了潜水健将，负责寻找自下而上的海流位置。不一会儿，潜水员返回，经过确认，12点方向出现了大型海流，9点方向探测到巨大生物，10点钟方向有跟海流相反的波浪，很可能是巨大漩涡。猿人大喊道：就是那个！把船调转10点钟方向，那是爆发的前兆，朝着目标漩涡前进，绝不能退缩。海面忽然变得风起云涌，波浪滔天，梅利号仿佛一叶扁舟，不断摇晃。好在有2艘大船牵引固定，没有让船只被海浪摧毁。随着船只不断朝着10点方向前进，船只变得异常颠簸。猿人大喊道：这是爆发的前兆，大家小心了。另一名猿人道：以这次的风浪判断，爆发的规模很大，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就在不远处，一个巨大的且漆黑的海洋漩涡出现在众人面前。如此大的海洋漩涡，草帽团和杀戮战士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漩涡中心漆黑一片，深不见底，好可怕！乔巴报警索隆，乌索普报警桅杆，要被漩涡吞没了，完蛋了！除了他们2个，也有好几个杀戮战士都被吓得腿软了。猿人兄弟利用船只将梅利号牵引到了漩涡正确的位置。兄弟们，接下来你们就自求多福吧。好，谢谢你们的护航。
路飞招手道。此时梅利号正顺着漩涡顺时针方向，朝着漩涡中心不断下降。乌索普快被吓尿了，路飞，我们回去吧，现在掉头还来及。这么大的漩涡，我们绝对会葬身海底的。空岛根本就是梦想中的梦想，梦想中的梦想，说的也是。路飞平静地说道。娜美也很害怕。是啊，路飞，我也觉得这次太勉强了。但是路飞根本不为所动，那他就是梦想中的梦想岛，错过这样的大冒险可是会后悔一辈子的。路飞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脸期待的表情。就这样，船只不断下降，最后抵达了漩涡中心的最底部。让人很意外，漩涡中心最底部风平浪静，类似于暴风风眼。很显然，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就在此时，李长生感觉到船只微微颤动，一股巨大的能量即将从海底爆发。更令人意外的是，黑胡子海贼船的船只也在漩涡中心底部。他们的船不能称之为船，只能叫做木筏，几根大木头捆在一起，挂着一个船帆，十分简陋。黑胡子地奇大笑道：“草帽小子，我来取你价值1亿贝利的人头来了。”此时，他们的木筏上只有3个人：黑胡子地奇、拉斐特、毒 Q。黑胡子到现在还没意识到，巴杰斯和范奥卡已经被杀了。第59章空岛神之惩罚。可怜的黑胡子海贼团来的并不是时候，船只开始剧烈晃动，平静的漩涡底部开始出现了凸起。梅利号正好在凸起的中央，黑胡子海贼团的竹筏位置十分不好，处在边缘地带。凸起好似喷泉，将船只顶到了大概10几米的高度。李长生紧紧抓住桅杆，这海流马上就要喷射了，将会有极其夸张的推背感。大家都抓好了！苗峰喊道。下一秒，巨大的海流冲天起，朝着1万米高空喷射而去。好似积压了很久的情绪终于得到了发泄。位于水柱中央的梅利号顺利上升，位于边缘的黑胡子海贼团木筏直接损毁，连人带船掉了下去。李长生本想拿枪试试能否狙击黑胡子，但是晃动太厉害了，根本腾不出手。梅利号沿着水柱朝着上方笔直前进，强烈的气流在后面不断推动。如此强劲的推力，还真的有人没有抓稳。2名杀戮战士就这样从高空掉落下去。杀戮战士冯毅坠落阵亡，杀戮战士徐鹤坠落身亡。白痴，说好了让抓紧的。苗峰破口大骂。毕竟杀戮战士就这么多人，少一个人之后通过试炼的几率就少1分。剩下的人紧紧抓住船只，这么高的高度坠落，即使下面是海水也能将人摔成肉饼。但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问题，船头开始翘起来，这样下去船会从水柱上掉落下去。好在有航海师娜美，娜美冷静的指挥，让众人将船帆打开。下方吹上来的风是海底地热和蒸汽大爆炸产生的上升气流，既然对象是风和海，那我就有办法航行。众人立刻按照娜美的指示去做，打开了船帆。在娜美的指挥下，船只逐渐开始稳定下来，朝着上空笔直前进。我去，船飞了！陶晶惊呼。李长生试图将陶晶从自己大腿上踢开，可是这家伙就抱着自己大腿不松手。你丫的不会抓住桅杆吗？抱我大腿做什么？长生大佬，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卧槽，你大爷的，给我滚开！李长生对男人可是没有一点兴趣，一脚将陶晶踹到了桅杆那里。终于，船只突破云层，来到了1万米的高空。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十分震撼。船只就这样平稳地停在云层之上。就在不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白云包裹着的城镇。不远处还有个牌子，写着神之国3个字。恭喜抵达空岛。听到这个提示，杀戮战士们松了口气。终于到了空岛。李长生也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这里实在太梦幻了。谁能想到1万米高空的云层之上竟然会有人居住。梅利号逐渐靠近城镇，城镇的边缘是一个沙滩，船只停靠在浅滩上。李长生一跃而下，跳到了浅滩的云雾上。还别说，这云雾挺好玩的，非常有弹力感，而且不会掉下去，踩在上面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几米厚的棉花云下面是积水，所以也不能跳得太狠，容易陷下去。陷下去会怎样？就会在积水云中游泳。当你游到积水云的底端，突破下方的云层，就会掉落下去。想想都觉得有意思。海水的底端是天空，这不是倒反天罡吗？这让李长生想起一句话：于暴雨中行走，伞是倒滑天空的船。来到沙滩上，沙滩有着椰子树，长着绿色的植被，脚底下也有沙子和土地，但是量比较少。这片土地是曾经被海流从地面冲上来的，在这里变成了人们的居住地。而岛上的居民也都是曾经的岛屿原住民，也被连同岛屿一起冲了上来，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百年。沙滩的旁边是由云朵加工而成的椅子，
朝着另一个方向望去，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岛屿，岛屿上面生长着参天大树，土地覆盖面积极大，位于空岛的中央地带。那座岛屿其实就是曾经诺兰度发现的黄金岛，黄金箱就在里面。之所以诺兰度带着皇帝返回加亚岛，没有找到黄金箱，是因为在他离开后，岛屿被上升海流冲到了天上。诺兰度根本不知道这些，还以为沉入了海底。现在这座黄金岛被称为神之岛，被这里的统治者自称为神的艾尼路掌管，其他居民不得靠近。在这满是云层的空岛，土地显得极为稀有，比黄金还要珍贵。那里就是杀戮战士们要进行神之试炼的地方。杀戮战士们纷纷看向那座岛屿，一名杀戮战士咽了下口水，神之艾尼路就在里面，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可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艾尼路拥有强大的心网能力，能够感知到空岛上所有人的声音，而他刚才所说的话也大概率被艾尼路听到了。这下糟了！迪亚表情凝重。这时天空忽然变得极其明亮，不用看也知道这是艾尼路的技能神之制裁。神之制裁放出的雷从空中降下，巨大的雷之电柱毁灭目标。李长生见状立刻远离那个家伙，陶晶和迪亚也拔腿就跑。反观那个杀戮战士，他已经被吓傻了。我错了，我不该说那句话，快救救我！此时谁还有心情救他？能自保都不错了。这时一道粗壮的雷柱从天空落下，将那名杀戮战士轰成了残渣，甚至残渣都没有留下。杀戮战士于敏被艾尼路击杀，被轰击过的地面留下了一个直径10米的空洞，深不见底。众人被这道雷击震撼到了，草帽团也呆滞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长生不禁感慨，艾尼路的心网太强了。在这座空岛上，艾尼路这3个字是不能提的禁忌，说出来就是对神的不尊重。艾尼路随手一击的能力已经让杀戮战士们感到绝望。陶晶摸了摸砰砰乱跳的心脏，还好这次的任务目标不是他，不然绝对无法完成。迪亚道：太可怕了，这就是雷神的力量。苗峰大吼道：所有人不该说的词不要说。其他杀戮战士纷纷点头，即使让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说。第60章云路。雷光过后，大量士兵来到了这里。所有人举起手来。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举手。你们这群外地居民擅自闯入神之国，还不束手就擒！但众人依然不为所动。要束手就擒吗？怎么可能？杀戮战士们的任务是神之试炼，现在被逮捕是什么意思？草帽团更不用说了，他们也不会任由这些卫兵乱来。眼看场面变得僵持，李长生已经拿出武器准备战斗。一名卫兵队长走了过来。外地人，你们已经触犯了最严重的法律，所以接下来要带你们去进行神之试炼，如果不去的话，就地射杀。你们如何考虑？苗峰道：我们进行神之试炼。很好，跟我来吧。在卫兵队长的带领下，众人朝着小镇上方走去。杀戮战士和草帽团跟随卫兵队长，众人一路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小镇。小镇独有的产物就是用云朵打造的物品，有房子、桥、家具，大量东西都是经过云层特殊加工而成。众人所要去的地方是小镇的最顶端，那里有一个港口，通过港口的船只可以让众人抵达中央的神之岛。很快，众人来到了小镇上方的港口，这里停靠着大量船只。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用云层搭建的高速公路，被称为云路。云路直接通往神之岛。一路上，本地居民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众人。我们要去哪里？神之试炼又是什么？索隆问道。卫兵队长道：你们只有这一个选择，等你们去了就知道了。来到港口，卫兵队长挑选了一个大点的船只，等众人登上船，船只便沿着云路朝神之岛进发。我们要去哪里？娜美十分担心。乌索普也一脸害怕。我们要去被拿去当祭品了吗？不要啊！李长生道：还记得刚才那道雷击吗？使用雷击的家伙就在那座岛屿中。李长生这句话引起了路飞的兴趣。路飞战意盎然，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一定要揍飞他。船只快速前进，很快就抵达了神之岛附近。前片是一片大的出奇的森林，藤蔓蔓延海边数公里，靠近这里就有种接近氧吧的感觉。李长生深吸一口气。陶晶吐槽道：马上要试炼了，你不害怕吗？再怕也不能耽误呼吸啊。趁着这段时间，你介绍一下4大试炼的内容。海贼王的剧集太长，我没太详细观看。李长生道。趁着还没抵达神之岛，陶晶便跟众人讲解神之试炼的内容。首先是神官盖达兹掌管的爪之试炼，该试炼生存率只有 50%， 象征的文字为喜怒哀乐中的乐。第二个是神之试炼神官修罗，该试炼生存率只有 30%， 象征的文字为喜怒哀乐中的怒。
第3个是求知试炼神官沙德利，该试炼生存率只有 10%， 象征的文字为喜怒哀乐中的喜。第4个是铁之试炼神官欧姆，该试炼生存率只有 0%， 象征的文字为喜怒哀乐中的哀。乌索普听完惊呼：“0%的存活率，快调转船头，我们回去吧，跟那些卫兵拼命，还有可能活下去。”李长生来到乌索普旁边，露出鬼魅的笑容：“你还记得刚才那道雷柱吗？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就会落在你的头上哦。”乌索普闻言，冷汗流了下来。后退就要面对那道恐怖的雷光，乌索普想了想，决定还是前进。罗宾道：“你们到底是谁？怎么对这里这么清楚？”草帽团其他人也很好奇，这群人为何知道这些。陶晶解释道：“以前看过相关的插画书籍，以为是传说，没想到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说，也就大概糊弄过去。草帽团是众人的队友，能够帮众人解决不少麻烦。”神之岛的入口两边有燃烧的小型祭坛，祭坛上面刻着神字。这是一条通往神之岛深处的云路，船只继续向里面航行。因为大树的存在遮蔽了阳光，所以这里光线变得暗淡下来。两边是各种诡异的雕像，让人不由得心生胆寒。而且岸边的森林和灌木丛中还有各种奇异怪兽，叫声十分瘆人。沿途可以看到不少船只的残骸搁浅，这些船都被整齐地切割成了2半。就在此时，异变发生。李长生的余光看到旁边有东西飞来，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斧头，斧头比船还要大几倍，斧子在绳索的牵引下漂移而来。李长生见状立刻躲闪，杀戮战士们也纷纷闪避。有一名杀戮战士躲闪不及，被斧头划到，当场被劈成了2半。还有2名杀戮战士不得已从船上跳下，跳入了云海之中。不要跳！苗峰惊呼，可惜已经晚了。云海中出现了神秘鲨鱼生物，将那2名杀戮战士撕咬吞噬。这试炼还没开始，又有3名战士殒命，只剩下23人。这样的巨大斧头在前方还有10个，使劲往前划啊！路飞负责掌舵，其他人拼命划船。这下众人终于知道那些船为何搁浅，被整齐地分为2半。好在之后众人都有惊无险地躲开了巨斧攻击。太惊险了！迪亚道。乌索普、娜美、乔巴3人已经蜷缩一团，3个草帽团成员眼神呆滞，眼神中失去了光芒。陶晶大声说道：“还没完，大家小心下一轮陷阱是长矛攻击。”话音刚落，大量的木质长矛从森林中飞出。李长生凭借强大的感知力，灵活地躲避长矛。路飞、山治、索隆3人也各自使出浑身解数阻挡长矛。一名杀戮战士使出冰盾技能挡住了长矛，也有的干脆躲在路飞身后，得到主角光环的庇护。路飞等级30级，实力自然比这些杀戮战士强大。只见他深吸一口气，使出旋转陀螺，身体快速旋转，将大量的长矛弹飞。这一轮攻击，还是有一名倒霉蛋被刺中胸膛，当场殒命。还剩下22人，苗峰无时无刻都在统计着人数。下一个陷阱是什么？李长生看向陶晶，陶晶道：“是旋转飞碟。”第61章铁之试炼。所谓旋转飞碟，就是一个巨大的圆盘在空中旋转飞舞，但凡被圆盘碰到，肢体瞬间就会被切断。这时大型圆盘已经飞了过来，这下该怎么办？即使是路飞见到这种东西也没办法，他也不敢用身体去硬扛。李长生利用后跳躲过了圆盘攻击，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2名杀戮战士被当场切割而亡，飞碟还在众人上空盘旋。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李长生拿出了他的巴雷特，对准空中的飞碟使出了爆裂射击，巨大的爆炸竟直接将飞碟炸成了碎片。李长生也没想到这飞碟这么脆弱，早知道的话就用枪打飞碟了。众人长舒一口气，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眼李长生。还有陷阱吗，胖子？李长生问道。陶晶瘫坐在那里，应该没有了，有的话可能就只是云路里面的水蛇怪物之类的。这些怪物不值一提，有路飞、索隆、山治3人，怪物基本上很难对众人造成伤害。就这样航行了10几分钟，终于抵达了试炼入口。这是一个大型石质拱门，拱门里有4个小门，分别是相对应的4个试炼名称：爪之试炼、绳之试炼、球之试炼、铁之试炼。要进哪个试炼呢？有杀戮战士问道。苗峰道：“先进爪之试炼吧，爪之试炼生存率最高，先看看什么情况。”这个说法众人是没什么意见的。可是问题也来了，警告：每个试炼最多只允许进入5个人，晚来或者超过5个人进入者将被抹杀。靠！每个入口只允许进入5个人，这还好我们就剩下了20人，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分配。是啊，4个试炼，一共让进去20人，
多出来，那10人必定死亡。这个主神太可恨了，我们不去这里面可以吗？路飞说道。迪亚道：你们可以不用去，但我们必须进去。路飞挠了挠头，这样啊，现在还剩下20名杀戮战士，每个入口只能进5个人，所以接下来面临组队分配问题。杀戮战士们都想跟苗峰组队，毕竟他是这里等级最高的，所以一时间苗峰成了争抢对象。经过杀戮队员们的激烈讨论，最终形成了5个队伍，前4个队伍都是他们自行组队的。李长生这个队伍算是剩下来的，自动成为最后一组。李长生这一组有陶晶、迪亚，还有2个不认识的杀戮战士。这2个不认识的杀戮战士看起来有些委屈，原因是其他队伍嫌他们太菜了，不让他们俩加入，所以李长生这一组被认为是吊车尾组合。你们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李长生问道。男的回答道：我叫周凯，是一名吟游诗人。女的回答道：我叫陈静怡，是一名召唤师，只能召唤一些低级怪兽。2个人的战斗力算是最次的了。吟游诗人算是群体辅助，前期效果微弱，召唤师前期也弱，后期才是大爹，怪不得没人要他俩。迪亚询问道：李长生，对于神之试炼你怎么看？李长生想了想道：我认为主神让我们5人一组挑战试炼，是为了分割我们的战斗力，也就是说要以5个人的力量逐步通关4个试炼，相当于连续通过4次副本。迪亚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觉得，只不过我们要先进行哪个试炼呢？我认为沼之试炼最好，生存率最高，选择它作为第一个最好。然而就在这时，苗峰已经率领他的5人队伍进入了沼之试炼。苗峰压根就没跟别人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小队趁着众人没注意悄悄进去了。其他3支队伍破口大骂，一下子对苗峰的风评降到了最低。不过降低风评又如何？对苗峰而言，只要接下来他们小组通过4个试炼，就能成功完成任务。之后大家能否相互见到也不好说。其他3支队伍见状，也纷纷抢着进入那些生存率高的试炼入口。有的人甚至不管队伍的分配，直接就闯入。管他呢，反正就20个人，你不进来就得死，怎么都能够凑齐5个人。最终就留下了李长生这个队伍站在外面。目前他们的选择只有1个试炼入口，生存率最低为 0% 的铁之试炼。操，这群牲畜啊！陶晶破口大骂，周凯和陈静怡也一言不发。怎么办？我们要进去吗？迪亚询问道。李长生耸了耸肩，当然要进去了，反正4个试炼都是要经历的，早经历和晚经历都一样。李长生率先进入了铁之试炼入口，陶晶他们见状也快速跟了上去。对于陶晶来说，苗峰算个屁，抱紧李长生大腿才是最关键的。画面一闪，李长生出现在一个巨大的遗迹废墟中，遗迹废墟上方站着10余名神兵。所谓神兵，等级22级，就是神官的下属卫兵，战斗力没有那么夸张。在遗迹的最前方，一个高大的建筑上面站着1人1狗，那只狗非常大，站立高度有10。欢迎来到神之试炼幻境，每个队伍必须完成4个试炼才算通关。第一关铁之试炼，祝你们好运。李长生看了眼那1人1狗。欧姆，铁之试炼神官，30级，擅长刀法，拥有铁云制作而成可以自由收缩的长刀。大狗圣杰，28级，神官欧姆养的一只巨型白狗，拥有10分强悍的力量。怎么说呢？对李长生目前的属性来说，这都不算什么强力对手。陶晶他们走了进来，看到28级的大狗和30级的神官欧姆，不自觉地后退几步。陶晶只有23级，对付那些22级的神兵都有些费力。迪亚24级，算是苗峰以外等级最高的。迪亚掏出大剑，眼神凌厉地看向前方，随时准备战斗。周凯拿出了他的鲁特琴，轻轻弹奏，为众人上了一层迅捷 buff。陈静怡召唤出了2只21级的魔狼，10余名神兵从遗迹建筑上跳了下来，朝着众人发起了攻击。第62章大狗圣杰，神兵呈包围之势。这些神兵没有武器，个个赤手空拳，是格斗好手。面对神兵的围攻，李长生选择了按兵不动。他想看看其他4个人是如何战斗的，尤其是陶晶，迄今为止还没见过他正经战斗过。接下来陶晶就展示了他的战斗方式。陶晶拿出了他的 M41，对着神兵疯狂扫射，一边扫射还一边将手雷扔了过去。 Fire in the hole， 不断开枪的同时还寻找掩护。还别说，这家伙战斗起来挺猛，应该也是枪炮之类的天赋。子弹打完一缩又一缩，随后又从腰间掏出了火箭筒，对准3名神兵一炮轰了过去。这一炮直接炸死了3名神兵。迪亚手持大剑连续闪烁冲刺，在神兵之间来回穿梭，大剑所到之处
神兵们纷纷倒地。有了吟游诗人的加持，众人的行动都敏捷了很多。很快，第一批神兵就被众人消灭，几人累得气喘吁吁。召唤师陈静怡有些疑惑地看向李长生，尽管他的战斗力很弱，但依靠2只魔狼还是干掉了1名神兵。但是李长生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这位杀戮战士，还请你动一下。陈静怡略带些不满。一旁的陶晶哈哈一笑，没事没事，暂时还不用他出手。迪亚道，我们关注自己的战斗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2名主战力的话让陈静怡反应过来了，莫非这个叫李长生的杀戮战士才是这里面战斗力最高的？不然迪亚和陶晶也不会对他如此尊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静怡道歉，对不起，是我鲁莽了。李长生摆了摆手，小心，第2波来了。紧接着第2波神兵从遗迹处跳了出来，和刚才的战斗一样，几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就连强悍的迪亚也遭受到了伤害。陶晶更是用光了 RPG 导弹，只能用突击步枪输出，打到枪管都泛红了。周凯不断的弹奏鲁特琴，给众人上 buff， 甚至还有小幅度的回血技能。陈静怡的2只魔狼也全部战死。召唤物死亡后有10分钟的召唤冷却时间，10分钟对于战斗来说太长了，这就是召唤师最大的缺点。现在的他只能使用最简单的低级魔法攻击，没有法术伤害加成的他，伤害跟魔法师无法相比。2批神兵被消灭，神官欧姆和他的大狗圣杰终于有所行动了。大狗朝着众人跑来，陶晶道，长生大佬，你再不出手，我们可就真完了。我们的实力就是这样了，没有看头了。李长生点了点头，掏出了巴雷特。不过这个大狗行为有些怪异，他没有直线跑过来，而是绕着众人以一个圆形的角度奔跑。随着大狗的奔跑，他经过的地面竟然升起了由云铁制作的铁丝网。大狗一圈奔跑结束，一个巨大的铁网牢笼将众人包裹其中。在铁网中，除了李长生等人，还有神官欧姆、大狗圣杰。神官欧姆平淡地说道，想不到你们还有2把刷子，看到这个牢笼了吗？将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50米之内，在这50米内都是我的攻击范围。欧姆挥动长刀，他的长刀竟然伸长，如同鞭子一样柔软，一刀挥出，在李长生旁边的地面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沟壑。如此强悍的攻击力让众人汗颜。陶晶直接悄咪咪地躲在了李长生身后，只有迪亚依然手持大剑站在最前面。圣杰，干掉他们！神官欧姆对狗子做出了指示。大狗收到命令，双腿站立，摆出了一副拳击姿态。这是一只拳击格斗狗，如此庞大的体型，挨上一拳可是会鼻青脸肿的。李长生正想开枪，迪亚手持大剑迎面上，和大狗圣杰战斗起来。李长生放下了巴雷特。迪亚这个女人不简单，拥有很强的近战实力，而且李长生在她的身上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一股红色的妖气从迪亚身上散发。我靠，这女人是大剑血统！陶晶惊呼。众人疑惑地看向陶晶。陶晶解释道，大剑血统只有女性才能兑换，而且最低兑换等级是 C 级，体内混合了妖魔的血肉才得到超人的力量。大剑血统攻击力十分强悍，但同时也有个缺点，妖魔化次数过多，整个人可能会被妖魔吞噬心智，最终彻底变成妖魔。李长生看向迪亚，此时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变化，眼睛也不是正常人类的眼睛，类似于猫眼那种，牙齿变得尖锐，表情也变得疯狂。与此同时，他的移动速度、攻击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可惜，迪亚的等级只有24级，大狗圣杰28级。如果大狗是普通怪的话，此时已经被迪亚击杀。但大狗是精英怪，攻击力和防御力都十分强悍。一记重拳挥出，将迪亚击飞。李长生凌空跃起，将迪亚抱在怀中。此时的迪亚看起来有些疯狂，甚至有些失去理智。李长生一记手刀打在了他的脖颈处，让他暂时昏迷过去。这样一来，他的妖魔化就不会持续下去。看到迪亚变成正常人类形态，李长生也长舒一口气。众人的实力已经了解了大概，不能再观望下去了。李长生拿起巴雷特，对准左右来回横移，并且不断使出挑衅手势的大狗圣杰按下了扳机。附带闪电特性的子弹瞬间抵达大狗的眉心，一发入魂，大狗圣杰直接倒地，鲜血从头部渗出。击杀28级精英怪大狗圣杰，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C 级天赋格斗专家是否附加于自身。 C 级格斗专家提高自身格斗能力，格斗伤害增加 50%。 是。一道光芒闪过，李长生获得了 C 级格斗专家天赋，一枪就干掉了28级的精英怪。陶晶三人都愣住了。陶晶知道李长生很强，他击败了25级的贝拉米，但没想到他这么强，28级的大狗也被轻松秒杀。
这是何等的战斗力！周凯和陈静怡无比震撼。迪亚战败本就让他们感到绝望，可现在绝处逢生，杀出了一个战神。第63章求知试炼。你们几个救治迪亚，神官欧姆就交给我了。李长生手持巴雷特朝着神官欧姆走去，看到李长生的背影，陈静怡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感觉自己刚才说的话实在过于冒昧。不是李长生不愿意出手，他一出手就没有其他人出手的机会了。他绝对是未来大佬，不，他现在就是大佬。宠物大狗被击杀，神官欧姆十分悲伤，竟然在那里哭泣起来。这奇葩的画风让李长生有些疑惑，不过转念一想，这家伙代表着喜怒哀乐里的哀，悲伤也是应该的。欧姆擦了擦眼泪，随即愤怒地看向李长生，告诉你一个事实，铁之试炼是4个试炼中最难的，迄今为止通关率是0，你懂这个意思吗？李长生不以为然，迄今为止，那从我这里开始通关率就不是0了。狂妄的家伙，我是不会让你打破这个记录的。说罢，欧姆挥动他的铁云，铁云挥动的速度很快，在铁笼内来回穿梭，凡是被击中的建筑物瞬间化成了粉末，可见其可怕的攻击力。李长生本想给他来一发 B 级超级闪电链，可是怕误伤友军，随即还是使出了 C 级研爆射击，附加闪电特性的研爆射击瞬间抵达欧姆面前，欧姆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便发生了爆炸。剧烈的爆炸直接炸断了他的双臂，手中的铁云武器也随之掉落地面。陶京都看呆了，这他娘的是什么样的攻击力？这他娘的还是人吗？欧姆被这一发言爆炸的头晕目眩，甚至还没感觉到疼痛，第二发子弹就迎面来，依然是一发研爆射击。这一次子弹直接在欧姆的头部爆炸，爆炸过后，欧姆的身躯重重倒地。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升至23级，全属性提升。击杀30级 BOSS 神官欧姆，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 C 级被动技能见闻色霸气，是否附加于自身？ C 级见闻色霸气，3种霸气之一，可令人的五感变得敏锐，可以察觉周围生物的气息、感情变化的霸气，也可用于预判并回避危险。是。一道光芒闪过，李长生获得了 C 级见闻色霸气。李长生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感知周围的环境。以前需要眼睛才能观测到的东西，现在闭上眼睛也能有画面感。陶晶等人的动作，周围的建筑物以及草丛中的生物，李长生都能感知到。这天赋太奇妙了。李长生睁开眼睛，看向陶晶等人，发现他们都惊愕地看着自己。如果说秒杀大狗是运气，那么2枪击杀神官欧姆，这绝对是实力。陶晶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长生大佬太强了，小弟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周凯和陈静怡瘫坐在地上，他们没想到还能活着完成这个试炼。恭喜你们完成铁之试炼，接下来请在爪之试炼、绳之试炼、球之试炼中做出选择。李长生记得爪之试炼生存率是 50%， 绳之试炼是 30%， 球之试炼是 10%。 那就从最难的来，球之试炼。球之试炼即将开始，1分钟后你们将被传送至球之试炼秘境，请做好准备。此时迪亚已经醒来，刚醒来就听到了这冰冷的消息。他疑惑地看了眼地面的尸体，大狗和神官欧姆竟然都被击杀了。毫无疑问，这都是李长生干的。迪亚咳嗽了2声，抱歉，接下来的战斗我可能很难再做出贡献了。李长生点了点头，接下来的战斗交给我就行了，你们好好休息。迪亚闻言立刻拿出恢复药剂，尽快恢复自己的伤势，保证自己一会儿还能有力气战斗。倒计时结束，画面一转，众人来到了球之试炼的场景。欢迎来到球之试炼。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球状云朵的森林，大量白色球体漂浮在这个空间，看起来就像是白色的棉花糖。陶晶道：千万别碰那白球，会爆炸。周凯感到很害怕，立刻将眼前的球云推开。就在他推开的一刹那，球云发生了爆炸，周凯直接被炸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大口的喘气。这次爆炸直接炸掉了他大半管血，整个人都无法动弹。抱歉，周凯用微弱的力气说道，也不能过于责怪周凯，听到球云会爆炸，而且就在他面前，将球云推开也只是他本能的反应。这么多的球云该如何是好？李长生道：陶晶，还有防电服吗？你们都穿上。陶晶也不问缘由，立刻从包裹中取出4套防电服，给4人都穿上。你不要吗？陶晶询问道。李长生摇了摇头，不需要。李长生拿起巴雷特，对准远处的球云，使出了 B 级技能超级闪电链，子弹射出，闪电链开始在球云之间来回穿梭，凡是被碰触到的球云全部发生了爆炸，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不一会儿，
这片区域的球员全部被闪电链清除干净。陶晶恍然大悟，知道了为何让众人穿上防电服。技能不会伤害使用者，但是会误伤友军。李长生是怕闪电链打到他们。爆炸结束，一个巨型球云出现在不远处，球云上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警告：遭遇28级 BOSS 球之试炼神官沙德利，象征喜怒哀乐中的喜，擅长利用球云和冲击被消灭对手。吼吼吼！欢迎你们选择了我的球之试炼！吼吼吼！沙德利在大型球云上一边说一边跳，显得十分开心。李长生也不废话，拿起巴雷特对准他就是一枪，子弹命中沙德利的心脏，沙德利应声倒地。他脚下的巨型球云也发生了猛烈爆炸，猛烈的冲击波将众人震飞数十米，只有李长生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击杀28级 BOSS 沙德利，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天赋 C 级见闻色霸气，检测到你已有 C 级见闻色霸气，此次掠夺失效。李长生感到无语，竟然重复掠夺了。只能说这个神官能掠夺的东西不多。陶晶等人都呆了，这他娘的 BOSS 刚出现就没了。第64章绳之试炼和沼泽试炼。恭喜你们完成球之试炼，接下来请在沼之试炼、绳之试炼中做出选择。绳之试炼，绳之试炼即将开始，1分钟后你们将被传送至绳之试炼秘境，请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不好的消息传来：杀戮战士田启死亡，杀戮战士黄敏死亡，杀戮战士杨志死亡，杀戮战士丁力死亡。一连串的死亡消息不断刷屏。陶晶咽了下口水，死掉的都是其他副本队伍的成员。之所以自己的队伍没有死亡，是因为李长生的存在。周凯和陈静怡十分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队伍，这才一会儿的时间就死掉了5个人。那4个试炼全部完成，还会有几个人活下来？想想都觉得可怕。倒计时结束，环境再次变化，欢迎来到了绳之试炼。此时众人出现在了另一片森林之中，森林中除了高大的树木，其他看起来十分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拥有见闻色霸气的李长生敏锐地感知到这里很危险。看似一片祥和的森林中，竟然有许多肉眼难以分辨的细线，这些细线被称为绳云。由于绳云相当细小，肉眼难以辨识，但又极其坚韧，凡是毫无准备就闯入的人会被绳云缠绕全身却不自知，最后动弹不得，任凭宰割。大家不要乱动，李长生说道。众人很听话，没有人乱动。一位骑着红色大鸟，手持长矛，戴着护目镜的男人出现在了天空。警告：遭遇29级 BOSS 神官修罗，象征喜怒哀乐中的怒，擅长绳云、岩背以及空中作战，被称为苍天骑士。神官修罗道：这里是生存率只有 3% 的绳之试炼。3%？不是 30%？ 难道情报有误？陶晶连忙查询了一下资料，搞错了，应该是 3%， 不是 30%。 无所谓了，0%的欧姆都被干掉了，这个 3% 也没什么可怕的。修罗道：你们注定无法离开这里，你们的周围充满了肉眼难以分辨的绳云，无论多么强壮的男人被缠绕都会动弹不得。仔细看清楚了，你们已经没有了移动空间，受死吧，待宰的羔羊们。李长生拿起巴雷特对准他身下的坐骑就是一枪，子弹命中大鸟，将大鸟当场击毙。修罗连同大鸟从空中坠落。该死，发生了什么？快飞起来！任凭他怎么呼喊，大鸟都无动于衷，最终坠落在了森林之间的绳云之上。这些神官都太弱了，他们不是真正的神，只是被空岛的居民这样称呼而已，拥有见闻色霸气，还有一些使用道具的能力而已，甚至还没有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厉害。哪怕是巴杰斯或者范奥卡过来，也能轻松干掉这些神官。坐骑被击毙后的修罗勃然大怒，拿着长矛就朝着李长生冲了过来。修罗象征着喜怒哀乐中的怒，很容易让愤怒冲昏头脑，甚至失去了衡量彼此战斗力的能力。对于这种愤怒的家伙，李长生抬手就是一枪，将其轻松秒杀。击杀29级 BOSS 修罗，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天赋 C 级骑术，可骑乘低级飞行生物，飞行速度提高 50%， 是否将其附加于自身？是。还好这次没有重复掠夺，获得了骑乘飞行生物的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修罗死后还爆出了一张坐骑卡，坐骑3丈鸟盘腿，品质低级飞行坐骑，需求 C 级骑术，能力可喷射火焰攻击敌人，乘坐最多乘坐2人。李长生捏碎卡片便获得了召唤此坐骑的能力。一只红色的大鸟出现在李长生面前，这只鸟和修罗刚才骑乘的那只一模一样，缺点就是长得特别丑。李长生跨坐上去，大鸟挥动翅膀开始在空中飞行。怎么说，虽然有飞行能力，
但是速度一般，就跟开着一辆越野车差不多。好在有飞行能力，这一点非常实用。看到李长生再次秒杀神官，众人已经见怪不怪了。陶金好奇地打量着这只大鸟，眼神中满是羡慕。竟然是飞行坐骑，赚大发了！陶金惊呼。周凯也十分羡慕，我要是有这个坐骑，坐在上面弹奏鲁特琴，生存几率能提高很多。陈静怡道，我也是，身为召唤师的我，就能坐在空中指挥召唤师作战了。迪亚道，是这样的，目前的试炼任务中，能够对空的敌人很少，有了飞行坐骑，能够很大的提升生存几率。沼之试炼即将开始，1分钟后，你们将被传送至沼之试炼秘境，请做好准备。倒计时结束，众人来到了最后一关。这一关是生存率最高的沼之试炼，50%的生存几率。环境变换，这是一片充满白云的废墟。一个身穿紫色外套的黑人大汉站在那里。欢迎来到沼之试炼。警告，遭遇27级 BOSS 神官盖达兹，象征喜怒哀乐中的乐，持有喷风背即能够产生沼云的云背。误入沼云的人会像是误踩丛林中的沼泽一样，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脱身，最后会窒息而亡。盖达兹看起来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我名为护卫队长盖达兹，是侍奉全能之神艾尼路的神官，掌管神之岛的沼之试炼。总之，你们走路最好小心点。盖达兹摆出了一副战斗姿态。这个家伙被认定为最弱是有一定道理的。李长生刚准备动手，便被陶金制止了。陶金挠了挠头，长生大佬，留一个给我们吧，我们几个击败这家伙应该不成问题。迪亚等人也点了点头，他们也想挑战一次这个最弱的神官。这是试炼的最后一场了，要是什么都不干就通关，他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总之就是多少混点奖励。对于这个请求，李长生倒是没有拒绝，他干脆就站在那里安静的观看。看了眼这个神官盖达兹的介绍，没有什么突出和能掠夺的地方，不如现在省点力气，然后去挑战最终的 BOSS。 第65章，返回还是挑战？面对神官盖达兹，陶金、迪亚、周凯、陈静怡4人使出全身力气，不断的围攻盖达兹。盖达兹不停的使出爪云，周凯不小心一脚踩入爪云。救我，长生大佬！李长生无语，摇了摇头，走到旁边将他从爪云中拉起。他已经喝了好几口水，差点呛死在里面。谢谢大佬。说完这句话，他继续弹奏鲁特琴，为大家加持 buff。 陈静一不小心也陷入了爪云，然后被李长生拉了起来。这两个家伙怎么说呢，有些笨拙，要是在其他队伍估计早死了。就这样，在4人合力协作下，神官盖达兹被击杀，4人也已经累瘫了。他们不像李长生那样拥有高攻击力，这场战斗足足打了10分钟，才将盖达兹的血量磨完。好累啊，长生大佬！陶金瘫坐在那里，按压扳机的手指头都肿了。迪亚这次也使出了妖魔化，不过这次他刻意控制住了妖魔化程度，没有让其侵占心智。恭喜你们完成4大神之试炼，任务完成，获得 EW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你们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挑战，也可以选择立刻回归。还有挑战？陶金惊呼。迪亚也感到不可思议，是回归还是选择留下来？李长生心里早有了打算，他肯定是要选择留下来的，因为他还没有见到最终 BOSS 雷神艾尼路，能从艾尼路身上掠夺到的东西太多了。李长生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你们要留下来吗啊？李长生询问道。周凯和陈静怡摇了摇头，抱歉，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周凯道。陈静怡也是同样的说法，两人没有丝毫的迟疑，选择了回归，接受任务奖励。C 级的杀戮晶体和 EW 杀戮币已经能让他们好好强化一番了，他们不想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2道光芒闪过，两人被传送出了海贼世界。剩下的陶金和迪亚显得有些犹豫。陶金问道：长生大佬，你要留下来吗？李长生点了点头，是的，支线任务敲响黄金钟还没做。陶金长叹一口气，长生大佬，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黄金钟位于黄金乡，雷神艾尼路就在那里。迪亚道：李长生，你难道要去挑战艾尼路？李长生没有回答，但两人都清楚，李长生这是要来一波大的，只要能够干掉艾尼路，绝对能获得丰厚的奖励。C 级杀戮晶体，不，至少有1枚 B 级杀戮晶体。陶金心中暗自盘算着，如果击杀艾尼路成功，那绝对是自己的翻身仗，但同时收益与风险并存，那可是雷神艾尼路啊，响雷果实的拥有者，操纵闪电，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迪亚的内心同样在挣扎，这不是普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关乎到他们的性命。李长生道：你们不去也没有关系。陶金想了想，一咬牙一跺脚，妈的，拼了，我跟你混了。
陶晶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选择了留下来，跟随李长生一起挑战。这是他慎重考虑的结果。即使这次他离开了，后面还会有更艰巨的任务。如果这次抱紧李长生大腿，混到了高额的奖励，那么他的未来之路也不会那么陡峭。人生就是如此，这样的大腿不是说抱就能抱到的。迪亚道，我也选择留下来。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这次试炼不可能成功。我相信你，很棒的选择。李长生深感欣慰，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是挺有种的。从他们当时冲入酒吧救自己就不难看出。此时画面一闪，三人被传出了神之试炼秘境，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欢迎来到上层遗迹，最终任务击败35级 BOSS 雷神艾尼路，任务失败全员抹杀。这个任务仅限于李长生三人，其他还没通过试炼的杀戮战士并没有收到这个任务。李长生坐在上层遗迹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人试炼成功。等了将近30分钟，等来的却是一个个杀戮战士死亡的讯息。杀戮战士苗峰被神官欧姆击杀，30分钟后，最后一名杀戮战士苗峰也死了。也就是说，神之试炼只有李长生的队伍全员活了下来。现在这个海贼世界就只剩下了李长生三人。靠，苗峰也死了。陶晶手里的弹夹差点掉在地上。迪亚道，看样子我们没有必要等待了，就剩下我们3个了。李长生站起身来，走吧，去找艾尼路。不远处忽然传来了战斗的声音，李长生快速赶了过去。在上层遗迹的另一边，李长生看到了索隆，还有土著战士韦伯，另外还有一条巨大的长牙大蛇。索隆、韦伯还有长牙大蛇正在进行一场3方混战。战鬼韦伯是空岛原住民山迪亚人的年轻领袖，大战士卡尔葛拉的后代，继承了大战士传承了400年的遗志，为了夺回故乡，点燃香多拉的灯火，带领族人与艾尼路殊死抗争。所谓神之岛，就是400年前被冲上来的那片海岛。大战士卡尔葛拉是山迪亚战士韦伯的祖先，为400年前加亚岛上最凶狠的大战士。蒙布朗、诺兰度来到加亚岛之后，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卡尔葛拉跟着加亚岛一起被冲上空岛，和空岛的神引发争夺战，最后战死。400年前，诺兰度及船员因躲避暴风雨而来到加亚岛，正好拯救了受树热病侵袭的山迪亚一族，并结束活人献祭的传统仪式，还与大战士卡尔葛拉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虽然诺兰度拯救了山迪亚，却因过程中砍伐了所有山迪亚的神木，而被族人误解为侵犯传统和信仰的罪人。卡尔葛拉下逐客令把他们赶走后，从穆斯得知他们砍树的原因，没能赶上送别诺兰度，成为他无比后悔的事情。为了缅怀诺兰度的恩情，于族民居住的群落铸造诺兰度的纪念雕像。当卡尔葛拉理解了好友的做法之后，他们的岛屿却已经被冲到了天上，而诺兰度也没有能再见他们一面，命运让无法重逢。诺兰度奉国王之命重返加亚岛寻找黄金，此时加亚岛却已被冲上白海，因为找不到黄金箱而犯了欺君之罪，诺兰度被处死，还被冠以大话王的称号。第66章，山多拉。看到3人混战，李长生立刻跑过去阻止，并询问索隆为何和韦伯打起来。索隆道，不是我要打的，是这个家伙不由分说就发动攻击，我只不过是被动反击。韦伯一脸凶神恶煞，他不欢迎外地人。韦伯沉声道，如果你们是来阻止我击败艾尼路的，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好家伙，人狠话不多。韦伯同样是30级，战斗力和索隆差不多。作为大战士卡尔葛拉的后代，山多拉的年轻领袖，身上流淌着荣耀的血统，他的身份不允许他低头。李长生解释道，我们不是来阻止你们的，相反，我们是来帮助你的。我们要敲响黄金钟，让整个加雅岛都知道空岛是存在的，黄金箱也是存在的。为何执意要敲响黄金钟？韦伯略带疑惑。我们在上来之前遇到了一个叫做蒙布朗、库利凯的大叔，他是400年前蒙布朗、诺兰度的子孙，他一直在寻找黄金箱，这是他与命运的抗争。李长生解释道。闻言，韦伯全身一震。你说什么？诺兰度的子孙还在寻找黄金箱？韦伯当然知道诺兰度是谁，祖辈告诉过韦伯，大战士卡尔葛拉为了等待诺兰度的再次到来，决定时刻点燃山多拉的灯火，并敲响黄金钟迎接诺兰度。这是卡尔葛拉一族世代的族训，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可惜400年前他们的岛屿被冲上了空岛，这个目标就显得十分渺茫。但韦伯不会放弃，他决心一定要夺回神之岛，那个曾经属于山迪亚人居住的土地。然而就在今天，他从别人口中得知诺兰度的子孙还在寻找黄金箱。这一下韦伯彻底绷不住了，浑身颤抖，眼泪不争气的流下。啊！战鬼韦伯对着天空咆哮，发泄着心中的情绪。那个叫库利凯的男人还在找寻黄金箱吗？
韦伯问道。李长生道：是的，他依然在寻找。韦伯一拳砸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大声说道：放心，我一定要让他听到黄金中的钟声。我不仅要点燃山多拉的灯火，还要让钟声响彻这片天空。我要让诺兰度的后代知道，黄金乡是存在的，空岛是存在的，山迪亚人从未忘记过曾经的诺言。现在韦伯也是一伙的了，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抵达藤蔓的上层，黄金钟就位于那里。望着藤蔓上方的云朵，不用怀疑，那里肯定有艾尼路的存在，他是不会让众人那么轻易靠近的。对付艾尼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路飞当主战力。路飞呢？李长生看向索隆，索隆指了指那边的长牙大蛇，在那只蛇的肚子里面。李长生一阵无语。就在他们试炼的那段时间，路飞跑到大蛇的肚子里去了。让我把这只蛇切开。索隆道。李长生拉住了索隆，淡定，这只大蛇不是我们的敌人。这只大蛇其实在400年前就在这座岛上，出现在回忆诺兰度和大战士卡尔葛拉的结交情节中，喜欢黄金中的钟声，之后也会作为空岛橡皮宫游乐场的蹦极设施。这样啊。索隆收回了佩刀。李长生走到大蛇面前，直接抓住它的尾巴，用力旋转。大蛇庞大的身躯竟然被李长生甩动了。获得巴杰斯超级力量强化后，李长生的力量大幅度增强，这么用力一甩，竟然将路飞等人从大蛇肚子里甩了出来。终于出来了。路飞站在那里开心地笑道，还以为要被融化了。乌索普和乔巴班跪在那里，看起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至于娜美罗宾和山治三人从另一个方向姗姗来迟赶到，草帽团全员都到齐了。接下来就是要挑战艾尼路了。可是现在艾尼路在哪呢？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闪电从天空中轰击而下，粗壮的闪电柱击中上层遗迹，导致遗迹发生了坍塌，地面碎裂，众人从高空处开始坠落。李长生听到了艾尼路的大笑声，呀哈哈哈哈，让我们迈入终曲吧。李长生一声口哨，召唤出了大鸟坐骑骑在身上，迪亚踩在遗迹石头上快速跳跃，跳到了大鸟背上。大鸟只能乘坐2个人，这下子算是满员了。这时胖子见状不妙，在坠落的过程中抓住了大鸟的一只脚。靠，死胖子，大鸟只能坐2个人。李长生惊呼。陶晶紧张地喊道，没事，我抓住鸟腿就行。3个人的重量导致大鸟失去悬空的能力，开始缓慢下坠。这个结果还能接受，虽然飞不起来，但也不至于坠落下去。现在相当于缓缓下降。就这样，李长生乘坐大鸟缓缓降落到了遗迹中层。草帽团等人也各显神通，将他们的成员全部救了下来。待到一切归于平静，众人开始打量这个地方。前方一座高大的梯形石质建筑，周围还有大量残损的房屋，不远处还有一座祭坛。这里是哪啊？从位置上来说应该是地下，但从没见过这个地方，竟然还有这种地方。娜美感到十分惊讶。李长生注意到了韦伯的表情，他现在的样子十分震惊。韦伯颤抖地说道，难道说这里就是我们山迪亚人的故乡山多拉？韦伯的脑海中想起了那句话，点燃山多拉的灯火，以大战士卡尔葛拉之名。这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祖先们一直保卫着的，我们引以为豪的都市山多拉。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只长牙大蛇，大蛇也跟着坠落到了这里。当他看到这里的建筑物后，左顾右盼，竟然流下了泪水。大蛇仰天长啸，这叫声引起了艾尼路的注意。艾尼路飞到了大蛇头顶，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蛇，你在吵什么？烦人的蛇，愚蠢至极。艾尼路右手电光闪烁，随即对大蛇使出了神之制裁，一道粗壮的雷柱命中大蛇。电光过后，大蛇变得焦黑，身体冒着浓烟，瘫倒在了地面。李长生也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艾尼路。第67章，艾尼路。艾尼路盘坐在那里，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众人，头戴一个白色的头巾，头巾下是大闪头，耳垂很长，并且带有耳坠，光着上半身，背后装有4个刻着3勾玉的大鼓，手上戴有黄金戒指，手持一根黄金棍，下半身穿着灯笼裤，光着脚，脚趾上有指环。警告：遭遇35级 BOSS 艾尼路，自然系响雷果实能力者，自称为神，擅长雷系魔法攻击。韦伯见到了他的敌人，二话不说，拿起手里的大炮对准艾尼路开炮。艾尼路轻轻一跳，轻松躲开了攻击。哈哈哈哈！你干什么？真够粗鲁啊，战士韦伯！难得我好心情把你请回故乡，别这么杀气腾腾的，稍安勿躁，游戏才刚刚开始。游戏？是啊，无聊的游戏。你，还有你身后这些人都是参赛者，你们努力来到了这里，就让我称赞一下你们吧。哈哈哈哈！没什么，只是个小游戏而已，就是当你们踏入这座岛屿3小时后，
最后还会有多少人平安无事生存的游戏，我也包括在内。我的预测是8名，现在距离3小时结束还有1个小时，但我的眼前站了11个人，也就是说，多出来这3个人超出了我的预测，这下可就麻烦了。艾尼路将目光锁定李长生3人。艾尼路道：“神的预言绝不能落空，因为是绝对的。那么，谁愿意消失呢？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呢？还是说由我亲自下手呢？”草帽团众人和韦伯没有犹豫，将武器对准了艾尼路。就你消失吧！哼哼哼哼，艾尼路发出了阴沉的笑声。看到众人如此团结，陶晶长舒一口气。他最怕众人内讧了。咦，长生大佬呢？陶晶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李长生。难道长生大佬逃跑了？并没有，李长生只是事先寻找了一个不错的地点，准备狙击艾尼路。要我消失，这还真是……哈哈哈哈！艾尼路在那里放声大笑。提示：1小时内击败艾尼路将获得隐藏奖励。李长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艾尼路的眉心。趁着艾尼路放声大笑之际，李长生按下了扳机，附带全部特性的研爆射击子弹呼啸而至。就在即将命中艾尼路的一瞬间，艾尼路竟然闪开了，子弹命中一记建筑，将建筑炸成了粉末。糟糕，竟然被闪开了！李长生意识到这个艾尼路不简单，他拥有强大的星网能力，相当于高级见闻色霸气，能够预知攻击。再加上他是响雷果实拥有者，可以元素化，化身成为一道闪电移动。李长生子弹的速度是闪电的 30%， 而艾尼路则拥有闪电 100% 的移动速度，这也就是艾尼路能够闪开的原因。本以为强化过后的速度已经无敌了，没想到遇到了一个速度更快的，竟然敢偷袭我！看来你们还没有理解所谓神的存在。下一秒，艾尼路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到了李长生面前。艾尼路指尖电光闪烁，对着李长生使出了2000万伏特的电流。李长生使出瞬移，躲开了这次电流攻击。还好有瞬移，不然很难躲开这次攻击。这时草帽团众人和韦伯也对艾尼路发起了攻击，不过艾尼路仿佛认准了李长生，再次化作一道闪电朝李长生袭来。李长生提前预判，使用后跳和艾尼路拉开了距离，并对着他现身的地点就是一发研爆射击。这发爆炸直接将艾尼路炸飞了出去。艾尼路在爆炸发生的瞬间使出了元素化躲避，尽量将伤害减少到了最低。即使是那样，他的半边脸也被炸得焦黑。李长生笑道：“神也不过如此吗？”艾尼路听后恼怒万分，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连一旁路飞的攻击都忘记躲闪了。橡胶火箭炮！路飞直冲而来，一发橡胶火箭炮将艾尼路再次打飞。艾尼路此时的状态不是很好，自诩为神的他接连被人打脸，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他决定要灭掉眼前这群人。艾尼路使用贝壳变出了一朵球云，他站在球云上面俯视众人。李长生现在也不能随意开枪，他必须等待必杀一击，也就是艾尼路身体受限制的情况，不然开枪也会被他躲开。先创造出一个机会再说。艾尼路站半空中，表情十分冷漠。刚才是谁把我打飞的？路飞主动示意：“是我。”艾尼路冷哼一声：“很好。”随即艾尼路举起了右手，一道雷光朝着天空射出。看样子艾尼路又要使出他的神之惩罚技能，也就是所谓从天而降的雷光柱。一道粗壮的雷光柱从天而降，众人纷纷躲避，唯有路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快躲开路飞！娜美等人喊道。然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雷光击打在路飞身上，将其吞没。待到雷光散去，路飞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路飞挠了挠头，显得很呆滞的样子。艾尼路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冷哼一声：“被躲开了吗？”随即艾尼路挥动黄金棍，3000万伏特雷鸟，一只由雷元素幻化而成的巨大雷鸟朝着路飞飞去。雷鸟撞击在路飞身上，电流闪烁。然而路飞依然什么事都没有，还是没用。艾尼路再次挥动黄金棍，6000万伏特雷龙，一只由雷元素幻化而成的巨大雷龙带着咆哮声朝着路飞席卷而来。雷龙精准命中路飞，路飞依然呆滞地站在那里，没有受到半点伤害。艾尼路身形闪烁，来到了路飞面前，并用手指指着路飞脑袋：“1亿伏特，放电！”巨大的电流从艾尼路身上散发，将路飞包裹。“你玩够了没有？”路飞一声怒吼，将艾尼路推了出去。再反观艾尼路的表情，目瞪口呆，眼珠子惊讶的都快凸出来了，嘴巴能塞进去5个鸡蛋。路飞可是橡胶果实能力者，橡胶人，绝缘体，电流对他无法造成伤害。第68章，神一样的男人。艾尼路这下懵了，这辈子还没遇到过这号人物。
自己拿手的雷系伤害对他全部无效。趁着艾尼路惊愕的时候，李长生又开了一枪。这一枪他并没有使用必杀一击，他不确定这一发子弹能命中艾尼路。果不其然，还是被艾尼路强大的星网能力躲开了。艾尼路的星网就相当于高级见闻色霸气，能够感应即将到来的危险，配合他闪电般的速度，很难命中他。艾尼路手指电光指向李长生，李长生再次使用瞬移躲开。艾尼路现在郁闷无比，一个是打不着，一个是能打着，但伤害无效。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艾尼路想了想，还是先干掉能打中的。艾尼路将目标锁定了路飞，既然雷系伤害无效，那就不用了。艾尼路咧嘴一笑，手中黄金棍电光闪烁，在高电压下，艾尼路手中的黄金棍竟然被融化变形，变成了一个三叉戟形状。艾尼路手持三叉戟对着路飞不断穿刺，路飞开始惊险的躲避。这样的战斗对淘金和迪亚来说，他们是插不上手的，等级相差太多，还都是 BOSS 品质，只能说在某些时刻做些辅助的事情。索隆、山治和罗宾也加入了战斗，帮助路飞战斗。三大战力一起并肩合作。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防电能力，三人很快就被艾尼路电晕过去。淘金，你不是有防电服，快给他们穿上。李长生道。淘金一拍脑袋，差点把这事忘了，立刻跑过去给晕倒的山治和索隆穿防电服。李长生吼道：他俩都晕了，你给其他人穿上，韦伯、乌索普、乔巴穿上。娜美挥了挥手，那我呢？你躲远点，这里交给我们。李长生道。娜美很听话，跑得远远的，但最后只有乌索普和乔巴穿上了防电服。战鬼韦伯不屑于穿这个东西，韦伯加速朝着艾尼路冲去，和艾尼路激斗起来。几番交战下来，韦伯也被电倒了。乌索普惊呼：早让你穿防电服你不听，完了，这一下又损失一个主战力。穿上静电服的乌索普明显胆大了一些，拿着弹弓对着艾尼路一顿输出，搞得艾尼路十分烦躁。臭虫，神之惩罚！巨大的雷光击中乌索普，乌索普！路飞惊呼。然而电光消失，乌索普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乌索普看了眼自己的身体，没一点事。哈哈，我有防电服，我没事。哈哈哈哈！来啊，打我呀！乌索普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种。乌索普一边叫嚣，一边拿着弹弓不断射击艾尼路。这一次，艾尼路真的被惹毛了。只见他手持黄金叉闪烁到了乌索普面前。乌索普，快跑！路飞大喊道。可惜还是晚了，黄金叉直接穿透了乌索普的腹部。乌索普喷出了一口鲜血，随即缓缓倒地。切臭虫！艾尼路啐了一口。看到乌索普倒下，路飞怒气直接满值。混蛋！路飞怒吼着朝着艾尼路冲来。然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路飞想要抓住艾尼路的黄金叉，但是在电流的作用下，黄金叉直接变得滚烫无比。路飞被烫到，立刻松开了双手。艾尼路要的就是这个机会。就在这时，一把大剑凌空劈下，妖魔化的迪亚出现在艾尼路面前，挡住了他的黄金叉攻击。随后迪亚朝着艾尼路展开了疯狂的攻击。艾尼路感到很惊讶，挺厉害的吗？迪亚看似疯狂的攻击，对于艾尼路来说速度还是太慢了。艾尼路将手指指向迪亚，2000万伏特，放电。迪亚瞬间倒地，但是还有呼吸，没有死去。胖子拿着机枪对着艾尼路不断扫射，可是艾尼路会使用元素化，能够躲开物理攻击。胖子的子弹全部打在了雷元素上，并没有对艾尼路造成任何伤害。由于胖子对艾尼路没有产生威胁，所以艾尼路并没有理会胖子。艾尼路趁着路飞攻击的间隙，直接拿起黄金叉贯穿了路飞的胸膛。这下所有人都懵了，这跟动漫里的不一样啊！动漫里的路飞可是吊打艾尼路啊，怎么在这里变成了艾尼路吊打路飞？李长生想起以前听过的话，在杀戮世界里，杀戮战士才是主角，那些故事中的人物都会被主神调整属性值，最终目的是为了考验杀戮战士，所以主角们的死活显得不是很重要。路飞、乌索普、乔巴和娜美哭泣地来到他们身边。药都在船上，我没有药，谁有药？快，先止血，不好，伤到了内脏，怎么办？怎么办？乔巴的样子有些癫狂。李长生立刻掏出了2瓶超级金疮药，给他们喝下去。这一瓶超级金疮药价值1000杀戮币，是李长生在黑球那里买的。当前状态下，能恢复一个战斗力是一个。乔巴也顾不了那么多，这个时候只能选择相信李长生，将金色的药水灌进路飞和乌索普的口中，他们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超级金疮药
可治愈严重伤势，生命值和体力值恢复30%，每隔7天可使用一次。路飞和乌索普此时陷入了昏迷状态，至于多久醒来不得而知，估计是指望不上了。太好了，谢谢你。乔巴哭得眼泪婆娑，娜美也快被吓死了，眼泪流得哗哗的。就在这时，之前被电晕的韦伯忽然站了起来，一把抱住面前艾尼路。韦伯大声喊道：“快点攻击艾尼路！”李长生立刻架枪，对准艾尼路的脑袋就是一枪。每次李长生的攻击都让艾尼路心有余悸，直觉告诉艾尼路，这个男人的子弹里蕴含恐怖的能量。凭借强大的见闻色霸气和闪电般的速度，艾尼路撇了一下头，再次将子弹躲了过去。同时，艾尼路全身放电，将抱着自己的韦伯再次电晕过去。这次机会竟然错过了！操！李长生有些懊恼，又被躲开了。30%闪电的速度比不上100%的闪电速度。要是刚才对着心脏位置，那么绝对能将艾尼路击杀。可惜机会只有一次，该怎么办？如何才能干掉这个反应速度和移动速度都是顶级存在的大 BOSS？ 第69章职业选手。此时场内还站着的，就只有李长生、陶晶、乔巴、娜美4人。乔巴和娜美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俩穿着防电服，正在搬运受伤者，让乔巴负责治疗。也就是说，现在战斗员就只剩下了李长生和陶晶。长生大佬，现在该怎么办？陶晶扭头看向李长生，咦，长生大佬呢？李长生不见了。陶晶破口大骂：“李长生，你这个骗子，竟敢骗我们！你自己却偷偷跑了。”而此时的李长生已经开启疾风步，隐身状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将枪口对准了陶晶了。李长生深吸一口气，在电弧闪烁的瞬间，对准陶晶前方位置按下了扳机，子弹急速射出。下一刻，艾尼路突兀地出现在陶晶面前，正准备对陶晶发动攻击，敏锐地感觉到危险来临。艾尼路目瞪口呆地看着飞来的子弹，此时的他刚刚化作闪电结束元素化，中间有短暂的间隔。这发子弹是何时射出的？为什么自己没有预知到？而且这也太离谱了，这发子弹是在艾尼路移动的瞬间发射的。没错，这就是李长生的预判攻击，来自职业选手的技能包。既然瞄准艾尼路会被躲掉，那就瞄准别人。李长生使用了疾风步，进入了隐身状态。没有发现李长生，场上能对艾尼路造成威胁的也就剩下了陶晶。艾尼路肯定会对陶晶发起攻击，而陶晶又身穿防电服，艾尼路肯定会选择近身攻击。所以李长生将枪口对准了陶晶前方和艾尼路一条直线的位置。就在艾尼路选择元素化飞过来启动攻击陶晶的一瞬间，李长生扣下了扳机。30%的闪电速度确实比艾尼路慢一点，但这是预判攻击，几乎就在艾尼路抵达的瞬间，子弹也抵达了相同位置。艾尼路看到了子弹，但却无能为力。一发入魂，子弹贯穿艾尼路的胸膛。由于不知道艾尼路元素化后头部和心脏的位置，所以能够击中胸膛已经很幸运了。砰的一声，研爆子弹在艾尼路胸口发生了爆炸，剧烈的爆炸将身穿防电服的陶晶炸飞，艾尼路的胸口也被炸出一个大洞。噗！一口鲜血从艾尼路口中喷出，艾尼路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用黄金叉支撑着身体。艾尼路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膛，鲜血沾染了他的手掌。不可能！又一口鲜血喷出。我是神，怎么可能被凡人重创？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心脏复苏！艾尼路猛击心脏位置，使用电击疗法让心脏继续跳动，同时继续用电流刺激伤口处，让鲜血停止流动。可惜现在他这样做只是徒劳。李长生解除隐身状态，出现在艾尼路的身后，同时枪口抵住了艾尼路的脑袋。再见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伴随着艾尼路的祈求，李长生扣下了扳机。恭喜你，能量满值，等级提升至25级，击杀35级隐藏特殊 BOSS 艾尼路。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S 级天赋雷神之躯，是否附加于自身？ S 级雷神之躯，免疫雷系伤害，所有遭受的雷系攻击可为自己回复能量。雷系技能特效，伤害大幅度提高10倍，消耗大幅度降低。Holy shit！李长生惊呆了，自己竟然掠夺到 S 级天赋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当然要附加于自身了，看说明都非常牛逼。雷系伤害提高10倍，不愧是雷神艾尼路，感谢带爹的馈赠。是，恭喜你获得 S 级天赋雷神之躯。一道粗壮的闪电从天而降，将李长生包裹其中。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以为艾尼路还没有死。李长生！娜美惊呼。其实李长生根本没事，他只是在进化，接受新的 S 级天赋而已。等到雷光结束，
李长生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只是他的衣服全部破损，全身赤裸，皮肤上还闪烁着电流弧光。得到这个天赋后，李长生感觉雷元素对自己十分的亲和，雷元素根本不会攻击自己，反而跟自己的身体共存。以后就是雷元素人助力了，可惜不能元素化和位移，无所谓了，可以用瞬移来弥补。10倍雷系技能伤害加成，还要啥自行车？这么说的话，是否可以朝着雷系法师的方向发展？雷系伤害增加，特效增加，消耗降低，也很适合雷电法师。但技能的最终伤害是由武器伤害加持的，所以还是使用本命巴雷特造成的伤害最高。术业有专攻，全面发展等于全面平庸，还是专一一点。1小时内击杀艾尼路，解锁隐藏奖励，获得 S 级闪电特性卡片。S 级闪电特性，攻击附带大量闪电伤害，子弹速度提高为闪电速度的 100%。是否将其附加于本命武器灭神巴雷特？是。检测到灭神巴雷特已有 B 级闪电特性，是否将其替换为 S 级闪电特性？是。卡片消失，化作一道闪电没入巴雷特之中。现在的巴雷特外观看起来极其炫酷，雷电环绕着巴雷特，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魔法武器。这可是 S 级闪电特性啊！子弹的速度也变成了真正的闪电速度，即使在遇到闪电般速度的敌人，也能用子弹命中他。这下完美了，这把巴雷特已经逐渐成长为真正的神器了。除此之外，还掉落了一件装备，武器黄金棍，等级35级，品质史诗，攻击力120至140，特效1，攻击附带少量麻痹效果，特效2，有 30% 几率造成粉碎性打击。这件装备也相当不错，可惜不是李长生用的，等拿回去看能否交易换一个适合自己的装备。这次简直是大收获，还好没有选择回去。看着艾尼路的尸体，李长生真想抱上亲一口。你是真正的雷神！李长生对着艾尼路的尸体鞠了一躬，其他人此时还在震惊之中。娜美率先反应过来，和乔巴激动地抱在一起。被炸飞的陶晶也站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艾尼路竟然被击败了！长生大佬没有逃走，他干掉了艾尼路。第70章，敲响黄金钟，艾尼路被击败，一切归于平静。休息了一会儿，众人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之前被电晕的都已经苏醒了。唯一让李长生感到疑惑的一点，就是艾尼路的雷系攻击好像电不死人，凡是被他电到的全部都晕了过去。难道艾尼路在放水？有这个可能，他想多玩一会儿，结果玩过头了。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努力，李长生一个人想要战胜艾尼路那是不可能的。他的瞬移有10秒的冷却时间，不是众人在这冷却期间拖住艾尼路，李长生也早就被干掉了。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件事，敲响黄金钟。所有人顺着藤蔓再次来到了上层遗迹。不远处，巨大的黄金钟悬挂在遗迹上方。看到那黄金钟，韦伯的心脏急速跳动。李长生大声喊道：路飞，敲响黄金钟吧，让库利凯大叔知道，让整个加亚岛的人都知道，黄金乡就在空岛之上，空岛是存在的，黄金乡也是存在的。路飞点了点头，眼神坚定。他用双手抓住遗迹，然后身体向后拉伸，拉伸了将近100米，随后如同弹弓一样弹射，朝着黄金钟飞去。橡胶，火箭炮！路飞的双掌重重地击打在黄金钟上。Doom！ 巨大的钟声响彻整片天空。空岛的人民惊愕地看向神之岛。韦伯大声吼道：诺兰度的后代，那个叫做库利凯的大叔，你应该听到这钟声了吧？此时盘坐在加亚岛岸边，不停地抽着香烟的库利凯大叔听到了一声洪亮的钟声。库利凯手中的烟头掉落在了地上。Doom！ 又是一声钟声。这钟声让整座加亚岛的居民都能听见。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望向那片空中的基地云。钟声是从那里传来的，能发出如此巨大钟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传说中的黄金钟，那个被400年来称为大骗子诺兰度一直寻找的黄金乡的黄金钟。库利凯缓缓站起身来，他释然地看向天空，聆听着这美妙的钟声。黄金乡是存在的，黄金乡不是掉入了海中，而是被冲上了天空，成为了空岛的一部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个叫做诺兰度的混蛋祖先，他没有骗人，他是被冤枉的。那糟糕而又被诅咒的命运，终于在自己这一代被打破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库利凯眼泪止不住的流淌。Doom！ 钟声再次响起，路飞连续敲击了3次黄金钟，每次敲击都能震撼人心。李长生也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钟声。空岛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这跨越400年的重逢，终于在今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虽然大战士卡尔葛拉没能用黄金钟迎接到诺兰度，但他的子孙却做到了。这就是男人的浪漫。乌索普哭得稀里哗啦，混蛋，勇敢的海上战士是不能流泪的。库里凯大说，你听到了吧？一旁的娜美擦了擦眼泪，她一定听到了。恭喜完成支线任务，找到黄金箱并敲响黄金钟，获得5000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1枚。所有任务均已完成，即将传送返回杀戮都市。美妙的旅程总是短暂的。和草帽团等人告别后，李长生三人便消失在了空岛。等三人再次睁开眼睛，已经出现在了杀戮都市的黑球广场。任务结算中，任务等级30颗星，任务评价：击杀35级隐藏 BOSS 艾尼路，评价提升为 SS 级。SS 级奖励 3W 杀戮币 B 级杀戮晶体 X3 黄金宝箱 X2。本次试炼总计获得天赋 S 级雷神之躯 B 级超强力量 C 级迅捷 C 级格斗专家 C 级见闻色霸气 C 级骑术。特性 S 级闪电特性。装备30级传奇狙击枪千路35级史诗黄金棍。技能 B 级瞬移。坐骑3丈鸟盘腿。杀戮晶体 C 级杀戮晶体 X7 B 级杀戮晶体 X3。杀戮币 7W 3000点杀戮币。宝箱黄金宝箱 X2。特殊响雷恶魔果实魂魄 X1。其他的都能看懂，唯独最后一个响雷果实魂魄什么鬼？李长生打开了黑球兑换菜单，在血统一栏中找到了响雷果实兑换。血统响雷恶魔果实。品质 S 级。兑换需求 S 级杀戮晶体 X3 响雷果实魂魄 X1。提示：击杀艾尼路有几率获得响雷果实魂魄。原来如此。看了一下其他 S 级的兑换血统，都需要某个特定的条件才能兑换，光有杀戮晶体还不够。这个响雷恶魔果实魂魄对于李长生来说用处不大，因为他已经有血统了，无法重复兑换。而且 S 级杀戮晶体十分珍贵，到现在连 A 级杀戮晶体都没见过。攒够3个 S 级不知猴年马月了，能否交易呢？李长生看了一下物品讯息，响雷恶魔果实魂魄兑换响雷恶魔果实的必需物品，时区绑定，无法交易，可作为赫拉迪克方块转化核融合的材料，需要获得相关合成书。这玩意还不能交易。好消息是能作为赫拉迪克方块的转化融合材料，至于能转化为什么东西不得而知，需要相关的合成书。合成书需要在试炼世界中获取，一会儿可以去交易市场逛逛，看有没有人卖相关的合成书。回来了，活着回来了！淘金激动的声音回荡在广场，周围人都见怪不怪，经常有人回归后这样叫喊：太爽了，一个 B 级杀戮晶体，太棒了，我无敌了！对于淘金来说，这次简直赚大发了，跟着长生大佬混，直接混到了一个 B 级杀戮晶体。之前的任务 C 级杀戮晶体都很难获得一个，这次任务评价直接达到了 A 级，给了一个 B 级杀戮晶体。有了这个 B 级杀戮晶体，他就能兑换一个 C 级的血统，对他的实力提升有着质的飞跃。迪亚也是一样，得到了 A 级评价，获得了一枚 B 级杀戮晶体，同样还有大量杀戮币。淘金和迪亚两人快速跑来跟李长生道谢。李长生挠了挠头，胖子，我记得没错的话，你最后那会儿是在骂我吧？淘金愣了一下，直接对着自己的嘴巴扇了一下。长生大佬，误会，我以为你逃走了，哪知道那只是你的纪律，我自己长嘴。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李长生无语。第71章合成中心。长生哥哥，汪汪！赵雨禾和狗子跑了过来，两人在广场等待许久，终于看到了李长生的身影。赵雨禾跑过来抱住了李长生，小姑娘看起来挺担心的。狗子现在已经成为 bug 般的存在，不用去执行任务了。我离开了多久？李长生问道。赵雨禾道：1天时间。李长生点了点头。无论试炼时间是多久，最终在杀戮都市只算1天的时间。只是这次有些奇怪，主神没有提示下一次试炼的世界是什么。无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回来第一件事，先去馆子搓一顿，肚子有些饿了。来到饭馆，点了一桌子菜。狗子也有份，给狗子点了一份宠物豪华套餐，才5点杀戮币。狼吞虎咽得吃完，李长生打了个饱嗝。饭菜十分美味，只有回来后才能感觉到如此惬意。雨禾，你想好之后的发展方向了吗？尽管雨禾现在还是个小孩，但始终要面临这个问题。雨禾点了点头，我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我先换一个成长药水，让自己长到15岁的年龄，然后再攒钱成为杀戮战士。我也想成为一名狙击手。每次看到李长生在训练场使用狙击枪，雨禾都十分的羡慕。他也想成为李长生这样厉害的狙击高手。
成长药水。李长生没想到黑球里面还有这玩意。小姑娘还是有想法的，她现在才8岁，身体发育都不完全，小胳膊小腿的肯定无法成为杀戮战士，所以她想先用药水成长起来。想法不错，成为狙击手，李长生也没有什么异议。一瓶成长药水价值3000杀戮币，使用后可增长骨龄，在1至10年之间任意选择。李长生觉得现在兑换还为时过早，先加强一下基础训练。想到这里，李长生取出了30级的传奇品质狙击枪千鹿，也就是从黑胡子海贼团成员发奥卡那里获得的。雨禾，这把枪就送给你了，拿着好好练习，等我觉得你的水平差不多了，再让你成为杀戮战士。这把枪送给雨禾，也算是对赵金龙挡那一刀的回报。不可以，这太珍贵了。赵雨禾看着这把精美的狙击枪，30级传奇品质，这把狙击枪简直无敌了。拿着好好训练，等你到了30级就能佩戴它去执行任务。可是这把枪太珍贵了。赵雨禾略带哭腔，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装备。装备从品质划分，普通、优秀、卓越、史诗、传奇、神话。这把枪可是30级的传奇品质，放眼17号杀戮都市，也没有几个人拥有传奇装备。李长生哈哈一笑，再珍贵它也要有人使用，这样我就把这把枪挂家里的训练场，你时刻以它为目标，等你到了30级就自己拿走吧。小女孩也不再矫情，重重的点了点头。我一定要成为最厉害的狙击手，这样想就对了。吃完饭，李长生来到了交易区，在这里转转，看看哪里有卖合成公式。转了一圈，发现合成公式这东西还挺多的，价格也不贵，有衣服的合成公式，也有武器的合成公式，都需要相应的材料才能合成。而合成这些物品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赫拉迪克方块。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和响雷恶魔果实魂魄相关的合成公式羊皮纸。李长生打听了一下，发现赫拉迪克方块极其稀少，整个17杀戮都市也只有几人拥有。这几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其中有人将赫拉迪克方块寄存在合成中心，需要合成的人带着合成公式缴费使用赫拉迪克方块，这些缴费最后都归于赫拉迪克方块的主人。竟然还有这种赚钱方式。李长生来到了合成中心，发现这里人满为患，不远处的合成台上悬浮着2枚赫拉迪克方块，人们在排队使用。因为只有2个，所以排队很长，每次合成需要花费200杀戮币。李长生看到了赚钱的商机，不如也把自己的赫拉迪克方块寄存在这里，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需要合成的东西。李长生来到了合成中心的柜台，办理了流程手续。寄存期限为3天，3天后可选择是否再次寄存。3天结束也会将收入打入自己的账户中，系统收取 50% 的税费，也就是说200一次的费用，李长生每次能赚100杀戮币。真黑啊！先尝试寄存一次，等下次试炼回来看看能收取多少费用。手续结束，合成中心出现了第3个赫拉迪克方块，杀戮战士们争先恐后的跑过去排队，开始使用。看到别人使用自己的赫拉迪克方块，那种感觉还是很奇特的。就在李长生刚要离开合成中心的时候，被一个长发男子拦住了。这名男子一身贵族服饰，眉宇间有一股傲气。这位战士还请留步。男子说道。李长生皱了皱眉头，有什么事吗？男子自我介绍道，鄙人叫做飞羽，是吸血鬼协会的会长，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吸血鬼协会？吸血鬼协会？抱歉，我已经兑换其他血统了，已经有人类完美基因血统的李长生是不可能再兑换其他血统的。没关系，你可以担任我们吸血鬼协会的名誉长老，不是吸血鬼血统也没关系。飞羽解释道。就在这时，另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这名男子体型壮硕，一脸络腮胡，看着很像张飞。别听他胡说，要来就来我们狼人公会，不仅让你当名誉长老，每次任务结束还赠送你丰厚的杀戮币。飞羽闻言面色一沉，高川，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着我的面抢人？高川冷哼一声，就允许你们吸血鬼协会招人，我们狼人公会就不可以了吗？旋即2人为了招揽李长生开始了激烈的争吵。李长生猜测他们应该是看到了自己办理赫拉迪克方块的寄存手续，所以才选择争抢自己。不过李长生可没有加入这2个公会的打算。趁着他们2个针锋相对的时候，李长生已经离开了合成中心。等2人发现李长生不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李长生了。高川，你见过那家伙吗？飞羽问道。高川摇了摇头，没有，应该是个新人，能在新人试炼中获得赫拉迪克方块，绝对是潜力新星。是啊，可惜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飞羽感到十分可惜。第72章创立公会。回来的路上，李长生查了一下公会的资料。之所以这么多人选择加入一个公会，
是因为能得到不少好处。加入工会，每次任务结束都能获得少量杀戮币提成，而且工会里面有签到系统，每次签到打卡也能获得少量杀戮币。工会里面也有活动和任务，完成后都有不菲的奖励，这也是大家选择加入工会的原因。不过李长生还没想好要加入哪个工会，实在不行自己创立一个工会也行，只需要缴纳1000杀戮币一个 C 级杀戮晶体即可。想了想，李长生决定自己创建个工会玩玩，在别人工会还要看会长脸色，自己当会长逍遥自在岂不美哉？也不渴求有人加入自己的工会，工会里的任务自己一个人完成，也能拿到相应的奖赏。说干就干，李长生来到了工会中心，花费1000杀戮币和1枚 C 级杀戮晶体创建属于自己的工会。请输入您的工会名称，叫什么好呢？破晓工会。对不起，此工会名称已被使用。黎明工会。对不起，此工会名称已被使用。靠，此名称可以使用，是否使用靠作为您的工会名称？否。李长生吓一跳，差点创立了一个靠字的工会。长生工会，此名称可以使用，是否使用长生作为您的工会名称？是。工会创建中。恭喜你创建长生工会，您将担任长生工会会长，拥有工会的最高权限。终于成功了，这个名字还算可以，看得过去。打开工会面板，工会名称长生工会，会长李长生，工会等级1级，人数1人，工会任务未解锁2级解锁，工会活动未解锁3级解锁，工会加成 1% 经验获取加成 1% 杀戮币获取加成，工会大厅无需要购买，购买后工会成员可额外获得 10% 经验加成 10% 杀戮币加成。提示：工会成员每次完成任务都可以提高工会经验，经验满值后将提升工会等级。李长生看了眼工会大厅的购买面板，这些大厅都不便宜，买个工会大厅都需要1W 杀戮币才能购买。怎么说，要买吗？买，为什么不买？10%的额外经验和杀戮币加成，蚊子再小也是肉啊！李长生开始为工会大厅选址，最后选了一个距离黑球广场较近的位置。这座建筑以前是一个叫做猎人工会的工会大厅，上一场试炼他们工会的人都团灭了，所以留下了工会大厅。咦，猎人工会团灭了，那就代表着这个工会的名字可以使用。工会名字可以换吗？可以，需要缴纳1000杀戮币，但会清空工会等级，请您慎重使用。换。李长生的工会等级本来就是1级，根本不怕清空。恭喜您，工会名称更改为猎人工会。李长生对这个工会名字甚是满意。现在李长生多了一个称号，猎人工会会长，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这次试炼获得了 7W3， 加上之前剩余的杀戮币，总计是 8W2。这次创建工会花费了 1W2 杀戮币，1枚 C 级杀戮晶体，还剩下 7W 杀戮币。钱这种东西就是用来花的，攒在手里也生不出金蛋来。李长生按照地址坐标找到了自己的猎人工会，这就是一个3层的大别墅，周围还有围栏，牌子上写着猎人工会4个大字。第1层允许所有人员进入，第2层允许高级干部进入，第3层只允许会长进入。李长生进去转了一圈，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台球厅、泳池、放映室、游戏厅一应俱全，说白了就是个供工会成员交流娱乐的地方。第1层后面还有个小花园，有假山假水，是个喝茶的好地方。同时工会里面还设有工会仓库，不同权限的成员可以存取相应的物资。第2层和第1层相比能高级一些，少了一些玩耍的氛围，多了一些庄重。第3层也就是会长办公室，一个巨大的办公室，配置相当豪华，这些都是之前猎人工会布置好的。李长生对这个布局和环境十分满意，不需要有什么改动。看完这些，李长生返回了自己的房间，洗漱一番便好好休息一天。这一觉睡得很舒服，一觉睡到自然醒。醒来后发现赵雨荷正在训练场练习枪法，李长生表示很欣慰，摸了摸赵雨荷的脑袋，让他继续训练。同时李长生也收到了迪亚发来的消息，长生，我和陶晶想跟您见一面，就在小猫咖啡厅，您能来一趟吗？是1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他们俩找自己做什么？闲着也是闲着，李长生决定去小猫咖啡厅坐一坐。刚到咖啡厅，就看到迪亚和陶晶朝自己招手。李长生走了过去，点了杯咖啡。你们2个找我有什么事？两人一时间有些犹豫，半天吐不出一句话。有什么就说，不说我就走了。陶晶立刻说道，那个长生大佬，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就是希望下一次试炼，我们能一起组队。迪亚点了点头，一起组队。李长生深吸一口香烟，我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组队。李长生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组队对他来说意义不大。陶晶道：我们听你指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帮你打小怪，补给物资，任何事都能做，你就当我们两个是移动补给站。迪亚点了点头，对，物资补给站。李长生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们，这两个家伙估计是上一场尝到了甜头，铁了心要跟自己组队。李长生转念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尽管说。陶晶亮眼放光，迪亚一脸期待。我靠，提要求也能让这两人这么激动。只是我刚创建了一个工会，需要点人手，增加工会经验。陶晶和迪亚一听，两人二话不说，当即退出了各自的2级工会。长生会长，快招我进入你的工会，我已经退出我那个2级工会了。陶晶迫不及待地说道。我也是，长生会长。迪亚兴奋地说道。第73章全部强化。两人的积极程度远超李长生预料，于是李长生将他们两个纳入了工会，成为了工会的第一批成员。虽然工会只有1级，两人看起来比加入了3级工会还要开心。李长生道：先说说你们的能力吧。迪亚道：我是 C 级天赋妖魔之躯，刚刚进行了 C 级大剑血统强化，本命武器是 C 级破魔大剑，主攻近战输出。陶晶道：我是 C 级天赋枪炮大师，用上一场的 B 级晶体兑换了 C 级改造人血统，本命武器是 C 级 M4A1 突击步枪，主攻远程输出。李长生道：我是 A 级狙击王天赋，本命武器是 A 级狙击枪巴雷特，秒杀 BOSS 的攻击力。说 B 级肯定不合适，他俩也不傻，干脆就说自己是双 A 级，可信度高一点。竟然是双 A， 太强了！两人惊叹不已。在这个杀戮世界，有一个 A 级天赋都很少了，更别提双 A 了。这种概率可能只有1000万分之一。之后三人商量好了，下一场一起组队。李长生打开了工会排行榜，狼人工会和吸血鬼工会排在第5和第6的位置。第1名是一个叫做撒旦的工会，听起来就非常邪恶。至于李长生的工会排名，最后一页才能看到，属于倒数工会。杀戮战士们争前恐后的加入排行榜前列的工会，希望能得到工会大佬的扶持。1级工会最多能招15人，每升1级加5人，最高是10级工会，可以招60人。排名第1的撒旦工会就是10级工会，里面个个都是精英大佬。和两人道别，李长生返回房间，开始这一次的强化。首先是3个 B 级杀戮晶体如何使用，这个李长生没有多想，直接兑换 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检测到您已有 C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是否升级为 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是。一道光芒洒下，李长生沐浴在净化的光芒中，净化持续了1个小时。李长生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恭喜你，已成功升级至 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全属性提高 100%， 大脑潜能发掘提高 50%， 可使用 B 级念能力。李长生攥紧拳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大脑再次清晰许多，甚至能分辨极其细微的东西，反应能力和感知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身体从细胞到骨骼，每一个地方都得到了强化，太爽了，这种感觉。李长生来到训练场，尝试使用 C 级念力冲击，一道念力冲击波发出，竟然将面前的假人冲成了碎片，可见念力的冲击力有多大。接下来李长生还剩下6个 C 级杀戮晶体， 4W 杀戮币。李长生决定将巴雷特的特性神圣之力、黑暗之力、毒素、火焰、冰冻5个特性全部升到 C 级，这样一来还剩下一个 C 级杀戮晶体， 1W5 杀戮币。钱花的是真快。李长生这才想起来还有2个黄金宝箱没有打开，怀着期待的心情打开了2个宝箱。25级卓越敏捷戒指，25级卓越感知耳环。2个首饰，戴上戒指和耳环，李长生感觉自己像一个萨满。无所谓了，有属性加成就行，外表不重要。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本命器武魂灭神巴雷特，资质 SSS 级，等级25级，威力370，精准320，穿透330，射速 2.9， 稳定320，倍镜4至20倍，最大射程 7.4 千米，有效射程 4.4 千米。附带特性 S 级闪电， C 级神圣之力， C 级黑暗之力， C 级毒素， C 级火焰， C 级冰冻，还能附加3个特性。附带技能一击必杀，消耗 56% 精力值，释放出可以灭杀神灵的必杀一击。然后是自身面板，姓名
李长生，等级25级，天赋黑暗掠夺者 SSS， 雷神之躯 S， 超强力量 B， 迅捷 C， 格斗专家 C， 念力大师 C， 身体再生 C， 骑术 C 级，视觉强化 D， 毒素抵抗 E。 本命武器 SSS 级灭神巴雷特25级，血统 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力量529，敏捷558，体质535，精力530，感知616，所有属性数值未包含天赋加成。被动技能见闻色霸气 C， 飞檐走壁 E， 主动技能瞬移 B， 超级闪电链射击 B， 岩爆射击 C， 火雨射击 C， 疾风步 C， 超级后跳 C， 念力冲击波 C， 召唤骷髅 F。 装备高频切割战刀10级，安达利尔的面容10级，传说暗影外套9级，史诗旅行者牛仔裤10级，史诗呼吸手套20级卓越，挑战者皮靴20级，史诗感知耳环25级卓越，敏捷戒指25级卓越。坐骑3丈鸟盘腿。物品栏响雷恶魔果实魂魄 X1， 赫拉迪克方块，寄存中 EW5000 杀戮币 C 级杀戮晶体 X1。 战力评估55颗星，战斗力再次增加。要说李长生现在还惧怕什么敌人，那就是速度比闪电还快的敌人，否则还真没有什么好怕的。唯一疑惑的一点就是主神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下一场试炼的内容，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上次刚回来就发布了下次试炼的事件，这次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李长生尝试着询问黑球，黑球给出的回答是试炼内容发布的时间是随机的。好吧，真够任性的，希望别在前往试炼的最后1秒发布就行。接下来的时间，李长生便钻进训练房，练习自己的各种技能枪法。从黑球那里花费1000杀戮币购买了一个虚拟训练仪器，可以模仿实战的场景，使用几次感觉效果十分不错。第74章广场集结。第3天中午，主神终于发布了试炼内容，提示下一场试炼世界为星河战队，请做好试炼准备。星河战队，李长生立刻在黑球那里兑换了星河战队的光碟进行观看，大概看了一遍，讲述了未来世界人族与虫族的对决的故事，看起来并不是很难。面对虫海攻击，李长生有超级闪电链，如果虫族聚集密切，一发闪电链下去，起码能干掉上千只。这时陶晶和迪亚也发来了讯息。陶晶道：会长，我是星河战队。迪亚道：会长，我是异形。如果选择组队试炼，那么最终试炼的世界是队长所要试炼的世界，谁当队长都无所谓，就看哪个试炼比较适合。讨论了一下，陶晶和迪亚都觉得星河战队不错。迪亚说他讨厌虫子，但更讨厌异形，那就决定星河战队了。李长生道。三人商量了一下，来到了猎人公会。期间陶晶和迪亚来过几次公会，对公会的建筑布局十分赞赏。陶晶道：听说原来的猎人公会会长很厉害，是17号杀戮都市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上次试炼组团出征，结果遇到了前所未见的49星难度，团灭了。迪亚惊愕道：49星，那是我们目前能经历的最高难度，再高难度就到下一个都市了。陶晶耸了耸肩，只能说他们倒霉。陶晶说着，从物品栏里掏出了3件宇航服，这是太空宇航服，万一星舰爆炸，我们穿着宇航服还能登陆其他战舰。李长生竖起大拇指，想得挺周密。陶晶嘿嘿一笑，那是实力不够，装备来凑。迪亚则是取出了3张羊皮卷轴，看到这个卷轴的陶晶大为惊讶，这是回程卷轴，配合法阵使用，无论多远都能传送回法阵。迪亚点了点头，我也害怕星舰爆炸，届时我们会葬身在太空中，我们在地面提前画好法阵，一旦出现危险，我们立刻使用卷轴。这种黑球里面出品的传送卷轴，由于蕴含强大的空间之力，每次试炼只允许每个人使用1次，多次使用会导致肉体爆裂。每张卷轴需花费3000杀戮币 ，F 级杀戮晶体1枚。迪亚这次也是下了血本了。李长生、陶晶、迪亚一人1张卷轴，外加宇航服，双重保障。李长生打开聊天组队频道，发现这次关于星河战队组队的人还挺多的。听说没有，这次星河公会要组团进行星河战队试炼。星河公会就是那个排名第9的公会，他们可真有魄力，就怕万一上次猎人公会不就被团灭了，太可惜了。猎人公会那是倒霉，49星的难度，谁去都得死。我相信星河公会能试炼成功，他们公会里的都是科幻迷，
会长楚南更是 B 级机械战警血统强化，星河战队这个世界再适合不过了。人们对于星河工会这次组团出征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看好的。陶晶道：“会长，这次星河战队人有点多呀，人越多难度就越高，难度越高奖励越丰厚，不是吗？”李长生道。陶晶和迪雅恍然大悟，要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临近傍晚的时候，李长生来到了黑球广场。今天的黑球广场人比往常要多一些，星河工会这次聚集了50人，全团出动，以会长楚南为首，正在广场进行着战前演讲。楚南站在那里，一脸严肃地看着众人。这次我们星河工会全团出征，不仅要完成星河战队试炼，还要获得 S 级任务评价。S 级任务评价 S 级任务评价，成员们跟着呐喊，士气如虹。楚南继续说道：“我们星河工会是排行榜第9的强大工会，等我们这次完成任务，绝对可以超越第6名的吸血鬼工会，超过吸血鬼工会，超过吸血鬼工会！”团员们再次高声呐喊。殊不知，吸血鬼工会的会长飞羽此时也在广场这里。飞羽一脸黑线，楚南这家伙在搞事情，出征就出征，还非提一嘴我们吸血鬼工会，祝你们这次团灭。一旁的红色长裙女性莞尔一笑：“飞羽会长，你就不怕诅咒灵焰吗？”飞羽呵呵一笑：“灵焰才好呢，谁让楚南那家伙管不住嘴。”陶晶指了指飞羽的方向：“长生大佬，看到那个俊美的男子和那个红衣女人了吗？男的叫飞羽，是吸血鬼工会的会长，43级，实力极为强横；女的是副会长蔷薇，41级，实力也十分可怕。你别乱指，他们走过来了。”李长生道。飞羽察觉到了这边的声音，看向这边，于是飞羽带着蔷薇走了过来。这一下可把陶晶吓得不轻，直接躲在了李长生和迪雅身后，怂得不行。虽然杀戮都市明令禁止无法杀人，但可以揍人。别来找我，别来找我！陶晶嘴里不断的重复。可天不随人愿，飞羽还是来到了李长生面前。飞羽并不是来找陶晶的，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李长生。上次你匆匆离去，让我和高山十分遗憾，敢问阁下贵姓？飞羽很有礼貌地问道。李长生，好名字，忘了跟你介绍，旁边这位叫做蔷薇，是我们吸血鬼工会的副会长。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工会，蔷薇的副会长位置可以让给你。飞羽语出惊人，一旁的蔷薇对此并不在意，莞尔一笑：“会长大人，这就是您说的那位看样子平平无奇吗？不过既然能在新手试炼中获得赫拉迪克方块，那我也愿意将副会长的位置拱手让给他。”迪雅和陶晶闻言惊愕地看向李长生。李长生既然有赫拉迪克方块，那玩意整个杀戮都市也没几个，能够拥有的都是数一数二的强者，即使现在还没跻身强者，那也绝对是超级潜力新星。李长生摇了摇头：“抱歉，我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工会。”飞羽闻言略显失望，看来长生兄也是有远大抱负的人，冒昧问一下，你们工会现在有几个人？3个人。李长生说完这句话，场面变得异常安静。飞羽尽量保持冷静，蔷薇则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好意思，我没忍住。”第75章军舰。飞羽憋笑的样子很欠打。飞羽用肘子碰了一下蔷薇，示意他不要出声。蔷薇咳嗽了2声，恢复了认真严肃的表情。看见了，李长生都看见了，再怎么认真也没用。这2人竟然敢嘲笑自己工会人少，人多不代表什么，我们工会以质量为前提。李长生解释道。飞羽看了眼胖子，咳嗽了2声，明白了，既然如此，那就祝你的工会越办越好。说完，飞羽便带着蔷薇离开了。蔷薇的长裙包裹臀部一扭一扭的，还回头朝李长生抛了一个飞吻。陶晶一脸郁闷，那个叫飞羽的家伙刚才看自己什么意思？自己的质量不行吗？劳资可是200斤的男人。迪雅自始至终都警惕地看着那女人。迪雅道：“长生会长，那个女人是个变态，我见过她在酒馆后面虐待新人。”李长生呵呵一笑：“这样的女人一般都有特殊癖好，看似勾引你，实则是仙人跳。”陶晶不住地点头，期望有多高，跳的就有多高。3人在广场待了一段时间，终于要开始传送了。传送即将开始，请各位杀戮战士做好准备。随着倒计时10秒结束，众人离开了黑球广场。等李长生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出现在联邦步兵学校的训练场。训练场有上万名士兵集结，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放着虫族入侵的消息。地球遭到了来自克兰达夫星球的阿拉奇虫族陨石的撞击，被撞击的城市几乎被摧毁。好在联邦最终控制住了局势，还逮捕了不少虫族作为实验。这次事件就是人类和虫族全面战争的导火索。联邦政府决定集结人类大军，反攻虫族母星克兰达夫。
迪亚和陶晶一左一右站在李长生身旁。李长生给迪亚一个眼色，让他去军营里面将法阵画好。迪亚立刻去执行。前方的演讲台，人类元帅迪恩斯正在进行激情的演讲，鼓舞士气。欢迎来到星河战队世界，所处位置：人类联邦步兵学校。任务内容：击杀虫族虫王必罕科托。任务时间不限。任务难度35颗星。任务人数100人。提示：随着时间推移，虫族等级会越来越高，实力越来越强。任务结束后将根据评级获得相应奖励。这次任务虽说没有时间限制，但是虫族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越往后拖难度越大，最终导致的结果那就是地球被虫族摧毁，杀戮战士也不可能幸免于难。所以说这依然是一个赶时间的任务。听到任务难度35颗星，陶晶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吧，我才24级啊。经历了上次任务，陶晶升到了24级，迪亚升到了25级，李长生也是25级，和任务难度相差10级。但这次试炼人数有100人。李长生环顾四周，看到了星河公会那群人，他们50人站在一起，有说有笑，看起来并不太把这次任务当回事。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会长楚南等级40级，只要楚南在，这次任务绝对可以顺利完成。喂，元帅，别逼逼了，赶紧出发。有些杀戮战士叫嚣道，这几个杀戮战士是其他杀戮都市的，看起来有些实力。元帅都愣了，竟然有士兵敢这么跟自己讲话。元帅迪恩斯很生气，不过想到接下来他们就要出征虫族木星，是生是死都是未知，可能他们是想着迫不及待地跟虫族战斗。既然这样，元帅也不多说，大手一挥，命令所有士兵登上军舰。凑巧的是，那几个杀戮战士跟李长生一个军舰，星河公会他们一群人在另一艘战舰，其他杀戮战士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其他战舰当中。上百艘战舰从各个军事基地点火起飞，朝着外太空驶去。此次远征士兵有数十万人，人类抱着必胜的信心，翘首以盼。军舰中，李长生望着窗外，看着军舰逐渐升上，冲破大气层，然后远离地球，这种感觉十分奇妙。从没有坐过宇宙飞船的他，今天第一次体验到了。要知道，在原本的世界要花费好几亿才能上太空，黑暗的太空中，上百艘军舰一起进发，浩浩荡荡，十分震撼。哈哈，要打小虫子了！一名22号杀戮都市的战士兴奋地说道，他的伙伴也显得十分轻松的样子。这次我带了好几发微型核弹，我要让这些虫子尝尝核弹的威力。那几人似乎察觉到了李长生的目光。喂，你们几个多少级？其中一个叫做谢云的杀戮战士问道。25级。李长生道。谢云用鄙夷的眼光看了眼李长生，才25级啊，能参加这次任务也算你们倒霉。这次难度35颗星，我们几个都是30多级，记住这次任务别拖我们后退，否则我连你们也杀掉。李长生呵呵一笑，这句话我也送给你们。谢云哼了一声，25级还敢这么猖狂，真期待看到你们被虫族吃掉，哭喊着救命的样子，哈哈哈哈。他的伙伴们也跟着发出了笑声。李长生嘴角邪魅一笑，不知几位的天赋是什么？看你们如此轻松的样子，天赋应该很不错吧？李长生询问他们天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谢云自信地捋了一下头发，反正你们几个也活不了多久，告诉你们也无妨。我谢云33级 C 级天赋控杀 C 级本命武器杀之雕塑，我就是我爱罗的平替。萧然32级 C 级天赋神射手 C 级本命武器 AK47。陆子涵31级 C 级天赋自愈 C 级本命武器钢铁狼爪。谢云哼哼一笑，看到了吗？我们3个都是双 C 组合，你们也不必自我介绍了，我们懒得知道。我接下来一定要用相机拍摄你们临死前哀嚎的画面，拿回去好好欣赏。哈哈哈哈！3人一起放声大笑。迪亚攥紧了拳头，很想冲过去用大剑砍了他们的脑袋。陶晶也很气愤，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李长生笑了，本命武器杀之雕塑，那你不是沙雕吗？迪亚和陶晶闻言也不禁笑出了声。哈哈，他是沙雕。陶晶捂着肚子，差点笑出了眼泪。你说什么？谢云阴狠的目光看向李长生。这边的争吵也引来了军舰长官的注意。你们几个闭嘴，把你们的精力发泄在虫族身上，再争吵就把你们扔下去。几人瞬间安静下来，但彼此之间已经有了火药味。第76章争端。星舰即将进行跃迁，请各位士兵保持好坐姿。星舰即将进行跃迁，请各位士兵保持好坐姿。李长生立刻坐好。跃迁这东西他听过，相当于远程瞬移，从一个空间跃迁至另一个空间。跃迁过程中是否有推背感，
或者撕裂感。李长生看向窗外，已经有其他星舰开始跃迁，一个个星舰启动跃迁引擎后就消失不见了。紧接着，李长生这艘军舰也进行了跃迁，一瞬间的推背感让人有些恍惚。跃迁不是想象中的一瞬间，而是持续了10分钟之久。窗外看起来像是时空隧道一般，如流星快速划过。跃迁结束，李长生长舒一口气。跃迁的过程，感觉全身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再次看向星舰窗外，有一颗巨大的土色星球，那颗星球便是虫族母星克兰达夫。浩浩荡荡的舰队朝着克兰达夫前进。根据相关报道，虫族的进化时间比人类还要久远，他们的进化方向不同，主攻生存繁衍和战斗能力。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虫族进化出了许多奇怪的战斗物种。对于这些星舰，威胁最大的莫过于防空电浆虫。大量的电浆虫在克兰达夫地表列阵，朝着外太空的星舰发射巨大的电浆炮。好几艘星舰被电浆炮击中，星舰发生爆炸，士兵被卷入宇宙真空中，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至于李长生这艘星舰是否会被袭击，他也不得而知。杀戮战士吉楚阵亡，杀戮战士赵明彦阵亡，杀戮战士刘哲海阵亡。脑海中传来其他星舰杀戮战士不断阵亡的消息，这种等待未知危险的感觉让人心脏砰砰乱跳，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对面的那名人类士兵紧张的大汗淋漓，握枪的手势不断变化，面色苍白。大多数士兵都一样，没有人不紧张，就连刚才叫嚣的谢云三人也警惕地看向窗外。早知道在黑球那里购买太空服了，星舰被炸了还有一线生机。谢云懊恼地说道。就在这时，李长生敏锐地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朝着自己这艘星舰飞来，不用多想，绝对是电浆炮。穿上宇航服，李长生道。李长生三人立刻换上了宇航服，刚穿好的一瞬间，电浆炮击中了这艘星舰。这一炮直接将星舰从中间炸断，被电浆炮击中的陆军战士瞬间死亡。强大的真空力量撕扯着星舰内的众人，将大量士兵吸到了宇宙之中。谢云三人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屏住呼吸，努力抓住星舰。谢云给其他2人做了一个手势，那就是干掉李长生三人，夺走他们身上的太空服。谢云操纵手中的沙之雕塑，沙之雕塑化成大量飞沙，朝着李长生这边席卷而来。这种雕虫小技，李长生并不担心。C 级念力波使出，直接将所有飞沙震退。随即，李长生将枪口对准谢云。就在这时，陆子涵冲了过来，利用手中的钢铁狼爪想要攻击李长生。迪亚一马当先，使用大剑挡住了钢铁狼爪。萧然拿起本命武器 AK-47 朝着这边扫射。李长生调转枪头，对准萧然的脑袋就是一枪。砰的一声，萧然被子弹穿透眉心，当场死亡。击杀敌人，掠夺者天赋发动，掠夺 C 级天赋神射手，是否附加于自身？ C 级神射手，远程类武器射击精准度大幅度提高，稳定性大幅度提高。是。一道光芒闪过，李长生掠夺了 C 级神射手天赋。这时谢云还想要继续操纵沙子攻击，可是他的身体此时暴露在外太空，由于压强的关系，他体内的细胞和器官开始快速膨胀，大量器官无法承受这种压强变化，发生了爆裂，氧气也迅速从他的体内剥离，鲜血从他的五官流出，意识逐渐模糊，丧失了行动能力。谢云的手松开了，身体漂浮到了外太空。杀戮战士谢云死亡。最坚挺的当属拥有 C 级自愈能力的陆子涵。陆子涵正在跟迪亚激战，不愧是31级的杀戮战士，面对25级的迪亚全面占优。陆子涵的钢铁狼爪差一点划破迪亚的太空服。胖子拿起 M4A1 对着陆子涵就是一顿扫射，强大的冲击力竟然将陆子涵击飞出去。迪亚趁机挥动大剑，一剑砍断了陆子涵的脑袋。杀戮战士陆子涵死亡。尽管他有强大的自愈能力，砍掉了脑袋也是无法自愈的。坊间传闻，拥有 S 级自愈天赋的，即便砍断脑袋、击碎心脏也能够再生。李长生现在拥有的 C 级身体再生天赋和自愈相差无几。从电浆炮击中星舰，短短1分钟不到，星舰上的士兵就全部阵亡，只剩下身穿太空服的李长生3人。李长生立刻启动太空服的推进装置，朝着不远处的另一艘星舰飞去。他手中紧握传送卷轴，一旦有意外发生，立刻捏碎传送卷轴返回地球。这也太刺激了，这根本不是35颗星难度的问题，除非那种肉体强化特别厉害的杀戮战士，又有几人能将身体暴露在这外太空当中？另一艘星舰上，星河工会的会长楚南命令众人穿上太空服，他们在来之前就早有准备，这一点问题难不倒他们。而且
他们在刚上星舰的时候就已经控制了这艘星舰。他们的工会中有许多人能够驾驶星舰，他们第一步就完全掌控了这艘星舰。楚南看向窗外，有3名身穿太空服的杀戮战士正朝着这艘军舰飞来。林战，去把他们3个人接进来。楚南对着工会干部林战说道。林战懒散地说道：会长，你也太仁慈了，这3个家伙死了就死了，跟我们没关系。楚南指了指工会会标，还记得我们工会的宣言吗？林战苦笑一声，记得，维护宇宙和平。林战摇了摇头，也不知会长是怎么想出这个中二病的工会宣言。他乘坐小型登陆舰飞出，将李长生3人接了进来。林战之所以加入星河战队，就是看中了会长楚南的人品。这种耿直的性格，说不出是好是坏。希望好人有好报吧。第77章重组母星。劫后余生，李长生3人登上了楚南的这艘星舰。目前，楚南是这艘星舰的指挥官。李长生向林战道谢。林战指了指楚南，要谢就谢我们的老好人会长，要是我，可不会下令去救你们的。楚南国字脸，长得像施瓦辛格，左边的眼睛已经机械化，是红色的电子眼。电子眼拥有各种观察能力，扫描、夜视、远视、分析，还能发射激光。多谢楚南会长。李长生道，在这个人吃人的杀戮世界，能选择救人的太少了。李长生本打算，要是这艘星舰不开门，就返回地球先。楚南道，带上太空服，说明你们3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你们能逃过一劫，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既然你们来到了我的星舰，那就跟其他成员一样接受指挥调度，不然的话，我也会将你们驱逐的。那是自然，一切听楚南会长。李长生虽然嘴上这么说着，到时候听不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指挥没问题，李长生自然乐意；要是有问题，那李长生就必须独狼了。随即楚南下令，命令星舰着陆重组母星克兰达夫，检测防空电浆虫的位置，调整好方位着陆。收到。工会成员紧密配合，星舰开始着陆重组母星。不得不说，他们的工会还是很有实力的，能够检测到电浆炮打击的位置，从而躲避攻击。穿越大气层，数分钟后，星舰平稳着落重组母星。这颗星球拥有大气层和氧气，温度、氧气含量和地球差不多，只不过这里荒芜一片，看起来就像是荒芜的戈壁滩。地面上大量防空电浆虫朝着外太空发射电浆炮，周围还有大量虫子攀爬，朝着星舰围攻而来。楚南立刻下令打开舱门，围绕星舰筑起防御工事，随后击杀防空电浆虫，注意不要跑太远，时刻准备撤离。看过星河战队的都知道，第一次反攻重组母星以人类失败而告终，数十万士兵葬身在这里，所以楚南下达的命令是围绕星舰坚守，时刻准备撤离。星舰舱门打开，星河工会的成员和上千名陆军士兵手持枪械冲了出去，一眼望去全是虫子，这个数量起码有好几亿的虫子，除了虫子之外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其他星舰也纷纷着陆，大量士兵从星舰中冲出，对着虫子开启机枪扫射。一枪是无法击杀虫子，需要至少5、6枪才能将虫子打死。人类的数十万士兵陷入了苦战之中。楚南化身机械战警，左眼激光扫射，右手加特林持续输出，凡是被他攻击到的虫子顷刻倒地。那个看似懒散的林战手持光剑冲入虫群，林战手中光剑身长100米，一记横扫就干掉了上百只虫子。另一名干部铁牛直接召唤出了5米高的机甲，机甲发射火炮的导弹，将面前的虫群全部炸穿。李长生被震撼到了，这几个人好猛，这些虫族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虫族的优势在于数量，这点虫子阵亡根本不算什么，还有大量虫子涌入。李长生拿起狙击枪，对准不远处的防空电浆虫就是一枪，子弹命中电浆虫，将其瞬间击毙。李长生的目标就是这些电浆虫，好让更多的星舰能安全着陆。楚南看了眼李长生，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本事。陶金手持 M4A1 不停扫射，一只只虫子在他面前倒下，这让陶金十分兴奋。迪亚手持大剑不停地砍杀，绿色的虫子血液迸溅了他一身。其他存活的杀戮战士也从星舰中冲出，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战况十分激烈，感觉就是杀不完，根本杀不完。李长生一枪枪的肃清电浆虫，几分钟后，终于将能看到的电浆虫全部击杀。随后，李长生将目标锁定了这些虫子，一发超级闪电链射出，强大的闪电在虫群之间不断传导。这一发闪电链直接肃清了方圆数百米的虫子，一击就干掉了数千只虫子。林战手持光剑，震惊地看向李长生，这家伙怎么这么猛？是法师吗？也不像啊。
对于李长生来说，这里就是掠夺的天堂，他才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断的杀戮虫子，不断的掠夺他们的属性，一发接着一发超级闪电链射击，不断的肃清着虫族大军。李长生的属性也在不断上涨，这种感觉太舒服了。看到李长生这边火力这么猛，其他杀戮战士也纷纷靠拢过来。这些虫子等级在13至15级之间，属于攻击高、血量少的那种，奈何数量太多，有不少杀戮战士枪都打冒烟了。这时耳机里传来了人类指挥官的声音，指挥官下令所有士兵冲锋，干掉虫群。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元帅根本没有意识到虫族数量有多少，在人家的地盘还想直捣黄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士兵们来陆军学校的第一课就是服从，所以他们不会想那么多。人类大军朝着前方开始冲锋，楚南下令工会所有人按兵不动，守住这艘星舰。这是个聪明的决定，但对于李长生来说过于保守了。他手中的巴雷特已经饥渴难耐了。李长生跟随人类大军冲了出去，陶金和迪亚见状也立刻跟了上去。战场上十分混乱，楚南并没有注意到李长生的行踪。星河工会筑起防御工事，稳步推进。第一班跟我来，第二班来这里。人类士兵不断冲锋，这个时候人类用凶猛的火力逐渐占据了上风。李长生混在人群当中，不断使用闪电链射击，每次攻击都能获得不菲的杀戮币和属性掠夺。遗憾的是，相同种类的虫子掠夺属性是有上限的，之后继续击杀这些虫子就无法掠夺属性了，只能获取杀戮币。无所谓了，有杀戮币也是可以的。陶金和迪亚在李长生身后不断的狙击这两边的虫子，只要有李长生在前方，他们就感到十分有安全感。他们要做的就是杀掉这些零散的虫子，不断获取杀戮币。就在这时，一只虫子从旁边冲了出来，利爪将一名人类士兵贯穿。令人惊愕的是，一名战地记者竟然近距离跟拍，哪怕虫子近在咫尺，那名记者也毫不畏惧，为了拍出效果也是拼了老命。眼看那名战地记者要被虫子偷袭，李长生一枪干掉了那只虫子，并大喊道：“滚后面去！”然而那名记者根本不为所动，继续近距离跟拍士兵和虫子的战斗。结局不出所料，记者被从地下爬出的虫子偷袭，临死前还不忘用相机对着虫族的脸近距离拍摄，敬业能力业界一流。第78章，硬汉团。和地面的虫子相比，地下的虫子更有威胁。大量士兵被虫子拖入坑洞撕咬，跟随人类大军冲锋了10几分钟，终于冲不动了。士兵们的子弹也用得差不多了，然而虫子依然一眼望不到头，源源不断地朝着士兵们涌来。就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士兵阵亡。指挥官见状不对，这么多虫子哪可能杀得完？眼看士兵阵亡越来越多，指挥官也立刻下达命令：全军撤退，撤回星舰。士兵们立刻开始撤退，他们不想在这里多待1秒。虫族的移动速度更快，他们追上士兵逃亡的步伐，对人类士兵展开了大屠杀。李长生的超级闪电链射击也只能解决自己这边区域的虫子，别的地方根本管不到。大军撤退，李长生也不可能面临虫海逆流而上，于是也跟着撤退。总之，这波冲锋赚得盆满钵满。感知到下方土壤松动，李长生一跃而起，一发命中地下的虫子。陶金直接掏出越野车胶囊，一辆越野车出现在面前。陶金驾驶着越野车，李长生坐在副驾驶狙击，就这样顺利地返回了星舰。只是这个星舰不是星河工会的星舰，星河工会的星舰在收到撤退的命令后，已经第一时间起飞了。靠，这群家伙！李长生无力吐槽。楚南毕竟是工会会长，早点撤离也没什么说的。李长生登上了其他星舰，星舰大门还没有关闭，不少士兵惊慌失措地冲入星舰，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虫海。李长生一发闪电链射击，外加一发火雨射击，将星舰门口的虫族肃清，让星舰大门得以关闭。随后星舰立刻起飞，朝着外太空驶去。好在附近的电浆虫都被李长生干掉了，星舰得以安全驶离虫族母星。上百艘星舰进攻虫族老巢，回去的只有10几艘。随后星舰启动跃迁，再次返回了地球附近的太空。在星舰之中可以治疗重伤的士兵，即使他们身体断裂，也能被营养槽中的纳米机器人修复。李长生在星舰上洗了个澡，来到食堂，吃着饭菜，看着新闻联播。新闻里面正报道着第一次人类和虫族全面大战的惨烈，10万人类士兵在这短短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葬身在了虫族母星克兰达夫。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指挥官们承认他们低估了虫族的防卫能力，
因为这次克兰达夫星球的惨剧，迪恩元帅引咎辞职，新任马修元帅上任接替了他的位置。马修宣布了他的战略：我们必须了解虫族，才能战胜虫族，我们绝不能重蹈克兰达夫的覆辙。有的科学家认为虫族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智慧，有的科学家则认为虫子就是虫子，哪有什么智慧可言，完全就是杀戮的机器。陶晶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说道：这群专家真有意思，就知道坐在那里说风凉话，应该把他们带到战场体验一下。李长生道：你要是想去抓专家的话，我可以陪你。陶晶疯狂摇头：不，我只是这样说说，抓专家什么的我可没想过，那样会触犯联邦法律。法律这东西在杀戮世界没什么约束力。李长生看向旁边一桌，一个熟悉的面孔坐在那里，那个男人正是星河战队的主角强尼，瑞哥。坐在强尼旁边的是女士兵迪兹·弗洛雷斯。弗洛雷斯一直喜欢瑞哥，但是瑞哥喜欢着卡门。刚吃完饭，星舰的指挥官拉沙克走了进来。李长生所在的这艘星舰名为硬汉团，顾名思义，里面都是硬汉，绝不退缩。拉沙克一进来，所有士兵立刻站好。拉沙克是个光头，他用凌厉的目光打量着众人。新来的听好了，我只有一个规则，全力以赴，不能退缩，明白吗？明白，长官。瑞哥等人大声回答道。拉沙克语气平静：欢迎来到硬汉部队，瑞斯加科的硬汉。少西，听好，新的元帅有新的战略，先一一消灭克兰达夫周围的星球，明天我们进攻探戈幽灵星，先进行轰炸，然后消灭残留的敌人，大家做好准备。说完，拉沙克便离开了。李长生点了根烟，看向窗外，星河工会的星舰在不远处悬浮，看样子他们也要跟随硬汉团进行第二次作战。李长生看了眼这次的任务，击败虫王毕罕科托。根据电影的描述，虫王毕罕科托应该在一个名为 OM1 的星球，这个星球还未被人类发现。或许抓到克兰达夫的脑虫后，就能知道 OM1 星球的位置。先按照剧情往后推进。这时，一名叫做叶灵的女性杀戮战士拿着2杯红酒走了过来，一杯递给了李长生。在硬汉团，除了李长生他们3人，还有其他几名混进来的杀戮战士。你好，我是9号杀戮都市的叶灵，是一名牧师。李长生接过红酒，并没有喝下去，谁知道里面是否有毒，防人之心不可无。17号杀戮都市李长生，找我有什么事吗？叶灵摇了摇手中红酒，然后一饮而尽。在这艘星舰大概有10名杀戮战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合作对抗明天的战斗。所以，你将其他杀戮战士团结起来了吗？李长生问道。叶灵变得有些沮丧，并没有，他们都是群独狼，不愿意合作，而我的伙伴也在之前的战斗中丧生了。剩下你一个没有战斗力的牧师，希望找到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加入。看到李长生拆穿了自己的目的，叶灵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们不愿意接纳我，所以我想问问你，希望你能让我加入你们的团队。叶灵诚恳地说道。李长生看着叶灵，他的眼神清澈，伪装得很好。有个疑点没有搞明白，一个牧师怎么可能会没有队伍要呢？李长生看了眼不远处，那几名杀戮战士正看向这里。李长生看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神立刻躲闪回避。有一种可能，这个叫做叶灵的妹子是他们派来安插在这里的奸细，难道要趁机不备，杀人越货？越想越好奇，李长生便答应了叶灵。好，明天我们一起战斗。叶灵闻言兴奋地跳了起来，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第79章探戈幽灵星。第二天，探戈幽灵星的作战开始，大量轰炸机从星舰起飞。军方首先给虫族来了一波地毯式轰炸，轰炸的效果很好，炸死了一大片的虫族。为什么之前登陆的时候不用轰炸机？李长生不是很明白。接下来，机动部队乘坐星舰登陆，放眼望去，遍地都是虫族的尸体残骸，轰炸的效果相当好。与硬汉团一起登陆这颗星球的，还有星河工会那艘星舰。他们这次来是为了跟随主角瑞哥，顺便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获得杀戮币。硬汉团拉沙克下令士兵散开，寻找虫族巢穴，一旦发现巢穴就用微型核弹摧毁。这里的微型核弹也就 RPG 导弹头大小，可以在火箭筒中发射，也可以拿在手中扔出去。如果要扔的话，一定要确保扔得足够远，起码500米的距离，不然自己也会灰飞烟灭。李长生、陶晶、迪亚、叶灵一组也被分配到了一枚微型核弹。4人沿着小路出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虫族巢穴。地毯式轰炸也只炸掉了地面的虫子，巢穴里面的安然无恙，可能是听到了李长生等人的动静。10几只虫子从洞穴中跑了出来，李长生将火箭筒对准洞穴，按下扳机。几只虫子目送微型核弹飞入洞穴之中，
随即，李长生立刻趴在山丘之后，猛烈的爆炸从洞穴方向传来，一道冲击波从头顶飞去，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辐射。露出脑袋朝着洞穴望去，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没有虫子生还。我的个乖乖，这武器猛啊！陶晶惊呼。我记得黑球那里有兑换这种武器，1颗 1W 杀戮币，有点贵。迪亚道。李长生道，我也见过。总之你要保证这一发微型核弹下去，起码能挣回本钱。拉沙克只给了1发核弹，李长生也不打算深入了，再往前走一片荒野，谁知道地下又会钻出什么？决定返回大部队那里和众人会合。就在此时，叶灵提出了建议。叶灵道，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深入。你看这里的虫子都被轰炸的差不多了，击败那些零散的虫子可以获得更多杀戮币。陶晶两眼放光，叶灵妹子说的对。陶晶这是色迷心窍，从叶灵加入队伍，他就一直盯着叶灵看。叶灵也时不时撩动头发，让陶晶心神荡漾。迪亚不说话，一切听从李长生安排。李长生微微一笑，好啊，那就继续深入。这个女人绝对要搞幺蛾子。李长生倒想看看她要搞什么飞机，趁年轻多长长见识。四人越走越远，走了差不多2-3公里。这时，李长生强大的感知能力感知到不远处的山丘后面有4个人潜伏在那里。李长生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好家伙，还真是仙人跳啊！叶灵指着那片山丘说道：“走得有些累了，我们休息一下吧。”陶晶立刻附和道：“好好，长生会长，要不我们就听叶灵的，先休息一下吧。”李长生对胖子无语了，这家伙是有多饥渴？这里可是杀戮世界，单纯的美女早就死掉了，留下的哪个不是带刺的玫瑰？迪亚也很无语，迪亚踢了陶晶一脚，示意他理性一点，但胖子根本没有领会，一脸猪像在叶灵面前示好。叶灵将衣领的扣子解开了2颗，露出一半香汗淋漓的酥胸。陶晶看的眼睛都直了。叶灵用手不断的给自己扇风，好热呀，这里不仅热，还有些臭。陶晶直接拿出电风扇对着叶灵吹风，凉快点了吗？叶灵，胖子这算是完了，已经陷进去了。就在这时，一股绿色的气体从沙丘那边飘了过来，不用想都知道是毒气。李长生屏住了呼吸，检测到神经毒素入侵，毒素抵抗天赋发动，毒素未能入侵身体。李长生虽然抵挡住了毒气，但是陶晶和迪亚并没有毒素抗性，两人感觉晕晕沉沉的，走路都有些不稳。迪亚捂着脑袋，糟糕，我们中计了，这女人把我们引诱到这里来是想坑我们。陶晶不住的摇头，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就在这时，隐藏在沙丘后面的4个人一脸坏笑的走了出来。嘿嘿嘿嘿，屡试不爽啊，小叶灵，这次又有3个鱼儿上钩了。一名男性杀戮战士一把将叶灵搂在怀里，叶灵趴在男人的胸膛，一脸温顺无比的样子。看到这一幕的陶晶无比震惊，他踉踉跄跄的瘫坐在地上。叶灵，难道自始至终你都在骗我？叶灵轻蔑一笑，什么叫自始至终都在骗你？我可没说过我喜欢你，你自己献殷勤关我什么事？陶晶难以接受，此时他的神情有些恍惚。叶灵继续说道，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肥头大耳的样子，谁会看得上你？自作多情的肥猪。陶晶懵了，想不到这看似清纯的女人说话竟然如此狠毒。陶晶看向一旁的李长生，李长生在刚才毒气飘过来的时候就假装晕倒过去。迪亚手持大剑踉跄地站在那里，双目有些失神。都怪我，被女人迷住了眼睛，我不该听信你的谎言，不该来到这个破地方。陶晶懊恼地嚎啕大哭，可惜他的身体已经使不上力气。李长生眯着眼睛看着陶晶，这肥猪哭得还挺伤心的。这下知道被骗了，这下长记性了吧？这样也好，吃一堑长一智。对面的杀戮战士哈哈大笑，太愚蠢了，虽说是简单的伎俩，但每次都有人上钩。我们这次本来挺郁闷的，还没到30级就被安排到了35颗星难度的试炼世界。本以为找不到低等级的凯子诱骗，没想到还真有人上当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叶灵其实不是牧师，是暗影术士，拥有一项能够看穿别人等级的特别天赋。当我们得知你们的等级最高只有25级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那些30级以上的我们打不过，但如果是你们，哈哈哈哈！李长生眯着眼睛躺在那里，原来那个叫叶灵的女人竟然有看穿别人等级的天赋，怪不得李长生3人会被盯上。李长生3人应该是这次试炼中等级最低的了。第80章，你的女神。以叶灵为首的5名杀戮战士用讥讽的态度看着陶晶3人。之所以把你们引到这里来，是因为别人看不到，我们可不想被其他杀戮战士四处传播我们是杀人狂的消息。你们中的毒是神经毒素，现在你们已经动弹不得。我们队伍中有一位 C 级天赋百毒不侵的炼金术师，嘿嘿，
没想到吧？男性杀戮战士右手狠狠捏了一下叶灵的酥胸，笑着跟李长生三人说道。陶晶止不住的哭泣，想要动却动不了。他现在心里很难受，因为自己贪色影响了大家，主要是坑了会长。这时，叶灵队伍中一名男性杀戮战士指着李长生惊呼：“我好像见过他。”另一名男性不屑道：“见过就见过，有什么好惊讶的？不是，他很厉害的，在克兰达夫星球，他的闪电链射击一发能干掉好几千只虫族。”众人闻言十分惊愕：“你怎么不早说？我才认出来啊！”几名杀戮战士争吵了起来。叶灵摆了摆手：“他再厉害又怎样？现在还不是被我们的迷药弄得动弹不得，任由我们宰割。”其他几名杀戮战士闻言放宽了心态：“你们三个，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我不杀你们。你们每人上缴 1W 杀戮币，我就放你们走。1W 杀戮币。”陶晶和迪亚闻言心里咯噔一下，加上上次的余额，现在满打满算也才7、8千杀戮币，根本不够。男人又说了，如果杀戮币不够的话，可以拿一些好装备来凑，我们都是很好说话的。说完，一众人大笑起来。显然这样的勾当他们干过不少次。陶晶颤巍巍地拿出了几件高科技装备：“我把钱和装备都交给你，希望你们能够放过他，他已经晕过去了。”陶晶希望他们能放过李长生。李长生只是在装晕，没想到胖子还挺讲义气的。放过他？凭什么？如果他无法上缴 1W 杀戮币，那么我们就要将他干掉。如果你们不想看他被干掉，那就把你们身上所有的装备都脱下来。男人用严厉的口吻说道。陶晶和迪亚相互看了一眼，纷纷开始取下身上的战斗装备。就在这时，一名男性杀戮战士惊呼：“那个晕倒的家伙怎么不见了？谁不见了？”众人看向李长生晕倒的地方，那里竟然空无一人，只剩下停下动作的陶晶和迪亚二人。难道是幻觉？杀戮战士们揉了揉眼睛，不可能啊，明明3个人，难道他隐身了？难道他是装晕过去？领头的男性大声说道。哎呦呦，这都被你猜到了。李长生突兀地出现在领头男性杀戮战士身后，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戏谑的表情看着这群杀戮战士。领头的男性不敢回头，冷汗从他的额头不断流下。其他杀戮战士将武器对准李长生。放开我们队长！叶灵惊恐地说道。李长生呵呵一笑，不为所动。如果真把装备和杀戮币都交给你们，你们会放过我们吗？也不见得吧。没有了装备就是待宰的羔羊，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杀人抛尸太常见了，没人看到，也没有人会记得。我说的对不对？领头男人咽了下口水，听我说，大家能活到现在都不容易，给个机会，我给你们解药让你们离开，之后我们互不干涉好吗？李长生点了点头，这个提议不错，但我不能保证你们是否会攻击我们。那怎样才能保证？男人问道。李长生嘿嘿一笑，很简单，自行砍断双腿双脚，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欺人太甚！男人忽然抓住李长生的手臂，另一只手持匕首朝着李长生脖颈划过来。太慢了！李长生轻蔑一笑， C 级念力冲击波发出，连同领头男性在内5名杀戮战士全部被这股强大的念力震飞出去。距离李长生最近的领头男性直接被冲击波撕成了碎片，血肉模糊的散落一地。拥有 B 级人类完美基因血统强化，念力强度大幅度提升，还有将近600点的精力值，根本不是这些不到30级的杀戮战士能够承受的。杀戮战士王德明被击杀，众人脑海中传来讯息。其他几名杀戮战士，有胳膊被念力波弄断的，有腿被弄断的，其中肢体完好无损的当属叶灵这个婊砸了。叶灵虽然肢体没有被念力波撞断，但是身上的衣服全部被摧毁了，赤身裸体的站在那里，满脸惊恐。到底是什么能力？一个意念波就将5人全部震飞出去。这种程度的念力波，如果没有2倍的属性差势，绝对无法做到的。难道眼前这个男人是全精力加点？李长生指了指叶灵，示意让陶晶来解决掉他。李长生则是来到了另外3人面前，无视他们的求饶，对准他们3人一人一枪。几个人的天赋都很一般，只有一个 C 级的百毒不侵十分不错。检测到你已有1级毒素抵抗，与 C 级天赋百毒不侵冲突，是否替换毒素抵抗？是。干掉这些人并没有爆出装备，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另一边，陶晶颤颤巍巍地拿着枪对准叶灵，半天竟然按不下去扳机。开枪！李长生命令道。陶晶想了想，最后竟然还是不争气地放下了枪。不行，我做不到，虽然只跟他相处了几个小时，但我很快乐。李长生一脚将陶晶踹开，拿起巴雷特对准叶灵，正准备开枪，叶灵竟然爬了过来。叶灵的双手竟然在解李长生的裤腰带。李长生拉住裤子一个后跳躲开，一脸震惊地望向叶灵。你这女人要做什么？叶灵哭泣着说道。
你要为你做什么都可以，我的蛇宫一流，我的身体随便你糟蹋，只要你别杀我。蛇宫一流？李长生还怕他嘴里有毒呢。李长生有些无语。喂胖子，你听到了没有？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女神说的话。你舍不得骑的自行车，别人都是站起来蹬，说的就是这个吧？别说了，求你别说了。陶晶捂住脑袋蹲在那里，表情十分痛苦。李长生微微一笑，一枪结束了叶灵的生命。斩草不除根，会留下很多祸端。击杀敌人，掠夺者天赋发动，获得地级天赋等级观察，是否附加于自身。地级等级观察，可查看目标等级。是。第81章威士忌哨所。叶灵几人的尸体不用处理，还没走多远就被地面钻出来的虫子吞掉了。世界上已经不存在这几个人了，或许他们转生为了逝者，也或者直接消亡。三人迅速返回和大部队会合。一路上陶晶无精打采，双目无神，看得出来胖子很缺爱，一点小恩小惠就被叶灵迷得团团转。至于陶晶和迪亚身上中的精神毒素，只是一种让人短时间虚弱的药物，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大部队这边也发生了战斗，除了普通虫子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岩浆虫。这是一种巨大的甲壳虫，嘴巴能喷射出岩浆，凡是碰到岩浆的士兵都会被瞬间融化。这种大型甲壳虫对李长生来说就是缓慢移动的标靶，一枪一个，凡是入眼所见都被李长生迅速击杀。李长生惊艳的表现吸引了硬汉部队指挥官拉沙克的注意，李长生出色的身手让拉沙克刮目相看。等到这边的战斗结束，李长生立即被任命为下士，算是有了一点军权，聊胜于无。至此，这次突击探戈幽灵星的行动全面大捷。临近夜晚，士兵们在这颗星球搭建了帐篷，生火做饭，载歌载舞，庆祝这次难得的胜利。楚南他们也参与了这次行动。迄今为止，他们的工会成员只死了3个人。楚南对这个结果还是不太满意，他的打算是带着所有工会成员活着离开。对于会长的这个愿望，林战无奈摇头，过于理想化了。夜晚，坐在篝火堆旁边，士兵们男男女女一起跳舞，有的对上眼之后直接钻入了帐篷，里面传来了嗯嗯啊呀的声音。李长生旁边坐着胖子和迪亚，胖子终于鼓起勇气说道：“对不起，今天是我的错，我被女人蒙蔽的双眼。”李长生拿起烧酒一饮而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不你回去练个葵花宝典，确保下次万无一失。胖子咽了下口水，不断的摇头：“这个还是别了，我保证不近女色了。”迪亚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次应该长记性了。胖子止不住的点头。在3人聊天喝酒的时候，楚南和林战走了过来。由于有了查看等级的天赋，他们2人头上显示出了等级。楚南40级，林战43级。我靠，这个林战比楚南等级还要高。李长生端起一杯烧酒道：“来，楚南会长，喝杯烧酒暖暖肚子。”楚南刚想接过酒杯，就被林战抢了过去。林战无非就是担心酒里有毒。林战拿起烧酒一饮而尽，好酒。随即几人坐在一起聊了起来。楚南这次来的意愿很简单，就是想拉拢李长生进入他们工会。李长生的攻击力他们见识过了，十分强悍。楚南曾询问林战是否有把握击败李长生，林战的回答是没有把握，至少是一番苦战。得到林战的回答，楚南于是决定想要将李长生拉入工会，并让他成为干部之一。然而跟李长生聊了之后发现，李长生自己已经创建了一个工会，这让楚南有些失望。既然如此，那就不打搅几位了。楚南和林战返回他们那边，跟工会成员交代接下来的注意事项。愉快的篝火晚会没有持续多久，拉沙克那边接到了上面的电话，说有一位将军在 P 星遇难，希望硬汉团前去支援 P 星。拉沙克给众人20分钟的准备时间，没吃完的赶紧吃，没喝完的赶紧喝，帐篷里没做完的赶紧做。20分钟后，所有士兵穿戴好装备进入了星舰，一共2艘星舰，硬汉团的星舰和星河工会的星舰一起出发前往 P 星进行支援。星舰起飞，朝着 P 星飞去。第2天早晨，众人抵达了 P 星，2艘星舰停靠在 P 星着陆点，一眼望去看不到任何虫子，可能因为昨天已经被轰炸过一轮，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也懂得战略。之所以星河工会也来 P 星，是因为脑虫也在这颗星球。这颗星球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虫子在脑虫的指挥下全部都潜伏了起来。指挥官拉沙克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威士忌前哨站，将军就是在那里被杀死的。众人要前往那里查看情况。李长生拥有很好的视力，定睛望去，远处的天空飞来一群飞行虫族。李长生将巴雷特对准那群飞行虫族，
一发闪电链射出，那群飞行虫族全部被击杀。其他人甚至还都没看见那群飞行虫族。拉沙克问道：“李长生，为何突然开枪？”李长生指了指那边，有虫子。拉沙克朝着李长生所指的方向看去，什么都没有看到。他的视力跟李长生比差太远了，哪有什么虫子？以后不准乱开枪，扰乱军情。拉沙克大声说道：“对，听你的。”李长生也懒得跟他争论，杀戮币到手就行。楚南呵呵一笑，拍了拍李长生的肩膀：“我的机械眼看到了，你在没有佩戴科技辅助装备的情况下，视力竟然达到了我的极限距离，实在让楚某佩服。”这也让楚南坚定了一个想法，不能跟这个老六为敌。要是成为敌人，指不定哪天背后来一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行走了30多分钟，众人终于来到了威士忌哨所。从外面望去，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拉沙克下令让众人冲进去查看情况。哨所内的景象十分惨烈，遍地都是人类士兵和虫子的尸体。拉沙克有些疑惑，为什么外面没有尸体？拉沙克道：“华肯，带领士兵检查哨站，检查尸体。”收到，长官。3个人上塔架，快点！这里和那里建立监视哨，其他人检查尸体，其他士兵负责建立哨岗。李长生几人跟随拉沙克来到了内部哨所大门，打开哨站内部房门，一股肉体腐烂的酸臭气息扑鼻而来。拉沙克带着众人径直走入房门。拉沙克指着不远处的坑道说道：“他们吃饭的时候遭到大虫偷袭，他们是从这里进来的。在哨所内部地面有一个虫族坑道，虫族是通过地底通道进来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哨所外面没有尸体。”第82章哨所保卫战。李长生来到其中一具尸体跟前，这具尸体脑袋上面有个大洞。拉沙克疑惑道：“李长生，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李长生道：“应该是虫子钻进了他的大脑，吸食了他的脑浆。”李长生没有直接说出是脑虫干的，因为现在军方还没有脑虫的情报，直接说出脑虫太突兀了。拉沙克点了点头，他们吸光他的大脑。其他士兵闻言一脸惊悚，被虫子吸食脑浆，想想都不寒而栗。就在这时，众人听到了撞击声。林战走过去，将一个巨大的铁箱子打开。那位失踪的将军竟然在里面，他躲藏在这里面。将军从里面跑了出来，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癫狂。我们要快走，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2名士兵都差点按不住他。拉沙克稳住将军的情绪：“将军，冷静点，我们来救你了。”将军也感觉自己有些失态，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谢谢你，谢谢你们，你们都是英雄，你们全都是。”将军跟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手，看得出获救后他很激动。紧接着将军又变得激动起来：“我们要快点走，不能待在这里了。”将军来到那名脑浆被吸食的士兵面前：“他们会钻进你的大脑，你看看法力的下场，你们知道吗？他们钻进你的大脑，逼你做事情，他们逼迫法力联络指挥部。”听到将军的话，拉沙克愣住了。求救信号不是士兵自愿发的，而是被虫子逼迫发的。这么说的话，求救讯号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圈套。将军道：“虫子们想知道我们的底细，摸清楚我们的弱点，这样才能消灭我们。”拉沙克立刻联系救援部队，威士忌哨所请求撤退援助。星舰距离这里太远，必须让登陆舰过来接。在等待登陆舰的这段时间，大战即将来临。拉沙克道：“敌人马上来袭，准备迎战。”将军依然在那里喋喋不休，嘴里念叨着救援舰什么时候到来。天哪，我们死定了，你们懂吗？我们完蛋了。将军不断散播消极的话语。李长生见状，一脚将他踢飞出去。克制一下好吗？李长生对着将军说道。将军来了个狗吃屎，立刻闭嘴，不敢乱说话了。在这里你是将军，可对于杀戮战士来说什么都不是。任务结束就返回了，管你什么将军总统的。林战对着李长生竖起大拇指。这年头恐惧 NPC 的杀戮战士太多了，而李长生这种毫不畏惧的战士已经很少见到了。报！有虫族部队来袭，大量虫族部队。闻言，拉沙克立刻指挥士兵们坚守哨岗。李长生站在哨岗上面，一眼望去，之前平坦辽阔的山丘出现了一望无际的虫子，这些虫子一眼望不到边际，保守估计都在10几亿只以上。士兵们立刻站在哨岗上，对虫子们发起了攻击。李长生也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陶晶直接坐在旁边的哨岗炮架上面，启动机枪炮扫射。迪亚手持大剑，严阵以待。楚南那边就十分科幻了，有几名工会成员直接拿出了小型机甲，身穿机甲对着虫子进行炮火扫射。林战那个家伙直接从哨岗跳了出去，手持光剑在外面和虫子展开厮杀。楚南眼中发射激光，一道激光扫过，就有上百只虫子被射死。
同时，楚南还有肩扛火箭炮，一发发的导弹倾泻而出。这些装备直接把指挥官拉沙克看傻眼了。从军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些装备，尤其是外面那个，手持光剑，能变长变短，就像是绝地武士。按照楚南的部署，哨所的4个方位都有杀戮战士驻守，在杀戮战士们猛烈的炮火下，虫巢根本接近不了。之前一直念叨着完了的将军也惊呆了，直接向天祈祷，上帝来救我们了。迪亚站在李长生旁边，看着李长生不断的击杀着虫子，手里的大剑有些饥渴难耐。李长生询问道：“你也想跳下去跟虫子近战？”迪亚点了点头。李长生指了指天上：“别着急，还有这些呢。”虫族不仅派来了大量地面部队，还有大量空中飞行部队。巨大蝗虫遮天蔽日，天空都变得阴暗起来。杀戮战士们拿起武器，开始对着蝗虫扫射。蝗虫的速度很快，有好几只穿过了火力封锁。这个时候，站在哨岗的近战杀戮战士终于可以发挥了。迪亚怒吼一声，手持大剑在哨岗穿梭，一跃而起，干掉飞入哨站的一只飞行蝗虫。这个时候，逐渐出现伤亡士兵了，暂时还没有杀戮战士死亡。杀戮战士们貌似很喜欢这种防御战，哇哈哈，最喜欢打虫子了，越多越好，来吧，老子是无限子弹加特林，吃我一发 RPG 跟踪导弹，呜呼！看到了没有，我已经连续100发子弹爆头了，有人超过我的记录吗？对于杀戮战士而言，这次的防御战显得异常轻松，最主要的是几位大佬的存在。李长生一人固守一边，每一发闪电链下去，虫子就死伤一大片。一些杀戮战士甚至觉得这边都打不到虫子，跑到另一边抢虫子去了。没办法，李长生的技能伤害高，面积广。另外3面有楚南、干部临战、干部铁牛坚守，哨所几乎固若金汤，除了偶尔飞进来的几只飞行虫族。太爽了，太爽了！临战在虫群中越杀越癫狂，眼睛竟然逐渐变成了红色。一旁的陶晶说道：“临战 B 级狂战士血统强化，他现在应该狂化了。狂化后的临战攻击力、速度大幅度提升，不断穿梭在虫群，收割着虫子的生命。”星河公会的成员见状纷纷欢呼：“临战大哥真厉害，好猛啊，能砍好几条街，好几条街！看不起我们临战大哥，他现在所展示的实力还只是冰山一角。”的确如此，43级的临战是李长生迄今为止见到过战斗力最强的，看似懒散瘦弱的身形，却能爆发无比强大的力量。第83章利益。就在众人激战正酣时，哨所中心的地面忽然塌陷，指挥官拉沙克半截身子陷入了泥土之中。等士兵们将他拉出来的时候，拉沙克的下半身已经被虫子咬断，鲜血淋漓。瑞哥，瑞哥，你知道该怎么做？拉沙克对着身旁的瑞哥喊道。是的，长官。瑞哥强忍着悲伤，拿起突击步枪对准拉沙克。快动手，瑞哥！沙拉克大喊道。就在瑞哥犹豫不决的时候，楚南走了过来，他从物品栏取出了医疗绷带，缠在了拉沙克的伤口处，鲜血很快就止住了。楚南道：“不必急着求死，我们可以顺利返回。”拉沙克没有说话，感激地看了眼楚南。事实正如楚南所说，尽管数十亿只虫族重围哨站，反倒是人类这边占据了上风。楚南立刻派出了工会战士清剿哨所地下的虫子，这些虫子很快就被肃清。其中队伍里还有一名岩系忍者，使用岩系忍术在地面覆盖了一层厚实的岩石。攻防战持续了30分钟，已经消灭了好几亿的虫子。现在一眼望去，哨所周边依然是漫天的虫海，虫子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好在救援舰已经赶到，众人纷纷登上救援舰。等救援舰离开后，几秒的时间，哨所就被虫海淹没。我的天啊，这虫子也太多了，打不完，根本打不完。他们虽然多，但是攻不进来。嗨，是啊，临战大佬太牛逼了。我记得有个拿狙击枪的家伙也很厉害，一枪下去，虫子就死一大片。听说那家伙叫李长生，跟临战大佬一个级别的实力。什么？开玩笑呢吧？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新来的就这么牛逼？这就跟武学中所说，有人生来就是练武奇才。星河公会的成员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李长生身上，这也不能怪他们，只是李长生的表现太过亮眼了。和星河公会的几名干部一样，一个人镇守一方。救援舰逐渐驶离屁星，返回了太空中的星舰。拉沙克指挥官被迅速运往治疗舱展开紧急治疗。获救的将军再次激动地和众人握手。在这里，众人还遇到了卡尔和卡门。卡尔、瑞哥、卡门3人1年前进入军校，而现在卡尔却已经晋升上校，
确实令人唏嘘。卡尔走了过来，跟将军聊了几句，让他先去休息。将军走后，卡尔看向瑞哥，跟瑞哥来了个拥抱。卡尔给众人带来了一个消息：瑞哥，我很遗憾你们被派到 P 星，好在你们都活下来了。瑞哥并不介意虫族设下的圈套，对吧？卡尔没有否认，证明他们是有智慧的。我早就猜到 P 星上有虫族首脑。一旁的卡门疑惑道：你早就知道，却还派他们过去？卡尔面色沉重：我们找不到首脑就不能发动攻击。你不承认我的做法，但这关乎人类的存亡，他们数量众多，我每天都在要决定派你们这种人去送死。瑞哥面色平静：你不知道吗，上校，机动部队是专门送死的。瑞哥说这句话表明他不怕死，同样也有些怨气地看着他的老友。卡尔道：希望你还能继续战斗，我们要回去活捉首脑。瑞哥道：我们随时准备应战，长官。卡尔走了几步转过身道：他们需要一名中尉，你想当吗？瑞哥点了点头：好的，等我阵亡了你再换人。就这样，瑞哥代替受重伤的拉沙克成为了硬汉团的指挥官。众人吃完饭后休息了一会，再次来到了 P 星集结。联邦在 P 星重新建造了军事营地，营地中集结了上万名士兵。得知脑虫在 P 星的消息后，联邦高层下达死命令，务必活捉脑虫。此时，瑞哥正在给一群刚来的新兵蛋子训话。李长生、楚南、林战、铁牛四人坐在营地另一边的木桶上打牌。这时，有新兵蛋子提出了异议：报告长官，他们几个在那里打牌，你为什么不说他们？瑞哥看了李长生几人一眼，随后重重地说道：如果你们能和他们一样，一个人解决上万只虫子，我也让你们去那里打牌，我甚至可以给你们洗牌。此话一出，新兵蛋子们震惊不已。一个人解决上万只虫子，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说实话，大部分新兵蛋子还是不相信，以为那几个是走后门进来的官二代，过来体验生活的，或者那几人一定有什么关系，受到了特殊照顾。看着众人的非议，铁牛道：我们这样不太好吧，有些影响士气。林战切了一声：管他呢，他们士气再高有什么用？能抵得上几个杀戮战士？在杀戮战士眼里，这群人基本都是炮灰。楚南道：李长生，之所以叫你过来，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这次活捉脑虫意义重大，稍有闪失脑虫死亡，我们就会失去 OM 一星球的线索，那样我们就无法完成最终任务，击杀虫王必很磕脱。李长生无语道：你觉得我会蠢到击杀脑虫？林战哈哈一笑：楚南会长，我早就说过，你的担忧是多余的。楚南道：我只是谨慎起见，我知道你那狙击枪的威力，害怕你一不小心干掉了脑虫。李长生一个王炸，然后一个顺子走光了所有牌。放心，捕捉脑虫的事情由你们负责，我负责清理周边杂虫就行。你无非就是想给工会争取一个捕捉脑虫的奖励，没事，这奖励就让给你们。自己的目的被揭穿，楚南有些尴尬。一旁的林战平和地说道：你也不能责怪会长，他一个人管理着这么多人，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奖励最大化。这样，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可以送你一件30级的史诗装备，如何？可以，我要狙击手类型的装备。我还想问一件事，关于最后虫王的击杀，你们工会也要独占吗？楚南拍着胸脯说道：这倒不会，关于虫王最后的击杀，全看个人本事。虫王血厚耐打，没个小半天时间是无法击杀。在楚南看来，工会这么多杀戮战士，40多个人的伤害加起来，肯定比李长生高的不知高出多少。最后一定是自己工会这边击杀虫王。